林璇是被头疼硬生生敲醒的水，眼皮还未睁开，他下意识地翻身想要找水，却发现旁边沙发上正躺着一个人，不对，好像不是女友苏晴。林璇瞬间睁开眼睛，微卷的长发散在枕头上，被子滑在肩下，露出线条优美的肩颈，这完美的背影凑到镜前一看，安澜，公司的女总裁。昨晚的记忆碎片不断涌出，商务宴请，对方公司的人围着安总不停敬酒，一杯接着一杯，几方陪同人员全都歇菜，只剩自己一人独占群雄。最后的画面是他扶着的安澜走出酒店，然后就断片了。林璇僵硬地转过头，他和对方聊过天的场景比较乱糟糟，玩得这么花，完了酒后聊天还是和公司大老板，关键是没有记忆，太亏了吧。沙发轻轻摇晃，一声慵懒的鼻音，林璇触电般缩回搭在的手下，一秒，安澜闭着眼睛将自己撑了起来，他白皙的胳膊高高抬起，然后伸了一个懒腰，身上的被子自然滑落，然后他睁开了眼睛，安静。林璇看到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四周，脸色从慵懒便回到了那千年不变的冷漠。安总，昨晚我喝多了，你也喝多了，一场意外而已。安澜声音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他走到沙发边，拿起自己的手提包，从里面取出厚厚几叠现金，放在床头柜上，这钱你拿着。他的语气冰冷，昨晚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如果我在公司或者在任何其他地方听到任何不该有的风声，你知道后果。林璇看着那叠钱，大概有3万，这对于刚工作不久的他来说不是小数目，但他却抬起头迎上安澜的目光，钱就不用了，安总，昨晚我也有责任，挡酒是我的工作，这钱我拿了心里不踏实。林轩认真的回应。安澜看着他这个年轻的男人，目光清澈，眼神中只有坦然和一丝属于男人的自尊，这种反应反而让他有些意外。随你，今天给你放假，好好休息。他沉默了一会，点了点头，离开的脚步比平时略显缓慢僵硬，似乎哪里隐隐作痛。安总，突然林璇开口，果然还是想威胁自己吗？安澜面无表情的转头，我刚想了一下，昨晚的酒局应该有问题，酒可能不太干净。林璇回忆起昨晚的片段，对方那个秃顶的王总看向安澜的眼神总是格外猥琐，而且他注意到对方几个人后半场一直在偷偷讨论什么，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在家自己千杯不到都败了。他猜测昨晚那群人不对劲，可能下药了。安澜愣了一下，没想到林璇是要说这个，他的脸色缓和了几分。我知道了，这事情你不用管了，我会处理。说完，他关上房门，离开房间。林璇并未注意到他略显奇怪的走路方式，只是开始默默地穿衣服，目光扫过被子下凌乱而暗红的床单。他沉默了许久，喝酒误事。许久之后，他离开房间，走出酒店。他拿出手机，第一反应就想给女友打过去电话，但转念一想，这个点他肯定还在睡觉。想到苏晴，林璇心里涌起一丝暖意和歉意，昨晚没回去，他一定担心了，等会儿去买他最爱的那家生煎，再挑个小礼物，好好轰轰他吧。早晨有点冷，他紧了紧衣服，打了一个车，直奔出租屋的地方。20分钟，出租车停在老旧的居民楼下。林璇付钱下车，在楼下买了生煎包和小蛋糕，然后脚步轻快地上了3楼。钥匙插进锁孔时，他嘴角还带着笑，想着苏晴睡眼惺忪惊喜的样子，轻轻推开门。林璇浑身一僵，门口竟然有一双陌生的鞋子，男人的鞋子。那双皮鞋锃亮，被随意地踢在一边，血液瞬间冲上林璇的头顶。他攥着钥匙的手不断颤抖，一定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他一边告诉自己，一边走向卧室，但有细微的对话从卧室传来，是苏晴的声音：陈哥，你快走吧，万一他一会回来呢？回来，放心吧，我把他支去那个要命的酒局，灌不死他也得趴到下午，我们再聊一会儿。不聊了吧，人家都和你聊天聊得够久了。一个男人的笑声响起，林轩听着有些熟悉。陈闯，他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昨晚的酒局就是他的部门经理陈闯临时派他去的。他说自己临时有事，原来有事是和自己女友聊天。林璇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愤怒，他站在卧室前，门是虚掩的，透过门缝，昏暗的光线下是两人聊天的景象。林璇忍无可忍，抬起脚砰，房门狠狠撞在墙壁上，剧烈摇晃。聊天中的两个人猛地僵住，苏晴下意识停止聊天，脸上满是惊慌。林璇，你怎么回来了？陈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但很快让自己镇定下来。哟，小璇啊，不是让你好好陪安总王总他。话没说完，林璇已经冲了上去，速度快得吓人。他没有废话，直接一拳砸向陈闯那张肥脸。这一拳又快又狠，陈闯甚至来不及抬手阻拦，砰，拳头结结实实砸在鼻梁上。啊！陈闯惨叫，鼻血喷涌。林璇，你疯了，快住手！苏晴尖叫着扑上来，想拉林璇停手，目光死死盯在苏晴脸上，声音沙哑：苏晴，为什么？苏晴避开他的视线，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地上的陈闯整个人扭曲在一起，但还是不忘怒骂：好得很，林璇，你他妈别老子等着！他哆嗦着手拨通电话：喂，小张吗？现在立刻给我开掉林璇，因为什么？严重违反公司纪律，品行不端，我要让他立刻滚蛋！电话那头传来唯唯诺诺的应承声。陈闯挂断电话，狞笑着看向林璇，吐出一口血沫：小子，你完了，你在这一行还能待下去一天，我跟你姓。说完，他直接离开。苏晴低着头，没敢看林璇一眼，
也赶快跟着逃离房门，被重摔上世界。骤然死寂，林玄踉跄着走到墙边，缓缓滑坐在地。爱情、事业、尊严，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可笑。可悲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一封公司邮件，提示关于员工林玄的辞退通知。这次的效率倒是快得吓人。窗外天色渐渐昏暗，就在此时，林玄忽然胸口传来一阵闷痛，低头一看，胸口的那枚祖传玉佩正在闪闪发光。这时，突然一股难以想象的灼热轰然爆发！啊！林玄惨叫一声，想要甩开，但那碎裂的玉佩却像是固定在他的胸口一般，灼热的气流蛮横地冲进他的身体。轰！无边无际的光芒和信息在意识深处炸开他，竟然直接晕了过去。林玄感觉自己睡了很久，而且做了一个非常长的梦，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记不清了。他只知道自己醒来的时候脑袋很胀，像是被什么东西塞满了一般。他捂着脑袋坐起来，紧接着一堆不属于他的知识不断涌现，驳杂的医术、古怪的修行法门，甚至还有一些关于星辰风水之类的认知修行，但似乎不太正规。这不会是传说中的邪修吧？脑海中林玄感知到的法术都是一些奇怪的让别人和指定对象的桃花谷，可通过和颜值高的人聊天修炼自身真元的修炼法，数量驳杂，千奇百怪。他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甚至还使劲掐了自己一下，疼，不是做梦。疑惑间，林玄尝试按照脑海中的修行法门开始盘坐凝神呼吸，几乎是在念头落下的一瞬间，他感觉到周围空气中似乎有无数微弱的光点开始透过皮肤汇入他的身体，慢慢的光点汇成一股暖流，开始按照固定的路线在体内运转入门了。这么简单？林玄猛地睁开眼，十分震惊。他能感觉到那股暖流，也就是修行法门内所说的真元，每运转一个周天，自己的身体就会轻松一分，就连身上那些伤势似乎都减轻了许多。握紧拳头，看着满地的狼藉、苏秦的背叛、陈闯的羞辱，你们等着！他没有起身，而是继续盘膝，静坐几个呼吸后，他开始全力引导着那一缕真元，按照既定的路线一遍又一遍地运转。空气中稀薄的光点被不断吸收炼化，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真元在不断壮大。再次睁开眼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完全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手脚有些酸麻，精神却是前所未有的饱满，而且没有丝毫未睡眠的疲惫，唯一就是感觉到小腹有些燥热。突然，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本地的陌生号码。林玄皱了皱眉，谁会找自己？陈闯的羞辱电话，公司的辞退通知。他本不想接，但电话却一直在响。算了，他按下接听，放到耳边，一道清冷又有些熟悉的女性声音传了过来。林玄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一紧，因为他听出了对方是谁。安澜，为什么没上班？安澜的声音依旧冷冷的，他不知道自己被裁了。林玄愣了一下，下意识回道：算了，不重要，半小时后半岛咖啡馆 VIP 3号位，穿得体面点。他的语速平稳，就像在说来一趟会议室那么简单。什么？林玄以为自己听错了，没等林玄说完，电话已经挂断。这是什么情况？半岛咖啡馆，他知道人均消费4位数起步的地方，可安澜找他做什么？兴师问罪，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无数的疑问从脑海中浮现，但林玄最终还是没有打回去询问。去见见就能知道这位安总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半小时后，林玄来到半岛咖啡馆，透过落地玻璃能看到里面优雅静谧的环境，穿着考究的客人们低声交谈。安澜正坐在卡座那里，他今天没穿职业装，一身剪裁极佳的丝绸衬衫搭配白色高腰休闲裤，侧面看完美勾勒出他腰臀比。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墨镜后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他似乎有些惊讶，因为眼前的林玄像是有了什么变化，似乎更高了一些，更帅了一些，竟本能的想要靠近他一些。想到这，他下意识地停住了思考。坐。安澜放下手机，林玄在他对面坐下，服务生递上菜单，他扫了一眼价格，最便宜的饮品也要300多一杯柠檬水，谢谢。他把菜单合上，安总找我有事。林玄开门见山。安澜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端起咖啡抿了一口，目光透过镜片打量着他。咖啡馆柔和的灯光打在他脸上，让那张平日冷艳脸多了几分柔和。昨晚的事，谢谢你提醒。他忽然开口。林玄一怔，酒确实有问题，王海山在酒里加了点东西。林玄想起那个秃顶王总猥琐的眼神，心里了然，今天找你来是有另一件事，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安澜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什么忙？当我男朋友。林玄眉头一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安澜开始补充，语气依旧平静，准确说是扮演，帮我出席一些必要场合，应付一些不想见的人。林玄看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痕迹，但他很认真。为什么是我？你说呢？安澜回想起昨晚的事，紧跟着才话锋一转道，因为你干净，背景简单，而且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告你欺负我，要坐牢哦。明明感觉到他只是开玩笑，可那淡然的表情还真是让人拿不定主意。林玄扯了扯嘴角，搁这等着呢。但回想起昨晚的事情，自己毕竟和他什么时候开始？林玄放下杯子，安澜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现在坐过来。现在？林玄愣了一下，但还是乖乖的起身，刚坐到他的身边，咖啡馆门口的风铃响了一个穿着定制西装、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他容貌英俊，气质出众，一进门就吸引了不少目光。
但他的视线却一直锁定在一个方向，安澜所在的卡座。男人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大步走来，兰兰，真巧啊。他在桌前站定，笑着打了声招呼。当他目光扫过林璇时，微微蹙眉，但很快恢复笑容。这位是安澜。在林璇开口前，忽然伸手轻轻附在了他的手背上，他的手很凉，触感细腻。林璇身体一僵，他感觉自己小腹处有一股邪火突然涌动，竟顺着自己的手掌涌入安澜体内。沉默身体也一僵，他们竟然握手了。陈总，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林璇。安澜身体一震，他感受着林璇有些灼热的手掌，下意识抓得紧了一些，但他很快恢复，还特意加重了男朋友3个字。沉默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他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林璇。兰兰，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我怎么不知道？安澜没有着急回话，而是先看了一下林璇，眼神中爱意浓浓。我的男朋友自然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你说是吧，亲爱的？林璇下意识点了点头，他清晰地闻到安澜身上淡淡的香味，除此之外，他能感觉到安澜握着自己的手越来越紧，甚至还有一些颤抖，他好像在克制什么。不可能，我们两家已……沉默话还没说完，林璇稍稍抬手，陈先生是吧？不好意思，我和我家兰兰正在约会，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你有点打扰我们的2人世界了。沉默的脸一下沉了下来，像是被当众扇了一巴掌。堂堂江州陈家大少爷，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他追求安澜不是1天2天了，两家也有一撮合，何曾被这样毫不客气地对待过？他眯着眼睛看向林璇，林先生在哪里高就？能和兰兰、安总在一起，想必不是池中之物吧？这话问的刁钻，看似客套，实则是在掂量林璇的分量能被安澜看中，怕不是简单人物。林璇还没开口，安澜挽住了他的胳膊，靠了上来，脸颊泛起微红。他呀，闲云野鹤一个，我就喜欢他这份简单，相处起来不累。如果仔细听，会感觉到他的声音有些急促，说着，他下意识看林璇一下，眉眼生花翎，璇被他这眼神看得心头一跳，差点没接住戏。好在他反应不慢，顺势抬手，极其自然地将安澜颊边一缕碎发拢到他耳后。沉默站在桌前，到现在什么都没做下，他看着2个人旁若无人的亲密，脸色彻底挂不住。好。沉默深吸了一口气，深深地看了一眼林璇之后，才勉强露出一个笑容。那我就不打扰2位，安总，林先生，改日再聊。说着，他目光阴翳地看了一眼林璇，然后转身大步离开，直到他身影消失在咖啡馆门口，林璇才松了一口气。下一刻，他就听到身边的安澜低吟一声，似乎十分享受。安总。林璇转头，眼看着他依旧倚在自己肩头，眼睛微闭，睫毛有些颤抖，怎么回事？忽然，刚刚涌入安澜体内的真元重新回到自己腹部，冰冰凉凉，十分舒畅。短短一会，真元竟然壮大了几分。直到此时，安澜才缓过神，急忙起身挪开自己的身体，然后他脸上的温柔瞬间消失，恢复了之前那副清冷的模样，变脸速度之快，让林璇叹为观止。演得不错。安澜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手微微颤抖。林璇无奈一笑，安总满意就行。不过，你们豪门真的有这么多狗血剧情？长见识了，利益罢了。好了，你表现不错，之后这种情况我会提前告诉你。说着，安澜拿出手机，开始翻找通讯录。林璇看到他找出来陈闯的手机号文，他有些不明白。就在他刚准备打出去的时候，一条公司的推送通知弹了出来，员工离职申请，申请人林璇，部门第3市场部，申请类型辞职，前置流程已结束。林璇注意到他的手明显停了一下，安澜抬起头，举起手机，看向一旁的林璇，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吗？林璇看着那条通知，脸上并没有意外，他摊了摊手，如您所见，我被开除了，就在昨天。安澜眉头皱起，他盯着林璇的眼睛，直属领导陈闯，昨日我发现他与我前女友偷情，打了他一顿。林璇眼神淡然，似乎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小事。陈闯。安澜声音冷了几分，他快速调出通讯录，找到他的号码，这件事我处理，滥用职权，私生活混乱。至于你的职位和损失，公司会补偿。他的手指即将按下拨号键，不用了，安总。林璇声音响起，打断了他。安澜抬起头，眼神中有一丝不解，很少有人会拒绝他的帮忙，我的事情会自己解决。看着他有些坚定的眼神，安澜沉默了一会，微微点头。好。他收起了手机，从手包的夹层里抽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这是第1市场部苏玉柔。看到林璇的不解，他直接将名片推到了其眼前。我不喜欢别人拒绝我，第2次你可以自己解决，但你不能离开公司。为什么？我是总裁，我不同意。说着，安澜重新打开手机，驳回了那个辞职申请，打给他，并且亲手解决陈闯，不要让我等太久。说完，他起身径直朝门口走去，看着他修长挺直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门外。林璇低下头，拿起名片，苏玉柔，他知道这个人，公司第1市场部部门经理，王牌部门的负责人，据说手段能力一流，但极少出现在公司，他甚至1次都没见过。给自己这张名片，这算是吃软饭吗？林璇无奈一笑。10分钟后，他拿出手机，
按照名片的号码拨了过去。喂，哪位？响了3声，电话接通，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出，十分轻柔，让人听起来酥酥麻麻的。苏经理你好，我是林璇。林璇，哦，安总刚跟我提起你，怎么想好了？那边轻轻重复了一下，声音中有些笑意是，他不是傻子，只会因为拒绝别人的助力。云锦会所688房间等你哦。说完，他挂断了电话。云锦会所，林璇知道这里，江州顶级私人会所之一，会员制，一般人连门都进不去。将名片收好，他起身离开了这里，出门。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云锦会所，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眼神都敬佩了许多。40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一条安静的林荫道旁，林璇下车，眼前是一栋灰白色调的建筑，门口没有任何招牌，只有2个身着黑色西服的男人站在门口两侧瞧瞧。这架势，刚走到门口，其中一个男人上前半步，礼貌地拦住他：“先生，请问有预约吗？688房间，苏玉柔小姐。”男人点头，按下耳边的通讯器确认了几声，然后侧身让开：“林先生，请进，6楼会有专人接待。”林璇点头，走了进去。大堂极为宽敞，光线柔和，空气中有着淡淡的檀香味。顺着柔和的地毯，林璇走进电梯，6楼电梯门打开，一位身着旗袍的服务员早已等待。林先生，这边请。一路上，林璇并未说话，但心中十分震惊，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走廊尽头，688房间前，服务员轻轻敲门，进。里面传来苏玉柔的声音，林璇推门而进。房间很大，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外面是开阔的江景。靠窗的位置上有一道身影斜靠在沙发前，苏玉柔她穿着一件丝质长裙，裙摆散开在沙发边，一双修长白皙的腿微微翘起，她的长发自然垂落，遮住了大半脸颊，可这更加给她添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只一眼，林璇就感觉到自己非常养眼。她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苏玉柔转过身，一双眸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林璇。林璇，是，长得不错，来坐。说着，她指了指自己面前只剩半人位置的沙发。林璇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坐了下来。苏玉柔一双修长的腿轻轻一挑，光着的脚丫就触碰到了林璇的腿。安总说你要对付陈闯。是，苏经理能帮我？林璇稍稍后退，点了点头。那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苏玉柔身体前倾，略微侧身，单手托着下巴，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极致的诱惑力，这是和安澜截然不同的风格。林璇感觉自己火焰越来越大，他强迫自己将目光看向外面的江景。我目前什么都给不了，我知道陈闯手里有一个单子，明天签合同，客户是个富婆，名叫赵雪莉，如果你能抢到。苏玉柔轻笑，随意的说道。林璇眼神微动，转过头来看向他，你要我做什么？帮我揉揉腿吧。说着，他竟真的将自己一双长腿搭在了林璇腿上。别看苏玉柔已经30岁，但皮肤紧致白皙，丝毫不比小姑娘差这一双腿，更是公司多少男人的朝思暮想。现在就这么搭在了林璇腿上。林璇眉头微微皱起，问道：苏经理，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让我帮忙，自然需要做点什么吧？揉腿，给你赵雪莉的情报。苏玉柔掩嘴轻笑，一副我吃定你了的样子。林璇犹豫了2秒，然后伸出了手，放到了他的腿上，滑揉。苏玉柔眼中闪过一丝轻视，和想攀上高枝的凤凰男罢了，就这也配安总亲自打招呼？他刚想将腿拿回，然后赶走，林璇之时一股热流突然顺着他的腿部涌入身体，一寸寸向上。苏玉柔低声惊呼：苏经理，我的按摩费用可不低，我们开始吧。说着，林璇放弃了对小腹处邪火的控制，他瞬间变得狂躁，顺着林璇的胳膊冲入到苏玉柔体内。等一下！苏玉柔下意识地叫出声，然后她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从下午在咖啡馆内，林璇就感觉到了自己身体有些不对劲，特别是在触碰到安澜手掌的那一刻，自己小腹处的那股邪火自行钻入对方体内。安澜虽然隐藏很好，但还是被林璇注意到异常，可他可不敢再触碰。安澜尝试，但现在试验品送货上门，让自己揉腿。好，按摩结束，林璇将所有注入其体内的真元全部收回，果然真元壮大了几分。这一瞬间，苏玉柔身体猛地一颤，然后她就像是泄气了一般，整个人躺在了沙发上。林璇没有注意到她的样子，而是暗暗思考，真元经过这么一个循环的滋养，确实抵得上数个小时的打坐，果然是邪修。苏经理，我们换条腿继续。说完，林璇没等苏玉柔说话，就开始将真元通过另一条腿注入。不用了。苏玉柔听闻吓了一跳，刚想拒绝，可那一股灼热的暖流再次出现，林璇并未注意，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经过这么2次尝试，自己体内似乎有某种屏障开始松动，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又是一个循环。在真元回归的瞬间，苏玉柔无力地出声，她脸色潮红，似乎刚刚泡了长时间的温泉，身上还蒙着一层薄薄的汗雾。苏经理，这才10分钟，我按摩起码半小时起步的。林璇说着，做事伸出手饶了我吧。苏玉柔的声音带着些许哭腔，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妩媚和从容。林璇笑了笑，没有再说话，他收回手，房间里陷入一片寂静，只剩下苏玉柔有些略显急促的喘息声。足足5分钟后，他才缓过神来，他看向林璇的眼神复杂无比，有震惊，有不解，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迷恋。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他的声音有些虚弱。我会点中医，
刚只是家传的按摩手法罢了。林璇面不改色的吹牛，我不信，感受一下你的双腿。林璇挑眉说到，苏玉柔正了正，下意识活动了2下呢，常年存在的紧绷感真的消失不见。不仅如此，整条腿都暖洋洋的，非常舒服。他又活动了2下，确定这不是错觉，这怎么可能？他低声喃喃：“苏经理啊！”林璇的声音打破他的疑惑，还需要再揉一下腿吗？不，饶了我吧，弟弟，我的好弟弟。听到这话，苏玉揉下意识的双手摆动，丝毫没注意自己的衣服早就有些凌乱。林璇咽了一口唾沫，装作视而不见。那情报。苏玉柔深吸了一口气，放下手，重新坐直了身体。赵雪莉35岁，丈夫3年前去世，留给她一家连锁美容院和数套房产。说着，她从一旁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林璇。她的身体不好，有偏头疼，每月都会去理疗。刚巧今晚我约她在这里吃饭，本是维护一下关系。林璇点点头，接过文件，快速翻阅，看着她认真的样子，苏玉柔有些失神。文件内有一张赵雪莉的照片，气质温婉，眉眼间却有一股浓浓的疲惫感。林璇将全部资料记在脑海中，然后抬起头，四目相对。苏玉柔肉眼可见的慌了一下，赶忙开口：“文件看完了。”所以今晚他会来这里。林璇合上文件，对，7点，3楼包房内。苏玉柔看了看手机，翻看了一下和赵雪莉的聊天消息，他已经到了，说先去泡个汤泉放松一下，现在应该已经在楼下了。林璇站起身：“我去见他。”苏玉柔挑眉：“现在这么直接吗？晚上我可以带你去和他吃饭。”“没事，我先去观察一下。”说完，他直接离开门。关上后，苏雨荣整个人松弛下来，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过了一会，他下意识抬起手，轻轻触碰了一下自己的小腿，酥酥麻麻，似乎又想起刚才那股在自己体内的暖流，那种感觉他自认为见多识广，可也从没有感受到这种灵魂出窍般的冲击。他咬了咬嘴唇，拿起手机给安澜发了条微信：“安总，你从哪捡来的怪物？”几秒后，安澜回复：“怪物？他怎么样？”苏玉柔犹豫了一下，最后打了2个字：“挺好。”地下2层是汤泉区。林璇刷了会员卡，在服务员的引领下，穿过一条幽静的走廊，空气逐渐变得湿热，还夹杂着淡淡的草药香味。林璇没有真的去泡温泉，只是简单的冲洗了一下，然后换上浴袍，走进了休闲区。他并未着急，只是找了一个地方闭上眼，假装休息10几分钟后，赵雪莉穿着浴袍走进了休息区。她轻轻揉着头，径直走向茶室。林璇看着她给自己煮了茶，一边品茶一边轻轻敲打头部，看来偏头疼发作了，是个机会。林璇起身走了过去，茶室内并无旁人，他走到赵雪莉斜对面，也自顾自地煮茶，茶香四溢。林璇不露痕迹地看了看她，脸色虽有些苍白，却依然掩盖不住她温婉的气质，举手投足间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她的头发随意盘起，露出修长的脖颈，秀眉微蹙，看来头疼的厉害，可以一试。林璇突然起身走到她的面前：“这位女士，你是否有偏头疼的症状？”赵雪莉睁开眼，看到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已是，我略懂一点药理，看你刚才按揉和敲打头部，我推测是偏头疼，所以冒昧打扰，见谅。”林璇并未坐下，而是保持着一定距离。赵雪莉有些惊讶，自己这是老毛病，是有一些下意识的习惯，但少有人能以此看出自己的病症。这位先生好眼力，你是这里的理疗师？不是，我只是凑巧到这里放松而已。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按一下，当然有些唐突了，你可以拒绝。林璇笑了笑，解释到。赵雪莉沉默了几秒，她下意识的想要拒绝，可脑袋里那如追凿的感觉让她心中涌起一阵希望，哪怕真的能缓解一点也好。那麻烦这位先生了，我们要去哪里吗？没事，在这里即可。林璇点了点头，绕到他的身后。赵雪莉看到茶室外人来人往，放心了不少，有劳。闭眼放松。赵雪莉照做，闭上了眼睛。林璇双手食指与中指并拢，轻轻按在他的太阳穴上。这一次他没有像对苏玉柔那般直接将大量真元注入，而是细心的控制一缕丝丝注入。林璇发现自己腹部的邪火再次出现，不过这一次他竟很好的控制住，不知是自己的控制能力变强，还是因为刚刚已经在苏玉柔体内流转过的缘故。赵雪莉身体微微一颤，温暖从太阳穴开始，那一股温暖缓缓地扩散，她清晰地感觉到头部尖锐的疼痛感一点点缓解。林璇的手顺着脉络缓缓移动，从太阳穴到风池穴，再到后脖颈的天柱穴。林璇在每一个穴位都注入了微量的真元。3分钟后，林璇收手，可以了。赵雪莉睁开眼，温婉的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头痛真的消失了。她整个人像是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甚至连视线都清晰了几分。她转过头，抬头望向林璇，眼神中满是感激：“先生，您这是什么手法？”林璇笑了笑，后退2步道：“家传调理方法罢了，怎么样，有好些吗？”好多了，几乎不再疼痛，我找过这么多医生，从没有如此过。赵雪莉眉宇间的疲惫感似乎都消散了许多。那就好，告辞。林璇点了点头，轻轻一笑，然后转身离去。赵雪莉愣了几秒，看着林璇离去的背影，刚反应过来，连忙起身想要开口：“这位。”可谁知道林璇速度并不慢，3两步回到南滨汤泉区内，他就这么走了。他张了张嘴，
伸出的手还停在半空，可最终也不好意思喊出加个联系方式。这个年轻人帮了自己这么大忙，连个名字都没留，刚刚怎么就没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再头疼想着。赵雪莉走出茶室，坐在外面，时不时看向男宾位置，可等了好一会，都没有见到那个年轻人的身影。直到有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赵女士，苏经理已经到了，在3楼听雨阁房间。”赵雪莉回过神来，点点头：“我马上来。”她起身整理了一下浴袍，又忍不住看了看林璇离开的方向，还是没有算了。有缘自会再见。晚上7点，听雨阁包房内，苏玉柔已经点好了菜，正坐在主位，优雅的泡着茶。赵雪莉准时走进来：“雪莉姐，好久不见，想死我了。”苏玉柔笑着起身迎接：“玉柔，让你久等了。”两个人熟络的抱了抱，苏玉柔拉着她坐下，然后笑着打量她的脸色：“雪莉姐，今天气色不错呀，说是不是偷着找男人了？”“玉柔，你这妮子乱说什么呢？”赵雪莉轻轻拍了拍苏玉柔的小手，佯怒道：“开玩笑，开玩笑。不过雪莉姐，你真缺男人的话，我今晚可得给你介绍一个。”“还开玩笑？没，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一会就到。”见苏玉柔不像是开玩笑，赵雪莉皱了皱眉头，她以为只是姐妹吃饭，没想到还有外人。玉柔，这话音未落，包间的门轻轻响起，进。苏玉柔像是没注意到赵雪莉的犹豫，笑着开口。门开了，一个穿着简单白色衬衫和休闲裤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抬起头，目光落在赵雪莉的脸上，明显愣了一下：“是你？”赵雪莉下意识开口。苏玉柔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短短时间内两个人还真认识了。这个小子手段倒是不简单。她很快反应过来，笑意盈盈：“怎么，你们认识？看我还想给雪莉姐介绍新欢呢，看来是我多此一举了。”“玉柔！”赵雪莉脸色一红，赶忙拉住苏玉柔，让她别乱说话。下午在汤泉区见过一面。林玄关上门，一边走进来，一边笑着解释：“这位女士偏头疼发作，我一时寄养难耐，帮了个小忙。那感情好，来坐到雪莉姐旁边，我就不用给你们多介绍了。”苏玉柔将林玄招呼到赵雪莉另一侧，林玄并未拒绝，大方地坐了下来，伸出手：“林玄，赵雪莉。”赵雪莉也忙伸出手，二人轻轻一握。二人接触的一瞬间，赵雪莉感觉一股热流从林玄手上传来，她差点下意识开口，还好忍住了，好温暖。林玄松开手，赵雪莉缓缓放下。赵姐。苏玉柔瞪了林玄一眼，她注意到赵雪莉的异常，瞬间反应过来，这小子一定是如下午那般对人家不老实了。“哦，没事，林先生下午走得匆忙，我还没来得及道谢。”赵雪莉脸上闪过一丝红晕，举手之劳，客气。林玄点了点头，态度不冷不热，可就是这种淡然，让赵雪莉心里下意识地产生好奇，这个年轻人什么来头？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微妙，苏玉柔抿了口茶，眼神在二人之间流转，欲擒故纵。她瞬间了然林玄的计策：“来，先吃饭，边吃边聊。小林，给赵姐倒点红酒。”“好。”餐桌上，苏玉柔故意没有多说林玄，反而只是聊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一如姐妹之间的闲聊。可赵雪莉却有些心不在焉，她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林玄。她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随意道：“林先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在苏姐手下讨生活罢了。”林玄放下筷子，笑着回答。苏玉柔接过话，有些嗔怪地瞪了林玄一眼：“哪里话，明明是这小子喜欢到处跑，为了拴住他，我才拉着他来我这，可他倒好，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到现在一点业绩没有。”他顿了顿，叹了口气：“昨天还给我递了辞职申请，说要离开江州，去什么深山采药。赵姐，你说气不气人？”赵雪莉握着酒杯的手突然紧了一下。离开江州，林玄走了，自己的偏头疼怎么办？想起那每天被钝痛折磨的日子，他莫名的心慌起来。林先生，叫我小林就好。赵姐，小林为什么要离开？药材江州不是很多。说到一半，他都发现自己声音中带着一丝急迫，家里规矩罢了。对了，赵姐，我这手法治标不治本，你偏头疼时间有些年岁了吧？我这次按摩最多保持2-3天效果。说着，他拿起茶杯轻轻喝了一口，他的心里暗暗自嘲，自己可真是一个邪修。但那又如何？2-3天，一想起又要面对那种疼痛，他下意识开口：“如果我长期调理呢？”林玄想了一下，慢慢调理倒是有根治的可能，只可惜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家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赵雪莉脱口而出，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太急了，她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一旁的苏玉柔暗暗吃惊，她认识赵雪莉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位温婉的姐姐对谁如此失态过。再想起下午林玄那神乎其技的按摩完了，赵雪莉逃不出林玄的手掌心了。她适时的开口：“怎么，赵姐真看上我们小林了？这么舍不得他走？”赵雪莉的脸更红了，刚想解释什么，突然眼前一亮：“别胡说，只是……对了，小林，我有个单子能委托你帮忙吗？”苏玉柔眉头一挑：“得，与自己上钩了。赵姐，今日我只是蹭饭，交个朋友，不想谈那些。”林玄摇了摇头，似乎真的对工作很是厌烦，这种姿态反而让赵雪莉更心急。她咬了咬嘴唇，看向一旁的苏玉柔，苏玉柔心里暗叹一句：“臭小子！”笑着开口：“小林，瞧你说的，赵姐可是富婆，原本她有个大单是要和别人签的，这不，
为了你好才问问你。林璇依旧淡然，那我岂不是成了撬别人墙角？赵雪莉一听，做直身体解释，哪有，实话跟你们说了，本来我想和你们那陈闯经理签这个合同，但他那个人我不喜欢，本就犹豫，只是因为我认识他老婆，这刚好都是你们安氏集团，我更想和小林签。说完，他怕林璇不接受，继续添了一嘴，这事就这么定了。林璇沉默着，苏玉柔知道时机到了，行了，这是小林，你就听赵姐的，多待一段时间又怎么样？对，深山老林里有什么好的？陈床那边你放心，都是一个公司的，好说。就是，两个女人一唱一和，就像是在骗初出茅庐的小男生。林璇犹豫了许久，叹了一口气，好吧。苏玉柔笑了，赵雪莉更笑了，那就定了，我们明天上午就签合同。说完，他举起酒杯，小林，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看着两个人的碰杯，一旁的苏玉柔感慨万分，陈闯，你到底惹了一个什么人？明天有你好看的饭局又持续了半小时，宾主尽欢结束时，林璇、苏玉柔本想离开，赵雪莉在酒精的催动下突然开口，林先生，晚上有时间吗？说完，他就后悔了。苏玉柔挑了挑眉，小林，我有点喝多了，先去休息，你照顾好赵姐。他特意在照顾二字上加重了一下，赵雪莉脸色通红，忙解释，我是想请小林帮我再按摩一下。苏玉柔甩了甩手，离开包间自然可以。林璇没拒绝，刚好他想尝试一下能否借此突破体内的瓶颈。谢谢，我有专属房间666，去那吧。赵雪莉大喜，拿起包就起身，但她真的有点喝多，起身的一瞬间身形不稳，差点摔倒。林璇眼疾手快，上前来扶住她，一股淡淡的香味涌入怀中。赵姐，小心。谢谢。赵雪莉脸色绯红，眼神有些迷离。林璇扶着她走出房间，走廊里很安静。赵雪莉靠在他的手臂上，柔软的发丝偶尔不断扫过，她感觉到自己小腹处的邪火越发蠢蠢欲动。6楼房间前，赵雪莉翻找了好久才找到房卡低。房门打开，这个房间和苏玉柔的完全是两种风格，墙上都是水墨山水画，十分雅致。小林，坐。赵雪莉脱下高跟鞋，赤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我去洗个脸清醒一下。说着，她摇晃着身子，差点摔倒。林璇再次扶住她，赵姐，要不今天算了，您先休息。不行，我真的怕明天又头疼。小林，求求你好吗？赵雪莉眼神固执又委屈，这一刻她像是一个小女人一样。林璇看着她有些泛红的眼眶，点了点头，等我一下，我马上来。赵雪莉扶着墙慢慢走进浴室。林璇来到客厅里坐下，闭上眼睛调整呼吸，她能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真元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十几分钟后，浴室门被打开，林璇睁开眼睛，看到赵雪莉换了一身丝质睡袍走了出来，曼妙的身姿在暖光下朦胧可见，她的头发用毛巾包着，脸上还带着水汽，走起路来已经好了许多。我们在哪里啊？赵雪莉有些期待，沙发就行。林璇起身指了指卧室。赵雪莉一听，脸色一红，更让她的脸颊显得动人。她虽然已经30多岁，但皮肤很好，素颜下小脸吹弹可破，加上她那温婉的气质，更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不只是需要按头，赵姐，其实你病根在气血亏虚上和心气郁结上，做一个全身按摩，效果会更好。林璇忙解释，这话他说的实在，并未掺假，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全身。赵雪莉咬了咬嘴唇，点头说道，客厅内的灯光很暗，只有床头一盏暖黄色壁灯亮着。赵雪莉站在沙发边，手指无意识地攥着睡袍。林璇走进来，指了指沙发，赵姐，趴在上面就好，背部朝上。他的声音平静，就像是医生在嘱托病人，这让赵雪莉放松了一些。她坐上沙发，然后趴了下来。林璇没有犹豫，站在一旁看了一下她的后背，肩胛骨附近肌肉明显僵硬，脊柱两侧有微微的色素沉淀着，明显是气血不畅。赵姐，放松，如果觉得哪里不舒服或者太疼，随时告诉我。林璇坐在床边，掌心轻轻贴在他的脖颈上。好。赵雪莉闷闷地应了一声。林璇不再多说，闭上眼睛，开始调动体内真元。赵雪莉感觉到一股狂暴但是温暖的力量出现自己体内，顺着后背四散全身所到之处，伴随着阵阵的酥麻感。林璇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体内的状况，心口郁结十分严重。他开始控制着真元，不断梳理。赵雪莉感觉十分奇妙，就好像有无数暖流在滋润自己的身体每一处，酸痛的关节、僵硬的肌肉，甚至心口的郁结，都好像在慢慢融化。林璇真元继续游走，从脖颈到背部到四肢，当按摩到肩颈穴之时，赵雪莉的肩膀猛地一颤，这里经脉严重堵塞，疼吗？林璇问道。不，还好，就是有些酸胀，正常反应，你忍一下，我疏通这条经脉。说着，林璇深吸了一口气，控制真元疏解这条经脉。那一瞬间，赵雪莉的手指紧紧抓住沙发边，她能感觉到她堵塞多年的经络开始顺畅起来。经络疏通的瞬间，她下意识地喊出了声音。不只是她，就连林璇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像是被打通了一般，突破了。林璇刚疑惑间，就感觉眼前一黑，是赵雪莉。林璇被吓了一跳。清晨6点，林璇醒了，赵雪莉在沙发上休息，显然这一觉睡得很好。林璇开始运转功法，突破之后，他感觉到自己的真元速度比之前快了3倍，而且最为神奇的是，昨夜后他
他能明显感觉到体内真元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大，而且自己长进惊人。要不是赵雪莉最后不愧是邪修，这效果太吓人了。突破之后，他对脑海中的传承又多了几分认知，自己腹部的邪火乃是本源之力，而自己如今成功进入到了炼气一层的境界。可自己这邪修太过邪门，修心速度十分迅速，但因阳气太足，需要阴阳调和，所以面对异性总是不受控制。除此之外，林玄还获得了一门法术惑心术，能够在短时间内影响他人的心神，果然邪门。自言自语间，他走了出去。醒了，不再休息会吗？林玄笑着问道。赵雪莉看到林玄，又想到他的治疗，脸颊微红。不过他从未如此轻松过，头疼的症状也没有再出现。我洗漱一下，然后就去公司签合同。好。上午8点，二人出现在赵雪莉的公司，合同签得十分顺利，双方的律师昨晚就准备好了所有文件，并且确认无误。今天的一切都不过是走了个过场，主要是拍照宣传作用。林玄当了半个多小时的工具人，结束后，林玄被拉到赵雪莉的办公室。林总，合作愉快。今日的赵雪莉特意化了淡妆，整个人一扫疲惫，颇有一种女强人的美感。赵姐，愉快。林玄关上门，一把将她拉入自己怀抱，轻轻在其耳边呢喃，她的手还十分不老实的捏了捏。谈，别闹，在公司呢。赵雪莉嗔怪地瞪了他一眼。公司不好吗？别，昨夜太好啦，不闹了。赵姐，我先回公司交差。林玄拍了拍她，然后笑着松开手。赵雪莉松了口气，亲自将她送出公司。临走还不忘小声说了一句：“我等你。”林玄挑眉，坐上了其为自己准备的专车，挥了挥手。刚巧手机响了。喂，苏姐，恭喜你啊，小林总，第一个单子就8位数，破了公司的记录。苏玉柔的声音带着笑意，都是苏姐栽培，晚上给苏姐按摩一下。林玄心情不错，笑着调侃：“去你的，我可受不起你折腾。”那边传来苏玉柔的笑骂：“来公司，我带你去报道。”得嘞。20分钟后，林玄站在了安氏集团的楼下，熟悉的场景，只是人已经和往日不同，走进大厦。他坐上电梯，直奔18楼。这是第一市场部专属楼层，王牌部门是有特殊待遇的。经过一层长长的走廊，他来到最里面的办公室，里面苏玉柔正对着电脑桌，神情专注。呀，大功臣来了。注意到林玄，苏玉柔起身，笑着迎上来，还不忘拍了拍掌，情绪价值拉满。林玄无奈一笑，将合同递过去。苏玉柔快速翻看一遍，满意的点了点头：“行，没问题了。这次陈闯吃了一个哑巴亏，活该。你先自己转着，我去给安总汇报一下，顺便把你调动办了。”安总，流程上需要过一下他，顺便帮你美言几句。苏玉柔眨了眨眼，然后拿着文件离开。林玄等了一会，准备先去第3市场部看看，到现在他都没有收拾自己的物品。16楼第3市场部，林玄走出电梯时，迎面撞上几个熟悉的同事，他们看到林玄明显愣了一下，眼神躲闪，点了点头就匆匆离开，显然不想和他再有交集。林玄不以为意，径直走向办公区，刚走到门口他就停了下来。那个熟悉的工位上现在坐着一个人，一个他很熟悉的人，苏晴。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职业套装，头发精心打理，正盯着电脑屏幕，精神焕发。看来他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环境。林哥，突然一个身影出现，语气震惊。王俊杰，和自己同时入职的实习生，二人关系不错，自己被辞退，只有他一直在询问关心。没等林玄回话，他拉着林玄走到一旁的隔间：“林哥，怎么回事啊？昨天陈胖子在办公室大发雷霆，骂了你1个小时，还说你辞职了。”王俊杰低声问询：“出了点小事而已。”林玄摇摇头，不想多解释。这傻逼，我也不想干了，你走了我待着感觉也没意思。林玄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没走，去了第1市场部，先干着吧，有些事回头再说，我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说完他走进办公区。第1市场部，王俊杰没反应过来，不是得罪了陈闯，怎么还去了王牌部门？办公区，林玄的脚步声引来许多人的注意，大家看到林玄全都意外无比，但没一个人起身打招呼。脚步声惊动了苏晴，他抬起头，四目相对，苏晴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从惊讶慢慢变成慌乱，最后甚至有一丝厌恶。你怎么来了？等到林玄靠近，他压低声音，语气有些不自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你怎么死缠烂打？”林玄没说话，只是看着他这张脸。他曾经爱过，他以为他们会结婚，会有一个家，会在这座城市打拼出属于他们的未来。现在回想，可笑真是个好位置。林玄开口，语气平静：“陈经理安排的。林玄，我劝你赶紧走，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苏晴扬起下巴，努力让自己显得理直气壮。丢人现眼？林玄笑了：“丢谁的人，现谁的眼？”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林玄，他怎么回来了？不是刚把陈经理打了，还敢过来？小道消息，苏晴是他前女友，你们品，你们细品。啧啧，这个女人不简单啊。议论声不大，但苏晴完全听得到。她咬了咬牙，猛地站起来：“林玄，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叫吧，我看保安来了，是不是真要赶我走？”林玄依旧平静：“你到底什么意思？”苏晴气急，意思就是你这种人在这里待不久。呵，好大的口气！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陈闯走了进来，脸上还贴着纱布，看起来有些滑稽。他的身边还有2个一直巴结他的狗腿子，刺激，太刺激了。林玄被辞退，前女友却突然入职，傻子都知道这里面有事。现在正主都到了，
办公室的同事们全都瞪大眼睛看着这边。林璇，你还敢回来？陈闯走到林璇面前，眼神阴冷，我还没跟你算账呢。陈经理想怎么算？林璇冷笑简单，给我跪下道歉，然后离开我的女人。说着，他竟然一把拉过苏晴，将其搂在自己怀里。办公室传来许多人的震惊，这么炸裂的瓜，陈闯早就结婚了，他竟然还敢在办公室公开说苏晴是他的女人，这明显就是为了故意气林璇上头了。苏晴身体一僵，脸色同样不好看。陈闯这么一说，他日后在公司必然抬不起头了。林璇面无表情，淡淡回应：陈经理好大的威风，不过你可能搞错了，第一，我不会向你道歉，第二，我更不会离开公司。林璇看向苏晴，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不甘心，只有冷漠。第三，你的女人我也没一点兴趣。哼，你！苏晴气得浑身颤抖。林璇，你他妈找死！他猛地抬手，似乎想动手，但想起前2天自己的下场，又硬生生的忍住。好，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试求我，也别想在这行干下去。说着，他掏出手机，我现在就给人力部打电话。林璇眉头一挑，随意。四周看热闹的人很多都站了起来，就怕错过任何精彩的一幕。电话接通，陈闯故意开了免提：“喂，小张吗？我是陈闯，第3市场部的林璇，辞职申请到哪了？陈哥，请稍等，我查一下。”电话那边依旧语气恭维，一如前几日那般。陈闯得意地看向林璇，那表情好像你完了，你这辈子都完了。所有同事们也都暗暗感叹，年轻人脑子一热，直接葬送了自己的前途。10几秒后，陈哥找到了，来说谁还没批，我亲自去找。陈闯冷笑道：“被驳回了，听到了吗？被驳回了。”陈闯愣了一下，有些不解，被谁驳回了？安总。电话那边的小张显然也被吓了一跳。董事长安澜。办公室一片死寂。陈闯举着手机，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错愕，最后变成难以置信。安总，不可能。他挂断电话，直接换了一个人，给人力部的部门经理打了过去。电话接通，他的态度截然不同，语气温和了许多。喂，王主任吗？我是陈闯，我想问一下我们部门那个林璇，他的辞职申请。林璇，刚被调走档案的那个林璇。陈闯一愣，调走了？第1市场部苏经理亲自来办的调动，安总督办，一切从速，刚已经结束了。王主任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周围的同事们全都面面相觑，不是，事情怎么朝着不对劲的方向发展了？他们看向林璇的眼神全都变了。第1市场部王牌部门不说，所有人员全都独立于各大系统，更何况苏经理亲自经办，安总督办，不可能。陈闯猛地挂断电话，他死死地盯着林璇，你在耍什么把戏？我耍你，你也配？不信自己打电话问苏经理或者安总。林璇说得很随意，但每个字都像是巴掌一样打在陈闯脸上。陈闯的脸色变得有些发白，他当然不敢打电话去安总。至于苏玉柔，那个女人从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林璇，你别得意，就算你进了第1市场部，老子照样能冻死你。陈闯咬牙切齿，哟，陈经理这么大能耐呢？陈闯话音刚落，一阵高跟鞋清脆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所有人转头看去，只见苏玉柔一身干净利落的白色西装套装，整个人散发着干练强大的气场。陈闯的脸色瞬间变了，他连忙松开搂着苏晴的手，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苏经理，您怎么来了？苏晴挑眉，怎么，我不能来？陈经理，现在能耐好大呀，在走廊就听到你的声音了，怎么现在手都伸到我们第1市场部来了？不敢。陈闯头冒出细密的汗珠，我就是跟小林叙旧，没别的意思。苏玉柔脸色突然变冷，叙旧，让我的人跪下道歉，叙旧让人滚出公司。陈闯语塞，一时间一个字都说不出话，整个办公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苏玉柔的气场震到了，但许多人心里默默暗爽，因为带入林璇的视角，是真的爽啊！陈胖子不得好死！苏玉柔不再看他，转而面向所有办公区的人，声音清亮：“正好，趁大家都在，我宣布个事。”他听了几秒，等所有人目光聚焦过来，才继续：“林璇从今日起正式调入第1市场部。”他故意瞥过陈闯难看的脸色，小林来的第1天就签了个单子，合同金额7000万。按照公司规定，提成1%。办公室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7000万，1%提成，那就是70万，这可相当于他们好几年的工资。所有人看向林璇的眼神都变了，从最早的看热闹到震惊，再到现在的羡慕。苏玉柔很满意这个效果，等议论声稍稍平息，继续开口：基于小林表现，公司决定林璇直接转正，职级连升3级。直接转正，连升3级。说完，苏玉柔转身就要离开，但刚走到门口，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回头看向陈闯：“对了，陈经理，小林的这个单子是从赵雪丽赵总那里拿到的。”他嘴角轻轻扬起：“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项目是你在跟进的吧？陈经理不会还不知道吧？”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陈闯胸口。他瞪大眼睛，脸色惨白，居然稳不住身形，差点跌坐在地上。还是身后2个脸色难看的狗腿子不情不愿地扶住他。自己跟了2个月的项目被林璇截胡了，不可能！赵总昨天还说，赵总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合同已经上午签完了。陈经理，下次跟进客户
可得用点心。幸好这次是公司内部，下次被别的公司抢走。呵呵。说完，他冲林璇招了招手，林璇点点头，迈步朝门口走去。他无视苏晴。经过陈闯时，林璇脚步停了一下，侧过头，并未压低声音：“这只是开始。”陈闯身体一颤，他如今已经说不出一句话。陈经理，您没事吧？身后一个人小声问道。滚开！都他妈给我滚！陈闯猛地喊到，办公区的人瞬间逃离，都不敢在这时候触眉头。苏晴站在原地，整个人恍惚失神。他看着陈闯那张狰狞的脸，又看了看林璇消失的方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悔意，自己好像做错了无处发泄的。陈闯注意到他的眼神，怒吼：“看什么看？后悔了？人家现在可看不上你这种货色了。”苏晴的脸色瞬间苍白。走廊里，林璇跟在苏玉柔身后，二人并未说话，直到进了电梯，苏玉柔才轻笑一声：“爽吗？”林璇看了他一眼：“什么？刚才的场面？”陈闯那表情，啧啧，还行吧。苏玉柔侧头看他，都只是还行。小林，你得学会享受胜利的滋味，复仇这种事不能只想结果，过程也很重要。电梯缓缓上升，苏姐，谢谢你。林璇突然开口：“谢我什么？谢谢你刚才仗义出手，而且那些话都是你故意说的。”哈哈，小事一件罢了。我也看不上陈闯那种货色，要不是他背后有点背景，安总早就把他辞退了。林璇点点头，没再多问。18楼电梯门打开，第一市场部的人全都抬起头看了过来，消息显然已经传开了。苏玉柔拍了拍手，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林璇，内容和刚才16楼差不多。办公区响起热烈的掌声。对比第3市场部，这里的人显然更加专业，也更懂得尊重实力，安排好座位。苏玉柔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事随时找我，工作不急，先熟悉熟悉环境。”好。林璇在工位坐下后，拿出手机给赵雪莉发了条短信：“一切顺利。”几秒后，赵雪莉回复：“好。”一整个上午，林璇和办公区的同事认得差不多。中午，他和新同事们吃了个午饭，饭后刚回到工位上，突然手机响起，电话是苏晴。皱了皱眉头，林璇还是接了起来：“林璇。”苏晴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们能见一面吗？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没必要。”林璇的声音没有任何波澜：“我知道错了，真的，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保证。”苏晴急了，她声音急促。林璇打断了她：“苏晴，有些事做了就回不来头了，你好自为之。”说完，他挂断电话，顺手将号码拉黑。可刚没一会，他的座机再次响起，嘟嘟。林璇皱起眉头，他接起电话，没好气的说道：“你没完了是吧？”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才传来清冷的声音：“林璇。”林璇听出是谁，连忙清了清嗓子：“安总，是我。”安澜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误会，安总，刚刚不适合你，来我办公室一趟。现在好。”林璇叹了一口气，起身走向电梯顶层。电梯门打开，秘书看到林璇，起身抬手示意：“林先生，安总在里面等您。”这里很安静，只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会客室。林璇打开办公室，走了进去。安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他今天穿了一件浅色的衬衣，外面搭了一件西装外套。“安总。”林璇来到办公桌前，安澜没抬起头，淡淡开口：“林总脾气不小。”林璇无奈一笑：“安总，真是误会，要不我给安总按摩一下，以表歉意。”安澜抬起头，眼神清冷：“少贫嘴。”但他并未生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赵总那边的单子你做得不错，刚才的事情我也听说了。”安澜开门见山：“那还是多谢安总给我机会，明天晚上陪我出席一个饭局，是王海山。”又是他？上次呢？林璇听闻皱起了眉头，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人，自己的命运彻底被改变。我会安排人跟着，苏玉柔也去，应该没问题。明白了。安澜重新拿起笔，意思很明显：“你可以走了。”安总，真不需要按摩吗？出去。好嘞。走出门，林璇怀疑这女人就是故意折腾自己，白让自己跑一趟。明明电话里也能说，没办法，谁让自己只是一个小职员，闲来无事。林璇索性给赵雪莉打去了电话，持续了好久，电话才被接起。“赵姐。”“小林啊，有事吗？”赵雪莉的声音带着一丝强压的焦虑，电话那边还传来一阵阵喧闹，不对劲。林璇一凛：“怎么了？”赵雪莉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有几个小混混在总店这闹事，我正处理呢。”说着，电话那边传来一阵玻璃碎裂的声音：“我马上来。”林璇没有犹豫，直接下楼。20分钟后，他赶到了美容院总店，远远的就看到5、6个染着不同颜色头发的男人围在店门口，为首的是一个光头，脖子上挂着厚重的金链子。地上玻璃门碎裂一片，四周的路人纷纷侧目。林璇没有着急上前，先在一旁观察了一下这几个人，站姿松散，唯一的威胁就是那个光头，体格壮实。他拿出手机给赵雪莉发了信息：“我到了，别出来，交给我。”然后他朝那群人走了过去：“几位堵着人家店门，不好吧？”林璇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能听到：“你他妈谁啊？少管闲事！”光头转过头打量了一下林璇：“我是这家店的合伙人，有什么事跟我说。”林璇走到他的面前，脸色平静：“合伙人？”光头嗤笑一声：“那正好，里面那个贱人躲着不见人，那你就来。”“你说什么？”林璇眼神一冷，光头摸了摸自己的金链子，满脸痞气：“怎么不服？我说他是贱。”林璇没有废话，直接运转体内真元，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光头。
他的瞳孔闪过一抹淡红的光芒或心术。啊！光头只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下，然后眼前的景象就开始扭曲，整个人感觉天旋地转。他惨叫一声，直接跌坐在地上。一群小弟跑上来，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老大，你怎么了？光头指着林璇，嘴唇哆嗦，却说不出一句话。林璇上前一步，冷声问道：“谁让你们来的？”他说话正常，但在光头听来却带着一股奇异的韵律。光头眼神涣散，喃喃道：“是赵德海，他欠虎哥钱，让我们来找赵雪莉闹事，逼他给钱。”赵德海？谁啊？你说的赵德海和虎哥在哪？在金珠 KTV， 虎哥的地盘。林璇收回威压，光头缓过神来，惊恐地看着他，仿佛见鬼一般。滚！是。光头不住点头，赶忙带着一群小弟转头就跑。他的后背早已湿透，路边好多看热闹的人不明所以那个年轻人谁啊？怎么2句话就把这群混混收跑了？一定是个大人物。很快人群散去，林璇来到店里，赵雪莉从里面走出来，眼圈已经红了。小林，没事了，让大家收拾一下，我们进去说。办公室里门刚关上，赵雪莉直接扑到了林璇的怀里，开始哭泣。没事了，放心，有我呢。林璇一手轻轻拍打他的后背，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好一会他才缓过来，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赵雪莉抬起头，精致的脸上满是泪痕，我见犹怜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要保护。林璇没有回话，直接吻了上去。几分钟后，赵雪莉推开林璇，呼吸有些急促，嘴唇都有点肿，就连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凌乱了起来。你就知道欺负人。好啦，没事的。那个赵德海是谁？林璇摸了摸他的头，开始认真起来。赵雪莉深吸了一口气，他是我二叔。二叔？林璇傻眼了。赵德海，赵，还真是一家人。我二叔就是一个无赖，我丈夫走后，他3天2头来要钱，我一次次接济，可他越来越离谱，最后居然去赌博。林璇皱起眉头，这种人不能惯着，你越退让，他越得寸进尺。我知道，可他是我长辈，我总不能……话音未落，他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来电人赵德海。接。林璇点头，赵雪莉接通，打开免提。雪莉，救命啊！那边传来赵德海带着哭腔的叫喊，旁边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二叔，怎么了？赵雪莉深吸一口气，问道：我在金珠 KTV 输了点钱，他们不让我走，说要800万，不然就剁我的手，快来救救二叔啊！你又去赌？我说了多少啊？我知道错了，真的错了。雪莉，最后再救二叔一次，我保证。话还没说完，电话被挂断了。赵雪莉咬紧嘴唇，看向林璇。小林，怎么办？刚刚那群人就是赵德海找来的。林璇冷笑啊，不会吧，这恐怕是个局。没事，我去一趟。不行，那里肯定很危险。听到林璇要过去，赵雪莉直接拉住他，使劲摇头。危险的是他们。林璇眼神冷了起来，这种事不彻底解决，还会有无数次。可是相信我，你留下，我一个人去。不行，我和你一起。赵雪莉死死地抓住林璇，犹豫了几秒。林璇点头，好，一切听我的。金珠 KTV 2个人走了进来，一个壮汉显然认识赵雪莉，带着2人来到了负一层。这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烟雾缭绕，嘈杂喧嚣。2个人穿过大厅，来到最里面的一个包间里面。赵德海跪在地上，鼻青脸肿，沙发中间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约莫30多岁，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刚刚在店外闹事的光头站在他身边，看到林璇下意识后退了2步。雪莉，你总算来了，快给虎哥800万！赵德海看到赵雪莉，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赵雪莉没理他，看向沙发上那个刀疤脸，他欠了多少钱？虎哥慢悠悠抬起眼皮，本金300万，利息500万，一共800万，现金转账，利息500万。赵雪莉直接被气笑了，怎么不想给？虎哥笑了，露出一口大金牙。话音刚落，4个打手围了上来。林璇上前一步，将赵雪莉揽在身后。虎哥是吧？钱可以给，但赵德海的300万是怎么欠下的？小子，你他妈谁啊？虎哥冷笑。一旁的光头身体颤了一下，下意识后退了一步。我是谁你不用管，知道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就行。解决问题？800万还了，问题就解决了。我要是不还呢？包间里空气瞬间凝固。哈哈哈哈！虎哥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招了招手，说道：“先废他一条腿。”4个打手同时扑向林璇。这4个人不是之前街边混混能够比的，每一个都动作迅捷，出手狠辣。其中一个人抽出腰间甩跪，照着林璇的膝盖就砸。赵雪莉惊呼一声，下意识捂住眼睛，但林璇十分冷静。他最近发现，随着真元的壮大，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出现了某种变化，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反应特别是昨夜突破之后都远超之前。他是刚好想要借此试一下自己的实力。甩棍砸来的瞬间，林璇动了，他侧身一让，右手顺势抓住那人的手腕一拧，咔嚓，清脆的骨裂声在包间内十分刺耳啊！那人直接惨叫着跪倒在地，痛苦哀嚎。另外3人见状，脸色一狠，一起冲了上来，一个挥拳直奔面门，一个抬腿踢向腰腹，最后一个直接掏出匕首直刺后背。林璇眼神一冷，他速度极快，左手格挡挥拳之人，力道之大，直接让那人胳膊都麻了。右腿抬起，和提来的腿对撞，砰！对方整个人直接被踹飞出去。而这时背后的匕首已经近在咫尺。
林璇不躲不闪，但就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一般。他右手迅速往后一探，直接抓住持刀的手腕。对方还想挣扎，却发现自己的手腕像被铁钳夹住，根本动不了。就这点本事，林璇淡淡开口。他回头，手腕一转，匕首哐当落地，随意一脚，对方扑倒在地，捂着腹部来回扭曲。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分钟。包间里寂静无比，虎哥瞪大嘴巴，刚点燃的烟掉在腿上都没发觉。他难以置信地看着4个得力手下就这么被废了。还有谁？林璇环视一圈，声音平静。包间内10几个手下全都僵在原地，没人敢动，就连身后的赵雪莉也捂着嘴巴，满脸震惊。他的心脏砰砰直跳，既是被混乱的场面，也是被林璇的能力吓到。他怔怔地看着那个挺直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这是自己的男人。虎哥深吸了一口气，拍散腿上的烟。他站起身来，没有发怒，反而拍了拍手，好身手。他脸上的刀疤抽动，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兄弟，混哪的？我哪都不混，说了，只是来解决问题。好说好说。虎哥点点头，对一旁的手下招呼，来，坐下聊。光头，去拿好烟好茶好酒。一直躲在角落的光头松了一口气，赶忙招待起来。兄弟怎么称呼？虎哥亲自给林璇倒了杯酒，给赵雪莉倒了杯热茶。林兄弟，这是我有问题，我自罚一杯。虎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喝完，他缓了一下，盯着林璇开口，林兄弟这身手，要不跟我干，1个月给你这个数。他伸出5根手指，50万。林璇没喝，反而打量了一下虎哥几眼，忽然开口，你要死了。虎哥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冷了下来。包间里的氛围再次凝固，那群小弟暗暗叫苦，但还是握紧了手里的家伙。林璇似乎并未注意，继续说，必多3个月。你他妈！虎哥猛地站起来，刚要发火，一旁的光头凑上来，在他的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他的脸色骤变，你他妈的不早说！虎哥拍了光头一巴掌，光头弓着身子后退，都出去。虎哥眼神不断变化，最后挥了挥手，把赵德海也带出去。小弟们面面相觑，但还是照做。赵德海刚想说什么，就被人捂着嘴拖了出去。很快，包间里只剩3个人。虎哥重新坐下来，搓了搓手，林先生，你怎么看出来的？林璇反问。最近是不是经常无力、头晕，晚上睡不好，而且做那种事情力不从心？虎哥的脸色彻底变了。这些症状他谁都没说过，可眼前的年轻人竟然一眼看出来了。林先生真乃神人也，我这是……虎哥的声音有些发颤，自己难不成真的要死了？中毒？林璇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然后才慢悠悠地说道，中毒？谁他妈敢给老子下毒？虎哥猛地起身，愤怒地喊道，自己查，现在问题是你的毒素已侵入五脏，再拖神仙难救。林璇十分淡然，可这样子显然说明他有办法。虎哥额头冒出冷汗，想起最近一段时间身体越来越差，本以为只是状态不好，没想到先生，你能救救我吗？虎哥低下身，声音中带着恳求。林璇看了他一眼，把手伸出来，虎哥连忙伸出，林璇搭在他的手腕上，闭上眼睛，调动一缕真元探入他体内，确实有毒，还不止一种，数种慢性毒素混合，慢慢侵蚀着他的身体。林璇控制真元在其体内运转一圈，虎哥只感觉到自己身体内有一团火在不断流淌，所过之处竟舒服了许多。高人啊！他心中暗惊，但不敢多说一句话。当真元流到心脏附近之时，林璇猛地一催，噗！虎哥喷出一口黑血落在地上，发出刺鼻的气味。他捂着胸口，看着地上的黑血，脸色煞白。这是毒血，吐出来暂时保住了心脉，但毒素没清完。林璇收回手，虎哥哪里见过这种手段，这简直是活神仙啊！他直接扑通一下跪了下来，林先生，求你救我，多少钱我都给，我陈虎永远忘不了先生救命之恩。林璇并未着急，而是看了看一旁的赵雪莉。赵德海的事，陈虎立刻反应过来，这事是赵德海那个老狗设下的局，他欠我钱不假，但只有30万，但是看赵总生意做得大，所以就想讹钱800万，是他要求的。赵雪莉听完，脸色彻底冷了下来，自己的二叔居然能干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情。林璇握住他的手紧了紧，轻声问道，让我来解决。赵雪莉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林先生，只要你救我，赵德海的事我绝对办得漂亮，他欠我的钱一笔勾销。为什么要一笔勾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是陈虎在江州地下世界能有不小的势力，脑子自然也是灵活的。他马上反应过来，明白，林先生，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骚扰赵总。林璇这才点头。他让陈虎躺在沙发上，装模作样的在其身上点了几处穴位，实则是继续用真元梳理脉络，逼出残余的毒素。整个过程用了近20分钟，林璇的额头都渗出了细汗，他几乎将真元消耗一空，但至少效果是显著的。陈虎能清晰感受到胸口的那股沉闷感消失了，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林先生，我感觉好多了。林璇收手，他激动地说，只是暂时压制，想根治还得吃药，我给你开个方子，坚持1个月，毒素才能清完。谢谢林先生，谢谢。虎哥连声道谢，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有30万，密码6个8，一点心意，请林先生务必收下。林璇没客气，接过卡，记住你说的话。说完，他拉起赵雪莉的手，
起身离开林哥，以后有事您说话。陈虎掏出一张名片，小步跟上，递了出去。林璇点点头，收了下来。这种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二人刚一出包间，外面赵德海甩开旁人冲了上来。雪莉，我错了，是二叔鬼迷心窍，但都是那个陈闯捣的鬼啊。陈闯。林璇脚步一顿，目光变得锐利起来。赵德海扑上来，抓住赵雪莉的胳膊，老脸上满是鼻涕和泪水。雪莉，真是陈闯，他上午找到我说，只要我配合演戏，借用虎哥的力量废了林先生，就帮我还赌债，还说给我50万，居然是针对自己。林璇眼神一凛，赵雪莉用力甩开他的手，眼神冰冷。所以你就联合外人坑我一时鬼迷心窍。雪莉，二叔真错了，狗东西，你敢利用我！一旁的陈虎先怒了，一脚踹在赵德海背上。赵德海哪经得起这一脚，倒在地上直抽泣。陈虎看向林璇，林先生，这是我发誓，真不知道。陈闯那王八蛋，我这就带人废了他。说着他就要招呼手下。林璇摆了摆手，不用，陈闯我自己对付。他低头看了看地上的赵德海，至于你，虎哥，按你的规矩办吧。陈虎立刻点头，明白。林璇拉起赵雪莉的手，径直离开。背后传来赵德海惊恐的叫声，雪莉，雪莉，你不能不管二叔啊！啊！走出 KTV， 外面天都暗了。赵雪莉站在街道上，深吸了一口气，她的侧脸在路灯下有些苍白，想哭就哭吧。林璇握紧她的手，她摇了摇头，声音有些沙哑，不值得，我只是没想到亲情居然这么廉价，人心如此罢了。林璇揽住她的肩膀，同样叹了一口气。没一会，赵雪莉的专车来到二人面前，回去吧，回去休息一下。林璇松开手，笑道。赵雪莉没走，她犹豫了一下，要不来我家吧。她的声音很低，要不是林璇听力异于常人，都听不到她说的什么。林璇低头挑了挑眉，哼。赵雪莉脸一红，不管林璇，直接先上了车，但她没关车门，意思十分明显。林璇笑了笑，坐了上去，回滨江华府。车上，赵雪莉扭过头，不去看林璇。司机点头。启动一路上，赵雪莉都在倒腾手机，没有搭理林璇。林璇乐得轻松，直接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刚刚为陈虎驱毒，让他真元耗尽，真有一些疲惫。40分钟后，1个小时后，车辆稳稳停在了一栋豪华独栋别墅前。林璇睁开了眼睛，外面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到了。赵雪莉嘀咕了一声，然后自顾自地下了车，还在害羞。林璇轻笑一声，打开车门，刚一下车，他就被惊到了。别墅门口停着2辆厢式货车，7、8个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搬着东西，大大小小的箱子堆在门口，从衣服鞋子到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全是男士用品。这是林璇看向赵雪莉，赵雪莉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你准备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脸也越来越红。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恭敬地递上清单，赵总，您吩咐的东西都送到了，都是最高标准采购。林璇扫了一眼，好家伙，光是西装就10几套，品牌自己都没听说过，甚至还有什么纽扣、领带夹等等。林璇心里一阵感动，他开玩笑说道，赵姐，你这是要包养我的节奏啊。中年男人素质十分高，听到这话脸色如常，开始带着人往别墅内搬运。赵雪莉脸更红了，他轻拍林璇一下，谁要包养你？就是你。说着说着，他气急败坏地走进别墅。林璇哈哈一笑，心里一暖，还是姐姐好啊，姐姐会心疼人。半小时后，工人们把所有东西搬进别墅，完成分类放置，然后快速离开。林璇大致看了一下，自己的房间在2楼，视野极好，远不是自己那个破旧出租屋能比的。看完一圈，林璇回到1楼，赵雪莉站在客厅里，开口问道，还可以吗？林璇没回话，走到近前，靠近她，气氛有些暧昧起来。他抬起赵雪莉的下巴，笑着说，现在要付房租吗？赵雪莉赶忙推开他，你先去洗澡。一身汗味，林璇快速吻了她一下，然后松开手，好，都听房东大姐的。你才大姐！赵雪莉哼哼一声，活脱脱一副小女人姿态。林璇刚走到楼梯口，突然想起来，对了，陈闯那边。赵雪莉表情严肃起来，这个陈闯是个凤凰男，他能爬到现在的位置，都是因为攀上了我闺蜜童瑶。童瑶，童家在江州有些势力，她是我师妹，大学时期一直喜欢陈闯，最后因为她甚至和家里闹翻，当然最后童家也算认下了他。林璇记下了这个名字，所以陈闯这么嚣张，也算是借着童家的事。赵雪莉点了点头，原来如此。林璇心里有了打算，我知道，这事情我自己来处理。说完，他转身上楼洗完澡出来。林璇换了一身舒适的家居服，走下楼，他就看到赵雪莉在厨房里忙碌。她换了深淡黄色的居家裙，头发挽起，正系着围裙，切着菜，温暖的灯光打在她的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柔。林璇靠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曾几何时，他也幻想过这种生活，只不过当时幻想的人不同罢了。现在想来，真是讽刺。看什么呢？赵雪莉忙了一会，看到林璇站在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小声问道，赵总，需要我帮忙吗？林璇走进来，从后面轻轻抱住他。赵雪莉的身体一僵，手里的动作都停了下来。松开，我在做饭呢。做什么？林璇把下巴搁在他的肩上，深深嗅了一口发间的清香面条。赵雪莉感觉脖子痒痒的。赵雪莉愣了一下，几秒之后才反应过来，她的脸色瞬间红透。你流氓！
他用手肘轻轻撞了林璇一下，但没用力。林璇嘿嘿一笑，在他的耳边轻轻吹气：“赵姐，我饿了，马上就好，你先松开。”赵雪莉被吓了一跳：“你别闹，这是厨房，这里不行。”1小时后，林璇来到客厅，拿出手机给苏玉柔打了个电话：“喂，苏姐。”“哟，小林，下午跑哪去了？”苏玉柔声音中带着笑意。林璇简单说了一下下午的事情。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陈闯居然还敢找事，需要我？苏玉柔声音冷了下来：“苏姐，你帮我很多了，我会自己解决。”林璇打断了他：“那好吧，不过他背后的童家你不用怕，他们不会为了陈闯和安氏集团撕破脸。”“那就好，单单一个陈闯，没什么好怕的。”苏玉柔顿了顿，语气有些暧昧：“小林啊，你可别被赵姐包养了就忘了工作。市场部虽然自由一些，但该干的活，苏姐放心，我心里有数。”“那就好。对了，明晚的饭局我们注意一些。安总虽然已经安排好了，但王海山那个人不简单。”“明白。行，我不耽误你帮富婆了。当然，要是实在不想努力了，来找姐姐也行。”苏玉柔又恢复了之前的样子。林璇失笑：“景啊，苏姐，今晚有空吗？我去给你按摩，保证到位。”提到按摩，苏玉柔瞬间怂了，油嘴滑舌：“明天见。”电话挂断，刚好赵雪莉端着2碗热腾腾的面条放到餐桌上，她的脚步虚浮，脸上还带着红晕。“吃饭了。”林璇走到餐桌前，看着精致的菜肴，心里一暖。2人坐下，林璇尝了尝，十分意外地看向对面：“赵姐，手艺不错呀，特别是这面，少贫嘴，快吃。”赵雪莉坐在对面，撑着下巴看着他。林璇是真饿了，今天消耗了大量真元，晚上又运动了1个多小时，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他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慢点，没人跟你抢。”赵雪莉给他不停地夹菜，面条劲道，汤汁浓郁，菜肴可口。林璇吃的酣畅淋漓，很快1碗就见了底。“还要吗？”“要。”赵雪莉笑着给他又盛了1碗。林璇接连干了3大碗，才满足地放下筷子。他揉着自己鼓鼓的肚子，吃饱了。赵姐的面比外面好吃100倍，就会说好听的哄我。赵雪莉嘴上这么说，但满脸笑意：“赵姐你怎么都没怎么吃？减肥，晚上不能多吃的。”“减肥？我看哪都不胖呀，这小蛮腰，这大长腿。”林璇酒足饭饱，嘴上又开始了没个正经。赵雪莉赶忙起身收拾碗筷，收拾完已经是晚上10点多。她刚一出厨房，林璇就从后面抱住了她。这一抱又是不知道多久。第2天清晨6点，林璇准时睁开眼，她深吸了一口气，神清气爽，体内真元恢复了大半，甚至比昨天都要凝实。昨夜她使用双修之法，好好的在赵雪莉身上修炼了一番，只是苦了赵姐了。她轻轻抽出被赵雪莉枕着的肩膀，她是真累了，一点没有醒过来的迹象。下床洗漱，换上运动服，林璇走出别墅，准备晨跑。如今的她感觉使不完的力气，不锻炼都觉得不对劲。清晨的小区很安静，偶尔有几声鸟叫做了几个热身，她就开始慢跑起来。滨江华府很大，还有专门的塑胶跑道，跑了10几分钟，林璇渐渐加速突破之后，她的身体素质全面提升，跑步毫不费力。刚转过一个弯道，前面出现一个身影，是个女人，穿着紧身的瑜伽裤和运动背心，身材保持极好，尤其是那双修长笔直的腿，线条流畅，赏心悦目。她同样在跑步，速度也不慢。林璇调整呼吸，跟在她的身后，2人一前一后，保持着10米的距离，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林璇发现，每当自己想要加速超过去的时候，前面的女人也会加速，始终要领先自己1个身位，这时在和自己较劲。林璇感觉有些好笑，这算什么事？老子能让你给赢了？林璇的好胜心被勾了起来，他不再保留，开始运转真元，速度猛然提升，只2步他就直接超了前面的女人。那女人明显愣了一下，随即咬牙，同样开始加速追赶。但只可惜林璇的速度越来越快，没一会的功夫，他的背影就消失在拐角处。小样，还想超我？林璇只感觉到耳边风声呼啸，跑道2侧的树木都在飞快的倒退，狂奔了10几分钟，他才感觉到了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刚巧前面再次出现那个女人的身影，林璇开始放慢速度，再次经过那个女人身边时，他冲她笑了笑，笑不是道歉，是你还得练。女人气喘吁吁的停下，双手撑膝，胸口剧烈起伏，波澜壮阔。她抬头看着林璇，眼神复杂，休息了几秒，她直起身，径直朝着林璇走过来。林璇以为她生气了，正准备开口，只见女人伸出手：“你好，我叫童瑶，你是专业运动员。”一边说，她还一边大喘气。童瑶，林璇心里一震，这个名字，陈闯的老婆。他握住童瑶的手，林璇不是运动员，爱好。2手相触的瞬间，林璇眉头一皱，他在童瑶的体内感受到了一股奇怪的力量，有些熟悉，有些简陋，就好像是想了好一会，林璇才发现熟悉感从哪里传来。桃花谷，只是童瑶体内的力量比传承内的桃花谷弱了不知道多少，而他也终于反应过来，这是桃花咒。被下咒之人会对特定的人产生莫名的好感，效果虽不如桃花谷那般爱得死去活来，但效果也不弱。怎么了？童瑶察觉到了他的异常。没什么。林璇松开了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道：“童小姐，虽然有些唐突，但我有个问题。你说，你是不是对某个异性特别感兴趣？就是超出了正常范围？”
童瑶先是一愣，随即嗤笑一声，以这人的搭讪手段倒是新奇。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林璇，眼神玩味，居然你长得不错，但可惜我对弟弟没兴趣。林璇知道他误会了，但也不多解释，而是继续开口，就当作是我搭讪吧。不过童小姐，你最近身体有无不适？比如喜欢喝水？没有。童瑶收敛笑容，语气冷了下来，我身体很好，谢谢关心。说完，他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下次有机会一起跑步。喜欢喝水？谁不喜欢喝水？这人虽然有趣，但也神神叨叨的。林璇看着他的背影，陷入沉思，不对，绝对不是错觉。童瑶、陈闯、林璇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回到别墅时，已经7点半。林璇休息了一会，冲了个澡，收拾好刚准备出门。赵雪莉穿着睡衣从楼上走了下来，睡眼惺忪，脚步沉缓。看到林璇，她的脸不自觉地红了。起这么早？昨晚折腾到那么晚，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这还是人吗？习惯了。林璇走过去，在他额头亲了一下，怎么不多睡会？我一会再补觉。今天要上班吧？工作顺利。赵雪莉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正了正衣服，温柔的嘱咐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把车钥匙，塞到林璇手里，车库里那辆奥迪先开着，周末带你去买新车。林璇心里一暖，他抱住赵雪莉，在她耳边轻声说，被富婆包养的感觉真好。谁包养你了？赵雪莉轻轻拍了他一下，但没推开。两个人温存了一会，林璇出门来到地库，看着里面停着的7、8辆车，从跑车到 SUV， 一应俱全，不愧是富婆。林璇找到那辆奥迪28，坐了进去，全都是顶配。他启动车子，驶出别墅。8点钟，路上车已经不少。他打开车窗，享受着风吹过的感觉。手机响了，是苏玉柔。小林，到公司了吗？路上了。苏姐，行，到了直接来我办公室。好。10分钟后，林璇来到公司停车场，刚停下车，就看到王俊杰从对面走了过来。卧槽！卧槽！卧槽！他看到林璇从车上下来，飞奔着跑过来。大哥，你中彩票了吗？奥迪28呀，太牛逼了。很贵吗？林璇挠了挠头，他不懂车，只知道开起来挺舒服，把麻去掉。你这顶配至少200万了吧？王俊杰屁颠屁颠的前后看了2圈，眼神里满是羡慕。哥，你是不是被富婆包养了？求求你，介绍给我一个吧，我不想努力了。林璇笑着捶了他一下，说道，行，回头给你介绍一个。果真吗，义父？说着，他勾着林璇的肩膀走进了电梯。早晨人不少，来到1层，好巧不巧，苏晴站在电梯前，他正要走进来，抬眼就看到了林璇和王俊杰。他的脚步停在了半空，眼神有些慌乱。就在他本能的想要后退之时，却被身后着急上班的人簇拥着推进电梯，刚好就站在2人面前。他低着头，恨不得缩进角落。林璇面无表情的移开视线，仿佛没见到一般。王俊杰可没打算放过这个机会，他啧了一声，开口说道，林哥，你那200多万的奥迪，回头借我开呗，我也出去装装逼，看能不能勾搭几个小姑娘。他的眼神似有若无的落在苏晴身上。林璇无奈的瞥了一眼王俊杰，没有搭茬，但苏晴的脸却瞬间红透。他自然知道王俊杰每一句话都在戳他的脊梁骨，这是明摆着骂他势利眼。他咬了咬嘴唇，把头埋得更低。电梯一路上行，一层层停靠，人也越来越少。到了16楼，电梯内只剩下了他们3个人。王俊杰看了眼依旧站在角落没有下去意思的苏晴，他对林璇咧嘴一笑，故意拉长声音，林哥，我去搬砖了，你可要当心点。说完，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电梯，点头缓缓合上。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2人，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林璇皱了皱眉头，盯着电梯的楼层数字，只想快点离开。就在这时，苏晴突然转过身，面向林璇，她的眼睛已经通红，蓄满了泪水，嘴唇都在颤抖。林璇，他吸了吸鼻子，眼泪滚落下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他的声音里满是哭腔，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对不起你。陈闯他不是人，他对我呼来喝去，还打我，我真的好后悔。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林璇没有说话，你能不能原谅我一次，就一次，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保证，我什么都听你的。林璇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样子，却突然发现自己心里没有一丝波澜。他甚至觉得以前的自己真是瞎了眼睛。他懒得说一句话，18层的只是灯亮了，他抬步就要离开。林璇，你别走。苏晴见他无动于衷，情急之下猛地抓住他的胳膊。就在这一瞬间，电梯门开了，门外站着2个人，苏玉柔和安澜。苏玉柔双手环胸，一身白色西装衬出她曼妙的身姿，妩媚的眼神注意到眼前的一幕，瞬间满脸笑意。而安澜就站在她身侧，面容清冷，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寒气。她淡淡的瞥了一下林璇，不得不说，这2个人女人风格迥异，一个如千年冰山，高贵不可亵渎，另一个明艳妖娆，像是妲己转世在他们面前。苏晴黯然失色，苏玉柔红唇微动，语气中带着调侃，哟，小林总，这一大早的就在电梯里勾搭女同事呢。林璇只感觉一个头2个大，他苦笑着摇头，连解释都觉得多余，只是快速挣开了苏晴的手。苏晴脸上通红，巨大的羞耻感和自卑感袭来，他低着头逃跑出电梯间，没有多说一句。林璇刚准备离开，林璇，来一趟。安澜清冷的声音响起，苏玉柔也跟了进来，脸上一副看好戏。他语气平静，并不像是开玩笑。林璇怎么也没想到是这种事，他身体愣在原地好久，然后缓缓抬起手指向自己，我
哪方面的？检讨。林璇大脑飞速运转，但一时间也没想明白。安澜破天荒的嘴角动了一下，但他依旧没有回话，只是重新低头开始忙碌，意思很明显，自己想。苏玉揉在一旁憋笑憋的肩膀直抖，他站起身走过来拍了拍林璇的背，小林总，走吧，领导都发话了，好好反省。二人刚走出办公室，苏玉柔忍不住大笑出了声，苏姐，这是怎么回事？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林璇一头雾水，但他看着苏玉柔前仰后合的样子，突然感觉到不对，是不是你？苏玉柔擦了擦自己的眼角，笑道，私生活呢，要检点一些，特别是在公司，你懂。他瞬间明白过来，因为刚刚楼梯的事，冤枉啊，苏姐，是他缠着我，而且这种小事安总怎么会知道？是不是你打的小报告？苏玉柔眨了眨眼睛，笑着点了点头。林璇气不过，直接伸手搭上苏玉柔的肩膀，一股温热的真元渡了过去。啊！苏玉柔轻呼一声，身体猛地一颤，那熟悉的暖流瞬间流遍全身，顿时她的身子发软，她赶紧抓住林璇的胳膊，脸色绯红，不断求饶：错了，我错了，小林，不，林总，停！林璇冷哼一声，收起了手，苏玉柔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拍了拍胸口，狠狠地掐了林璇一下，然后小跑着逃跑。林璇哑然一笑，而这一幕刚好被总裁秘书全程看在眼里，他专业的职业素养都没有掩饰住自己震惊的表情。这位什么来头？3天2头进出总裁办公室，还和苏经理打情骂俏，而且看苏经理一脸红晕的样子，秘书迅速低下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但心里已经将林璇标记为大人物。下午4点3人准时离开公司，为了方便讨论，安澜特意没让司机开这辆车，林璇在前，2位美女坐在后排。一路上，苏玉柔一会说车里空调冷，一会说座椅不舒服，最后直接演都不演了。安总，你得管管小林，他今天在办公室欺负我。林璇从后视镜内瞪了他一眼，苏姐，你别恶人先告状。我怎么恶人了？你早上是不是和女同事拉拉扯扯？是不是在走廊内对我动手动脚？再这么下去，你是不是要霍霍所有公司的漂亮小姑娘？最后是不是连安总都得？苏玉柔说的理直气壮，还故意靠向安澜，寻找安全感。安澜一直看着窗外的风景，闻言淡淡的回了一句，检查再加3000字。林璇。1小时后，车子来到了蜿蜒的环海山路，太阳落山，远处海天相接处被染成金红，半山腰处一片气派的庄园映入眼帘。林璇感觉自己像是在看电影，差点忍不住来一句王总好。来到庄园内，王海山已经带着人亲自在主楼前等待他，体型臃肿，脸上堆满了笑容。车停，安总、苏经理、林助理，欢迎。3人刚下车，王海山快步迎上来，双手合十，态度十分谦卑。安澜恰到好处地回应了2句，然后就是一顿常规的寒暄。王海山带着3人简单转了一圈后，才将安澜请进了会客室。他们在里面足足谈了1个多小时。苏玉柔和林璇则是在一旁的茶室等待。窗外是无垠的大海，景色优美，可2人都没心思欣赏。终于，会客室的门打开，安澜和王海山一前一后走了出来。2人看起来对谈判都比较满意。诸位，家宴已备好，咱们边吃边聊。王海山热情地带着众人走向餐厅。王家这边除了王海山，还有5个年轻人，都是王家的小辈。反观安澜这边，只有3人，人数上落了下风。众人落座，安澜率先开口：王总，感谢款待，不过我最近身体不适，今晚就以茶代酒了。王海山脸色不变，哈哈笑道：理解，身体要紧。说着，他目光落在林璇身上，这位林小兄弟，上次可是让我十分敬佩。海量，哈哈。宴席开始，服务生端着一道道菜肴如流水般端上，气氛看似熟络，但林璇始终保持警惕。他借着为安澜递餐巾、为苏玉柔倒茶的时机，检查了一下他们的餐具，酒水都没任何问题。难道真的想错了？林璇皱起了眉头，来，林助理，我敬你一杯。王家一个小辈走上前来，笑着举杯。林璇站起身，笑着将酒一饮而尽。战斗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王家人都来到林璇面前，轮番上阵。林璇索性站起身，一杯杯喝下，丝毫不怵。这是冲我来的。他反应了过来，一时间觥筹交错，气氛热烈无比。林璇不仅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甚至还发起了反攻拼酒。他没在怕，他来到王海山身边，连敬3杯。这场面直接把王家的人都吓住了，怎么能有如此能喝的人？安澜坐在那里，看着林璇的样子，纤细的手指微微收紧。他刚想开口，一旁的苏玉柔轻轻碰了碰他的膝盖。安总，小林心里有数。2人对视一眼，安澜点了点头，恢复正常。苏玉柔见火候差不多，也起身加入了战局。他端着酒杯，风情万种地走到王海山身边：王总，我们小林不懂事，这杯我替他敬您，您可多多包涵。他的声音又软又媚。王海山连连点头，一时间场面更加混乱。酒局持续了1个多小时，王家那边几个小辈全都歇菜，只剩下王海山勉强清醒。林璇眼神涣散，呼吸粗重，嘴里还时不时地嘟囔起来，俨然已经喝多。王总，我去下洗手间。林璇起身，摇摇晃晃：阿红，去照顾一下林助理。王海山摆了摆手，对身旁一个27、28岁的男人说道：王坤红，王海山的大儿子，身体不适，并未喝酒，是父亲。说着，他搀着林璇走了出去。林璇一路跌跌撞撞，刚一进到洗手间，
直接在洗手池旁剧烈呕吐，一边吐还一边拖着自己的衣服，嘴里不断嘀咕着好热好热。王坤宏皱了皱眉头，没有去管林璇，他站在卫生间外，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好，我明白，陈总，一定让他彻底身败名裂。几分钟后，林璇光着膀子走了出来，他的脸色通红，直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整个人都神志不清。王坤宏站在一旁，用脚踢了踢他，冷笑道：就是你坏了陈总的好事，也不过如此，你们怎么也不会猜到这次酒局是专门针对你的吧？冷笑着说了几句，王坤宏叫人把林璇加到了一个房间内里面，灯光昏暗。王坤宏走进来时，里面已经有一个女人在等候他，看起来20多岁，面容姣好，正坐在床边紧张的等着看到几人进来。他立刻站起身，人交给你了。王坤宏将林璇往床上一推，冷声开口：是，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一定要和他发生关系，明白吗？我要让他这辈子都在里面，只要事成50万，一分不少。王少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王坤宏看着床上浑身通红的林璇，冷笑一声，转身离去。房间里只剩下了林璇和那个女人。餐厅内酒局已经结束，王海山和安澜正在闲聊。王坤宏走了回来，有些抱歉地说道：父亲，安总，林助理有点喝多，我给他找了一个房间休息。王海山点了点头，看向安澜，年轻人过点量没事，一会就恢复了，放心，下面的人会照顾好他的。安澜淡淡的点了点头，有劳王总费心。他的眼光扫过苏玉柔，二人对视一眼，眼中都闪过一丝担忧。王家到底卖的什么关子？半个小时很快过去，安澜刚想起身离开，餐厅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女人一边跑一边带着哭腔尖叫，她衣衫凌乱，头发飘散，救命啊，非礼，救命啊！她的叫声凄厉，语气中满是恐惧。餐厅内的友好氛围瞬间凝固，王海山眼底闪过一丝阴笑，但却快速站起身问道：怎么回事？王坤宏更是直接跑过去，用自己的衣服裹住她，没事吧？发生什么了？非礼，林助理，非礼我！女人浑身颤抖，脸上泪痕明显，只穿一身吊带睡裙的她，肩带滑落，露出大半个雪白的肩膀。林助理，怎么可能？你在胡说什么？安总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王海山听闻，怒声拍桌：我本是去照顾林助理，结果在屋里，他直接抱住我，然后女人哭得情真意切，说到后面话都说不出来，放屁，把嘴闭上！王海山冷声喝道。安澜站起身，来到那个女人面前，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直接走了出去。他的脚步有些快，显然心里并不如脸上那般冷静。苏玉柔也脸色难看的跟在后面。安总，这种事情您还是别去了吧。王海山追上安澜，忙声劝阻：我想办法压下来，您放心，不会对安氏集团产生任何影响，这事让那个林助理自己担下就行。安澜脚步一顿，冷笑着说道：王总真是好手段，如今他还怎么不明白对方这就是冲着林璇来的？王海山继续装傻撑愣，一脸关切，这是都怪我没有照顾好林助理。哎，也是，年轻人血气方刚。坤宏，记住，封锁消息，不准报警。他特意在最后2个字上加重了一番。走在后面的王坤宏忙点头。安澜脸色如冰，他知道王海山这是在提醒自己，王总不必担心，我的人我自然会去看。安澜意思也很明显，我的人我自然会保。王海山父子对视一眼，王坤宏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快意，王海山则是沉得住气，只是微微一笑。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那间客房门口，房门紧闭，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林璇，安澜敲了敲门，声音罕见的有些担心，毫无反应。王坤宏走上前来，小声说道：安总，要不您还是别进去了，里面场面或许……安澜心微沉，但脸上依旧冷静，把门打开。这不合适吧？王海山有些迟疑。我说开门。安澜打断他，他清冷的眸子直视王海山，就是久经商场的王海山也身体一凛，开门。他招了招手，有人上前拿出房卡一刷低，门开了。房间内灯光昏暗，众人下意识地看向里面，首先看到的是散落在地毯上的男士西装、衬衣还有裤子，床铺十分凌乱，上面还有一抹暗红。安澜和苏玉柔的心同时揪了起来。王海山叹了一口气，装模作样：安总，我们要不还是……王坤宏则是指着床上，怒声喊道：安总，你的人太过分了！哟，都来了！就在二人一唱一和的时候，一道声音从昏暗的角落传来，众人闻声走进房间，只见林璇斜倚在沙发里，身上穿着一件浴袍，头发微湿，像是刚洗过澡。他甚至还端着一个高脚杯，里面是半杯红酒，十分惬意。他的脸色正常，神态自然，哪里有半分喝醉的样子？这么大阵仗啊！见没人说话，他笑了笑。王坤宏像是见了鬼一样，指着林璇，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他可是亲眼看到林璇不省人事的样子，而且药效应该早就发作了，现在不应该失去理智或者烂醉如泥吗？王海山也懵了一会，但还是率先开口：林助理，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糊涂事？哦，什么糊涂事？林璇一脸疑惑。你，哎，王海山指着凌乱的床铺，一副我都不好意思说的样子。王总，不小心洒了点红酒，不至于这么小气吧？这不是我小……什么红酒？所有人都傻了眼，人家姑娘都大喊非礼了，你说那是红酒？是你真没干，还是心理素质太强了呀？
安澜看到林璇的样子，心下大定，他淡淡的开口：“林璇，外面有位女士，指控你非礼她，是否有此事？”非礼？我没有过呀。林璇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连连摇头否认。王坤宏举起手，指着林璇喊道：“林璇，你还不承认？人证物证俱在，被非礼的姑娘，你的衣衫，你还想抵赖吗？嗨，你说这个呀，我喝多了吐在身上，脱了洗个澡而已，不犯法吧？”林璇指着地上的衣服，恍然大悟，强词夺理。王坤宏脸色铁青的走出去，把那个女人拽了进来。你说刚才发生什么了？可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女人眼神涣散，一时间竟然一句话说不出来，和刚才完全是两个样子。众人全都愣住了。王坤宏急了，他用力的晃了晃女人，大声问道：“你别怕，你说是不是他强迫你发生关系？我王家肯定为你做主。”就在这时，他的身体忽然一颤，然后下意识的开口：“王少爷，我没和他发生关系啊。”话音落地，现场一片寂静。王坤宏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的看着他，就连女人自己都愣住了。他完全没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般。他只傻傻的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林璇打了一个响指，彻底解除了祸心术。王少，这么着即盖棺定论了？不可能，你说是不是他威胁你了？你别怕，我一定会保护你。对，一定是他威胁了，我们王家的人不能就这么被欺负了。报警，必须报警！几个王家的小辈一看情况不对，也都喊了出来，想要彻底坐实这件事。就在吵闹声到达顶点之时，林璇高高举起来自己的手机诸位，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却让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晃了晃手里的手机，脸上带着笑容，扫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王坤宏脸上。我这儿有个东西，大家不妨听听。王坤宏看到林璇淡然的样子，心里一惊，他感觉不对劲了。林璇按下了手机的播放键，清晰的对话声传出：“王坤宏，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一定要和他发生关系，明白吗？我要让他这辈子都在里面，只要事成50万，一分不少。女人，王少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录音播放完毕，房间里寂静无声。王坤宏脸色惨白，他指着林璇，手指颤抖，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做梦都没想到林璇居然录音了，他根本就没醉，而且也没有被要晕，这怎么可能？他可是亲眼看到林璇一杯又一杯的喝下有问题的酒，他简直不是人。安澜缓缓转头看向王海山，他的眼神冰冷。王海山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抬手，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王坤宏的脸上。王坤宏人直接一个踉跄，脸上直接出现了一个红手印，他难以置信的下意识开口：“我闭嘴！”王海山怒吼。苏玉柔突然开口：“王总，安总，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那我就报警吧，看看尽快处理好这件事情。”说着，他拿出了手机，安澜也点了点头。等等！王海山急声阻拦他，快步走到苏玉柔面前，脸上肥肉堆起：“苏经理，别，一场误会罢了，年轻人不懂事，闹着玩的，没必要惊动警察，咱自己解决。闹着玩？”苏玉柔挑了挑眉，继续说：“王总，录音里面可是很清楚了，王大少也是想让我们小林总在里面待一辈子，这是闹着玩。”王海山额头渗出汗水，他猛地转身，对着所有王家的小辈喝道：“都给我滚！以后再敢多嘴，滚出王家！”那群人全都低头快步离开。等所有人都走光了，王海山看向自己的大儿子，眼神一狠，他抬腿就是一脚，直接将王坤宏踹得跪倒在地，还不给小林总认错。王海山怒吼，王坤宏咬紧牙关，但看着父亲冰冷的目光，他最终低下头：“林助理，对不起，是我一时糊涂，我错了。”林璇慢悠悠地喝完最后一口红酒，然后恍然大悟，快步扶起王坤宏：“哎呀，王少爷，这种小事您怎么还亲自跪下？没事的，小事，这种事就算传出去也不会对王家产生什么影响。”赤裸裸的嘲讽。王坤宏被气得浑身颤抖，但他只能强忍住不出声。我们林助理是安总指定培养的人才，马上就要升任公司要职，王家这么做，难不成是故意针对安氏集团，针对安家？苏玉柔声音冷了几分，二人一唱一和，瞬间把矛盾最大化。安澜一直没说话，但他只需要静静地看着王海山就够了。王海山知道今天不使劲割肉，这事怕是过不去了。他咬牙开口：“安总，这次是我们王家不对，作为赔罪，城南那个项目我愿意让出全部的股份，另外单独赔偿小林总200万精神损失费。”安澜终于开口：“500万。”他的声音平淡，但并不是在商量，外加城南项目。王海山心下一惊，这个女人居然先看中的是这个林璇，她到底什么来头，能够让这么多个有权有势的人注意好，就按照安总说的办。半小时后，王海山亲自送3人到门口，这里已经停了10数辆安氏集团的车。林璇神清气爽地坐镜头车的副驾，还不忘冲王坤宏摆了摆手。安澜和苏玉柔坐进了后排车窗外，王海山陪着笑脸挥手，车子启动，车队缓缓离开庄园。等所有车队消失，王海山猛地转身，又一巴掌扇在了王坤宏脸上：“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居然让他录了音！”王坤宏捂着脸，满脸不甘心：“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你他妈做事能细心一些吗？500万是小，你知道城南项目我们要亏多少吗？”王海山气得浑身发抖。王坤宏点头，咬着牙对后面喊道：“把那个女人给我叫过来。”1分钟后，
女人浑身颤抖地出现在王家众人面前，她浑身发抖，如果不是有人扶着，怕不是要直接跪倒在地爬。王坤宏愤怒地扇了她一巴掌，喊道：贱人，你敢背叛王家？没有啊，王少爷，真的没有，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女人一屁股跌在地上，哭着解释，还敢瞎说。好，我让你说。说着，王坤宏一脚直接踹在了女人的腹部。我真的没有，王少爷，我感觉我就好像做梦了一样，真的，我发誓，我中邪了，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女人重重地倒在地上，但她还是哭着解释，放你妈的屁，中邪？我看。王坤宏越想越气，刚要继续动手，王海山拦了下来。中邪？你仔细说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要详细。王海山皱起眉头，蹲下来将女人扶起。是，王总，刚刚在房间内，我刚想脱她的衣服，突然她睁开了眼睛，然后我就感觉身体有些恍惚，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几分钟后，王海山眉头紧锁。爸，他说的这么玄乎？王坤宏一脸不相信这事。我们不掺和了。车上苏玉柔解气的笑出声。小林，你干得好。王海山那吃了苍蝇的表情，真解气啊。还有那个王坤宏，真应该让他被抓走，但是他跪在地上道歉，活该。林璇从后视镜里看他花枝乱颤的样子，无奈一笑。安澜脸色依旧平淡，他开口：林璇，录音是怎么回事？进洗手间时我就感觉不对劲，偷偷打开了录音。林璇解释，但他并没说的是王坤宏还给陈总打电话陈闯。他第一反应就是，但林璇并不准备和安澜说，因为他要自己对付他。你怎么知道酒里有药？安澜继续询问。可能我体质比较特殊吧，对这种东西免疫力比较高。林璇耸了耸肩，表现不错。那500万回头会打到你的账户。安澜点点头，闭上眼睛，没有再多说500万。林璇咧嘴一笑，谢谢安总。苏玉柔凑过来，笑眯眯的开口：小林啊，你现在可是有钱人。啧，500万，还有70万的提成，还有赵姐包养你，羡慕死姐姐我了。林璇干咳2声，苏姐别乱说。1小时后，车子驶入市区，霓虹闪烁。安澜突然开口，送我去公司。这么晚？林璇有些疑惑，你不知道我们安总的时间可是金钱。苏玉柔叹了口气，语气中满是关切。车子停在集团楼下，安澜推门下车，他刚走出2步，又回头看向林璇，检讨周一记得交。林璇，不是，你这人记性怎么这么好？等安澜走后，苏玉柔彻底憋不住，直接笑得倒在了座位上。小林啊小林，以后有你好看了。林璇白了他一眼，走下车，你去哪？回一趟出租屋，有些东西还在那呢。苏玉柔点了点头，她忽然眼神认真起来。小林，今天这事王家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最近出门小心点。林璇咧嘴笑了笑，放心吧，苏姐。送走苏玉柔，林璇站在路边准备打车回出租屋，刚给赵雪莉说完，安澜居然发来了短信，内容简洁，是她的一贯风格，明晚陪我吃个饭。没有任何犹豫，林璇快速回复收到，看来又是一个酒局。出租车上，林璇复盘了一下今晚发生的一切，他有些后怕，如果不是自己意外获得了传承，今日恐怕就栽在王家了。陈总，陈闯你等着。凌晨12点多，出租车停在了老旧小区外，明天刚好周6，搬走。看着老旧小区，林璇自言自语地走上3楼，刚准备拿出钥匙开门，他的手突然停住，门锁被撬过。林璇眼神冷了下来，他缓缓伸出手，慢慢推开门没锁。屋内一片漆黑，林璇屏住呼吸，体内真元开始缓缓流转，他的感知开始变得异常敏锐。屋内没有任何细微的动静，除了自己的心跳声。进步走进屋，林璇快速扫视整个房间，客厅里一片狼藉，东西散落一地，桌子抽屉被拉开，柜子全都被翻开。入室道歉。林璇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每一个房间，其实也就是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没有人，对方已经离开了。林璇打开灯，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屋内的状况，可越看越让他吃惊。抽屉里散落的零钱还在，床头的旧手机没丢，什么都没丢，不是小偷。林璇排除了入室盗窃的可能的对方，王家。林璇第一个反应就是王海山他们，可转念一想，王家的动作不可能这么快，刚在庄园吃了亏，就算要报复也不至于如此迅速。陈闯，他知道自己住在这里，而且完全干得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可如果是他，林璇总感觉哪个地方不对劲，可又说不上来。在屋里又转了几圈，林璇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的丢失，最后他只能简单收拾了一下，先休息。这一夜他睡得并不踏实，脑海里闪过各种可能，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并不好。第二天一早，林璇6点准时醒来，他先跑到物业，想要查一下昨晚的监控都是摆设。物业大爷叼着烟，不耐烦的摆手。林璇无奈，只能作罢。他回到出租屋，利落的收拾好东西，然后给房东打了个电话，完成了退房。虽然2000的押金让他有些肉疼，拎着包走出出租屋。林璇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地方，关上了房门，解脱。刚上出租车，赵雪莉打来了电话，赵姐。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然后有些难为情的开口，今天来吗？晚上有个饭局，白天倒是没什么事，去新租一个房子，然后就没事了。林璇想了一下，开口租房。赵雪莉声音高了几分，是啊，托赵姐的福，公司准备给我发奖金，我也鸟枪换炮了，先来我这住。赵雪莉声音越来越小，林璇都能想象的她此刻红着脸的样子。想了一会，林璇点头，也行，那我暂住一段时间，
等在公司附近找到房子再说，不着急，住多久都行。听着对面细若蚊蝇的声音，林璇感觉心中一阵暖流，还是姐姐好，姐姐会疼人，那我就不客气了。要是我交代物业送过去，你到了直接进去就行，我今天开会，估计要晚上才。说完，他就快速挂断了电话。电话那边，赵雪莉感觉自己小心脏砰砰直跳，自己怎么就说出这种话？赵总要开会了，您哪里不舒服吗？办公室内，秘书刚走进来，就看到赵雪莉脸色红润，没事，走吧。另一边，林璇十分顺利地从物业那拿到了钥匙，背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住进了滨江华府的别墅内。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松软的沙发内睡觉。不知睡了多久，林璇感觉有人靠近自己，他下意识地认为是赵雪莉。当那个身影靠近自己的时候，林璇眼睛都没睁开，直接伸手将其拉入到自己的怀中，还不忘捏了捏浑圆的翘臀纹，手感不太对啊！一声短促的惊叫，林璇感觉到怀里的人剧烈挣扎起来，不是赵雪莉。他猛地睁开眼睛，四目相对，童瑶整个人僵在他的怀中，脸上满是羞愤。他的一只手抵在林璇的胸口，另一只攥紧拳头，感觉下一刻就要捶上来。放开我！林璇立刻松手，抱错人了。尴尬，你为什么在雪莉姐家里？童瑶站起身，一边问一边后退，走到厨房。林璇坐起来，还没开口，就看到他拿着一把菜刀走了出来。别，你冷静一下，我刚才是睡懵了，认错了人，我以为你是赵姐。看到这位这么生猛，林璇下意识地把身子往沙发里缩了缩，以为我是雪莉姐，你和她什么关系？朋友就会直接把人往怀里拉。童瑶的声音提高了8度，做事就要上前珍视，朋友只是有些亲密的罢了，不信你可以给赵姐打电话。林璇缩了缩脖子，完全被这位的气势吓到了。童瑶一手举着菜刀并未放下，另一只手拿起电话给赵雪莉打过去，没接通。我有钥匙。看着童瑶紧了紧菜刀的手，他连忙掏出钥匙，晃了晃童瑶，盯着那串钥匙，眉头紧锁。不是偷偷入室，他知道赵雪莉的性格，如果不是极其信任的人，是不可能将家里钥匙给对方的，还是一个异性。可赵雪莉那温婉的性子，怎么可能3、2天就彻底相信一个男人？他的大脑疯狂运转，但就是没想明白，你不准走。童瑶突然开口，我不走啊，在我确认之前，你如果敢跑，我就报警抓你。林璇是吧？你等着。童瑶想了一会，还是决定等一会。不是，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帮雪莉姐浇花不行啊？行。林璇刚开口就被对方那强横的气势逼了回来，不是这种人，怎么可能嫁给陈闯？想到这，林璇突然想起他体内那桃花咒，难道说陈闯是靠着这个得到了童瑶？越想越有这个可能。你是雪莉姐的男朋友？童瑶保持着和林璇的一定距离，一边继续给赵雪莉打电话，一边问道。当然，他手里的菜刀明晃晃的就没收起过。林璇挠了挠头，开口这么说也行？什么叫也行？童瑶一听更气了，那不行。林璇试探性的反问，你想死就直说。童瑶甩了甩手中的菜刀，咬牙切齿，这死渣男，如果真是雪莉姐男朋友还不想承认。那个童小姐有屁放，你被下咒了，你才被下咒了，你全家被下咒了。童瑶本来就在气头上，一听更气了，我不是开玩笑，你中的是桃花咒，会下意识的对某一个特定的异性产生好感。你想想，对你的老公，或者其他异性有。唰，破空声突然响起，林璇下意识的往后躲开，当只听菜刀落在地上一阵轻响，林璇感觉后背一阵冷汗。不是，大姐，你真扔啊？让你嘴贱！我。林璇一时间百口莫辩然，而最让林璇无语的是，这大姐居然又转头走到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再次出现一把菜刀。林璇佩服的抱了抱拳，不敢再多说一句话。10几分钟后，童瑶终于打通了赵雪莉的电话。喂，瑶，雪莉姐，你家里竟也男人了？林璇，你才也男人？几分钟后，雪莉姐，不得不说，你眼光有问题，这种男人，呸！童瑶挂断了电话，客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童瑶把菜刀放在茶几上，林璇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童小姐，现在能相信我不是坏人了吧？哼，不见得，我怀疑雪莉姐被你骗了。林璇叹了口气，决定不接话茬。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狗屁咒，继续说。过了一会，童瑶突然开口。林璇挑眉，刚才不是说我嘴贱吗？让你说你就说，我怀疑你是不是给雪莉解下了这个什么咒？童瑶手又搭在了菜刀上的。我说。林璇连忙开口，他是真怕了。桃花咒就是一种简易的法术，中咒者会对特定对象产生异常的好感、依赖，甚至盲目崇拜，看似真实，但其实是被扭曲放大的感情。童瑶的手指在刀柄上轻轻摩擦。你说我中了这种咒？上次和你接触，我感受到的。听到接触2个字，童瑶下意识想起刚才自己被捏的那一下。你怎么证明？法术。好一会之后，童瑶继续开口。林璇没有回话，只是在脑海里不断的翻找传承记忆。有了，看。林璇说着打了一个响指，然后下一刻他的手上就出现了一个燃烧着的淡红色火苗。童瑶眼睛瞪大，一脸震惊，他下意识的起身走上前来。你是魔术师？林璇手指一收，火苗熄灭。现在可以信我说的了吗？不，你就是一个江湖骗子。童瑶摇摇头，依旧不相信林璇刚要说话。他抬手摆了摆，我不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但你最好不要伤害雪莉姐，不然我让你变成废人。说着，他竟然转身就走。林璇躲在沙发后面，一阵无语。这姐们油盐不进啊！陈闯那头猪何德何能娶到这样的老婆？算了，等他发现不对劲，自然会找我的。最后，林璇只能摇了摇头，继续躺回了大沙发中。别墅外，童瑶一边往自己不远处的别墅走着，一边大脑疯狂运转桃花咒、魔术戏法。荒谬，太荒谬了！他从小接受现代教育，海外留学，掌管相当一部分家族产业，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事情，怎么可能相信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江湖骗子罢了。他自言自语，回想起大学时期，陈闯努力追了自己4年，为了证明自己一步步变得更好，最后2人终于在一起。2个人的感情是一步步打牢的，怎么可能是什么狗屁桃花咒？他摇了摇头，彻底否定林璇的说法。刚巧电话响起，来电显示老公。看着这2个字，他手指顿了顿，按下接通。摇摇，陈闯温柔的声音从电话那边响起。在干嘛呢？中午有没有睡觉？对了，今晚说好的出来吃饭，可别忘记了。他一句接着一句，童瑶心里莫名的有些烦躁。换做以前，他明明觉得这是非常的甜蜜，可现在吃什么懒得动。他开口回应电话那边，陈闯显然没料到他是这个反应，声音里出现一些急迫。别啊，瑶瑶，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你知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到的。说完，不等陈闯继续说话，他直接挂断了电话。童瑶深深呼吸了2口气，压下来一股莫名的情绪。与此同时，万隆酒店高级套房内，陈闯听到电话被挂断，脸色阴沉下来。继续，他冷冷的开口。在他对面，苏晴裹着被子，头发散乱。怎么了？苏晴低下头，小声问道。陈闯没理他，自言自语说道：妈的，他最近越来越不对劲了。说着，他眼神有些阴翳。自古做大事者，不拘小节。苏晴闻了一声。几分钟后，陈闯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他点燃一根烟，冷笑道：看着吧，林璇没几天好日子了，等收拾完他，童家就是我的。苏晴的身体一僵，他捂着嘴，没有说什么。陈闯掀起被子起身，我去洗个澡，你自己收拾一下，晚上我还有事。说着，他随手将手机扔在床上，走进了浴室。很快，浴室传来水声。苏晴刚起身，准备去拿床头的卫生纸擦嘴，眼睛划过手机，突然一条消息弹出：只要今晚的事情做好，童家我分你一半。苏晴的心跳骤然加速，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浴室的方向，水声还在继续。她鬼使神差地点开了那条消息对话，完整的显示在屏幕上，一条条消息出现。苏晴越看越震惊，她下意识捂住自己的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快速地翻看了一下之前2人的记录，她浑身有些发抖。陈闯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浴室水声停了，苏晴吓得赶紧把手机复原，自己离开床，快速穿起衣服。陈闯擦着头发走了出来，看到苏晴诱人的身材，开口笑道：最近状态不好，等过了这几天，嘿嘿。苏晴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话，她的心里却在仔细地盘算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现在她的脑海中。下午4点半，林璇准时来到安澜发给自己的地址，万隆酒店。这是江州的一家5星级酒店，装修奢华，很多商务宴请都会在这里。按照安澜的消息，林璇来到3楼的一间包间，推门进去，他愣了一下，包间不大，只摆着一张精致的4方桌，最多坐4个人，看来今晚人不多。林璇走到靠窗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不忘给安澜发了个短信。5点整，包间的门被轻轻推开，林璇转头看去，瞬间怔住。只见安澜走了进来，但她今天的装扮和往日的职业装完全不同，上身一件宽松的针织衫，领口微微敞开，露出精致的锁骨，下身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勾勒出那笔直修长的腿，没有了那标志性的高跟鞋，只要是一双休闲的白色平底鞋，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莫名的松弛，甚至是青春的美感，和平日那个冰山女总裁判若两人。唯一一样的是那不变的冷淡脸色。林璇看得有些发呆，直到安澜走进来坐在对面，他才反应过来，连忙开口：安总。安澜应了一声，拿起了菜单。林璇起身等着他吩咐，但安澜翻了一会菜单，抬头对服务生报了几道菜，然后看向林璇：你吃什么？林璇一愣：安总，我不重要，看客户喜欢，今晚只有我们2个。安澜语气平淡：我们2个本来约了客户，但刚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我们都到了，就在这吃吧。说着，安澜也不给林璇再询问的机会，又点了2道菜，然后冲服务生点了点头。包间里只剩下2人。林璇眨了眨眼，所以今晚自己居然是和总裁单独吃饭。这消息传到公司，恐怕不知道要引起多少人的羡慕嫉妒恨。怎么，你不想吃？安澜看到他傻站在原地，淡淡开口：没有，安总请客，那感情好。林璇赶紧摇头：和漂亮人吃漂亮饭，这好事，自己还不想吃，那不是大傻子，就不能是你请客？安澜破天荒地开了一句玩笑，气氛瞬间缓和了许多。林璇也没拘束，坐了下来，笑着开口：我请客的话，就不是在这里了。我知道一个夜市，那里物美价廉，很多小情侣都喜欢去吃，那味道在这种大酒店可是……闭嘴，我请。得嘞。对了，去拿1瓶红酒，他们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好的，安总。林璇立马起身走出包间，点完红酒，刚想返回包间，他突然注意到不远处的一道身影，一个让他瞬间倒胃口的人。陈闯他正侧身对着门，脸上对着谄媚的笑容，对
对着包间内的人似乎说着什么。你然后才走进去，关上门，晦气。林璇皱了皱眉头，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这个狗东西。服务员端了过来打开的红酒，林璇没有多想，拿着酒回到了包间里面。安澜正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手指快速滑动着，又在工作。林璇将红酒放在一旁，安静地坐在一旁，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安澜身上。此刻的他神情专注。林璇下意识开口：“安总，您不累吗？”安澜手指一顿，眼神从手机上挪开。你掌管这么大公司，每天大事小事，肯定很累吧？安澜沉默了过了许久，他才淡淡开口：“习惯了。”只是简单的3个字，林璇却感觉他有些浓浓的倦意。这时，安澜似乎肩颈有些僵硬，他抬手轻轻捏了捏自己的肩膀。林璇看在眼里，开口：“安总，要不要给你捏捏肩膀？我手法还不错。”安澜抬起头，眉头微微挑动：“听说了，就像你和玉柔那样。”林璇一怔不是，苏玉柔到底怎么在安澜面前说的自己？安总，我怀疑苏经理在瞎说。安澜没回答，他关闭手机，身体微微向后靠：“你倒是比我想的厉害。”这话听着像是夸奖，可林璇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安总误会了，就是家传的按摩手法，舒缓疲劳。赵雪莉赵总的单子就是靠着这个拿下来的。林璇也没避讳什么，认真的开口说着。他起身来到安澜身后：“要不您试试？不满意不收钱。”安澜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闭上了眼睛。林璇当他默许了，伸出手轻轻地搭在安澜的肩膀上。他能感受到那一瞬间他的身体轻轻抖了一下。林璇突破之后，如今对体内的本源邪火已经能够很好的控制。他一边压制着邪火，一边调动体内的真元，透过指尖缓缓细微的渗入安澜的肩颈之中。他没有用任何那些奇怪的法门，只是最基础的疏导和放松。安澜缓缓的放松下来，他能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气流从林璇指尖传来，精准的涌入他酸胀的肩部。热流所过之处，紧绷感不断舒缓，然后便是一阵难以言喻的舒适。他下意识的松了口气。林璇笑了笑，继续专心的按摩起来。10几分钟后，他收回了手。安澜缓缓睁开眼睛，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轻盈了许多。确实不错，他难得的点了点头，脸色似乎都舒缓了许多。林璇笑着回到自己位置：“安总满意就好，以后随叫随到。”就是什么？安澜有些疑惑。就是检讨，能不能不写了？林璇搓了搓手，嘿嘿一笑：“不能。”安澜摇头，十分认真的拒绝林璇。与此同时，3楼另一个包间内，童瑶推开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包间内已经坐了2个人，一个是她的老公陈闯，看到自己笑着起身；另一个是一个看起来25、6岁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没带领带，衬衫领口随意的解开2个扣子，露出锁骨的线条。他的长相十分俊朗，鼻梁高挺，嘴角挂着笑容，给人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瑶瑶来了。陈闯连忙迎上来，伸手想拉住他：“快进来吧，等着你呢。来，我给你介绍。”还没说完，那个男人却先上前一步，动作十分优雅。他和臃肿的陈闯完全是天差地别。“童小姐你好，早就听陈哥无数次提起，说你不仅能力出众，长得更是沉鱼落雁，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的声音温柔，语气真诚，给人一股恰到好处舒适感。“自我介绍一下，陈默，水墨的墨，陈默，陈家。”童瑶礼貌性的笑了笑，伸出手和他轻轻一握：“陈先生你好，谬赞了。”就在2人的手接触的一瞬间，童瑶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一跳，一股莫名的感觉从心底涌起。下一秒，陈默那俊朗的脸庞仿佛烙在了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的笑容，他的眼神，甚至是他上扬的嘴角，每一个细节都十分清晰。童瑶的脸颊不受控制的微微发烫，呼吸也莫名的急促了起来。陈默适时的松开手，笑容依旧。而站在一旁的陈闯脸上笑容不变，但垂在一旁的双手却下意识地握紧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阴沉，但很快掩饰过去。“好了好了，都是自己人，别站着了。”陈闯上前一步，自然地隔开童瑶和陈默。他揽住童瑶的肩膀：“瑶瑶，来看看想吃什么？”陈默笑了笑，绅士地为童瑶拉开椅子，侧身让开。他的动作自然流畅，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和风度。童瑶有些恍惚，坐下后感觉心跳依旧有些快。他端起面前的水杯，喝了整整1大杯。“歇会歇会，看你累的，来看看吃什么。”陈闯递上来菜单，语气温柔：“你点就行，我都可以。”童瑶有些心不在焉地推开菜单，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悄悄抬起，看向正对面的陈默。陈默正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一个精致的打火机。他似乎注意到童瑶的目光，抬起头，四目相对。陈默微微一笑，轻轻点头：“童小姐，我有些好奇，您看起来这么年轻，也就20出头。陈哥虽然同样优秀，但您是怎么看上他的？”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十分专注，语气带着玩笑。陈闯脸上的肥肉抽搐了2下，但很快笑着打圆场：“陈少，你就别取笑我了，能娶到瑶瑶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童瑶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总感觉大脑一片空白。门大学就认识了，他对我很好。童瑶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飘忽。原来如此，那陈哥可真是运气好。虽只有3个人，但陈默幽默风趣，饭局也是十分热闹。半个多小时后，陈闯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脸色微变，对陈默做了个抱歉的手势，起身走到窗边接起电话：“喂，安总，是，我在外面吃饭。什么？
现在好，我明白，这就来。他的声音不大，但包间里的2人都能听到陈闯挂断电话，快步走回桌边。陈少，瑶，实在抱歉，公司突然有紧急事务，安总亲自打电话，我必须立刻回去处理。这么晚了，童瑶有些不满，沉默，挑了挑眉。陈老哥在安总手下工作，压力不小吧？嗨，讨生活罢了。瑶，你现在这陪陈少吃一会，别怠慢贵客，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说着，他也不给童瑶开口的机会，拿起外套就匆匆离开包间。门被关上，包间里只剩下童瑶和陈默2人，空气有些凝滞。童瑶脑海里刚闪过自己也该离开的念头，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莫名的想法，似乎在这里也挺好，毕竟对面坐着的可是陈默。他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连忙端起水杯猛灌了几口这顿饭。他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水，却总觉得口干舌燥。陈老哥走了，我们倒是可以聊得更自在一些。陈默的声音响起，他稍稍放松了一下坐姿，目光含笑。童小姐，不瞒你说，我最近注意到童家的发展势头十分不错，特别是童小姐负责的生态园项目运作得很漂亮。童瑶有些意外，心里涌起一股被认可的欣喜。陈总过奖，我们童家和你们陈家相比不值一提。哎，话不能这么说，在我看来，陈家太古板，正缺少童家这样的冲劲。如果我们2家能合作，那江州……他的语气严肃了几分。还有安家什么合作？童瑶下意識想要拒绝，可他脑海又是一阵恍惚，他做不出拒绝眼前男人的事情。陈默举起酒杯，目光有些灼热。童小姐，好啊。童瑶下意识举起酒杯，点了点头。他如今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陈默说的都是对的。2人隔空对饮一杯，喝完，陈默站起身，直接来到童瑶的身边坐了下来。童小姐，我看你脸色有点红，是不是喝醉了？没事。童瑶摇了摇头，可脑袋一晃，感觉更晕了。我在楼上有个房间，我扶你先上去休息一下吧，喝点茶缓一缓，等陈老哥回来。陈默起身轻轻靠近，想要扶起童瑶。童瑶一个机灵，残存的理智让他下意识摇头，不用了，我该回家了。话刚说完，他的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失落感，仿佛自己错过了一件人生大事。陈默笑了笑，继续开口，别逞强。童小姐，你看都坐不稳了，我一会有个视频会议要开，我把你送过去就走，这样总行了吧？童瑶晕乎乎的脑袋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看着他关切的眼神，他彻底失去了防备。那麻烦陈总了。说着，他强撑着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包，主动走了出去。陈默站在他身后，看着童瑶凹凸有致的身材，嘴角扬起，不麻烦，应该的。另一边，安澜突然来了一个视频会议，他坐在沙发上，直接开始了办公铃。玄大快朵颐玩，有些无聊，走出了包间。刚一出门，就看到走廊尽头一前一后的2个人，前面脚步虚浮的是童瑶，而他的身后居然不是陈闯，而是一个做梦都没想到的人陈默。他的脑海里像是有一道闪电划过，他瞬间想起王家大少爷王坤宏在厕所外的那通电话。陈总，一切就绪，人已经昏迷，药效看来发作了，我马上带他去房间。陈总，林玄一直下意识认为是陈闯，可在看到陈默的那一瞬间，他反应了过来，以王坤宏的身份，怎么会对陈闯那种货色语气忌惮和讨好？是陈默，江州陈家的陈默，地位实力全都足以让王家忌惮，而他针对自己怕，就是因为自己是安澜的男朋友，阻挡了他追求安澜。通了，一切都通了。林玄眼神冰冷，悄无声息地跟了过去，路过陈默他们的包间，林玄往里看了一眼3副餐具，而现在空无一人。陈闯呢？他没想明白，但直觉让他觉得自己不能错过这件事。那边童瑶和陈默已然走上电梯，林玄并没有直接跟上，而是转身来到前台。前台经理认得林玄是和安澜一起来的客人，态度十分恭敬。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开一个房间，安总需要。对了，刚才安总看到陈默陈总也在这里吃饭，他一会要去拜访一下，让我问一下陈总的房间号。林玄心里虽然着急，但说起话来还是十分正常。明白，陈总在1818房间，安总的房间1816，请拿好。先生，前台经理没怎么犹豫，递过来一张房卡，他并未多想，因为安总和陈总都是这里的常客。好的，谢谢。林玄接过房卡，快步走进电梯。电梯上升途中，林玄拿出手机给赵雪莉打了个电话。赵姐，给我一下童瑶的手机号码。好，现在发给你。电话那边，赵雪莉听出林玄语气有些严肃，没有多问一句，直接快速发了过来，回头给你解释。1818房间内，童小姐，你先在这休息一下。陈默跟着童瑶走进房间，让她坐在沙发上，语气十分温柔，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绅士距离。谢谢陈总。童瑶点点头，扶着脑袋坐了下来。陈默转过身走向吧台，背对着童瑶，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透明的小袋子，里面是少许的无色粉末。他将粉末倒入玻璃杯，然后倒进水，轻轻摇晃粉末，遇水融化，毫无痕迹。他端着水杯走回沙发，笑着递了过去，喝点热水会舒服些。童瑶接过，咕嘟咕嘟全都灌了下去，温热的水划过喉咙，可以稍缓。沉默看着空杯，眼中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开口：“童小姐稍坐，我去打个电话。”说完，他径直走进卫生间，反手关上了门。门内沉默脸上的温文尔雅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阴狠笑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蓝色药丸，直接吞了下去。面对镜子里那张斯文俊朗的脸，他慢慢的解开自己的衬衫，嘴角勾起一抹笑容：“陈闯啊陈闯，为了攀上我陈家，你居然连自己老婆都能送到我床上，真是条好狗。放心，等老子玩够了，自然会给你点骨头啃啃。”哈哈哈！他打开花洒，开始冲洗，耐心等待药效发作，既是自己的身上的药效，也是外面的药效。桃花咒加春药，今天童瑶绝对跑不出自己的手掌心。房间外，走廊，林璇走出电梯，快步来到1818房间前。房门紧闭，虽然这里的隔音不错，但林璇如今五感早已异于常人。他仔细听了一下，隐约听到里面传来水流声，在洗澡。他眼神一冷，立刻拿出手机给童瑶打过去电话。嘟嘟嘟，电话持续了10几秒，隐约间他能听到房间深处传来手机铃声。就在林璇以为童瑶已经失去意识，准备强行破门而入的时候，电话被接通。喂，哪位？童瑶含糊不清的轻声传出，有着明显的迷离感，仿佛刚从睡眠中醒来一般。我，林璇。童瑶，你能听到吗？你现在还清醒吗？林璇快速开口，电话那边陷入了沉默，只有略显粗重的呼吸声。过了好几秒，童瑶断断续续的声音才再次响起：“林璇，我在哪？我好热，头好晕。”童瑶，集中精神听我说。林璇压低声音，语速极快：“你是不是觉得异常口渴？是不是面对那个沉默产生了无法自控的好感？”你怎么知道？童瑶下意识的呢喃：“桃花咒，这就是桃花咒，我和你说过的。”林璇的声音带着一股穿透力，试图让他清醒过来。桃花咒。童瑶声音有了些力气：“下咒的是陈闯，他是一个畜生，他把你当做了礼物和工具，用来巴结陈默，攀附陈家，他就是为了把你送到陈默的床上。童瑶，醒醒！”最后一句话，林璇几乎是吼了出来。轰！童瑶感觉一道惊雷在脑海中炸开。不可能！他下意识的开口，声音颤抖，可无数的细节开始涌上心头。莫名的饭局，陈闯的异样，自己止不住的口渴，和面对陈默时异样的感觉，仅仅一面之缘。自己居然跟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了酒店房间，还对他毫无防备，这怎么可能是他童瑶能做出的事情？我有清醒一些吗？我该怎么做？童瑶感觉大脑清明了一些，但逻辑还是有些混乱。离开房间，我在门外，拿好你的东西，现在出来。林璇开口。门外，童瑶没有任何犹豫，几乎是凭借本能，踉跄着抓起沙发上的包，走向房门。他不敢看卫生间一眼，颤抖着拧开门锁，拉开房门。外面，林璇正握着手机，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看到童瑶出现，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一把将其拉出房间，反手关上了房门。怎么会在这里？童瑶感觉如获新生，看到林璇，不知为何，他心里涌起一股安全感。在这吃饭，凑巧碰到，走，我给你解咒。林璇伸手在他额头上轻轻一探，额头滚烫，桃花咒的力量正在不断扩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股莫名的东西在不断影响着童瑶。他给你下药了，需要尽快。说着，他拉起童瑶的手腕，刷开了1816的房间。童瑶此刻没有任何犹豫，任由他拉着走进了房间，坐到床边，头发竖起来。林璇把他扶到床边，说着去给他倒了一杯温水，递给童瑶之后，林璇脱鞋来到床上，双手掌心贴到他的太阳穴，闭上眼睛。林璇凝神静气，体内真元开始缓缓涌动，化作一丝丝清凉的能量流入童瑶体内。童瑶浑身一颤，一股温暖的气流从太阳穴不断扩散，如同久旱逢甘霖，让他混乱的脑袋慢慢恢复理智。然而意识越清晰，他的身体就越颤抖。可这一次并不是因为林璇，而是他脑海中涌现出今晚所有荒唐的事情。畜生，陈闯，你这个畜生！极致的愤怒不断爆发，童瑶死死地咬住嘴唇，泪水却不断流出。林璇能感觉到他剧烈的情绪波动，沉声喝道：“不要乱想，闭上眼睛。”童瑶下意识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住怒火，闭上眼睛。他能感受到自己体内有一股阴冷的气体在被一股暖流包裹，流遍全身，最后不断透过全身的毛孔散出。这个过程并不舒服，仿佛有无数根毛发在刺挠自己的全身。他握紧拳头，死死忍住。10分钟后，林璇双手一松，重重的后倒在了床上。他的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这一次解咒远比之前为虎哥驱毒要费力得多。这桃花咒已经彻底融入童瑶体内，根深蒂固，而且加上此刻正是爆发阶段，他必须将真元操控细致，一点点将这咒力剥夺驱散，再加上自己还要分心压制体内的本源邪火，整个过程让林璇苦不堪言。童瑶静静地坐在床边，身体微微颤抖，整个房间里一片寂静。几分钟后，林璇缓过来一点力气，他刚要开口劝说几句，童瑶突然动了，他猛地转过身，直接扑到了林璇的身上。不是，童小姐。林璇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用双手挡住他的身体。你冷静点，你体内的药我已经给你一同驱散，你清醒一点。可下一秒，他注意到童瑶的眼神并未迷离，反而冷静的可怕着。我很清醒，林璇，我要报复陈闯。童瑶的声音十分平静，但却透着丝丝寒意。他撑起身体，直接跨坐在林璇的腰腹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然后他抬手
将凌乱的长发扎在脑后，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接着，他双手抓住身上的衣服，向上撩起衣服，褪去长期锻炼下童瑶的身材线条十分完美，没有一丝赘肉，小腹紧实光滑。而且最为厉害的是她的饱满弧度简直惊人，绝对对得起她的这个姓童林。玄这下终于明白他的想法，他要报复童瑶。你这么做不是在报复陈闯，你只是在伤害和作践你自己。你报复他的办法有很多，不需要用这种。林玄摇头，叹了一口气，劝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是说你不敢，或者不行？童瑶打断他，俯下身，双手撑在林玄的头两侧，两人的脸近在咫尺。他的语气中带着疯狂和挑衅，林玄感觉又好笑又好气，这女人怎么一如既往的虎呢？就在他刚要重新开口劝阻他的时候，童瑶却不给他机会。与此同时，1818房间内，陈默披着柔软的浴袍，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嘴里还哼着小曲，从卫生间内走了出来。药力已经开始发作，陈默感觉自己的身体燥热，血液奔流，他脸上满是笑容。接下来的画面他早已预想到，童瑶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正难耐地等着他的到来，说不定在看到他的一瞬间会直接扑上来。想到他那堪称极品的身段，陈默就感觉更加燥热。这种级别的猎物他很久没遇到过了。然后当他目光扫视一圈，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不是人呢，童小姐。他试探着叫了一声，无人回应，又找了一圈，陈默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真的不见了，跑了？怎么可能？桃花咒加上药，他应该连站都站不稳，怎么可能跑掉？一股愤怒涌上心头，他正要转身去找手机，准备打给陈闯这个废物质问，可就在这个时候，咚咚咚，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起。陈默动作一顿回来了，他快步走到门前，一把拉开房门，可门外站着的却不是他预想中的童瑶，而是一个看起来20多岁的年轻女孩。她穿着一身连衣裙，画着清秀的妆造，皮肤白皙，虽然没有童瑶那惹火的身材和极高的颜值，但胜在青春靓丽。她此刻正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放在一起。看到开门是一个只穿浴袍的英俊男人，他的脸有些红了起来，下意识后退半步，小声说道：请问是陈默陈总吗？本就无处发泄的陈默看到这清纯的小白兔，差点忍不住直接把人拽进来，但他强忍住冲动，挤出一个笑容：我是姑娘，你找我？女孩更加紧张，她举起一个礼品袋，手指微微发抖：是陈闯经理让我送过来的，他说把这个交给您。陈默接过袋子，往里一看，赫然是一盒未拆封的安全套，还有一小瓶润滑剂。这什么意思？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但在药力的催动下，他再也忍不住，一把抓起女孩的手腕，将她拉进了房间。女孩惊呼一声，房门砰地被关上。陈默反手将女孩按在门旁的墙壁上，他俯身轻轻靠近，灼热的呼吸轻吐在女孩的耳畔：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晴。1817房间刚好在16和18房间的中间。陈闯烦躁地解开领带，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根本没离开酒店，因为要确保今晚的事情万无一失，这关系到他能否翻身。烟灰缸内已经堆积了10几个烟头，他走到镜子前，看着发福油腻的自己，自嘲地笑了笑。谁能想到自己当年也是学校有名的帅哥，长相清秀，成绩优异，可出身普通的他知道自己想要跨越阶层，不只是靠这些童谣。他花了整整4年，用尽心思，才终于打动了和这个大小姐。他以为攀上童家，自己就能平步青云，可没想到童家的人自始至终都没一个人瞧得起他。结婚多年，他甚至没有被允许在童家老宅过一次夜。童家给他的帮助，在他眼中更像是施舍。你们等着，等来搭上陈家的线，把你们童家整到手，到时候你们都要跪下来求我。在他心里，童瑶从来都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个有价值的垫脚石罢了。恍惚间，他听到隔壁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陈闯动作一顿，认真听去，声音好像是从左侧1816房间传来，是个女人的声音。怎么有点像童瑶？他立刻摇了摇头，不可能。此时童瑶应该在右侧陈默的房间内。陈闯听了一会，这声音混合着一股哭腔，听得他心头莫名燥热起来。小点声，他捶了捶墙面，喊了一句，可那声音更大了一些。陈闯冷哼一声，没再去管。没一会，右侧的声音也隐约传来一些动静，但是声音并不大，听不太清得手了。陈闯脸上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童家，哈哈哈。陈闯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将童家所有人踩在脚下的那一天。在双重压力下，陈闯烦躁地拿起手机，找到苏晴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无人接听。他又连续打了几个，依旧如此。妈的贱人，又死哪去了？陈闯将手机狠狠地摔在床铺上，他此刻燥火焚身，但又无处发泄，只能忍受着左右2个房间隐约传来的声音。时间1分1秒过去，右侧房间的声音渐渐平息下来。陈闯松了一口气，看来陈默那边结束了事情，总算是成了。可是让他无语的是，左边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而且和右边那断断续续的不一样。左边一直激烈无比，陈闯听的是目瞪口呆，甚至有一股强烈的嫉妒和羡慕。这尼玛，这么久，是人还是驴？有完没完了？他低声咒骂起来。过了一会，他拿出手机给童瑶发了一条消息：瑶瑶，公司临时有紧急事情，要通宵加班，今晚我就不回去了，你记得早点回家，好好休息。无人回复，陈闯也不在意。可没一会，
左边的声音竟然更加高亢了一些。C， 陈闯彻底没了脾气，他瘫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可并没什么用。前后整整2个多小时，左侧的声音终于降了下去，终于结束了。妈的，这要是我该多好！陈闯羡慕的嘀咕。1816房间，童瑶疲惫不堪，林璇却精神奕奕。他打开了手机，给安澜发过去了消息，说自己刚才有点事先走了。很快安澜回复知道了。一旁传来一声冷哼，童瑶侧过头看向他，吗？除了赵姐，外面还有别的女人要报备？林先生真是日理万机。林璇无奈地放下手机，转头看向他，童大小姐，你说这话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而且他真是服了这个女人，怎么虎了吧唧的，非要一直在上。童瑶被他噎了一下，扭过头去，不再多说。虽然只是报复陈闯，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从不喜欢服输的他，简直要压人一头。这也导致他现在完全丧失行动能力。不是雪莉姐那个小身子骨是怎么受得了他的？想着，他脸上的红晕又加重了几分。休息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恢复了一些力气。可转头一看，林璇早就精神抖擞地玩起了手机。想起自己最后求饶的时候，他冷哼了一下，今天的事不准说出去，否则我饶不了你。童瑶坐起身，缓缓地穿起了衣服。他的动作很慢，因为确实没了力气。好的，童大小姐。林璇无奈开口。几分钟后，童瑶穿戴整齐，走下床，他脚步虚浮地离开了房间。林璇看到他离开，摇了摇头，然后他便开始盘膝打坐起来。他有些诧异，每次在极限的状态下进行双修，似乎总能够让体内真元更加精纯壮大。上一次为陈虎驱毒的夜晚和赵雪莉那次，还有今夜都是如此。他收敛心神，引导着体内真元不断按照功法缓缓运转周天，每循环1个周天，他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体内真元壮大1分，而且自己的本源邪火也会滋滋不断地反哺。这一打坐便是整整1夜。第2天清晨，林璇睁开眼睛时，外面已经蒙蒙亮了。他感觉自己神清气爽，耳聪目明，甚至他感觉自己再一次触碰到了那隐隐的瓶颈感。莫非我真是百年一遇的修炼奇才？林璇笑着自言自语。他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身体发出一道道清脆的声音，原地弹跳了一下。他居然轻而易举地摸到了房间的天花板，这要是去参加运动会，得被人举报了吧？说着，林璇简单洗漱了一下，然后离开了房间。路过1818时，他脚步停下，凝神感知了一下里面空无一人，他眼睛微冷，离开了这里。现在还不是和陈默正面冲突的时候，他对对方了解的太少，但即便如此，他也知道江州陈家100年大家族能量深不可测，年轻一代中的大少爷，自己要对付他，还是要摸清一下他们的底细。安澜、苏玉柔、赵雪莉、童瑶都可以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不对，自己怎么认识的人都是一个个姐姐们？坏了，真成渣男了。离开万隆酒店，林璇拦了一辆出租车，直接返回滨江华府别墅里。很安静，赵雪莉似乎不在家，林璇也没在意，换了身运动服，径直走进了地下1层的健身房内。他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澎湃的力量，急需要宣泄。跑步、引体向上、负重深蹲、杠铃卧推铃、旋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之前一个都市亚健康，如今变成了体能怪物。1个多小时后，赵雪莉回到了别墅。她刚走进客厅，隐约听到地下室传来器械的声响。她疑惑地走下楼梯，推开健身房虚掩的房门，映入眼帘的是背对着她的林璇，正在深蹲训练。林璇早就热得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在灯光下，她的肌肉线条十分明显，不是那种疯狂隆起的肌肉，而是匀称健康的美感。赵雪莉看得有些呆了，脸颊都微微发烫，怎么回事？好像身材又好了。林璇察觉到有人，他做完一组，转过身来，看到是赵雪莉，笑着停下，他用毛巾擦了把汗，道姐回来了。赵雪莉看着他那散着热气的身体，心跳不自觉的又快了几分。刚从瑶瑶那回来，他的事我都听说了。赵雪莉拿过毛巾给他认真的擦了擦汗，都说了。林璇一愣，这姐虎了吧唧，还真有可能什么都能。陈闯这个畜生居然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瑶瑶已经联系了律师，准备这2天提出离婚，而且正在收集证据，一定让他身败名裂，净身出户。说到这，赵雪莉握紧小拳头，气得咬牙切齿。她们闺蜜这么多年，她就一直看不上陈闯，总觉得这个人心思沉，但架不住童瑶就认准了他这下道好，彻底暴露了自己。林璇点了点头，是该离。这种人心里已经彻底扭曲了。下一刻，他忽然伸手一把将他横抱了起来。啊！赵雪莉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脖子。干嘛？快放我下来！林璇抱着他走到一旁的器械旁，笑着将他放了上去，但双臂依然撑在他的两侧，将他困在自己身前。好，你别闹，大白天的。赵雪莉的脸瞬间红透，轻轻推着林璇，这不是2晚没见到赵姐，心里想得慌。林璇低头看着她娇嫩的小脸，低头吻了上去。赵雪莉起初还象征性的挣扎了2下，但很快就软化了下来，手臂环上他的脖颈，热烈的回应着。健身房内的温度都开始升高。半个多小时后，童瑶来到别墅门口，他手里拎着一个大包，熟练的拿出钥匙打开房门。雪莉姐，他走进客厅，喊了一声，没人回答，他正疑惑着，忽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从地下室方向传来。童瑶顺着声音走了下去，越靠近
那声音越清晰，听到那浓重的喘息声，夹杂着器械轻微摇晃的动静，童瑶一瞬间就反应了过来。雪莉姐，不对，林璇此时应该还在酒店呢吧？难道是又换人了？而且这动静也太……他脑海中下意识浮现出昨晚的某些画面，尴尬的立刻停住脚步，转身回到1楼。都说女人30如狼，40如虎，想不到雪莉姐也是如此。童瑶大咧咧坐在沙发上，小声嘀咕，她一边听着楼下隐约传来的声音，一边有些不自在。昨晚的画面不自觉地涌入她的脑海中，最后她索性拿出耳机戴了上去，等着，疲惫感来袭，她竟迷迷糊糊地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她被一阵脚步声吵醒，童瑶迷糊地睁开眼，坐起身，朝着声音来源方向看去。这一看，她瞬间清醒，只见林璇光着上身走了出来，她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怀里抱着衣衫凌乱、满脸红晕的赵雪莉。赵雪莉整个人软绵绵地靠在她的怀中，头发微湿，脸颊绯红啊，摇。赵雪莉没想到客厅有人，下意识低呼一声，羞得直接把脸埋在林璇的胸膛，不敢见人。童瑶也震惊了，但她震惊的不是二人大白天的亲热，而是那个男人居然真的是林璇。他不是昨晚才在酒店和自己折腾到后半夜吗？这才隔了多久？而且这至少又1-2个小时吧。他的身体是铁打的吗？还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的脸也下意识的红了。快，先回屋。赵雪莉拍了拍林璇的胸膛，小声开口。林璇点点头，直接把他抱回了卧室，然后自己走了出来。你怎么在这？林璇挑了挑眉毛，问到我闺蜜家，就是我家，我还想问你呢。你先去穿衣服。童瑶看着光着膀子的他，总感觉脑子有些不干净，又不是没看过。林璇瞪了他一眼，转身上楼。流氓就知道欺负雪莉姐。童瑶呸了他一口，赶忙跑进赵雪莉的卧室里面。赵雪莉撑着疲惫的身姿换着衣服。雪莉姐。童瑶跳进来，大咧咧的喊道：死丫头，你！赵雪莉被吓了一跳，瞪了他一眼。雪莉姐，坏哟，大白天的就……童瑶伸手摸了摸赵雪莉的屁股，贱兮兮的开口：哎呀，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赵雪莉轻轻拍了他一下，快速换好衣服。嘿嘿，我们雪莉姐也终于是有人滋润了，看看这小脸蛋，最近可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娇滴滴的样子，说18没人不信啊。别瞎说。对了，你这是……我先来住几天，我不想再看到陈闯的各畜生。哎，看开点吧。赵雪莉叹了口气，摸了摸童瑶的头，一脸关心。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开了，以后我就和雪莉姐一起过。童瑶点了点头，乖巧的晃了晃脑袋。中午，赵雪莉简单做了几道家常菜，桌上的氛围有些微妙。童瑶一边吃饭，一边眼睛来回在林璇和赵雪莉身上乱转。赵雪莉则是脸颊微红，只顾着给2个人夹菜吃饭完。二人换了身利落的礼服，拎着包碗着手就出门而去。看着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林璇知道肯定是和陈闯的事有关，目送他们离去。林璇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坐在书桌前，摊开纸笔，看着空白的 A4 纸，眉头紧皱，检讨这玩意到底该怎么写。还是个人生活方面，他宁愿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一整天，也不想在这里憋这种奇怪的东西，抓耳挠腮的半个多小时。纸上除了检讨书3个字，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最后他烦躁的把笔一扔，躺在了床上。算了，晚上再说。晚上赵雪莉发来消息，二人要忙到很晚。林璇确定他们没什么问题，也就不再多问。至于检讨书，再说吧。周一林璇准时来到公司，刚在工位坐下，还没来得及打开电脑，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是王俊杰来发的消息，一连7、8条。林哥，出大事了，今天大瓜陈闯那个狗东西好像被搞了，而且听说可能要被辞退。小道消息，他和家里闹出大事，今天都没来上班。看着这消息，林璇十分淡定，他怕是最早知道这消息的人了。还有更炸裂的是，你知道让谁暂代部门经理一职吗？你绝对想不到，代部门经理爱谁，自己又不在乎。林璇刚要甩开手机，下一条消息又跳了出来，是你前女友苏晴。我的天，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给我小脑都整萎缩了，这是什么走向？你前女友不是被陈闯，怎么现在他上位了？现在第3市场部都炸锅了。看着一条条的消息疯狂弹出，林璇愣了一下。苏晴，他进公司才几天，连试用期都没过吧？就算是陈闯倒了，8辈子也轮不到他啊！傻子都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林璇正想着，苏玉揉脚踩着高跟鞋走进了办公室。她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套裙，妆容精致，一双黑色的丝袜将腿部线条完美勾勒。林璇起身跟进了她的办公室。苏姐，有个事。林璇关上了门，直接开口：第3市场部苏晴暂代部门经理。苏玉揉开电脑的手停了一下。苏晴？哪个苏晴？就之前你前女友。苏晴突然记起来，她脸上也露出了明显的意外。她不是刚入职吗？谁定的？说着，她直接拿起内部电话给人力部门打了过去，询问了几句之后，她脸色有些意外，挂断电话。苏玉柔看向林璇，这事是董事会那边直接任命，特批流程。董事会肯定是上面有人打招呼了，我估计安总也是刚知道不久。你前女友有什么背景？苏玉柔也有些惊讶。林璇摇了摇头，背景应该没有，不然他也不至于找陈闯那种猪头。这事你先等等，我回头会调查一下。正好，你去通知一下大家，
10分钟后开晨会，第一市场部全部参加。苏玉柔摆了摆手，没有太在意这种小事。好，林璇点头，转身出去走到公共区域。林璇提高声音：“各位，10分钟后会议室开晨会，苏经理有重要事情通知，大家准备一下。”同事们纷纷应声，开始拿本拿笔往会议室走去。一个30多岁的男人走了过来：“王浩，第一市场部老资历，小林啊，年轻人敢闯敢拼是好事，不过也得脚踏实地，走正道。你说是不？”他声音不大，但是周围的几个人同时都能听到这话，看似劝导，实际就是暗讽林璇一大早就来舔领导。林璇面色不变，只是淡淡笑了笑：“王哥说的对，受教了。”王浩笑了笑，很满意他的态度，又转头拍了拍手：“好了好了，大家动起来，准备开会，别让苏经理等。”10分钟后，第一市场部所有人齐聚会议室，苏玉柔坐在主位，脸色严肃，他没有任何寒暄，直接进入主题：“各位，长话短说，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和同氏集团以及同家的几个重要合作伙伴，许多跟进中未落地的项目都出现了点问题。”他停了停，目光扫过全场：“我们的任务是不能让这些项目黄了。目前一共是7个项目，同时都表露出了暂停的意向。高层关系公司会去疏通，但具体项目维护和挽回需要我们立刻跟上。”会议室里响起低声的讨论，有人显然也得到了第3市场部的消息，都在纷纷讨论着陈闯。童家王浩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口：“苏经理，我记得童家相关业务都是第3市场部负责对接吧？怎么？”他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苏玉柔摇了摇头，打断他：“领导安排我们第一市场部接手，就说明这是非常棘手。至于其余部门的情况，不在本次讨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问题。”他环视一圈，见众人没有再说话，点了点头：“好了，时间紧迫，直接分配任务。”坐在最角落的林璇看到如此雷厉风行的苏玉柔，心中一惊。他此刻和平日里的妩媚慵懒判若两人，不过也是能是王牌部门的负责人，怎么可能没2把刷子？苏玉柔快速翻动手中文件夹，前6个项目规模较小，我直接分配负责人。他语速很快，条理清晰，直接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和关系网，迅速将6个项目指派了下去。被点的道人立刻点头，没有任何拖沓。最后一个，苏玉柔合上文件夹，眼神郑重，和童家合作的最大项目生态园项目，初步估值4个亿，而且是由童家如今的大小姐童瑶亲自主抓，这是最难啃的骨头。他环顾一圈，这个项目谁愿意主动对接？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别的项目都还好，那都是童家旁支或者不太重要的人负责，大家公关一下还能有戏。可这个项目人家童瑶亲手抓陈闯，刚传出和人家出了事，这种节点谁去对接就是等于碰钉子，甚至背黑锅。成功虽说必然是大功一件，但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有人都低着头不再出声，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出头。林璇看着情形，想了想，如果是童瑶能解决的话，自己刚帮了他一个大忙，找他说一下项目的事也不是不行，至少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苏玉柔没有强行点名，因为他其实心里也没谱，这件事涉及童瑶，本就不是他们如今能解决的了。他刚想开口让大家散会，只见角落里有人举起了手：“苏经理，这个项目我可以试试。”刷所有人的目光齐齐地聚焦在林璇的身上，有人震惊，有人不解，还有人目光有些不屑。王浩甚至直接笑出了声。他摇了摇头，看向苏玉柔：“苏经理，小林年轻气盛，有冲劲是好事，但这4个亿的项目关系到公司重大战略，已经不是只靠冲劲能解决的了。一次偶然的收获，并不代表一直会成功，我觉得慎重考虑。”他语气中毫不掩饰自己的嘲笑。他身边的一个人也点了点头：“董家和我们安氏集团关系密切。”确实。王浩叹了口气，接过话茬：“算了，苏经理，童家那边我认识一位管事的副总，关系还不错，这个项目让我来牵头试一下吧，把握总归大一些。”林璇看了王浩一眼，耸了耸肩，没再说话。他主动请缨，只是为了公司好，既然有人能解决问题，他乐得清闲。毕竟童瑶那个姑娘实在是太虎，自己见了也有点心里打怵。可这在王浩的眼里，反而是林璇怂了的表现。他摇头笑了笑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苏玉柔看了看林璇，又看了看王浩，直接拍了板：“不用争了，这个项目的跟进由你们各自对接，同步推进。记住，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重新拿回项目。”说完，他率先拿起文件，快步离开了会议室。会议室内，大家面面相觑，王浩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他看向林璇：“小林，既然苏经理这么安排了，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吧。年轻人多锻炼锻炼也好，不过可别给我拖后腿。”林璇迎着他的目光笑了笑：“谢谢王哥提醒，我会注意的。”王浩冷哼一声，刚要离开，不过只听林璇继续开口：“有的时候论资排辈可解决不了问题。”“你什么意思？”王浩猛地转身瞪向林璇，这小子居然还敢顶嘴。“没什么意思，就是祝王哥马到成功，拿下项目。当然呐，可别被马失前蹄，老脸没地方搁。”你说完，林璇直接离开了会议室。众人一阵唏嘘，不是哥们这么勇吗？林璇刚走出会议室，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是一条银行短信：“某某银行名尾号9527的账户于今日完成转账交易，金额加5700000，余额为5709772.23元。”林璇的手微微一抖，差点没拿稳手机。570万，
王家500万的赔偿款和之前赵雪莉项目的70万提成，竟然就这么在周一一大早干脆利落的全部到账。他知道公司效率高，可没想到这么快啊！周六他还在为2000块钱的押金肉疼渴，现在他握紧了拳头，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里那股恍惚感。与此同时，滨江华府童瑶别墅前，陈闯头发凌乱，眼袋肿胀，他正声嘶力竭地喊着：“瑶瑶，瑶瑶，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我们谈谈，有什么误会我们可以说清楚啊！”瑶瑶，别墅内毫无动静，他想闯进去，可是有人挡在他的面前，又来那个身材魁梧、面无表情的保镖，以及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年男人。这个人陈闯认识，他是童家的私人律师。律师等陈闯喊完，他推了推眼睛，语气十分平静：“陈先生，请你冷静，童小姐现在不想见你，也不会见你。关于所有离婚及财产分割的事情，将由我全权代理。如果你有任何诉求，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律师没说完，陈闯直接骂了回去。律师顿了顿，也不着急，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陈先生，如果你愿意净身出户，那么后续繁琐的法律流程都可以避免，对彼此都好。当然，即便你不愿意，我们也会净身出户。”我敬你妈！陈闯双眼通红，唾沫星子全都喷在了律师脸上。老子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想把我一脚踢开？做梦！我不离婚，滚开！我要见童瑶！说着，他猛地向前冲去，想要从2个保镖中间挤过去。然而他那被酒色掏空的身子毫无威胁，2个保镖站在原地一动没动，他自己就直接被震得踉跄后退，一个没站稳，一屁股蹲在地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你们敢动手？陈闯坐在地上，指着保镖和律师，气得浑身发抖。律师面不改色：“陈先生，请你立刻离开，不要在我的当事人私人住宅前闹事，否则我们将通知物业保安，并保留报警的权利。”好好好，你们给我等着！陈闯挣扎着爬了起来，脸色铁青。他掏出手机，找到陈默的电话，拨了过去。嘟嘟，1次、2次、3次，全是无人接听。陈闯的心一点点的沉了下去，他颤抖着手打开微信，找到陈默的界面，飞快打字：“陈少，是我。陈闯，童瑶那边出了点问题。”消息发送，可是屏幕上瞬间弹出一个刺眼的红色感叹号：“被拉黑了。”不对！陈闯整个人僵在原地，手机从手中滑落，啪的一下摔在地上，屏幕碎裂。陈默，你他妈敢耍我！他猛地抬头，额头上青筋暴起：“王八蛋，畜生！你利用完我就扔！”一旁的律师看他失控的模样，叹了口气，再次开口：“陈先生，请你冷静，现在请先离开这里，否则我去你妈的！”陈闯彻底失去了理智，一股巨大的恐慌感涌来，他怪叫一声，抡起拳头就朝着律师那张脸砸了过去。律师只是从容地后退了一步，他身边的2个保镖动了一左一右，像铁钳一样扣住了陈闯的手臂：“放开我！”陈闯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整个人被轻易地架起来，他就像是一头拼命挣扎的飞猪，在半空不断折腾：“放开我！你们这些狗腿子！童瑶，你不得好死！你他妈和陈默睡完就想甩我了？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贱人！你们童家都是贱人！我要把你们俩的事都抖出去，让你们身败名裂！”陈闯双脚乱蹬，涕泪横流，简直像是疯了。然而他的叫骂和威胁丝毫改变不了他，如垃圾一般被扔出小区不远处。一辆黑色的轿车内，童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透过车窗看着那个曾经同床共枕的男人，此刻像是疯狗一般在小区门口咆哮，狂吠莫生，丑陋令他恶心。他为什么之前从未发现过？瑶瑶，别看了，为这种人气坏身子不值得。赵雪莉握住他冰凉的手，心疼的安慰。童瑶深吸了好几口气，才慢慢平复下来。他红着眼眶看向赵雪莉，努力挤出一个笑容：“雪莉姐，我没事，我只是觉得庆幸，幸好我看清了他。现在想想，过去的几年我简直是个傻子。”他的手里是一摞资料，里面是陈闯勾搭不同女人，偷偷利用童家的名号在外面赚钱的各种资料。这一切他从未发现。噩梦醒了就该翻篇了。雪莉姐，走，陪我喝酒去吧，庆祝我脱离苦海。好，今天陪你不醉不归。赵雪莉点了点头，心里却更加心疼安氏集团。第一市场部办公室，林璇已经平复了心情，正专注地看着电脑上关于生态园项目的资料。这个项目十分庞大，而且涉及许多板块，由童瑶亲自牵头，看出童家的重视。正看着，突然身后传来王浩刻意的咳嗽声。只见王浩站起身，拿着手机走到了过道上比较显眼的位置，他的脸上堆起了笑容。哎，刘总您好啊，我是小王。对，安氏集团第一市场部的小王。哎呦，您可别这么说，在您面前我永远都是小王。对，这不是好久没向您汇报工作了，这不心里惦记着呢。您今晚有空啊？太好了，我知道一家新开的私房菜非常不错，咱坐。好，那就说定了，6点钟我准时到您楼下。哎，好嘞，刘总再见。他声音洪亮，生怕办公室有人听不到，挂断电话。王浩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他对一旁的老同事笑道：“哎，瞧，同氏集团的副总，这就约上了。以前打过不少交道，老关系了。这人啊，有时间就得靠点老交情，论资排辈也是有道理的。”说着，他的眼神飘向林璇的方向，那老同事立刻心领神会。那是
王哥您出马，肯定手到擒来。有些人啊，就是太年轻，靠着一点歪门邪道，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王浩呵呵一笑，摆摆手，没事，年轻人总得多撞几次南墙，才知道回头的。没事，咱们部门从来都是靠实力、靠业绩说话。两个人的对话飘进林璇耳中，他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合着这家伙是故意演给自己看的。他懒得理会这种幼稚的把戏，总不能他一生气直接掏出手机给童瑶打过去，说一句：“喂，童小姐，有个项目你帮帮我呗。”真要是成了，那让王浩这种老人怎么活？晚上7点多，林璇忙完工作，从座位上离开，来到地下停车场。林璇靠在车前，给赵雪莉打去电话，响了好久，才被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嘈杂：“喂，哪位？”赵雪莉断断续续的声音传来，听声音，她似乎有些晕乎乎的：“赵姐，你在哪呢？”林璇愣了一下，他听到旁边似乎还有童瑶的声音：“呵，雪莉姐，狗男人都去死吧！哈哈，今天开心，全场我买单。小林啊，我俩在酒吧。”林璇一阵无语，这才7点，两个人怎么就喝大了？赵姐，哪个酒吧？都还没问出来，对面直接挂断了电话，重新拨打，没人接通。林璇感觉有些头大，他叹了口气，只能坐上车，一脚油门轰了出去。一路上，林璇一直不停地打着电话，童瑶、赵雪莉都不接他，甚至最后联系到了苏玉柔，要过来赵雪莉那边的秘书电话，但可惜秘书也不知道二人的行踪清源。酒吧晚上8点多，正式氛围逐渐热闹的时候，灯光交错，音乐节奏热烈，最里面角落的卡座里，赵雪莉和童瑶已经喝得眼神迷离，脸颊绯红，他们面前已经摆着2排空酒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童瑶用力地把杯子放在桌上，她的眼圈还在发红眼。不一定，我觉得林璇就挺好。赵雪莉托着腮，傻笑着反驳：“那是你傻，雪莉姐。”赵雪莉童瑶伸手戳了戳的额头，随即又抱住她的胳膊，脑袋靠上去：“陈闯那个王八蛋，不得好死！畜生陈闯，不得好死！瑶瑶不哭，以后我们姐妹一起过，对，姐妹俩过，男人都滚蛋！干杯，干杯！”两个人又醉醺醺的碰杯，他俩的声音不小，在酒吧里很快引来别人的注意。他们一个温婉动人，一个火爆倔强，两个人的颜值都是出奇的高，很快就有好几波人过来搭讪，可都还没等开场白说完，就被两人赶走。烦不烦啊？走开！一来二去，酒吧里都知道角落里坐着2个母老虎，虽然颜值超高，但架不住脾气不好。将近9点，酒吧门口一阵骚动，一个染着黄毛、穿着花哨衣服的年轻人，在一群小弟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力哥好，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显然这个黄毛是这里的常客，不少人都认识他。黄毛王小丽得意的不断点头，算是回应他。刚走到吧台准备点酒，一个年轻人凑了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手指了指角落的卡座。果真，王小丽顺着方向看去，即使距离很远，他也隐约看到了那边2道窈窕的身影。极品，还是2个。他舔了舔嘴唇，眼里冒光，看来今天没白来。力哥，就是2个人脾气不好，兄弟们去试过了，都碰了，一鼻子灰，凶得很。不过2个人长相没得说，和明星似的，就是不知道什么背景，管他什么来头，在老子地盘上是龙也得，怎么说来着？王小丽冷哼一声，也得盘着。对，走去看看。说着，王小丽在一群人的注视下晃晃悠悠地走向酒吧角落。走近一看，王小丽啧啧称奇，还真是极品，一个气质绝佳，另一个身材火爆，都是少见的美女。她的目光直接落在了童瑶身上，那微红的眼眶，极品的身材让她心里直冒邪火。卧槽，真他妈漂亮啊！她低声说了一句，搓了搓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花衬衫，抹了抹自己的黄毛。王小丽走上前去，露出一个自认为潇洒的笑容：“2位美女，喝着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小丽，是这个酒吧的常客。”这一片话还没说完，童瑶突然大喊了一声：“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就是没好东西。”赵雪莉也点着头，迷迷糊糊附和。王小丽脸上笑容一僵，但很快恢复，她上前2步：“2位姐姐，话可不能这么说，男人还是有好的，比如说我就知道心疼人，尤其是2位这样的美女。”说着，她就想坐下来，手还想往坐在外面的赵雪莉身上搭。童瑶虽然醉了，但防护意识很强，她直接抡起一个酒瓶打向王小丽的手：“滚！”她又喊了一句，王小丽当着这么多小弟和熟客的面，脸上彻底挂不住。2位，我王小丽在这一片也算得上1号人物，好心过来交个朋友，连这点面子都不给。然而赵雪莉和童瑶又凑到一起，开始互相嘀咕，完全将她当做了空气。王小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她心一横，从随身的挎包里直接掏出2沓纸币，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冷笑着说道：“你们一人陪我喝一杯，这2万块就是你们的了，怎么样？”他就不信，这样这2个人还能抵挡诱惑。2个人终于看了过来，他们茫然地看着那1沓钱，又看了看王小丽。童瑶突然站起来，从自己包里抽出一张卡，高高举起：“今天全场消费，我买单。”一时间，酒吧内欢呼一片。王小丽愣在原地，感觉自己脸上开始发烫，自己拿出2万块都得犹豫一下。这人一下全场买单，打底也得10几万。一看这2人就不是普通人，可这么多人在看着自己，一时间他左右为难起来。你们故意找事是吧？几秒钟后，
王小丽觉得还是面子重要，说着，她直接抡起一个酒瓶，砸碎在了地上。她身后的小弟们见状，全都涌了过来。赵雪莉被吓了一跳，酒醒了一点，看到眼前的这群人，她下意识往后缩了缩，童谣把赵雪莉往后一拉，挡在她前面，抄起一个酒瓶。你们谁敢动手？围观的群众们全都暗暗惊叹，这位姐可真是够猛的，面对这么多人丝毫不触牛。力哥，王小丽身后的一个小弟还真被童谣的气势吼住，小声问，还都是你的女人，怎么牛逼都让你装去了？这话听得王小丽一阵火大，行，让你装，哥几个清场。10几个小弟听闻开始疏散人群，没几分钟，原本热闹的酒吧只剩下了2方人，而且中途王小丽还打出去了一个电话，看这架势，她今天势必要找回面子。我们走吧。赵雪莉已经彻底醒酒，她胆子小，见到这场面，拉了拉林璇的胳膊，小声开口，不走不就是摇人，我也能。还没等林璇说话，童谣直接拿出电话也打了出去。林璇看的是一阵头大，这个姐喝醉之后更有一种彪悍的气势，没事有我。林璇只能安慰赵雪莉，来，小子有能耐出来试试，很牛逼是吧？我看你能打几个。王小丽活动了一下手腕，摆了摆手，几个小弟走了出来，你给他们认真道歉，今天这事就算了。林璇也开口了，笑话，我给他们道歉，妈的真能装啊，给我上。王小丽话音未落，一个小弟就冲了上去砰，可是不出1秒，他整个人倒飞了回来，在空中划出了一个完美的抛物线。那你们自找的。林璇不再犹豫，主动出击，他的速度奇快，面前几个小弟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眼前一黑，一拳挨上，都没感受到疼痛，直接昏过去。有一个小弟绕到林璇身后，直接抡起一个圆椅砸了过来，可林璇就像是身后长了眼睛一样，身形一侧就躲了过去。他快速捡起一旁的一个酒瓶，回头就是一扔，精准砸在那个人的头上，又倒一个。王小丽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看着一个个闷头倒地的小弟，他心头涌起一阵不安。1分钟后，第一批出来的5个小弟全部倒在地上，干净利落。林璇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向王小丽那边走去。你别过来，等会，我哥一会过来，你敢动我，他一定废了你。林璇没搭理他，眼睛扫视他身后的那几个小弟们，没有任何犹豫，几个人全都拔腿就跑，不管王小丽的死活，回，都给我回来！别，我哥真的很厉害，他是超人。林璇愣了一下，超人？怕了吧，他一会就来，你如果不信就等他过来。说话间，一道身影走了进来，来人身材高大，近1米9的个头，身穿一身黑色运动服，宽松的面料被他硬是撑得紧绷，不看也知道是一个肌肉怪物。他皮肤黝黑，五官竟真的和王小丽有5、6分相似，一个瘦得如猴子，一个壮得如牛，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最让林璇注意的是，他走进来的步伐十分沉稳不说，似乎还带着某种奇特的感觉。他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这个人不一般，高手。这是林璇的第一反应。王大力目光越过满地狼藉，看向王小丽，最后落在林璇身上，四目相对，2人都未说话。王小丽看到救星，连滚带爬扑到他身后，指着林璇，你终于来了，就是这小子，说要废了我，快收拾他。王大力没理会弟弟，他盯着看了林璇几秒，忽然动了，他迈开步子走到林璇对面，平静地伸出手。王大力，他的手掌宽厚，指节粗大，还满是老茧。林璇眼神不变，同样伸出手。林璇2只手在空中握住，2人都未松开手。王小丽距离最近，他清楚地注意自己的哥哥胳膊肌肉开始紧绷，2个人居然在角力。不是，林璇凭什么？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和他哥这样握手，而且看样子还真是僵持住了。他哥的一身怪力，他可是知道，随便便打碎硬石。卧槽，这小子居然是高手！林璇心中惊讶，对方的手掌如同铁钳，力量大得惊人，要不是他悄然运转一股真元凝聚掌心，自己这只手怕不是就废了。但他不知道，对面的王大力更是震惊无比。他自幼被一世外高人看中，深山中学武10几载，一生横练功夫，登堂入室，但论力量，他极少能遇到敌手。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丝毫不弱于自己，而且最让他心悸的是，他仿佛感受到了一股十分邪异的气息。呵！王大力低喝一声，手臂肌肉猛地发力。林璇眉头一挑，一股真元猛地催动下，一瞬间2人紧握的手同时松开，各自后退了半步。王大力摊开手掌，他的手心微微发红。王大力深深地看了林璇一眼，眼中满是凝重。他率先开口，林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我这不成器的弟弟做了出格的事情，我替他向你的朋友道歉。这话一出，王小丽傻眼了，哥，你跟他道什么歉啊？是他。闭嘴！王大力回头只一眼，就让王小丽不敢继续说话。林璇摇了摇头，第一，道歉的应该是他本人；第二，原不原谅不是我的事情，是我身后这2位女士的事情。王大力点头，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大手一抓，直接揪住了王小丽的后衣领，像是拎小鸡仔一样把她扔到了赵雪莉和童瑶面前，给2位女士认真道歉。王大力开口，王小丽的脸长得通红，可是在自己哥哥的目光下，她又不敢反抗，只能低着头含糊开口，对不起，大点声，没吃饭吗？王大力眉头一皱，声音陡然提升，他的声音中气十足，还带着一股莫名的气势。王小丽浑身一颤，猛地抬头，对不起，今晚是我不对，有眼无珠冒犯2位，
请原谅。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童瑶冷哼一声，转过头去，懒得搭理他。赵雪莉心肠软，看他这样子，犹豫了一下，开口：“没事了。”恰巧这个时候，酒吧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刹车声，然后就是纷乱的脚步传来，最后酒吧门被推开，走进来10几个人，个个身穿深色西装，体型精悍为首的一个人快步走到童瑶面前，微微躬身：“小姐，您没事吧？”正是童瑶刚打电话摇的人，这个场面彻底让王小丽呆愣住了。不是，自己今晚到底惹了哪一路神仙啊？现在他只庆幸自己的狗爪子没有动到人家一丝一毫，要不然他的腿肚子开始打颤。王大力看向林璇：“林先生，放过我弟弟，这次我欠你一个人情。”他表情严肃，知道今天这事万一闹大了，真可能保不住自己的弟弟。林璇看了看二人，犹豫了一会，走到了童瑶身边，他低头和童瑶身边说了几句，童瑶冷哼了一声，摆摆手，那群西装保镖这才后退2步：“没事了。”林璇点了点头，走到二人面前，看向王大力：“不过我们能切磋一下吗？”王大力一愣，还是要出手。不要误会，我只是单纯的想和你切磋一下。林璇眼中战意爆发，王大力听闻，咧开了嘴，他下山才3天，到处踢馆，就想找对手。可是那些道馆里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甚至连他的一拳都接不住。现在好，5分钟后，酒吧的门被关上，里面只剩林璇和王大力二人。你也是古武传人？王大力开口询问。林璇听闻，心中一震，古武传人，这个世界果然不简单。我的情况不太好说，我们先打了再说。好，那你小心。话音未落，王大力动了他一步迈出，地面都有些震动，拳头带着风声直轰林璇的面门。酒吧外众人听到里面传来沉闷的撞击声，然后就是玻璃碎裂，桌椅崩塌的声音，声音大得让人心惊胆战。王小丽张大嘴巴：“不是，还真有人能和我哥？”他满脸震惊，毕竟他可是3天前看到自己老哥一拳轰碎石板。另一边，童瑶身后的几个保镖也都仔细听着里面的声音，甚至有几个跃跃欲试。半个小时后，酒吧门打开，林璇和王大力走了出来。和众人想的不一样，二人只是身上沾了许多灰尘，但身上都十分完整，并没有缺胳膊少腿的情况发生。痛快！王大力拍了拍林璇的肩膀，豪迈的笑道。林璇也笑了，他主动加了王大力的联系方式：“王哥，下次继续切磋。对了，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事情找我。”说完，他摆了摆手，拉着童瑶和赵雪莉离开。看着2个姑娘都坐上了他的车，王小丽羡慕的开口：“这小子2个极品都让他给。”啪！王大力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脑袋上，声音虽大，但他其实没有使劲。“哥，这小子厉害。”王小丽咧嘴问道。“很奇怪。”王大力犹豫了一下，开口：“奇怪？难道他不是人？怎么说呢？我有一种感觉，他可能刚成为这样不久。这样哪样？”王小丽越听越糊涂。王大力摇摇头，没有再给王小丽解释，他的脑海里却在不断回想刚才的画面。刚开始，林璇一直在被动挨打，而且他似乎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把握并不准，但是在切磋过程中，他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林璇在疯狂的进步，而且他体内的那股气息让他总是非常难受。总之，这个人不要惹。王小丽连连点头，他现在哪里还敢惹？对了，哥，最近我有点飘，搞得陈虎那边好像有点生气。王大力叹了口气，说道：“小丽，我不能永远保护你，你不能一直这么。哥，你现在也没什么事，咱哥俩闯一闯，江州地下世界不就是咱俩的？”唉，王大力叹了口气，揉了揉他的头。另一边，车内童瑶还处于酒后的兴奋状态。刚才你和那个大个子谁赢了？林璇一边开车一边笑道：“结果来看，平手。”什么是结果来看？你这个人还卖上关子了？没受伤吧？赵雪莉则是一脸担心，她根本不在乎切磋的输赢，没事。不过，如果我刚才没到，你家的保镖可能不是他的对手。林璇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童瑶，切，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怎么？你说我家10几个保镖打不过他一个人，然后还和你平手？你意思是差不多吧？林璇耸了耸肩膀，刚才那一场切磋，庞佛让他打开了新的世界。我不信，我们打赌的，你如果能打赢他们，我就……童瑶一听，兴奋的开口：“你就如何？你说怎样就怎样。”可以。林璇点了点头。那你输了呢？输了你就1周不准碰雪莉姐。童瑶眼睛一转，激动的喊道：“死妮子，你说什么的？”赵雪莉一听，怎么还有自己的事？她轻轻的掐了一下童瑶：“嘿嘿，闹着玩吗？你敢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好，这可是你说的。”童瑶扬起下巴，直接掏出了手机拨通电话：“你们先别回去，来一趟滨江华府。”电话那头传来恭敬的应答声：“你们真能闹腾。”赵雪莉感觉这2个像是孩子打闹一样，一阵无奈：“哎呀，雪莉姐，就是玩玩嘛。”童瑶搂住赵雪莉的胳膊，撒娇的晃了晃。林璇看了一眼，就抓紧挪回视线。确实有料，确实晃他其实并不是被激怒贸然答应，恰恰相反，他刚和王大力切磋过，自己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对这方面的学习有些快，所以正好是一下20分钟后，林璇3人回到滨江华府。林璇先回自己房间换了一身宽松的运动服，还没喝口水，就听到下面传来童瑶的大喊：“野男人，快点！”林璇走了出来，哭笑不得：“童大小姐，你能不能换个称呼？什么叫野男人？哎呀，无所谓了，快，外面院子灯都开了，人也到齐了，我都等不及了。”
童瑶摆摆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一脸激动。赵雪莉在一旁劝道：“小林，要不算了吧，瑶瑶喝多了，你就别和她闹了。”没事的，赵姐，就当活动筋骨了。林璇走下2楼，笑着开口。3个人走到院子内，10几名保镖已经整齐地排成一列，为首的队长大约30来岁，眼神锐利。他走到童瑶面前：“大小姐，第1小队全员到齐，请指示。”童瑶满意的点点头。他拉着赵雪莉来到别墅前的台阶上，颇有一股女将军的气势。看到她没有？今晚你们的任务就是打败她。童瑶清了清嗓子，手指指向林璇。保镖们全都一愣，这什么情况？队长眉头微皱：“大小姐，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很简单，谁第一个把他打倒在地，奖励10万块。”童瑶说的眉飞色舞。赵雪莉拉了拉他的袖子：“哦，当然，只是切磋，不要下重手，点到为止。”他赶紧补充：“保镖们面面相觑，10万不是一个小数可。这件事情他们搞不明白。”林璇这时候迈出一步，他扫视一圈，目光平静。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所以你们一起上吧。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不管是保镖们还是2位女生，都被林璇的话镇住了。一起上，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队长脸色沉了下来，他盯着林璇，声音极力克制：“朋友，我承认你可能有些本事，但你要同时挑战我们所有人，未免太自大了吧？”他是童家的老牌保镖，跟着童老爷子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个年轻人就算再能打，挑战10几个还是保镖，简直做梦。多说无益，如果话说得不好，请见谅，但请用实力让我闭嘴。说着，林璇动了，他身影极快，像一道影子，突然从原地离开。队长瞳孔骤然收缩，这速度，多年练就的本能让他瞬间抬起双臂格挡。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队长只感觉一股巨力从手臂传来，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后退了3步。他低头看去，自己手臂上的肌肉在微微颤抖。好强的力量！一起上！队长低喝一声，他没有任何犹豫，就这一下，他就知道对方有狂妄的资本。10几名保镖同时动了，他们训练有素，而且配合默契，在队长开口的一瞬间就完成了对林璇的合围。3人正面，左右各4人，侧后方包抄标准的战术，配合童瑶。看到这一幕，激动地摇晃着赵雪莉的胳膊：“雪莉姐，好刺激！”但赵雪莉脸色有点白，她小拳头握起，脸上写满担心。林璇被围在中央，丝毫不慌。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真元缓缓流转，同时他想起刚刚王大力的动作与步伐，第1个保镖的拳头轰来。林璇侧身，右手如闪电般探出，扣住对方手腕，一拧一推，清脆的骨节错位声音响起。那人闷哼一声，手臂瞬间脱力，整个人踉跄后退。但另外2个人的攻击已经到了1人攻头部，1人一记鞭腿，林璇快速低身躲过头顶拳头，同时左腿抬起硬抗鞭腿。砰！林璇借势后撤一步，回头反身进攻摸上来的2人，一时间战局混乱。林璇在人群中不断穿梭，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体内真元不断奔腾，每一次出手都是最准的时机，专攻关节。手腕、手肘、膝盖这些一旦受伤，短时间就会失去战斗力的部位。又一个保镖被他抓住机会顶飞出去，但对方人太多了，而且每一个人都经验丰富。一记重拳从背后袭来，林璇躲闪不及，结结实实挨了一下，火辣辣的疼。他咬牙转身，一个过肩摔，直接扔飞出去，砸倒2人。别单独进攻，保持距离，消耗体力。一旁的队长观察了一会，开口改变战术，瞬间剩余的8人2两一组，交替进攻，不给林璇喘息的机会，而且绝不缠斗。林璇的压力骤增，体内真元消耗比他预想要大得多，毕竟同时面对这么多好手。下一刻，一记侧踢擦过他的脸颊，带起一阵风铃，玄显之又险地避开，反手一拳砸在对方大腿上，那人痛呼倒地，但另一人的拳头已经到了肋下。砰！结结实实的一拳，林璇闷哼一声，连退2步，肋部传来剧痛。小林！赵雪莉惊呼出声，童瑶也紧张了起来。林璇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凌厉起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开始毫无保留，体内真元疯狂流转，就连小腹处的本源邪火似乎都有所感应，开始蠢蠢欲动。一股无形的气势从林璇身上散开，队长的脸色大变，小心！但并没什么作用。林璇动了，他的速度比之前快了近乎1倍。他化作一道黑影，在院子里辗转腾挪，面对每一个人都是简单的一拳一脚，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只是最简单的攻击。可10分钟后，队长被林璇一记重拳击中腹部，缓缓倒下。院子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人，10几名保镖全败。而林璇站在中央也并不好受，他大口喘着粗气，汗水浸透运动服，他的全身火辣辣的疼，既是挨打也是透支体力，但他依旧站着。队长躺在地上，胸口剧烈起伏。好一会后，他看向林璇，眼神中满是佩服，厉害。然后他累得昏了过去。童瑶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张着小嘴，半天说不出话。他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顺便看看林璇到底有多厉害，可眼前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这难道真是人能够做出来的吗？一个人打10几个专业保镖，还是他童家精挑细选出来的高手，真的赢了？赵雪莉最先反应过来，她小跑到林璇身边，心疼的开口：“小林，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没事，赵姐，只是有点累。”林璇勉强笑了笑，然后他
他也立即地扑在了赵雪莉的身上。野男人！童瑶惊呼一声，也跑了过来。那一瞬间，他慌了，真要是出点什么事，林璇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10几分钟之后了。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童瑶坐在一旁，紧张兮兮地看着自己。你醒了？看到林璇睁眼的一瞬间，童瑶瞪大眼睛，整个人起身凑了上来。屋里有些热，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脱掉了外套。此刻一件白色 T 恤被高高撑起，林璇的眼睛瞬间被吸引过去。野男人！童瑶看林璇眼睛发直，他挥手在林璇眼前，然后才猛然反应过来，他眼神看向的位置。他羞愤地扬起拳头，做事就要捶下去，但拳头落到一半，他又硬生生停住。他直起身，冷哼一声，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林璇这才回过神来，咳嗽了2声，没事。思长看长心，童瑶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确定状态确实没问题，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现在彻底醒酒，也是觉得刚才做的有点过。赵姐呢？雪莉姐急坏了，直接让人带着去找医生了。我就说你就是累晕了，她非要找专业的来看看。林璇心里一暖，这女人总是如此关心自己。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童瑶忽然开口，语气有点心虚：那个，打赌你赢了，说吧，你的条件。说着，她的脸颊居然开始微红。林璇看她这样子，决定逗她，真的，什么都行。童瑶心里一跳，她的脑海里不受控制的闪过周6夜晚的荒唐画面，她咬了咬牙，硬着头皮点头，什么都行。我童瑶从来都是说话算话。林璇嘿嘿一笑，从床上坐起来，故意往前凑了凑，这可是你说的，我的条件就是……他故意拉长语调，脸上露出暧昧的笑容。童瑶呼吸有些急促，他握紧拳头说：不管你说什么，哪怕……说着，他的脸已经红透。林璇看他这视死如归的样子，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那我让你把生态园的项目给我签。童瑶下意识的点头，小声嘀咕：好，那今晚我来。他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大。生态园的项目，他整个人都懵了。刚才他的脑海里已经脑补了一场大戏，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结果你给我说这个，你的要求就是这个？童瑶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林璇理所当然的点头，对呀，不然你以为我说什么？他故意上下打量了一下童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他后退了一下，双手捂住自己。你脑子里都是什么不健康的东西？你才不健康，你全家都不健康。童瑶像是猫被踩中了尾巴，瞬间炸毛。他使劲摇头，冷哼一声，紧，不就是项目吗？我一会就打电话。那就谢谢老板喽。林璇笑了笑，童瑶看着他那带着笑意的脸，总觉得是在嘲笑自己，所以自己刚刚是在期待什么？你没事，我就先走了。童瑶不想多，起身就要离开。等等！林璇突然叫住他，怎么了？谢谢，刚刚一直守着我。童瑶一愣，冷哼，谁守你了？我是怕你死在雪莉姐家里。说完他快步离开，关门时却放缓了力道。林璇笑了笑，靠在床头闭目养神，体内所剩不多的真元缓缓运转。10几分钟后，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赵雪莉带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医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几个助手。小林，你醒了，快让李老给你看看。赵雪莉看到林璇已经醒了，快步走了过来，她的眼眶还是红的。我没事，赵姐。林璇看这架势，心头一暖。李老坐下，为林璇开始把脉。他闭眼凝神片刻，眉头微微皱起，又舒展又皱起。李老，赵雪莉看他的样子，心里揪了起来。这位先生。李老睁开眼，仔细打量了一下林璇，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问题。反而老夫行医50余载，还从未见过如此强健的脉象。李老摸了摸自己的小胡须，有些感慨，真的没事吗？可是他刚才都晕倒了。赵雪莉还是不放心，体力透支罢了，休息一下就好。再三确认之后，赵雪莉才松了一口气，亲自送李老出门。回到房间后，他坐到床边，轻轻戳了戳林璇的额头，以后不准这么闹了，摇摇小孩子脾气，你也跟着闹，万一真受伤了怎么办？说着说着，他的眼眶又红了。林璇心中一软，伸手将他搂进怀里。赵姐，你真好。他在他的耳边轻轻说到。赵雪莉小声开口，你吓死我了。林璇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然后手开始不老实起来。你干什么？赵雪莉被吓了一跳，小声惊呼。他捂住自己的嘴巴，害怕发出声音。赵姐别担心啦，今晚我会好好赔罪的。林璇坏笑着将他拉进了被窝。别！赵雪莉慌乱地推开他，瑶瑶还在这呢，他不是回房间了？万一他过来听到怎么办啊？不会的。林璇并不给他逃跑的机会，说着就吻住他柔软的嘴唇。赵雪莉起初还挣扎2下，但很快就软化下来，手臂环上了他的脖子。房间里温度逐渐升高。与此同时，客厅内还是继续和安氏集团合作。对了，找个时机提一下这个项目是他们那林璇谈成的，随便找个机会再说就行。对，和陈家还是继续，不死不休。挂了。童瑶刚挂断电话，就准备回到2楼去看看情况。刚几个医生来了，又很快走了，他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刚上楼，还没走到林璇房间门口，他就听到了里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虽然声音很低，像是在极力压制着，但还是传了出来。童瑶愣在原地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那是什么声音，他的脸瞬间红透，人还伤着呢。就这么，不是，这还是不是人啊？他小声吐槽着，下意识想起来周6的画面，似乎好像真的不是人。2个多小时，想到这，他的心跳加速，逃似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但可惜的是，他的房间也在2楼，
还凑巧和林玄相连，另一边若有若无的声音总是能传过来。童瑶扑倒床上，用枕头捂住了自己的脸。另一边赵雪莉隐约听到外面的动静，刚才是不是瑶瑶的声音？她断断续续地问道。没有，爸，管他呢。林玄并不在意。第二天清晨6点，林玄依旧准时醒来，身边赵雪莉还在熟睡。林玄起身盘希尔，做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体内真元不仅全部恢复，而且竟然又在不知不觉中突破了炼气2层，居然又突破了。仔细回想，似乎每次在体力极限后进行双修，总是会大幅提升体内真元怪事。虽然是邪修，但效果确实明显。突破到炼气2层，林玄又解锁了一部分脑海中的传承，什么追魂术，什么禁术之流。不仅这些，他感觉自己对风水方面相关的知识更深刻了。阳宅布局、阴宅选址、吉凶判定，林玄消化了片刻，下意识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十分常规的简单布置，倒是新奇。林玄自言自语。7点多，赵雪莉和童瑶陆续起床，发现林玄又在锻炼。雪莉姐，你们真能折腾，昨晚都吵得我睡不着。童瑶一见赵雪莉，苦苦的投诉。赵雪莉一听，连忙摇头，你肯定是听错了。真错了吗？不过雪莉姐，你的声音还挺好听啊。你这妮子说什么的，看我不打死你，嘿嘿。8点，3个人简单吃过早饭，林玄充当司机，准备送2位美女去律所。他们说要彻底敲定离婚协议的事情，但是车子刚到滨江华府门口，他们就看到那里围了一群人，而且还一个个的扛着长枪短炮，都是相机，明显都是记者。林玄皱起眉头，因为他看到被围在中间的正是陈闯。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头发凌乱，眼圈发黑，看起来憔悴不堪。此刻他正挥舞着手臂，情绪激动地和记者们说着什么，时不时的还指向小区内部。要不是小区门口有保安拦着，他早就冲进去了。车内童瑶脸色阴沉，停车。林玄叹了一口气，靠边停下。瑶瑶，别冲动，他故意找事呢。一旁的赵雪莉拉住童瑶的手，劝道：我知道，但是他找来记者了，我不能躲着。童瑶说着推门下车，赵雪莉连忙也跟了过去。林玄没直接过去，看了一会，拿出了电话，直接报警。门口来，记者朋友们，这就是童家大小姐住的地方，滨江华府，一套别墅几千万。童家有钱，大家都知道，但是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我和他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他要离婚，一脚把我踹开，还让我净身出户，天理何在？最可恨的是，他出轨了。陈闯抹了抹自己的眼角，似乎有一滴泪水。记者们疯狂拍照这种大瓜，他们必然要疯狂拍照。他们还不忘开口提出问题：陈先生，您说童小姐要您净身出户，有证据吗？你说童小姐出轨有证据吗？童家对此有什么回应吗？陈闯一把鼻涕一把泪，说的是情真意切。就在这个时候，童瑶和赵雪莉走了过来，记者们注意到2人，镜头齐刷刷转了过来。童小姐来了。童小姐，请问陈先生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出轨了吗？问题一个接一个抛出。陈闯嘴角闪过一丝冷笑，他脸上满是悲痛的跑过来：瑶瑶，你终于肯见我了，我们夫妻一场，你为什么做得这么绝啊？就算要离婚，也该给我一条活路啊！童瑶冷冷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感动自己的男人，如今只剩下了丑陋和恶心活路。童瑶冷笑，向前一步：陈闯，你自己做的事敢认吗？利用童家名义招摇撞骗，包养小三，破坏别人感情，这一桩一件，你敢认吗？童瑶每说一句，陈闯的脸色就白一分。他有些慌了，看着一群记者盯着自己，他连忙开口：你胡说，明明是你出轨，你出轨陈家大少爷陈默，都是你为了把我踢掉，故意设局陷害我，你就是一个贱人。童瑶看着眼前这个歇斯底里的男人，突然笑了，不是开心，而是彻底的心寒。他曾经幻想相伴一生的，竟然是这么一个角色。算了，童瑶摇了摇头，转身就走。跟这种人多说一句都是浪费时间，可这个举动反而在陈闯眼中当成了心虚。他顿时来劲，一把推开面前的几个记者，几步追了上去：怎么了？被我拆穿了就想跑？童瑶，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他刚追到车边，车门突然打开，林玄从驾驶座上下来，靠在车门边，淡淡的看着他：陈总，好巧。陈闯看见林玄，眼珠子瞬间瞪大：林玄，你他妈为什么在这里？他看着林玄，又转头看向童瑶，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念头：难道你们早就搞在一起了是不是？陈闯指着林玄，手指都在发抖：都是你，是你和苏晴故意设局针对我，他勾引陈默，对不对？是你让他这么干的。林玄一愣：苏晴，这又和苏晴什么关系？他皱起眉头：陈闯，你脑子进水了？我他妈的很清醒。苏晴那个贱人，周五在万隆酒店上了陈默的床，到头来你在套我话。林玄眉头紧锁：万隆酒店内那晚，难道苏晴真的？回想起他突然提职，看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不容他多想。陈闯已经红着眼睛，挥拳就往林玄脸上砸来：老子他妈弄死你！林玄只是下意识的一个侧身，陈闯的拳头就擦着他的脸颊而过，而他整个人一个踉跄，直接前扑在地，结结实实来了一个狗吃屎！你敢打我？打人啊！救命啊！陈闯在地上气的狂吠。这个时候，呜啊！
呜啊！警笛声由远及近，2辆警车停在小区门口。陈闯听见警笛，立马躺在地上，捂着胸口开始哀嚎：“哎呦，疼死我了！没天理了，打人了！救命啊！”车门打开，几名民警走了下来，为首的是一个女警，大约23、24岁，一头利落的短发，五官精致，整个人英气十足。她一身警服，穿得笔挺，整个人干净利落。谁报的警？女警员环视一周，声音清亮，话没说完，陈闯的哀嚎声更大了：“警官，救命啊！他们打人了，我的肋骨断了，疼死我了！”童瑶看到他这样，气得直喷脏话：“你放屁！陈闯，你真他妈的不是个男人，敢做不敢当！我以前真看错你了。”安静！女警员眉头一皱，林旋往前一步，语气平静：“警官，是我报的警，事情经过这些记者朋友们都记录且看到了，而且也可以调取物业监控。”他停了停，继续：“是这位陈先生聚众闹事，诽谤他人，而且还无故出手。”女警员点了点头，手一挥，2个民警去记者那边询问，另外1名民警前往物业调取监控。陈闯一看这架势，顿时慌了：“警官，没事了，我只是和他们闹着玩的，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他从地上起来，然后就想溜走，但女警员却摇头：“这位先生，请配合一下，如果确定没有问题，你自然可以离去。”突然，童瑶从车里拿出来一堆文件：“警官，我这里有一些证据需要提交，我的律师也已经准备好了。”“哪方面的？”女警员接了过来，开始翻看起来：“招摇撞骗，挪用公司资金，包养小三，插足别人感情，职务侵占。”童瑶一条一条列举，每说一条，陈闯脸上就白一点。说到最后，他指着童瑶，浑身颤抖：“你贱人，你他妈等着！”说着，他转身就跑。或许是真怕了陈闯顶着肥胖的身躯，速度居然不慢。林璇刚要去追，只见女警员居然直接2步追了上去，他一个伸手抓住陈闯的肩膀，陈闯还想反手挣脱，可下一刻就感觉自己天旋地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倒在了地上。带回去。童瑶和赵雪莉张大嘴巴，一脸震惊，就是林璇都挑了挑眉，没看出来，居然还是一个练家子。10几分钟后，民警取证完毕，相关人员全都跟着去了警察局做笔录、取证，律师到场，一套程序下来，已经是中午了。林璇确定没有自己的事情之后，和赵雪莉2人说了一下，准备先行离开。刚出调解室，那个出警的女警员居然跟了上来：“林先生。”他开口叫住林璇：“叶警官，还有事吗？”林璇有些疑惑：“我叫叶警，刚才看物业监控发现，你是不是习武？”女警员轻轻一笑，眼中还带着几分期待。林璇愣了一下，这怎么看出来的？自己刚刚并没有出手打人啊，强身健体而已，和叶警官自然是比不了。林先生谦虚了，这是我的名片，下次有机会是否可以切磋一下？叶警干净利落地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林璇想了一下，点头：“好，乐意之至。这件事麻烦叶警官了，小事，那个人罪有应得罢了。”叶警摆了摆手，转身就走，自始至终利落干脆，毫不拖沓。下午不到1点，林璇开车回到公司，他刚想眯一会，可刚回到座位，屁股还没捂热，王浩就晃了过去：“哟，小林，今天这么晚才来？”他拖长语调，故意让办公室的人都能听到，看来是维护客户关系很努力啊，只是效果如何？林璇懒得理他，喝了口水，打开了自己的电脑。王浩见他不说话，以为他怂了，更加得意。他习惯性清了清嗓子，说道：“各位，我刚才在楼梯间碰到苏经理，他说童家的生态园项目已经继续决定和我们合作了。”我去，真的吗？王哥，是你认识的领导发力了吗？牛逼啊，王哥，关系太硬了。王哥，办公室哗的响起一片掌声。林璇愣了一下，童瑶效率这么高，昨晚才说完，今天就办妥了。刚想着就被大家的欢呼声给打断了，他有些纳闷，大家怎么这么开心？不管是他还是王浩搞定的这个项目，提成不应该都是个人拿吗？都这么有集体荣誉感的。王浩则是享受着众人的吹捧，笑容满面。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平时多维护一下关系。昨晚我招待刘总，一条龙服务，直接安排到位。刘总当场答应帮忙说话，他环视一圈，目光特意停在林璇身上。有些人啊，还是不要好高骛远，我们跑营销的讲究的是长久，是人脉。几个平时和王浩关系好的同事也都立马附和，就是王哥干了多少年，关系网不是一般人能想的，有些人就是运气好罢了。要我说，王哥早该提职了。可不是，林璇本不想多说，可这群人实在是有些聒噪。他抬起头看向王浩：“王哥，你就这么确定项目是你拿回来的？不是我的关系，难不成是你的？”王浩听完笑着反问。他走到林璇工位前：“怎么，你该不会想说你认识童家那个大小姐，给他说了一下，才让同事改了主意吧？”说完，一群人哄堂大笑。王哥，你开什么玩笑？童瑶是谁？那可是童家接班人，人家会见一个小职员，别逗我笑了。林璇耸了耸肩：“万一呢？万一？”王浩直起身，双手叉腰：“林璇，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如果生态园项目真是因为你拿回来，我王浩以后叫你哥，而且每天给你端茶倒水。”他底气十足，昨晚他确实把刘总伺候的舒舒服服，吃饭、喝酒、唱歌、按摩、商 K。刘总笑着一个劲点头：“包在我身上。”昨晚说完，今早项目就拿回来，不是他的功劳，还能是谁？林璇笑了笑：“那现在你就可以交了。”他站起身，
平静地继续道：“你还真说对了，我认识童瑶，而且项目就是昨晚我找童瑶谈的。”说完，办公室瞬间安静，所有人都愣住了。王浩同样呆了一会，然后气得发笑：“林璇，年轻人脸皮厚是好事，但有的时候牛逼吹大了容易炸。”他指着林璇：“你认识童瑶？你算老鸡？你知道他家住哪吗？”“就是。”王哥别理他，这种人就是嫉妒你。几个人连忙开口帮忙。滨江华府。林璇淡淡开口：“什么？”王浩没太听清我说，童瑶住的地方在滨江华府，具体哪一栋别墅不方便透露。就在林璇刚说完，办公室门开了，苏玉柔踩着高跟鞋快步走了进来。他看到这场面，眉头一挑，这么热闹干什么呢？中午不多休息休息。他说着，目光落在林璇身上，刚好。林璇，你来了，安总找你，过去一趟。林璇点头，转身往外就走路过王浩身边。他低声说道：“王哥，记得你说的话。”王浩冷哼一声。林璇刚走，他就凑到苏玉柔身边：“苏经理，这小子是不是犯错了？董事长亲自找。对了，生态园那个项目我都帮忙拿回来了，这次是什么奖励政策？”他搓着手，有些期待。公司对大家的奖金从来不吝啬，甚至他们第一市场部作为王牌部门，不管是部门内谁拿下项目，大家都会有一部分分红加在年终奖内，这也是刚才大家欢呼的原因钱啊。苏玉柔愣了一下，反问道：“咦？”看到苏玉柔的表情，王浩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又黄了？不是重新合作了吗？他忐忑地问道。上午电梯间内，你说？苏玉柔点头，对，同氏集团决定继续合作。王浩刚松一口气，就听到苏玉柔继续开口：“和你有什么关系？”他摆了摆手，开口：“项目是林璇拿回来的。好了，中午多休息会吧，大家等着回头拿奖金就行。”他轻描淡写的说完，快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片安静。林璇居然是林璇拿回来的项目，他刚刚没有吹牛？不是，怎么可能啊？所有人的心里都冒出了问号。刚刚还在吹捧王浩的几个同事，此刻全都快速坐了下来，不敢多说一句。王浩更是呆立在原地，脸色通红。怎么可能？刘总明明昨晚……他喃喃自语。顶层，林璇走出电梯，迎面依旧是那位美女秘书，一身标准的职场制服。秘书看见他，连忙笑着起身：“林哥好。”态度十分恭敬。林璇也连忙笑道：“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叫我小雨就好。周雨，林哥来找安总。”又给我叫过来了。对了，安总今天心情怎么样？林璇上前2步，打探到周雨，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好像不太好。林哥你当心点。”“得，我知道了，谢了。”林璇点头，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走进了总裁办公室。一进门，他就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寒意，似乎不像是空调的冷。他皱了皱眉，走进去：“安总，您找我。”安澜依旧坐在办公桌后，千年不变地看着文件，只不过今天眉头微蹙，似乎有些疲惫。林璇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但就是说不上来。走。安澜头也不抬，林璇坐在他对面，有些忐忑地等待。办公室里安静了几分钟，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这期间，林璇来回观察这个大办公室，配合着自己刚获得的风水知识格局，器物摆放都没什么问题了。那是哪里出问题了？就在林璇疑惑间，安澜终于放下了文件，抬起头：“周六晚上，你是不是见过童瑶？”那一瞬间，林璇感觉他的眼睛内闪过一丝红光。林璇愣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安澜是问这个事。是见过。他没有隐瞒，直接开口：“周六晚上，我在万隆酒店内救了童瑶。”安澜眼神微动：“详细说一下。”林璇点了点头，就将自己意外看到陈床也在那里吃饭，还有陈默情况都大体说了一遍。当然，在房间内2个多小时的荒唐事，他是一句没提，这不重要。安澜听完，沉默许久。陈默这个人心思很深，他追求我不成，现在又把手伸向童家。说着，他捏了捏自己的眉心，似乎有些疲惫。至于你的前女友，后台应该就是陈默。提起苏晴，林璇心情冷了几分。我怀疑他那晚趁机代替了童瑶，然后以此为跳板攀上了陈默。哼，安澜点了点头，显然也是认可他的想法。这2天，童家和陈家打得不可开交，陈默因此被禁足一段时间，但还是不能松懈。我已经找了几个保镖，最近一段时间陪着你。安澜突然开口，林璇有些意外，安总这意思还是担心自己。至于苏晴那边，我暂时动不了她，公司的情况很复杂，董事会那边陈家。说到一半，安澜似乎更加疲惫，他摆了摆手，似乎不想再多说。林璇看他如此疲惫的样子，心里那股不对劲更加明显。他站起身，开始仔细在办公室内转起来。安澜扶着头，只感觉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几分钟后，林璇站在橱柜面前，皱起了眉头。橱柜最顶层的角落里，有一个深褐色的木雕摆件，和橱柜的颜色相似，不仔细看都难以注意它约莫半个巴掌大小，但是造型有些怪异，既像是一只鸟，又像是一条蛇，线条十分不协调，有一丝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但是这玩意在林璇眼中透着丝丝阴气。果然，林璇抬起手将摆件取出，在接触的一瞬间，林璇只感觉一股冰凉入体，而且其重量也比一般的木雕沉重许多。林璇下意识运转体内真元，那股阴森凉气才缓解许多。这一运转，林璇心头一凛，他清楚地看到整个办公室的气场似乎都被这个木雕吸引，
形成一个逆时针的漩涡，阴冷的凉气不断散发，而凉气汇聚的位置正是安澜所坐的办公桌前。此刻，安澜身上已经被无数道阴气缠绕，好阴狠的手段！林玄冷哼一声，他回忆起脑海中那陌生又熟悉的风水之事。渐渐明悟，阴煞饮通常用百年阴沉木浸泡血水，加之引煞符咒摆放在特定位置，能逐渐改变所处位置的风水格局，甚至对人产生阴气入体的影响，轻则使人精神萎靡，运势低迷，重则疾病缠身，频发意外。不仅如此，林玄还快速打量了一下这里的布局，办公桌坐北朝南，本应是聚财纳吉之位，可这摆件却处于东南角的橱柜里。这里本是属巽位，主文昌人气，可在此处放阴煞之物，会让人思维混乱，判断失误，人际关系不断恶化。最毒的是，橱柜正对安澜，阴煞之气直冲而来，避无可避，得先破局。林玄拿着摆件走到办公室中央，将其放在阳光下，然后又从笔筒里抽出3支钢笔，以摆件为中心，呈三角形立在毛毯缝隙中。他蹲下身，右手食指中指并拢点在摆件顶部，真元顺势涌入破。随着他一声低喝，摆件表面突然出现一道细密的裂纹，然后不断蔓延。那木雕像是活过来一般，裂纹不断扭曲，几秒钟后，只听咔嚓一声，摆件碎裂成10几块。碎裂的瞬间，办公室内那若有若无的阴寒气息骤然消散。林玄没有停手，他走向窗边，将窗帘彻底打开，让阳光充分照进，又走到沙发的位置，将其背面靠近墙面，面朝门口挪动一点，此乃坐实向虚，可稳根基。那福气又将一株绿植放在原摆件位置，一连串操作之后，林玄才拍了拍手，成了。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转过身的时候，只见安澜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了许多，他正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此刻满是困惑。刚才他开口，声音比刚才清亮了许多。林玄刚要回答，就看到他头顶散去一抹暗红之气。果然，安总，您最近招惹什么人了？林玄脸色有些严肃，他指了指地上碎裂的木雕，还有这个玩意，谁送的？安澜揉了揉太阳穴，深呼吸了一口气，感觉身上都轻快了不少。我没什么印象，但应该是不久前才摆进来的。说着，他按下了的电话，小雨，进来一下。几秒钟后，周宇快步走进来。安总。安澜看向林玄，林玄点头，他直接开口，小雨，这个摆件是谁送过来的？什么时候摆在这的？周宇看见地上碎裂的木雕，回想了一会，摇了摇头。安总，林先生，我有印象这个木雕至少是1周前出现，但并不清楚是谁拿进来，我以为是安总您。说着，他的声音慢慢小了下来，显然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这个摆件居然不是安总放的，那还能有谁？安澜眼神一冷，但面上依旧平静。我知道了，你去调查一下监控，看下那段时间有谁进过我的办公室。是。周宇重点头，然后迅速转身离去。办公室内又剩下2个人，至少1周。安总，你最近什么时候开始不顺的？林玄摸了摸下巴，开口询问。安澜想了一下，眉头微蹙，看向林玄。林玄见他没回话，抬起头看向他，四目相对，2人沉默了下来。林玄理解了，或许就是他和自己出现意外的那一晚，也是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一晚。安澜扶着桌子站起身，他稍微舒展了一下身子。你还懂这些风水之术？他转移了话题，爱好而已。不过我能看出来，这个摆件的主人不太想让安总好过。一间昏暗的密室内，一盏油灯在墙角摇曳，一道身影投在墙上，影子扭曲蒲团之上，一个黑袍人缓缓睁开双眼。他皱起眉头，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居然破了我的局。他的声音沙哑，像是许久没有说过话。黑袍人伸出干枯的手指，在身前的地面上轻轻一点，那里有一个复杂的血色阵图，中央位置上原本悬浮着一缕暗红色雾气，此刻已然消散。有意思。他喃喃自语许久之后，黑袍人从袖中掏出一部老式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那个小姑娘，抓过来吧。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恭敬的声音。黑袍人听了一会，挂断电话，然后他重新闭上了眼睛。安氏集团总裁办公室，安澜坐在电脑旁，手指悬在鼠标上方，但有些犹豫。周宇发来的监控录像就在屏幕上，但是聊天记录让他有些拿不准主意。安总，这个录像您看下，有点吓人。吓人？林玄站在他的身后，能够明显感受到安澜的身体有些僵硬。这位平时雷厉风行的女总裁，此刻好像有些犹豫。要不我来？林玄试探性地问道。不用。安澜深吸了一口气，点击了播放，屏幕上弹出数个监控画面。电梯口、走廊和会议室，这里面包括了这一层所有的公共区域，除了办公室，其余全都无死角覆盖。时间显示下午5点13分。画面里，安澜拎着包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快步走向电梯。他依旧一身职业套装，表情冷淡。10几分钟后，画面里的周宇收拾好秘书台，检查了每一个角落，最后关灯离开，然后便是整个顶层陷入寂静快进。林玄突然开口，安澜身体一颤，但还是伸出手开始快进。监控画面开始加速，走廊里空无一人，灯光自动变暗，只有安全出口的灯光是绿油油的，一直持续了许久。时间来到晚上8点整，突然所有监控的画面同时闪烁了一下，就像是老式电视机信号不良那般，屏幕上布满了雪花和扭曲的条状。安澜咽了口唾沫，
下意识往后靠了靠，但意识到林璇就在自己身后，他又立刻坐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林璇差点笑出声，原来安大总裁居然怕这些。几秒钟后，监控恢复正常。不对，林璇突然开口，他俯身凑近屏幕，仔细观看安澜，被他吓了一跳，整个人往后一缩，声音发颤：怎么了？这里。林璇按下暂停，放大走廊的监控，那是办公室门外的两边，平时摆放着2个绿植。只见画面中，绿植的阴影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深褐色的小东西，它藏在泥土边，不易察觉。放大画面，林璇仔细一看，正是那个木雕摆件。他怎么在这里？安澜紧张的开口。林璇没有回话，而是往前翻找了一下监控，发现前面绿植内并没有这个摆件，也就是说，是在监控出现问题的那一段时间内，摆件出现的。他皱起眉头，一时间没有了思路，怎么会突然？林璇想着，继续按下了播放，然后2个人就看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那个木雕动了，不是被人拿起，也不是被风吹动，而是像某种活物一般，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缓缓站了起来。他扭曲的身子开始缓缓移动，像是一只畸形的蜘蛛一样，一点一点靠着数个木雕棱角往前爬动，动作十分僵硬，还有些诡异。他很快从绿植里面钻出，然后跌落地上，不受丝毫影响，继续往办公室爬去。没一会，他就来到办公室前。木雕没有停下，而是用尖端的尖角对准门口，开始往里面挤。坚硬的木雕和门框产生摩擦，发出细微的吱嘎声音。但诡异的是，它竟然真的一点点挤进门缝，身体甚至都有些变形。整个过程持续了近3分钟，最后木雕彻底挤进了办公室，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之中。办公室里面一片安静。林璇突然感觉胳膊一紧，他低头一看，只见安澜双手紧紧抓着他的小臂，白皙的小手死死攥紧自己，他整个人缩在他的身旁，眼睛紧闭，睫毛还在不断颤抖，那种总是冷冰冰的脸此刻有些发白。安总，林璇轻声开口。安澜没有睁开眼，只是抓得更紧了。见鬼了，是不是监控被修改了？要不要找个大师来？木雕怎么可能自己动？他嘴里不停地嘀咕着。好一会之后，他似乎才做好心理建设，深吸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但是却不再往电脑屏幕上瞥。林璇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堂安大总裁居然怕这个。他轻轻拍了拍安澜的手背。安总，只是监控，没事的。他似乎是反应了过来，猛地睁开眼，触电般的松开自己的手，然后快速坐直身体，整理了一下门。木雕那个，他清了清嗓子，试图恢复往日的形象，但声音依旧微微颤抖。林璇看他这个样子，莫名觉得有些可爱，这难道就是反差萌？安总，这玩意要怎么处理？林璇指了指地上的木雕残骸，笑着说道。安澜顺着看去，忽然反应过来，这玩意还在自己办公室，他吓得整个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扔走，快扔走！他捂着自己的眼睛，急促的开口。好。林璇一脸坏笑，走过去，开始将这堆东西打扫起来，扔到了外面垃圾桶里。期间，他用真元再确定了一次，这些玩意现在确实只是木头，没有任何异样。等他回来时候，发现安澜正在椅子上坐立难安。看到林璇的那一瞬间，他才松了一口气。怎么这么慢？他又动了啊？开玩笑的。林璇摆了摆手，严肃了一些。不闹了，这个事我们要想办法调查清楚。这是有人用邪术做局，而且手段很高，甚至都没有一丝线索。他走到安澜对面，坐了下来，继续开口。最大的问题，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是谁搞的鬼。安澜喝了口水，恢复了一丝平静。所以我们只能先等待。幕后之人花了这么大心思，不会放弃，而且可能还有这种手段。还有，安澜的声音又有点抖。他宁愿面对100个难缠的商业对手，也不想再看到这些诡异的东西。对方心狠手辣。你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呢？王海山。安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毕竟就是因为他下药，自己才和林璇发生意外，而且时间也恰好对得上，他是最大的怀疑对象。林璇想了一会，却摇了摇头，不像。如果真是他，那上一次饭局就不会只是陷害我这么简单。我反而觉得他顿了顿，可能是沉默。上次的桃花咒，这一次的阴煞，引安澜思考片刻，点了点头。他刚刚已经知道沉默所做之事，对这个人更加厌恶，但现在他被陈家禁足，我们很难调查出什么，只能等了。我觉得对方很快就会再出手。2个人聊了一会，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安总，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最近加强一下安保，不用给我保镖，我能自保。说着，他转身就要走。那个，安澜突然开口。林璇回头，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好一会之后，他眼睛一亮，已检讨了。林璇沉默了2秒，他如实交代：没写。很好。安澜脱口而出，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开心。林璇，安澜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对，赶紧板起脸，我的意思是，今天必须交给我，就在这写，写不完不准走。说着，他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位置，那里纸币都有。林璇苦着脸，安总，这生态园项目的奖金不要了。安澜挑眉，我写。林璇立刻投降，谁能和钱过不去呢？他垂头丧气地走到沙发前坐下，拿起纸笔，开始绞尽脑汁。安澜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让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待在这，不可能。他开始重新拿起文件审批起来，但是余光总是不自觉地往前飘，看着他抓耳挠腮的样子，嘴角下意识翘起。下午6点半，
窗外的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林璇放下笔，活动了一下发酸的手腕。对面安澜还在认真地看着文件。安总，该下班了吧？安澜头也不抬，检讨写完了？还没，明天继续也行啊。林璇无奈道，那就继续。安澜的语气不容置疑。林璇叹了口气，重新拿起笔，刚写了2行，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进。周宇提着2份精致的餐食走了进来，他看到林璇坐在安澜对面，眼中十分惊讶，这林哥居然在这里待了整整1下午，这可是极为少见的情况。他将餐食放在另一边的茶几上，轻声说道：“安总，您要的晚餐送来了。”安澜终于抬起了头，揉了揉眉心。周宇犹豫了一下，还是压低声音问道：“安总，下午间那个事要不要报警？是不是有人搞恶作剧？”他完全没往什么邪术方面想，只觉得有人用技术手段篡改了监控，不用这件事不用外传。安澜声音平静明白。周宇点头，然后走了出去。门关上后，林璇快速放下笔，跑到沙发上：“安总，吃饭可以吧？可饿坏我了。”他一边问一边打开餐盒，里面是精致的4菜1汤。安澜也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林璇大口炫饭。安澜优雅吃菜：“安总，一会吃完饭可以走了吧？生态园的奖金是多少？你想知道吗？我觉得刚才那版检讨不够深刻，还得改一改。”林璇立刻闭嘴，不再多说一句话。晚上8点半，安澜终于停下了工作。林璇一看，顺势将自己写的满满当当的检讨书递了过去：“安总，检讨写完了，您看看，可以放我回去了吧？”安澜接了过来，认真看了一遍，还算认识深刻。他点了点头：“那我等一下。”林璇刚要开口离开，就被打断。他看向窗外，漆黑一片，脑海里又想起那个蠕动的木雕。办公桌下的手下意识握紧：“不准走啊！安总，您这不是剥夺我人身自由吗？这都快9点了。”安澜张了张嘴，一时间却不知道说什么。2个人就这么对视着好一会后，安澜才重新开口：“今晚去我家一趟。”林璇震惊：“啊，领导，我卖艺不卖身的。”“闭嘴，去帮我看看我家里有没有。”安澜声音小了下来。林璇瞬间明白，还是害怕吗？“嗨，领导，您直说就行吗？”“懂了，行，我去你家给你看看，保证没有什么妖魔邪祟。”林璇拍了拍胸膛，一副包在我身上的表情。安澜点了点头，暗暗松了一口气。2人离开办公室，来到地下停车场。林璇充当司机：“安总，你家在哪？”“对面小区安家园。”“啊，你住公司福利房？”林璇有些诧异，公司堂大老板居然不住那些高档豪宅区，就在公司福利房，离公司近，方便。林璇没再多问，专心开车。10分钟后，车子驶入安家园地下车库。这个时间点，车库里很安静。林璇刚停下车，突然他眉头一皱：“别下车！”“怎么了？”安澜有些疑惑，锁好车门，一会如果有机会，马上开车冲出去。林璇说着走下来车。安澜脸色一白，下一秒他看到10几辆车堵住了前后各个路口，下来了几10个人，其中2个身材高大，披着黑色的外衣，但是昏暗的灯光下眼睛竟然有些发红。林璇站在车前，脱掉了外套扔在车头上，他目光扫视一圈，那些手持棍棒的打手们不足为虑，虽然几10个，但都是普通人。真正让他心里忌惮的是那2个黑袍人，他们走路的姿势十分僵硬，加上眼睛里的红光处处透着诡异，而且还有一股阴寒的气息，和办公室内的木雕如出一辙。林璇猜到对方会再次出手，可是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迅速，当天晚上就来了。如果自己没跟来，想到这，他瞬间一股怒火涌上来。这群人对付一个小姑娘，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人走了上来：“小子，马上滚蛋，我们只要车里的女人。”林璇活动了肩膀，回头看了一眼车内的安澜，转过头来：“我要是不走呢？那你就得爬着出去。”刀疤脸一挥手，上10几个人冲了上来，抡起手中的棍棒。车内安澜听了林璇的话，他挪到了驾驶位置，脸色虽然有些白，但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他掏出手机想要报警，但是发现居然没有信号，外面林璇已经和那群人接触了起来。他的心猛然揪紧，这和他本来没有关系。他刚想推门下车，就听砰的一声巨响，一个人倒飞过来，整个人砸在一旁的越野车上，车身瞬间凹陷。警报声响起，安澜瞪大眼睛看清楚那人不是林璇之后，才松了一口气，但是反应过来，他更瞪大眼睛，不是林璇。他看着林璇主动冲入人群里面，快的都让他跟不上其动作，每一拳都精准狠辣，专攻关节要害。打手们一个个或者倒下，或者被打飞，惨叫声接连喊出。安澜感觉自己的脑袋转不过来了，林璇这么能打，他不只是一个小职员吗？一时间他有些反应不过来，但下一刻就有几个人冲着他的车跑了过来。这群人也不傻，自己的目标是安澜，也没必要非要去挨打。安澜只见3、4个人直接扑倒自己车上，然后对着车玻璃开始打砸起来，有一个甚至直接跳了上来，抡起手中的棒球棒就要砸下。安澜握紧了拳头，抓紧找出自己藏在车内的小刀，似乎这个能给他一些安全感。但是眼前的人还没抡下，只见一道身影飞身而上，轻快地跃到车前，然后一个侧踢将这个打手踢飞了出去，正是林璇。安澜看着那道身影，人都傻了，车外妈的碰到硬茬了，全上快！刀疤脸色难看，直接喊到。林璇的压力瞬间增加，他要守在车前，可供他施展的空间不多，人还这么多，没一会他就挨了好几下重击，但幸好这些都是普通人，
根本和童家保镖不是一个档次。林璇知道自己重头戏是那2个黑袍人，所以不能浪费力气，他直接抓住一个人，然后硬生生地踹断了他的腿。凄厉的惨叫声猛然响起，让这群人的攻势停缓。林璇环顾四周，谁再上前，那就不只是断腿了。说着，他又踩在到地，那人的手掌上骨裂的声音传出，20几号人全都被吓得不敢上前。妈的，别听他的，给我上！刀疤脸心里一惊，大声喊，但一群小弟们面面相觑，没有人再敢上前。就在这个时候，那2个黑袍人动了，他们没有奔跑，只是一左一右的包了过来。一群小弟们一看，全都急忙后退，给他们让出了场子。林璇深吸了一口气，压下粗重的呼吸，同时开始运转体内真元。他率先出击，一拳轰向其中一个黑袍人，伸出一掌，2人结结实实的对了一下，砰！他们同时后退，可林璇却皱起了眉头，触感不太对，十分阴冷，是早就猜到的，但为何如枯木一般坚硬？没给他时间多想，另一个黑袍人也围了上来，他挥手一抓，想要困住林璇。林璇急退，但速度还是慢了一步，他的腰间衣服被扯碎，皮肤上留下3道血痕。更可怕的是，伤口处很快就传来阴冷的感觉。他低头一看，一股暗红气体不断涌入体内，2个黑袍人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再次包围了上来。林璇矮身躲过，顺势一记扫腿当，像是体中铁柱一般。黑袍人只是身形摇晃，也是这一瞬间，林璇终于看清了黑袍下的脸，青灰色的皮肤布满裂纹，如同干裂的土地一般，双眼完全是血红色，嘴巴裂开，牙齿黑黄，这简直不像是人。2个黑袍人配合默契，一左一右夹击，动作虽然僵硬，但是却极快，力量也大得惊人，几乎完全没有弱点。林璇支撑了数十招，被一拳砸中胸口，噗！他倒飞出去，砸在一辆车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林璇看到这一幕，车内的安澜尖叫，他的眼睛红了，深吸一口气，直接发动车子，猛踩油门。车子咆哮着撞向背对他的黑袍人，黑袍人反应很快，在车子撞来前转过了身子，低身伸出双手，猛地一按，吱嘎，刺耳的金属扭曲声传来，只见车头凹陷，车硬生生被按停了下来。安澜呆住了，这还是人吗？而另一个黑袍人走到了车的一旁，伸手一扯，哐！整扇车门被直接拽下，扔到了地上。青灰色的手伸向安澜，就在即将接触的一瞬间，给我滚！林璇的怒吼声响起，他整个人速度极快，冲了过来，一拳轰出他的眼睛，竟然也诡异的变红。然血禁术脑海传承中被标注为慎用的禁术，以精血为引，短时间内爆发出数倍的力量和速度，但事后会元气大伤，严重者可能根基都会受到损失。但林璇并未丝毫犹豫，轰！一股暗红色的能量从他的体内爆发，他的皮肤表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血色纹路，看起来十分妖异。小付出的本源邪火被彻底引燃，被击中的黑袍人直接横飞出去，另一个眼睛死死盯着林璇，你们都得死！林璇的声音嘶哑，再次冲了上去。林璇速度快的已经超出正常人范畴，还站着的黑袍人还未反应过来，林璇已然到达面前，一拳轰出，黑袍人的胸口竟然塌陷下去，整个人也飞出去，撞在墙面上，砸出一个大坑。他的胸口出现一个焦黑的拳印，滋滋冒着黑烟。另一个黑袍人从侧面扑来，林璇不躲不闪，反手一抓，扣住对方的手腕，咔嚓，他的手臂直接被硬生生的折弯90度。黑袍人发出非人的尖笑，踉跄后退，他扶起另一个黑袍人，然后逃了。林璇没有追击，而是双手合十，2股暗红色的真元化作2道暗光，直接打入黑袍人体内。另一边围观的人全都被这一幕吓傻了，这尼玛都是什么？拍电影吗？滚！林璇看了他们一眼，是。刀疤脸带着小弟们屁滚尿流的逃命，确定都跑了之后，林璇双腿一软，单膝跪在了地上，反噬来了。他感觉浑身经脉如烈火般灼烧，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就连耳朵都在嗡嗡作响。林璇，安澜冲下车，抓住他，别碰我！林璇抓紧抬手开口，但还是晚了一步。安澜直接双手扶住了他，在2人接触的一瞬间，安澜只感觉到一股灼热感从林璇身上传来，我没事，别去医院。说着，林璇又喷出了一口血，然后直接倒了下去。林璇，这一刻安澜终于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剧痛炙热，像是有无数的钢针在经脉里面穿梭。林璇是硬生生的被疼醒，他猛地睁开眼睛，视线有些发红，然后慢慢的清晰，雾气眼前全都是热雾弥漫，低头一看，自己竟然躺在浴缸里。林璇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声音，他缓了一会，挣扎的坐起身，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好热。他下意识的伸手胡乱摸索着浴缸边缘，终于找到了进水的开关，冷水涌出，冲在滚烫的皮肤上，滋滋，皮肤表面竟然冒起了淡淡的水汽，让浴室内的雾气更浓了。林璇靠回浴缸，大口喘息冷水，让他的灼热疼痛缓解了许多，但体内的邪火仍然在疯狂的翻涌。就在这个时候，浴室的门被推开，一道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是安澜。她只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 T 恤，下面是一条黑色短裤，但是身上显然是被水浸湿，衣服都贴在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线条。她自己显然没注意，端着一盆水走了过来。林璇转头看过去，只看了一眼，就连忙转过头来，
因为体内的邪火再次开始乱窜，T 恤的布料被水浸湿，变得有些半透明，隐约透出里面。这还不算什么，他修长笔直的双腿，有水珠顺着腿线滑落，在充满雾气的灯光下泛着一股光泽，他的头发也是湿漉漉的，只是随意的挽起。此刻他整个人和往日里的冰山女总裁彻底不同。你醒了。安澜看见林璇坐起身，眼睛一亮，快步走到浴缸边，他将水盆放下，里面装满了冰块，将手放进浴缸。他试了一下水温，眉头紧锁，怎么这么快就热了？我再给你加一点冰块。说着他端起水盆，将所有冰块倒入浴缸，哗啦，冰块撞入水中，迅速融化，浴缸内的水温迅速降低。林璇舒服地长舒了一口气，就连紧绷的身体都稍稍放松了一些。那群人，林璇的声音有些嘶哑，每说一个字都是对他的一种折磨。都走了，放心，我已经让人处理过了。车库那边对外说是在拍电影，不会出现别的问题。那群人我也找人调查，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安澜在浴缸边蹲下，一边用手搅动浴缸里的水，一边说道。林璇注意到他的胳膊有些红肿，他猜测应该是自己身体的温度造成的。安澜顿了顿，看向林璇苍白的脸，你真的不去医院吗？你的温度实在，我只能先用冷水尝试。今天发生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的世界观，到现在他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没事，我去医院怕是会被当作小白鼠吧。林璇缓缓说话，安澜点了点头，二人忽然沉默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安澜像是反应了过来什么，转过去了头。浴缸内，林璇一丝不挂，我的衣服。林璇也反应了过来，低头看了看，然后小声地问道，闭嘴。雾气下，安澜的脸色有些红润，他自然没有让别人看到那种奇怪状态下的林璇，是他扶着林璇一步步回到了住处，也是他亲手帮林璇一件件脱掉衣服，将他扶到浴缸内。虽然可以不去看，但总是难以避免。安澜起身想逃离浴室，却又担心林璇出事，他就僵在那里，脸上满是纠结。林璇忽然开口，声音已然虚弱，这段时间让保镖不间断护着你，等我恢复一些再想办法调查。不用。安澜一听连忙摇头拒绝，你好好休息，这一次谢谢你。他的声音很轻，但十分郑重，想起刚才车库内的一幕，安澜心里还是一阵后怕。万一他真的出了事情，如果他没来，如果自己被抓走了，他不敢想自己的结局，那些事以后再说。林璇摇摇头，或许是看到处在自己面前但没注意到自己完美失身的安澜，他感觉自己体内的邪火开始迅速暴躁，烧得他甚至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我身体有些不对。林璇的声音越来越低，似乎在竭力压制着什么。安澜脸色一变，去医院吗？我现在就打。不。林璇打断他，表情有些尴尬，你怎么了？安澜吓得伸手去扶他，别碰。林璇咬牙低吼，但已经晚了。安澜的手搭在他手臂上，冰凉柔软的触感让他瞬间无法压制自己体内的邪火。林璇眼睛又开始泛红，呼吸粗重的吓人。他终于明白禁术的后遗症之一是什么了，欲火缠身。安澜被吓得一时间不知所措，打给谁？赵雪莉。安澜愣住，赵雪莉？叫她来干什么？林璇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颊，竟至找不出一丝瑕疵，还有那湿透的 T 恤，原来这就叫油爆琵琶半遮面。林璇只感觉邪火更甚不行，这么下去自己真要爆体而亡。他闭上眼，豁出去了，我需要双修。双修。安澜茫然地重复了一下这个词，随即想到了什么，他看过不少小说，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浴室里安静的只剩下了流水的声音，蒸汽在二人之间流动。林璇紧闭双眼，不敢再看安澜一眼，他怕真的彻底失去理智。许久，安澜才小声开口，声音还算冷静，只是有些颤抖，一定要是赵雪莉吗？林璇睁开眼，撞上他闪烁的目光，我可以吗？林璇抓紧挪开目光，深吸一口气，安总，这修炼过程可能有限。我知道。安澜打断了他，他站起身，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身。林璇刚想松了一口气，谁知道只听啪的一声，浴室的灯被关掉了，只剩下昏暗的雾气。黑暗中，安澜走了过来，双手脱掉了自己已经湿透的 T 恤。林璇整个人都傻住了，安总，你没必要。他还没说完，安澜已经走到浴缸前，抬起一条腿迈了进来，有些烫，我知道，但我不能看到你出事。安澜依旧冷静，眼神甚至有些坚决。林璇看着自己眼前的安澜，昏暗掩盖不住他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反而更有一种朦胧的极致美感。滴水珠顺着发梢滴落浴缸内。安总，林璇早就已经忍不住，再加上此刻的冲击，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伸手一把将安澜拉进浴缸，安澜下意识惊呼一声，整个人直接跌入水中，溅起大片水花。林璇一边将其拥入怀中，一边关闭了流入的冷水。现在后悔还？林璇在他的耳边低语，灼热的呼吸烫得他耳根发麻。安澜的身体微微颤抖，他看着林璇近在咫尺的脸，看着他眼中不断翻涌的暗红，忽然主动伸手捧住了他的脸，我不后悔。说完，他主动吻了上去，十分生涩，但却是点燃了林璇最后的引线。蒸腾的雾气将两个人彻底包裹。安澜紧闭双眼，睫毛抖得厉害，他清楚地感受到林璇炙热的皮肤。此刻的林璇已经下意识开始运转功法，将体内本源操纵着不断循环，每从二人体内循环一次，林璇眼中的红色就褪去一分，皮肤表面的血色纹路也逐渐变淡。安澜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体温在下降，
呼吸也不是那么灼热，这就是他迷迷糊糊的想着，身体却不由自主的配合着林璇。2个小时后，林璇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身体的温度已经彻底恢复，但是疼痛依旧在持续，这个过程恐怕还要继续几天。但林璇感觉已经好很多了，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安澜，他已经瘫软在自己的身上，浑身湿透，长发贴在精致的脸颊上，眼睛半睁半闭，眼神有些涣散。安澜，林璇轻轻将他的秀发拂到耳后，心疼的开口。安澜勉强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又闭上泪。林璇哑然将他抱出浴缸，用浴巾裹住，然后抱到卧室的床上。他刚放下安澜，安澜却伸手拽了拽他的手，别走，我害怕。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依赖。林璇知道他害怕什么，你睡吧，我不走，就在这里。他坐在床边，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安澜这才安心闭眼，很快就睡着。林璇看着他安静的睡颜，伸手在他的眉心一点一道真元流入他的体内，和晚上他对那2个黑袍人所做一般。追魂术，只要自己的真元印记不被清除，就能感受到对方的方位。如今他清晰的能够感受到另外2股印记的位置，等我恢复，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城南陈家老宅，陈默趁着夜色鬼鬼祟祟地溜到了庄园最偏僻的角落，那里有几间破旧的小木屋，平日里堆放杂物，少有人来。他紧张地左右张望，确定没人注意，这才推门溜了进去。门一开，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他差点吐出来，赶紧捂住鼻子。木屋里面没有灯，只有窗外的月光勉强照进来。2道黑影静静地坐在角落，一动不动，像是2座雕塑。前辈，陈默声音很小，其中一个黑影睁开了眼睛，散出淡红色的光芒。失败了。陈默一听，眉头紧紧皱起，怎么可能？前辈，有您的这2尊手下出手，再加上我找的那几10个人，抓不来一个女人。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可是要知道自己原本的计划只有那几10个人。黑影缓缓站起，朦胧中可以看到他青灰色的皮肤满是裂纹，露出来的手腕和脖子都呈现出木质纹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那个丫头身边有高手。黑影的声音如同枯枝摩擦，应该是古武传人，但看不出到底出自哪一宗。我的2个庶奴都受了重创。陈默一听有些急了，这可怎么办？拿不下安家，就先对付童家。黑影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继续开口：10天后，等我闭关结束，亲自出手。那我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出去打草惊蛇，他们必然已经怀疑你了，偷偷溜出去应该。话没说完，黑影动了他枯木般的手，掐住陈默的脖子，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不准出去，听明白了吗？沙哑的声音毫无感情，但那血红的眼睛让陈默不敢有丝毫犹豫。明白。前辈，放手。他呼吸困难，脸长成了猪肝色。黑影这才松手。陈默瘫坐在地，大口喘气，看向黑影的眼神充满恐惧。走吧。黑影转身和另一道黑影一同走出木屋，消失在夜色之中。陈默在地上坐了好一会，才挣扎着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回住宅。第2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安澜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抱着一个人。他吓了一跳，刚想推开，抬头看到是林璇，动作这才顿住，昨夜发生的一切涌入他的脑海，于是想到那些画面，安澜脸颊有些发烫。他想悄悄下床，但刚一动，浑身酸痛袭来，尤其是腰腿。他咬着牙一点点挪动身体。林璇也醒了过来，看到他皱眉的样子，关心地问道：没事吧？要不要闭眼转过头去？安澜抓过被子捂住自己。林璇一愣，这个场景怎么有些熟悉？他乖乖地转过头，安澜裹着被子下床，刚走出2步，突然停下，回头看向他：昨晚为什么找赵雪莉？林璇他挠了挠头，硬着头皮解释：因为之前为了帮他调理偏头疼的。哼，调理到床上去了？你也知道我的情况有些特殊，体内……林璇还没说完，安澜冷笑一声，没再说什么，直接走出了卧室。林璇苦笑，摇头。半小时后，安澜换上了一身干练的职业套装，也恢复了之前那般冰山女总裁的模样，唯一就是走路有些不自然。他推开卧室门，看到林璇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床边，给你放3天假，够休息吧。安澜语气平淡，林璇下意识点头。安澜不再多言，转身离开。还有这好事？等安澜走后，林璇盘膝坐下，尝试运转体内真元丝，刚一运起，经脉就传来火辣辣的疼痛，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禁术的后遗症比想象中的更加严重，体内多处经脉受损不说，就连真元运转都滞涩了许多。按照正常修炼，至少也得半个月才能恢复。但林璇的脑海传承记忆中却有更加迅速的办法，依旧双修，借助阴阳调和之力修复经脉。看来最近自己的多待在滨江华府了。安澜想都别想。10点，林璇收拾好走出安澜家。他在街道上漫无目的的走着，既然有假期，那就索性好好休息。走着走着，林璇走进了一片古玩市场，这里大多是地摊，摆着各种真假难辨的小玩意，古铜币、瓷器、字画之流。这里的人不少，因为去年曾经有人在这里淘到了真玩意，拍卖出了几百万的高价，所以许多人闲暇时候喜欢来这里逛。林璇只是随意逛着，他对这些东西并不懂，
只是看个热闹逛了一圈，也没什么喜欢的东西。林璇正准备离开，忽然他的心头莫名一跳，一股微弱的气息从某个方向传来，这种感觉说不上来，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东西在指引自己一般。林璇脚步一顿，顺着感应看去，只见市场角落，一个穿着破旧棉袄的酒糟鼻老头坐在那，正打着哈欠。他的面前铺了一块脏兮兮的破布，上面摆着零星的几个破烂生锈的铁壶、缺口的陶碗，还有几枚锈迹斑斑的铜钱，然后便什么都没有了。摊前一个人都没有。林璇的目光扫了一圈，便确定自己的感觉是从那老头屁股下的石头传来。他不动声色走了过来，老头听见脚步声，睁开惺忪的眼睛，一看到有客上门，他立刻来了精神。哟呵，小哥有眼光，你是今天第一个来的人，来，我这可都是报备。说着，他开始指着自己的东西介绍，明朝的碗、清朝的壶都是大有来历。林璇扫了一眼，随口说道：“大爷，您这些东西怎么卖？”他拿起一枚锈迹斑斑的铜币放在手里掂了掂，小兄弟，我这都是好东西，我看你有缘，你得20万，我打包卖你了。嘘，这种好事可别往外说。老头左看右看，然后小声开口，一副你占大便宜的样子。林璇嘴角瞅了瞅，不是，大爷，你把我当外国人整呢？500。林璇面无表情，啥？老头愣住，500块钱，我包圆了。如果林璇重复了一句，还没说完，老头眼睛瞪得溜圆，一拍大腿，成交。林璇得，这也给多了他本，以为老头怎么也得讨价还价2次，没想到答应的这么痛快。老头似乎是生怕林璇后悔，一边把自己的2维码递了上去，一边手脚麻利的开始打包，把这些古董全都装在破麻袋里。他的脸上笑容堆满，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林璇无奈也没想返回，扫了500块钱付了过去。老头收到钱，开心的把麻袋递了过去，还不忘说着：“小伙子，你赚大了，我看你真有福气。”说着，他乐呵呵地端起屁股底下垫着的花盆大小石头，准备往身后3轮车上搬。等等，林璇拦住了他。老头有些疑惑：“我们刚才说好的，你摊上所有的东西都归我。”林璇指了指他手中的石头。老头愣了一下：“这破石头你也要？这是我平时垫屁股的玩意儿，河边捡的，不值钱。我知道，但我这人就喜欢各种石头。”林璇随意开口解释，目光还是看着麻袋中的各种玩意，似乎真的只是喜欢收集石头罢了。但老头却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手中的石头：“小哥，你不会是觉得这石头里有什么好东西吧？”老头有些犹豫起来，他仔细观察了一下，确实只是普通的大块鹅卵石。要不，小哥，你再给我添5万，我把这3轮车也一起送你。你看这一堆宝贝，你赚大了。林璇指了指自己，一字一句说道：“大爷，你看我是冤大头吗？3万。”大爷忍痛说道。林璇摇头：“8000，这石头肯定是好东西，你买了不亏，把钱还我，我走了。500，最低价250。大爷，你看我像250吗？”林璇做事就要放下麻袋，准备要回钱。哎，别，小伙子，怎么还急了呢？老头把石头往林璇脚边一放，跳上3轮车，蹬着就跑，速度之快，似乎生怕林璇反悔。林璇看着老头消失在人群中，他这才低头打量起来。他没有立刻走，而是坐了下来，一件件翻看麻袋里的宝贝铜币，清末明初的普通玩意，几块钱一枚碗和壶，都是现代工艺品做旧，也不值钱。还有几块木雕，都是烂木头刻的，一麻袋都是垃圾。最后他把手放在了那块石头上，石头表面十分光滑圆润，显然是被做了有些年岁，伸手触摸触感冰凉，质地坚硬，看起来就是普通的河滩石。难道感觉错了？他皱起了眉头，可刚才那股异样分明就是从这上面传来的。他刚想闭上眼操纵真元探入查看，忽然一双修长笔直的腿站在自己面前。老板，你这块石头卖吗？说话之人声音清脆，带着一丝利落。林璇抬头愣了一下，因为站在摊前的竟然是叶瑾，昨天才在小区门口见过的那个女警员。此刻她换了一身便服，简单的一件白色 T 恤，外面是黑色的夹克，依旧英气与干练。叶瑾也认出了林璇，惊讶的挑了挑眉：“是你，叶警官？好巧。”林璇站起身笑道：“你这是摆摊？”叶瑾打量了他几眼，又看了看地上的麻袋，十分不解。他昨天可是还在滨江华府和2位富婆在一起，今天怎么又在这卖古董？好像都是破烂啊！哈哈，刚才碰到一个大爷，十分有意思，把他的东西全包圆了。林璇实话实说：“怪不得。”叶瑾说着蹲下身子，伸手摸了摸石头，他似乎很是专业，在石头上轻轻敲击，甚至还侧耳听了听普通的河滩石，不过质地不错，挺适合做景观摆设，我刚好缺1块。叶瑾说着看向林璇：“你买这个做什么？”或许是因为他的职业，林璇下意识的开口：“就只是个人爱好。”叶警官，这个不行吗？叶瑾笑了笑：“你这人挺有意思。对了，上次我就想问你，你练的什么功夫？”他不再提石头，知道这是林璇买的，不想让人割爱功夫。林璇心里一动，脸上不动声色，家传的一点养生操罢了，强身健体而已。养生操能打10几个专业保镖。叶瑾挑眉，林璇眼神微凝，他怎么知道这个？抱歉，因为童小姐的举证，我们对你们小区的监控做了一番调查，凑巧看到了那一场精彩卓绝的战斗。叶瑾说着，眼神中透露出了一股期待，只不过是陪着童小姐打闹罢了。林璇摇了摇头，说着就要收拾东西离开。叶瑾伸出手拦住了他：“叶警官，
这是林玄直视着他的眼睛。据我所知，江州的古武传人不超过5个，最近新出现了一个叫做王大力的家伙，但跟脚我们都知道，倒是林先生突然出现。叶瑾神色淡然，丝毫不避让林玄的目光。林玄却心里十分意外，又是古武传人，难道叶警官有话直说，和我切磋一场，打赢我，你的身份我不管，说了我会把你上报。林玄下意识想要拒绝，因为他的印象中自己是一个半路杀出来的邪修，传承中的手段都是邪门歪道，而这些所谓的古武传人大概率是名门正派，所以他并不想过早暴露自己。而眼前这个叶瑾恐怕来历不凡，过多招惹有风险。但转念一想，若是能够搭上这条线，只是切磋。林玄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叶瑾听闻，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只是切磋，我以我人格发誓。林玄点头答应。走。叶瑾一看，直接抓起林玄的手腕就往外拉，不过林玄正脱开他的手，把石头放进麻袋里，一把扔到自己肩膀上。之后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有关古武传人的。好。叶瑾没有丝毫犹豫，点了点头，说着他大步往前迈去。叶警官这么急？林玄哭笑不得，急，我想你一晚上了。哦，当然是你的功夫。林玄跟在他后面。10分钟后，二人来到了附近的一片废弃停车场，空旷的水泥地上杂草丛生，几辆生锈的破车堆在角落，远处是2排低矮的平房，破旧不堪。叶瑾把随身小包往地上一扔，利落地脱下黑色夹克，里面白色短袖将身材勾勒出流畅的线条纹，身材至少不错。他活动了一下手腕脚腕，眼睛发亮，来，让我看看你有多能打。林玄却皱着眉头看向那排平房，叶警官，那边有人，确定还要打吗？叶瑾动作一顿，有人。他顺着林玄的视线看去，平房外面看起来荒凉无比，但仔细听起来似乎真有人的声音。他看了林玄一眼，这种地方你在这别动，我去看看。说着他便放轻脚步靠了过去。林玄无声跟上，二人靠近，声音越来越明显，里面能听到一群人骂骂咧咧的声音，似乎有人在打牌。叶瑾贴在一处断墙后面观察了一下，果然有人。第2排破屋内有10几个人正聚在一起，他注意到其中一个人眼睛一怔，然后立马退回来，掏出手机打出电话。是我，叶瑾，发现王刚团伙，位置在城西老古玩街尽头的废弃停车场，对方大约10几人，请求支援。挂断电话，叶瑾看向林玄，眼神复杂，里面那个平头穿灰外套的叫王刚，是一个案子的通缉犯，没想到居然躲在这。林玄点头，刚要说话，他忽然转身，身后传来脚步声，你们2个干嘛呢？地粗哑的吼声在空旷的停车场响起。叶瑾脸色一变，另一边平房内的吵闹声瞬间停了几秒后，门被踹开，10几个人涌了出来，手里拎着棍棒，甚至还有3、4个拿着明晃晃的砍刀，为首的正是王刚。林玄迅速上前，把叶瑾挡在身后，脸上堆起笑容，哥几个，误会误会，我俩小情侣，本来想在这热闹热闹，没想打扰几位，我们这就走。说着他拉起叶瑾的手，就想转身离开。站住！2个后面过来的混混横跨一步挡住2人。热闹玩得这么刺激？其中一个上下打量了一下叶瑾，怪笑道。林玄刚想继续开口，身后的王刚走了上来，目光停在叶瑾脸上，忽然笑了，小情侣，叶警官，你觉得我信吗？林玄心里一沉，居然认识。叶瑾松开林玄的手，走上前，目光冷淡，王刚躲得够深哟，您老还记得我？王刚笑容一收，眼神阴翳，叶瑾，你把我大哥2个送进去的时候，没想到有今天吧？他一摆手，身后一个小弟递上来一把粗糙的资质弩，弩箭是磨尖的铁条弩弓，抬起对准叶瑾，今天就别走了。王刚声音冰冷，旁边一个黄毛嘿嘿笑起来，老大，这妞真水灵，抓住之后让兄弟们乐呵乐呵。王刚骂了一句，滚蛋，都给老子认真点，先把那个男的抓住。说着他扣下了开关，嗖，铁条射出。叶瑾早就做好准备，在那一瞬间整个人急速侧滚出去，一瞬间10几个人冲了出来。叶瑾帅气的一个起身，冲着林玄嘴角一勾，比试一下。比什么？林玄有点无语，这个姑娘怎么什么都要比，看谁撂倒的多，敢不敢？他眼中闪过兴奋的光，随你来。说着叶瑾躬身弹出，他速度很快，眨眼间贴近最前面的混混，侧身避过挥过来的棍子，一手扣住对方的手腕，反手一拧，同时抬膝撞向其腹部。啊！那人惨叫着直接跪在地上。林玄站在原地仔细观察叶瑾的动作，干净利落，招招凌厉，实力确实不简单。小子还看戏呢？一个人挥着砍刀朝林玄扑来。林玄挑了挑眉毛，蚁人怪好，还知道提醒我。他抬腿就是一踹，动作看似随意，但他却整个人倒飞出去2米多，砰的一声撞在地上。嘶！林玄踹完，自己却吸了一口凉气，动作过大，牵动了体内的伤势，5脏6腑又火辣辣的疼了起来。就在他分身的刹那，嗖，破空声传来。王刚不知道什么时候新放了一根铁条，而且极为刁钻的从背后射向林玄的后背，时间抓得很好。小心！叶瑾第一时间注意到，大喊着提醒林玄，没回头，右手如闪电般向后一抓，铁条居然被他稳稳地抓在掌心，铁条的尾部还在剧烈震颤。林玄转过身，低头看了看，右手已然出现一道长长的伤痕，鲜血直流。叶瑾愣住了，空手接弩箭，还是
背身，这怎么可能？王刚也呆住了，举着弓弩的手僵在半空中，不是，什么情况？林玄手腕猛地发力，直接甩了回去。削！铁条的速度似乎来时更快，王刚被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侧身包头，没中。2秒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上，毫发无伤。转头一看，铁条居然离着自己好几米远偏了。老大，小心！王刚茫然的抬头，一道身影已经近在咫尺，林玄不知道何时冲到了他的面前，面无表情，飞身一踹。王刚感觉时间好像变慢了，他看到那只脚在自己的眼前放大，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开始加速。砰！林玄一脚踹在王刚腹部，王刚整个人工成虾米一般，双脚离地倒飞出去，竟然直接撞塌了身后几米远的木门，滚进了平房内，然后没了动静。不好意思，准头不太好。林玄看了一眼一旁的铁条，淡淡说道：“全场死寂，剩下的混混们全都傻眼了，这怎么打？对面一个李小龙，还打吗？”林玄开口，扫视一圈，咣当咣当，武器掉了一地。叶瑾走到林玄身边，眼睛亮得像是要把他吃了一般。你刚才的速度。林玄摆摆手，没有说话，不是他不想，而是踹完这一脚，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体内那暂时的平衡直接被打破，如今只见体内五脏不断翻涌，剧痛灼烧。叶瑾没有多问，而是开始指挥那群人蹲坐在空地上，双手抱头。没多久，警笛声传来，几辆警车疾驰而来，10数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迅速下车，控制现场。叶瑾快速交代了几句，转身寻找林玄，发现他靠在一辆废车旁，脸色有些发白。你没事吧？需要送你回去吗？叶瑾皱眉，没事。你忙？没事。林玄轻轻摸了摸他的头，挤出一个笑容。赵雪莉咬牙犹豫几秒，对司机点头，回家。还有那个……林玄最后指了指不远处的麻袋。2个人扶着林玄上车，他一坐下就彻底撑不住了，意识再次模糊，最后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片柔软温暖之中。昏迷前最后一个念头。好软恢复意识时，天已经黑了，鼻尖有2股香气萦绕，一股清新淡雅，一股浓郁宜人。林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2张绝美的脸凑在眼前，左边是赵雪莉，眼圈通红，满是担忧；右边是童瑶，瞪大眼睛，一脸好奇。雪莉姐，她醒了！童瑶喊了出来。赵雪莉连忙伸出手试了试林玄的额头，眉头紧皱，怎么还是这么烫？林玄想说话，但喉咙干得发疼。赵雪莉赶紧拿来水杯，小心地喂他喝了几口。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林玄声音沙哑无比，你这叫没事？和人打架了，谁能把你打成这样？童瑶指着他一旁还有血迹的衣服。林玄摇头，没打算细说，小问题。说着，他看向童瑶，童大小姐，麻烦你出去一下。童瑶一愣，为什么？有什么我不能听的？我不是外人。林玄只是看着他不说话。童瑶气得直咬牙，行，我走，谁稀罕听？说完，他气呼呼地转身出门，把门不忘砰的一声关上。房间里安静下来，赵雪莉坐在床边，轻声问：怎么了？林玄看着他温柔的脸，心里一软，他伸手把他拉入自己的怀中。赵雪莉顺势俯下身，林玄抬头吻住了他的唇。赵雪莉瞪大眼睛，一脸震惊。这是吻了好一会，林玄才松开手。赵雪莉脸红得厉害，点了一下他的肩膀，流氓，都受伤了还不老实？林玄在他的耳边轻轻开口说几句。赵雪莉愣住了，随即脸更红了，鬼才信，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真的。林玄拉着他按住自己胸口。门外，童瑶刚下楼，发现自己手机没拿，他又气呼呼地走了回去，一把推开门，我手机忘。童瑶走到一半，看到床上的2人，话卡在喉咙里，他呆愣了2秒，转身关门，你们继续。临走还不忘说一句，他慌乱地跑下楼，一边跑一边嘀咕，不是，怎么就不是？刚才还昏迷吗？衣服都不害臊。房间内，赵雪莉羞得把脸埋进林玄胸口，都怪你，被瑶瑶看到，你真是……林玄笑着搂住她，赵姐的身材这么好，还怕被看？闭嘴！许久之后，他瞪了林玄一眼，下床把门反锁，然后又上床。1小时后，林玄的体温慢慢降了下来，他能感觉到，不管是昨晚还是今夜，双休之后，体内暴走的真元都会渐渐平复，就连灼痛感都一点点消退，无愧邪修之法。赵雪莉累得缩在他怀中，手指都不想动，辛苦了，赵姐。哼，下次再这样乱来，我就不管你了。这一夜，童瑶睡得并不好，因为隔壁总是若有若无的传来不对劲的声音，他半夜睡不着，醒来有凌晨去卫生间，居然还有2个疯子怪物。8点多，他走出房门，出门刚好碰到也出门的林玄。早啊！林玄脸色已经恢复血色，他冲童瑶点了点头，早你个头，你们疯了！童瑶差点一拳给了上去，想到他昨天吐血的样子，才硬生生忍住。林玄耸了耸肩，没说话，径直走下楼，前往厨房。没一会，他就下了一锅面条，盛出2碗之后，自顾自的狼吞虎咽。赵姐呢？还没醒。对了，你今天有事吗？没事啊。怎么了？童瑶端过来一碗，也开始吃了起来。你这2天最好还是有事。林玄迅速的吃完1碗，含糊的说道：为什么？不好说。可林玄越是如此，童瑶越是摇头，我偏不，这2天我就不出去了，随你吧。林玄也没多说，又吃了1碗面条之后，开始去别墅院内简单的活动起来。神经病！童瑶瞪了他一眼，但是接下来他慢慢明白了林玄的意思。中午他刚准备睡午觉，隔壁再次传来了莫名的声音，
吵得他根本无法入睡。最后他只好跑到别的房间休息下午。他喝完茶点，刚准备找赵雪莉聊聊天，可前往他的房间推门，门被反锁。雪莉姐，他喊了一声瑶瑶，怎么了？里面赵雪莉的声音有些压抑。没事，你们继续。童瑶瞬间明白，握紧拳头，转身离开。晚上饭桌上，童瑶看着面前的2个人，终于忍不住了。雪莉姐，你们能不能克制一点啊？家里还有别人呢。赵雪莉低着头，羞得说不出话。倒是林璇没脸没皮。2个人吃完饭后，他直接抱起赵雪莉就往卧室里面走，还不忘看了一眼童瑶，十分挑衅，那意思分明和你说过的，让你今天出去。啊呀呀，气死了！童瑶气得直拍桌子，但回应他的只有吱嘎吱嘎的床响。这一响又持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顶着黑眼圈的童瑶实在忍不了了，趁着林璇出门锻炼，他轻手轻脚地溜进了赵雪莉的房间里，还不忘把门反锁，让你欺负雪莉姐。屋内，赵雪莉侧躺在床上，睡得正沉，脸颊红润，被子滑落一半，露出一片雪白肌肤，嘴角还带着一丝满足的弧度。童瑶凑了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雪莉姐，雪莉姐。赵雪莉的睫毛轻轻晃了2下，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瑶瑶，你怎么？童瑶嘿嘿一笑，直接钻进了被窝。她搂住赵雪莉的胳膊，小声问道：雪莉姐，你跟我说实话，你们这2天怎么回事？赵雪莉撑着坐了起来，身上的薄被滑落，露出光滑白皙的肩颈。她拉了拉被子，什么还装？童瑶轻轻戳了戳她的肚子。1天1夜，你们简直太不像话了吧？哪有？说到一半，童瑶自己都说不下去了。赵雪莉反应了过来，她脸上微红，伸手轻拍了她一下。哎呀，瑶瑶，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你们在房间里一整天啊？哦，不只是房间，你卧室，他卧室，甚至是健身房、书房，你们简直丧心病狂。童瑶说着，自己都觉得震惊不已。这2个人，难道身体真的撑得住吗？特别是林璇，他明明前天还昏迷不醒啊。听到童瑶的描述，赵雪莉脖梗上都泛起一阵粉红。童瑶凑近，盯着她的眼睛。雪莉姐，你和我说实话，是不是那小子给你下蛊了？就像我之前那样，你最近有没有觉得特别口渴？见到他就控制不住。他把之前林璇告诉自己的症状都描述了一遍。没有。赵雪莉赶紧摇了摇头。她犹豫了一下，小声开口：我们是在疗伤。疗伤？童瑶瞪大眼睛，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答案。你骗鬼呢？疗伤需要那样，还1天1夜？不行，你肯定是被什么邪术控制住了，我得给你找个大师来看看。童瑶说着，竟真的准备拿出手机搜附近的寺庙。赵雪莉无奈握住他的手，真没有。瑶瑶，你听我说，我知道这很离谱，但是真的，我们是真的在修行。得，修行都出来了。童瑶白了他一眼。真的，我们不只是在做那种事，更多的是，我也说不上来。童瑶想要描述，但他在双修之中都只是被动的感受。童瑶伸手摸了摸赵雪莉的额头，没发烧啊？说什么胡话呢？赵雪莉掀开被子下床，赤脚站在地上，还转了一个圈。瑶瑶，你仔细看看我。童瑶本来还想吐槽美人计对我没用，但目光观察了他一阵，忽然愣住了状态。赵雪莉整个人的状态好像确实不一样了。她的皮肤白皙透亮不说，但那脸上常年淡淡的疲惫感似乎真的消失不见了。不仅如此，她的眼神清澈明亮，甚至连头发好像都更有光泽了几分，整个人的精气神似乎真的焕然一新。你，童瑶站起身，绕着赵雪莉走了一圈，甚至还捏了捏赵雪莉的屁股。你用了什么护肤品？你们美容院上新产品了？赵雪莉轻轻拍掉她的咸猪手，笑着摇头，真没有，就是那样之后感觉身体特别的舒服，不，或者说是轻松，那种所有的疲劳一扫而空的感觉真的很好。童瑶有些相信了，因为她发现雪莉姐不仅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就连身材也都更好了一点，她心里莫名羡慕了起来。还有这种功效？我不信。童瑶有些嘴硬，是真的，你试试我的肚子。赵雪莉拉过她的手，放在自己平坦的小腹上，是不是很暖和？小林说这是阴阳调和、血气充沛的表现。童瑶下意识点了点头，她后退了一步，又打量了一下她，最后才勉强相信雪莉姐的状态好得惊人。想着，她沉默了。哪个女人不想青春永驻，不想容光焕发？慢慢的，她心里那些怀疑慢慢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羡慕取代。她咬了咬嘴唇，小声嘀咕：反正别被她骗了。知道了，瑶瑶最关心我了。赵雪莉笑着抱了抱她，童瑶哼了一声，不再多说。另一边，林璇晨练完之后没有回房间，而是想起了储物间里面还有一块石头等着自己。他找了一圈，终于翻出来那个破麻袋，别的破烂他都没去在意，单单抱出来那个大石头。林璇盘膝而坐，将石头放在自己腿上，扶手上去，冰冰凉凉，并无异样，没有犹豫，他直接将一股真元注入石中。10秒、20秒、1分钟，石头毫无反应。慢慢的，林璇怀疑自己是不是感受错了。3分钟后，就在林璇准备放弃的时候，腿上的石头忽然轻轻震动了一下，很轻微。林璇都怀疑是自己感受错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咬牙将更多的真元灌入。如今的他本就真元所剩无几，这短短不到10分钟，又让他回到了一穷二白的地步。但林璇不管不顾，他有一种感觉自己赌对了。忽然
细微的碎裂声响起，石头上出现了一条裂缝，紧接着是第2道、第3道，蛛网般的裂痕迅速蔓延，眨眼间布满整个石头林。玄心头一动，果然，砰！石头忽然炸开，碎屑四溅。下一秒，林玄只感觉自己的掌心一痛，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低头看去，只见一道红光从碎石中飞出，悬浮在半空中，而自己的手掌就是因为刚才被红光轻轻划过，竟然开始滴落鲜血。那是一柄半个巴掌大小的小剑，通体淡红，近乎透明，它竟静悬着，散发微光。而更让林玄震惊的是，自己掌心滴落的血珠竟然被小剑牵引飞向剑身，然后被吸收的干干净净。这是什么意思？林玄整个人脑袋一空，没等他细想，小剑忽然嗡的一声震颤，转头化作一道红光，直刺他的腹部。林玄大惊，本能的想躲，这不小心刮了一下，都给自己手划破伤口，这给自己腹部一下，岂不是成切腹自尽了？但那红光太快了，快到他甚至看不清剑身，只觉得腹部一凉。卧槽！他连忙低头，衣服上赫然出现了一道整齐的切口，像是被利刃划开。可真的掀起衣服之后，腹部的皮肤却完好无损，没有伤口，没有血迹，只有刺痛感真实存在。林玄愣了一下，他转头四周看了看，都没有小剑的身影，不会进入我体内了吧？反应过来的林玄静下心来感受体内的情况。丹田之处原本那里有一团本源邪火静静的待着，但此刻邪火上方竟然多了一股什么东西。林玄用真元试探了一下，真元竟然直接斩断一部分，然后消失不见。不是，这什么意思啊？真进我身体里了呀？但我还没同意啊！林玄一时间哭笑不得，他尝试了各种办法，捶打自己的腹部，用真元驱赶，甚至是开口交流都没有一丝用处。他就像是一个强盗，抢占了林玄的家，赖着不走不说，还吃你的用你的。行，算你厉害。感受着体内真元的缓缓流失，林玄欲哭无泪，但最后他也只能放弃。幸好真元消失的速度不算太快，也算可以接受。叹了口气之后，林玄起身收拾了一下储物室的碎石，然后走了出去。来到客厅，就见到童瑶和赵雪莉坐在沙发上聊天。童瑶一见到他，眼神古怪，上下打量，看得林玄莫名其妙。怎么了？童瑶张了张嘴，刚要开口，手机忽然响了，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一变。什么？我马上到。挂断电话，他抓起外套就往外冲。瑶瑶，没事吧？赵雪莉关心地喊道。没事，雪莉姐，家里有点事，我回去一趟。童瑶摆了摆手，需要我和你一起吗？林玄见他样子有些着急，开口道真没事。童瑶喊了一句，风风火火地跑走。林玄耸了耸肩，坐在赵雪莉一旁。没事，不用担心，真有事情他会开口的。赵雪莉点了点头，觉得也是。正想着，他感觉到一只手搭在了自己的腰上，还在不断往上探索。别闹！赵雪莉拍了一下，但那只手的寸进尺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不断攀登。林玄脑袋也凑了过来，老姐该修炼了。赵雪莉脸一红，看了眼门口，小声道：回卧室。就这吧，这里宽敞。林玄在他的耳边轻吐一口气，不行，万一瑶瑶回来，他一时半会回不来。林玄闻着他发间的香气，丹田处的本源又开始隐隐躁动，他轻轻推倒赵雪莉，缓缓开口：赵姐，开始修炼吧。别。第二天是周五，林玄3天假期已然结束，他准时6点醒来，经过了2天的疗伤，体内的经脉终于不再那么躁动，尽数反噬的伤至少好了40%。这期间，那柄红色小剑一直安静地躺在丹田处，虽说时不时地吸收一点真元，但影响不大。林玄也彻底放下心来常规晨练吃饭，然后林玄打车出门，周一车停到公司里。这几天就再也没回去过来。到公司楼下，刚下车，林玄就看到苏晴带着第3市场部一群人从大厦走了出来。苏晴剪了利落的短发，换上了深灰色的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走路带风。他一边走一边和旁边的人交代着什么。和之前判若两人，下一秒2个人的视线对上，苏晴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恢复平静。他陌生地移开目光，继续向前走。林玄也没在意，径直从旁边路过。倒是后面第3市场部的同事们都冲他打着招呼：林哥。走到后面，周俊杰小跑着过来，一脸苦相：林哥，救命啊！第3市场部简直疯了。苏晴，你前女友简直是个工作狂，天天带我们出去跑市场，还要写调研报告。我这周都快住公司了，都是他的主意。林玄有些意外，就是他？你管管你前女友啊！周俊杰满脸哀求。林玄同情地看着他：兄弟，加油！我无能为力。俊杰，磨蹭什么？前面有人喊来了来了。周俊杰应了一声，冲林轩苦兮兮地笑了笑，追了上去。林玄看着他们匆匆的背影，笑了笑，转身上楼。曾几何时，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到处跑市场，做调研，写报告，挺好。第1市场部，林玄刚到工位坐下，王浩端着水杯走了过来，但让林玄意外的是，他脸上堆满了笑容，甚至十分恭敬地把一杯刚泡好的茶放在桌上。林哥，早啊，终于见到你了。林玄一愣，怎么个意思？王哥，你这是愿赌服输？王浩嘿嘿一笑，生态园那项目我服了，心服口服，以后你就是我哥，我每天给你端茶倒水。林玄恍然大悟，这才想起之前的赌约，他摇了摇头：王哥别当真，开玩笑的罢了。那不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王浩拍了拍他的肩膀：晚上我请客，给大家赔罪，也算给林哥接风。你来部门也好几天了，还没一起聚过呢。林玄想了想，
点头，行，那就谢过王哥了，爽快。王浩暗暗松了一口气，他这几天可是心情忐忑无比，中间甚至还专门找了一下同事的刘总，最后确定真的是林璇搞定的童谣，他哪里不害怕？自己把这么一顿大佛给得罪了，日后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所以他决定放下脸皮，履行赌约。看来自己做对了。对了，王哥，苏经理没来？林璇指了指苏玉柔紧闭的办公室门，问道：“听说相亲去了？”王浩冲他挤了挤眉，嘿嘿笑道：“相亲？”林璇有些意外，嘿嘿，家里催得急，听说都催到公司里了。不过谁能娶到苏经理这种极品？啧。林璇没有多想，点了点头，就开始工作。积压了3天的工作，让他不知不觉就干到了下午6点多。王浩在办公室内站起来，拍了拍手：“走了，吃饭去。今晚我做东，给我林哥接风，谁都不准跑。”办公室一阵欢呼。周五晚是聚餐的最佳时间，王浩凑到林璇身边：“林哥，人多，咱们吃小烧烤怎么样？热闹？行，听你安排。”林璇笑了笑，关上了电脑，一行人浩浩荡荡下楼，打了5辆车，直奔附近的城东有名的夜市大排档。周五晚堵车，到地方时已经7点半了，但刚好夜市开始热闹，烧烤摊烟雾缭绕，香味扑鼻，加上大家长时间坐车饥饿交织，香气简直不要太诱人。王浩熟门熟路的带着大家来到一家招牌老店，老板有什么上什么，啤酒走着。王浩冲着老板大喊的嘞，老板直接给他们拼了2张大桌。林哥，今晚不醉不归。王浩说着，抢坐在林璇的右边，而他左边的空位立马被一个女生占了。林哥，不介意我坐在这吧？女生的声音娇滴滴的，十分软萌。林璇转头看去，是自己部门的一个姑娘，叫做冯依然，来第一市场部，比自己早1年，长相算得上漂亮，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而且看出还化了精致的妆容。她穿着件浅粉色的针织衫，领口微低，说话的时候刚好身子前倾在林璇面前。林璇对她印象还算深刻，主要是因为她说话那股柔柔软软的劲儿，随便坐就行。林璇笑了笑，冯依然开心的坐下，身子往他这边靠了靠。林哥，我可要沾沾你的喜气，最近你太旺了。王浩在旁边起哄：“依然，你这是想蹭运气，还是想蹭人啊？浩哥，你讨厌？”冯依然娇嗔的瞪了他一眼，手指无意的刮过林璇的胳膊。同事们陆续落座，很快2张大桌坐满。这里老板和王浩熟络，也没管点单，直接开始上菜。冰镇啤酒、牛羊肉串、小龙虾，一盘盘串和菜冒着热气被端上来，很快铺满桌子。王浩举起酒杯，来，第一杯，欢迎林璇，我林哥哈，正式加入我们呢第一市场部大家庭，以后都是兄弟，干杯，欢迎林哥。玻璃杯碰撞声十分清脆，冰啤酒下肚，气氛瞬间热络起来。林璇也许久没有感受到如此热闹的氛围，很快就和大家喝成一片。几杯酒下肚，大家话都多了起来。王浩频频和林璇碰杯：“林哥，这杯我赔罪，以前是我倚老卖老，眼界浅了，你真的让我长见识了。”说完，他仰头一饮而尽。林璇赶忙也干了：“王哥言重了，同事之间开玩笑，别当真。”不行，一杯不够，表达我的歉意，我再来一个。王浩又满上。林璇笑着也跟上，刚放下杯子，一旁的冯依然也举起酒杯凑了过来：“林哥，我也敬你一杯。”他手指捏着酒杯，小指微微翘起，眼睛水汪汪的。林璇笑着碰杯：“谢谢，不过话说我应该比你小吧，可别叫我哥。”没事的啦。冯依然小口喝了半杯酒过3巡，大家都放开了，有的人开始划拳，有的人玩着酒桌游戏，不断喝酒。林璇也没停过，他和所有人都单独喝了一杯，才回到自己位置。一旁的冯依然似乎有些醉了，脸颊泛红，身子软软的靠在椅背上。注意到林璇回来，他端起自己的酒杯：“林哥，再喝一杯吗？”他侧过身，针织衫的领口微微敞开，露出里面精致的锁骨。若是以前的林璇面对这种主动的女生，说不定真的会被哄得晕头转向。可现在他脑海中闪过几张脸：清冷高贵的安澜，柔媚风情的苏玉柔，气质幽兰的赵雪莉，火辣直率的童谣，随便哪一个不是颜值顶尖，各有千秋。相比之下，冯依然这种有些刻意撒娇的绿茶就显得有些索然无味了。他笑着碰了碰杯，身体却保持着距离。哥哥，冯依然又凑近了一些，吐气带着酒香：“我真的好佩服你，一来就拿下好几个大单子，人家好佩服。”他说话时，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林璇的大腿。林璇侧了侧身：“运气好而已，人家也想有哥哥这种运气。要是我能够做哥哥的女朋友，肯定非常开心，才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身在福中不知福。”冯依然眨眨眼睛，意有所指，显然是知道苏晴的事情。林璇摆摆手：“喝酒，不提这些，好吗？”冯依然乖巧的点头，又举起酒杯，轻轻和林璇碰杯，但这次只喝了1口，就娇滴滴的嘟嘴：“喝不了了，哥哥，你能帮我喝一半吗？”说着，他把自己喝过的酒杯递了过来，上面还留着淡淡的口红印。同时，他整个人都靠在了林璇的身上，手臂搭在他的大腿上，一副醉得坐不稳的样子。套路，林璇自然看出来他是故意的，但不得不说，这一顿操作下来，自己还是有了一点火气。小付出的本源又开始隐隐躁动，他深吸了一口气，轻轻扶起冯依然，然后起身：“你们先喝，我去一趟洗手间。”说完，他快步离开座位。冯依然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勾起，哪有一分醉意。林璇刚走，又来了5、6个人，在不远处坐了下来，为首的是一个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重的金链子，身上纹着纹身。他们大咧咧地坐下，
然后吆喝着点单：“老板，200个串，3箱啤酒。”点完单，一个黄毛凑到光头身边，咧嘴笑道：“大哥，今晚可得好好放松一下，最近可累坏哥几个了。”光头大手一挥，使劲喝：“今晚不醉不归，一会吃完带你们去按摩，好好放松放松。”几个人全都开心的呼喊出来：“嘿，大哥你看那边，那个小妞不错啊！”黄毛瞥到一旁的冯依然，眼前一亮。灯光下，冯依然微醺的脸泛着红晕，粉色衣服依然盖不住发白的皮肤，短裙下的一双腿又长又白。旁边几桌的人时不时的将目光瞥去光头，回头看了一眼，笑骂：“猪戏，嘿嘿，大哥，我去勾搭勾搭，万一有戏呢？啧，这双腿我能玩1年。”黄毛搓了搓手，站起身子随你。光头不在意的摆了摆手，继续跟小弟们喝酒。黄毛悠悠的走到林璇那一桌，一屁股坐在林璇刚空出来的位置上。冯依然正低头玩着手机，还以为是林璇回来了，身子正准备软软的靠过去，声音娇滴滴的：“哥哥。”等靠到一半，他才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转头一看，不是林璇，是个染着黄毛流里流气的陌生男人，嘴里还叼着一根烟，一脸傻笑的看着自己。冯依然被吓了一跳，赶紧坐直身子，脸像是变脸一般回复冷漠：“你谁啊？”黄毛咧嘴，更开心了，他露出一口黄牙：“美女，哥哥请你喝2杯啊。”“没兴趣。”冯依然皱眉往旁边挪了挪，但黄毛脸皮很厚，不但没走，反而凑得更近：“哎呀，没有，认识一下嘛，哥几个在这片混得挺开的，一会请你唱歌去啊。”说了没兴趣。冯依然别过头，不想搭理他。这时王浩喝了一圈，摇摇晃晃回来，一看旁边出现一个陌生人，还在骚扰冯依然，借着酒劲喊道：“不是，你谁啊？”黄毛瞥了眼王浩，没搭理他，而是继续开口：“给个面子呗，要不加个微信也行啊。”王浩一看对方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给你个屁的面子，赶紧滚，别打扰我们聚餐！”他声音很大，正在喝酒玩闹的同事们全都看了过来。黄毛这才慢悠悠的站起来，斜眼看着王浩：“大叔，有你毛事啊？滚一边去！”王浩本来不想惹事，但一看自己这边10几个人，对方就1个，而且同事们都在看着自己，有底气的他往前一步，你再说一句是。黄毛冷笑，伸手点了点王浩的胸口：“我说滚一边去，听懂了？”说完，他直接一屁股坐下，翘起2郎腿，那样子分明在说：“今天我就不走了，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王浩脸上瞬间挂不住了，这么多同事在看着自己，要是怂了，以后还怎么在部门混？酒精混合着气氛，王浩脑袋一热，伸手就要去拉黄毛的胳膊：“你给我起来，我他妈的给你脸了是吧？”黄毛猛地甩手，同时一脚踹了出去。王浩没防备，加上喝酒本身就没站稳，被结结实实踹在肚子上，他直接哎呦一声倒退，一屁股坐在地上。浩哥几个男同事一看立刻围了上来，但黄毛丝毫不怕，他抡起一瓶啤酒打碎只剩下带刺的瓶口，指向众人：“怎么还想一起上？大哥！”他站起来扫视一圈，然后冲着另一边喊道：“光头那边早就注意到这边的动静，看事情闹起来了。”他皱着眉头带人走了过来：“怎么了？”7、8个混混往那一站，气势瞬间不一样了。光头、金链子、纹身，一看都是社会人。第一市场部这个白领，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高端人士，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刚才还义愤填膺的男同事们，此刻也都犹豫了起来，特别是看到他们手里都抡着酒瓶，感觉说不好就准备动手的样子。王浩从地上爬了起来，肚子上还有一个大大的鞋，硬中木睽睽之下被踹倒。他感觉老脸都火辣辣的，他指着黄毛怒骂：“妈的，你敢打人？好，你给我等着，我他妈找人弄死你们！”说着，他就要拿手机打电话。光头一听，脸色沉了下来，他眯起眼睛，声音冷淡：“老人，行啊。”他朝小弟们一挥手，把这个小子带回去，让他慢慢找。几个小弟一听，二话没说冲了上来，反观王浩这边，真看事情闹起来了。几个同事都有些害怕的后退了几步，王浩直接被2个人抓住了脖领子，往前拖拽，气氛剑拔弩张。另一边林璇打着电话从一旁走了过来，脸上还挂着笑容：“好，赵姐，我一会就回去了，真的不先睡吗？等我一起睡，重点是一起，还是嘿嘿，好啦，我没事，就和同事吃点饭而已。童瑶还没回去，不过他既然没给你打电话，那应该没什么事。不行，明天刚好周6，你去看看他呗。先挂了，等我回去。”挂断电话，林璇冲这边走来，走了几步，他才发现自己刚才坐的大桌前围了一群人，气氛有些不对劲。不是王浩怎么被人拎着脖子？林璇皱起眉头，走上前去：“这是干嘛呢？”王浩看到林璇回来，来了几分精神，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顶住2个人的拖拽，硬生生把自己停了下来。他还不忘对林璇开口：“小林，你往后站，一会打起来别伤到你。你放心，我这就叫人。”说着，他抬起手机找着号码：“我他妈让你叫！”黄毛才不惯着王浩，一看他还在那翻手机，直接一巴掌使劲扇下来。啪！只听一声脆响，王浩的手机直接摔在地上，稀碎屏幕碎裂不说，还直接冒起了黑烟。妈的！看到这一幕，后面几个同事终于忍不了了，其中一个抄起一个酒瓶就冲了过来。另一边光头的几个小弟早就憋不住了，也做事就要开始干架。等一下，就在气氛已经到最高潮的时候，
光头突然喊了一声，叫停住了双方两边加起来20多号人全都看向了光头，但光头此刻却在看着林璇，他眼睛瞪大，眼神中有些害怕。林哥，您怎么在这？在说这话的时候，光头的声音甚至有一丝颤抖。全场安静了下来，王浩张着嘴，话卡在喉咙里，同事们也全都愣住了，看看光头，看看林璇，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冯依然看向林璇的目光从惊讶慢慢变成了几分火热，他好像发现了宝藏一般。林璇看向光头，觉得有点眼熟，但一时间也想不起名字。你是？光头赶紧自我介绍，林哥，我是虎哥，陈虎的手下，上次在美容院门口还有金珠 KTV 有幸被您打教育过。他这话说的委婉，但在场的都听明白了，这哪是被教育，这是直接被打了。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有幸，这得多大的面子。大家看向林璇的眼神彻底变了，之前他们私下议论都觉得林璇要么是攀上了富婆赵雪莉，要么是靠运气拿下项目，可现在看来，这个新同事的背景远比他们想的还要复杂。林璇这才想起来，点点头，是你啊，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看了一圈，有些不解。光头一听，直接踹了一脚黄毛，还不给林哥给人家姑娘道歉。林哥，是这小子不懂事，闹了点误会。黄毛也懵了，他没见过林璇，但连大哥都这么毕恭毕敬，就知道一定是牛逼人物。他连忙对着平依然和林璇鞠躬，对不起林哥，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林璇开口，坐下说吧，有什么事情都好好说话，别动手就打架。说着，他先坐了下来。几分钟之后，两拨人喜笑颜开，似乎刚才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陈虎怎么样？身体不错吧？林璇举起酒杯问到，光头连忙双手举起一瓶啤酒，谄媚的笑道，多亏林哥妙手回春，虎哥现在身体倍儿棒，我们现在的势力。林璇摆了摆手，我不想知道你们这些事，人没事就行。光头嘿嘿灌了一瓶下肚，然后开口，林哥今晚有时间没？我们哥几个请你唱歌去，下次吧。好。一旁的王浩早就酒醒了大半，看到眼前这一幕，越来越庆幸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半小时后，光头一群人也不敢多打扰林璇这边聚餐，乌泱泱直接离开了。他们不忘离开前把林璇这边的单也买了，风波彻底平息，但气氛有点不一样了。同事们看向林璇的眼神都带着好奇和敬畏，只有平依然。接下来的聚餐几乎黏在了林璇的身边，敬酒夹菜找话题，各种明示暗示，但林璇只是礼貌的回应，保持着距离。晚上10点多聚餐结束，同事们互相道别，三三两两的打车离开。王浩喝的最多，被2个同事架着上车，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最后路边只剩下林璇和冯依然，他站在路边，晚风吹得他的短裙飘飘。林哥这么晚我一个人回去害怕，能送我吗？他说话时身子微微摇晃，像是站不稳。林璇看了眼时间，我给你叫个专车吧，晚上我还有点事。不要吗？冯依然拉住他的衣袖，撒娇道，你就送我到小区门口吗？他仰着脸，灯光下眼睛水汪汪的，确实有几分动人。若是以前，林璇或许会心软，但现在他轻轻抽回手，语气平静，依然，我女朋友在等我回家。冯依然脸色僵了僵，但很快又恢复，哎呀，就是送一下嘛，又不会耽搁多久。你女朋友不会这么小气吧？车5分钟到，车牌号发你微信了，路上小心。林璇说完，转身走向路边，拦了辆出租车。透过后视镜，他看到冯依然站在原地，咬着嘴唇，表情复杂。他摇了摇头。半小时后，出租车停在滨江华府的门口，林璇付钱下车，漫步走到赵雪莉的别墅。他注意到里面还亮着温暖的灯光，赵姐还在等着自己。想到这里，他心里一暖，快步走进别墅。走进去，林璇发现赵雪莉穿着睡袍在厨房里忙活着。注意到林璇回来，他很快从锅里拿出一碗汤。回来了，先喝点醒酒汤。赵姐，你真好。林璇接过碗，他一口喝完，胃里暖暖的。别急，慢点喝，锅里还有。赵雪莉笑着开口，放下碗。林璇抱住了赵雪莉，别闹，你一身酒气，快去换下衣服，洗一下。赵雪莉推开林璇不正经的手，小声说道，洗完呢。林璇轻轻在她的耳边开口，又不正经。赵雪莉逃似的挣脱，跑回自己的卧室。林璇笑了笑，回到自己房间里面，快速的洗漱了一番。今晚本就被冯依然撩拨的有些火气，他收拾完来到赵雪莉房间，里面只剩一盏暖黄的床头灯还在亮着。床上，赵雪莉穿着丝质吊带睡裙，头发散在枕边，白皙的皮肤若隐若现。她正翻看着手机，林璇躺到她的床边，很自然地搂住她，滑。赵雪莉放下手机，靠在她的怀里。今天聚餐开心吗？还行，就是有个同事比较麻烦。林璇把玩着她的头发，女的。赵雪莉抬起头，眼睛亮亮的看着他，漂亮吗？没你漂亮。林璇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赵雪莉额头微红，拍了她一下，就知道有嘴滑舌，滑不滑？赵姐不是最知道了。你突然，赵雪莉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等一下，这么晚不接了？哎呀！赵雪莉推住林璇，俯身去拿手机。林璇停了下来，来电显示瑶瑶这么晚了。赵雪莉疑惑的接起电话，瑶瑶，怎么？雪莉姐。电话那头传来童谣带着哭腔的声音，断断续续，哽咽的厉害。我爸在医院，医生说可能。赵雪莉脸色骤变，猛地坐起身，什么？在哪家医院？市中心医院。
ICU， 雪莉姐，我好怕，我爸他。童瑶哭得泣不成声，别怕，瑶瑶别怕，我马上过去。赵雪莉声音急促，挂断电话就要下床。小林，瑶瑶那边出了点事，你先休息，我过去一趟。赵雪莉着急的开始换衣服，林璇也听到了电话的内容，他跟着起身，我和你一起去。赵雪莉看着他，眼眶微红的点了点头，有他在身边，心里踏实了许多。二人迅速换好衣服，赵雪莉开车，一路疾驰深夜的街道空旷，车速很快。赵雪莉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颤抖，林璇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别急，会没事的。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夜里11点半，医院的大楼灯光也都暗淡了许多。二人直奔 ICU 位置，电梯门打开，长长的走廊尽头，一眼就看到2排黑衣保镖站在两侧，个面色肃穆，而童瑶蹲在墙角，双手抱膝，头埋在手臂之中。赵雪莉直接跑了过去，林先生。林璇路过保镖的时候，才注意到是之前和自己切磋的那群人，他拍了拍几个人，辛苦了。保镖们也都冲他点点头，没有多说话。林璇走过去，但心中有些奇怪，走廊里除了保镖和童瑶，竟然没有一个童家的亲戚长辈，这是什么意思？瑶瑶，赵雪莉跑到童瑶身边，蹲下抱住了她。童瑶抬起头，眼睛红肿，脸上满是泪痕。看到赵雪莉的瞬间，她啊的一声哭了出来。雪莉姐，我爸他怎么会突然？赵雪莉紧紧抱着她，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出来。没事的，肯定会没事的，童叔叔吉人天相，一定会好。林璇站在一旁叹了口气，他想起来自己妈妈最后的那一幕。几分钟后 ICU 的门被打开了，几名医生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医生，表情沉重。童瑶猛地站起来，但他因为蹲得太久，一阵眩晕袭来，幸好一旁的赵雪莉扶住了他。赵伯伯，我爸他。童瑶顾不上头晕，直接开口问道。赵医生叹了口气，让一旁的医生们先离开，他摘下眼镜，同样十分难过。瑶瑶，你爸爸这次情况很不好。他看了眼里面，压低声音，胃部大出血，虽然手术止住了，但因为他之前身体透支太过严重，肝肾功能都衰竭了，我们尽力了。他顿了顿，犹豫了好一会，才继续开口，可能就这1-2天了。童瑶感觉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站在原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赵雪莉扶着他摇摇欲坠的身子，赵医生，真的再没办法了吗？赵医生摇了摇头，老童这些年太拼了，身子早就垮了，而且他还一点都不节制。哎，这次出血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瑶瑶，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一刻，童瑶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瘫软下去。赵雪莉和林璇赶紧架住了他。赵医生摇着头叹气，离去。凌晨2点，童远，也就是童瑶的父亲，被转入了特护病房。病房宽敞安静，各种监护的仪器滴滴作响。病床上的中年男人脸色苍白，戴着氧气面罩，呼吸微弱，仍旧昏迷。童瑶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泪已经哭干。赵雪莉站在他的身后，轻轻拍着他的肩膀，沉默。病房里谁也没说话。林璇站在稍远处，看着病床上的童远，犹豫了一会，刚准备上前用针源探查一下他的体内情况，可刚迈出一步，病房的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冲了进来，高跟鞋哒哒作响。她看起来40出头，保养得极好，身材火辣，穿着紧身的连衣裙，外面披了一件皮草，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老童，老童，你没事吧？女人扑到病床边，声音不小。经过林璇身边的时候，她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和香水混合的味道。这女人刚从酒局下来。下一秒，童瑶像是被点燃的爆竹，猛地站起来，一把将女人推开。你给我滚，这里不欢迎你。女人被推得踉跄，站稳后手指着童瑶，声音尖利。童瑶，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来看我老公。天经地义。老公？林璇愣住了，这女人是童远的老婆，那岂不就是童瑶的妈？可看年龄，二人相差最多10岁，而且看童瑶对他的态度后，妈林璇心里瞬间明悟，他突然反应过来刚才赵医生说的话，一点不节制，或许就说的是这个。女人还要上前，童瑶挡在病床前，眼神冰冷。刘美元，别在这演戏了，我爸刚在 ICU 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敢说你在哪个男人的酒局上吗？你胡说什么？刘美元脸色一变，随即哭诉起来。老童啊，你看看你女儿就是这么对我，我辛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她居然照顾你，是照顾我爸的钱吧？童瑶毫不退让，两个人越吵越凶，声音在病房里面回荡。赵雪莉想要劝架，但根本插不上话。林璇叹了口气，走到二人中间，二位，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病人需要安静。你谁呀你？刘美元瞪着他喊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童叔叔现在情况并不好，你们这样吵会影响他休息。童瑶红着眼睛咬牙道。刘美元，你出去，不然我让保镖把你轰出去。刘美元本来还想说什么，但看到他吃人般的眼神，最终冷哼一声，转身离开，高跟鞋哒哒的慢慢消失在走廊。病房重归安静，童瑶则耗尽了所有的力气，瘫坐在沙发上。赵雪莉坐在他旁边安慰着林璇，没有再犹豫，走到病床旁边，看着昏迷的童远，伸出来2根手指搭在了他的手腕上，他要尝试一下。一丝微弱的针源从林璇的指尖探入童远的体内，针源如细丝般仔细探查着每一处情况，确实如赵医生所说，糟糕透，五脏六腑的功能严重衰退，肝肾不好，
胃部更是脆弱的像是一张纸，整个人的身体就像是一个过度使用的老旧机器，随时可能彻底崩碎。林璇皱起眉头，因为让他心惊的是，除了他的身体本身不行，竟然还有毒素，很微量，但渗透极深，不像是刚下的，更像是已经持续了不知道多久的毒素堆积。这种微量的毒素潜伏在血液之中，慢慢侵蚀着生机，它就像是最后一根毒刺，彻底毒死了童远身体。自我修复的可能。林璇收回手，脸色凝重，又是毒素，怎么你们有钱人都喜欢用吗？小林，赵雪莉注意到这边，轻轻开口，童瑶也抬起了头，红肿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微弱的期待。他知道林璇人很古怪，有些奇怪的手段。林璇沉默了几秒，实话实说，童叔叔的身体透支太过严重，各项器官都衰竭，而且他体内还有毒素。毒素？什么毒？童瑶愣住，反应过来，直接站了起来。很隐秘的毒素，应该是长期摄入，这种毒不会立刻致命，但会让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童瑶握紧拳头，谁给我爸下毒？长期摄入。病房里一片死寂。就在这个时候，病房门被推开之前，那位赵医生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病历本，脸上十分沉重。他和童远是老交情了，一想到他可能，就忍不住想过来再看看。他看着林璇站在床边，手还搭在童远的手腕上，不禁皱眉：年轻人，你在干什么？林璇收回手，我再看看童叔叔的情况。你是医生？赵医生打量了一下，略懂中医。林璇如实开口。赵医生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语气中满是无奈：小伙子，你也应该感觉到了老童的情况，我跟他几十年的老交情，但凡有一丝希望，我都会拼尽全力。可这次……说着，他的眼眶也有些发红。林璇却突然开口：赵医生，如果我能排出童叔叔体内的毒素，再激活部分器官功能，他有没有可能活下来？赵医生愣着：你说什么？毒素？说着，他拿出了病历本，开始仔细看着血液检测，并未显示有毒素存在。是的，毒素。童叔叔体内有一股长期存在的毒素，这是他身体无法恢复的关键。如果我能清除，再刺激他身体的自愈能力，或许……不对啊，哪有毒素？赵医生喃喃自语，又翻看了一遍。林璇也觉察到了不对劲，难道有人故意替换了童叔叔的血液检测报告？赵健来回看了2遍，确定自己没有遗漏，这才抬起头看向林璇：小伙子，你怎么知道老童中毒了？把脉把出来的。林璇硬着头皮开口，他总不能说自己体内有真元的事吧？不可能，我认识多少老中医，从未听说过把脉能识毒的。赵健一脸皱眉，越看越觉得林璇是个骗子。林璇没有放弃，而是开口：赵医生，你们这有针灸的针吗？你要做什么？针灸排毒，刺激他体内残存的生机。童谣眼里燃起希望的火苗：林璇，你真的能救我爸吗？林璇还没说话，一旁的赵健就摇了摇头：笑话，简直笑话。先不说那什么毒素，就算是真的有，你最多可以排毒，怎么可能激活生机？童谣看着林璇的眼神，忽然开口：赵叔叔，麻烦您帮忙找一套工具过来吧。赵健刚想开口，童谣继续说道：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想试一下。林璇看着他点了点头。赵医生最终叹了一口气，看向林璇：也还需要什么？医院能提供的我都尽力配合，只需要针灸即可。我最后提醒你一遍，老童现在非常脆弱，任何刺激都可能直接要了他的命，好自为之。说着，他转头走了出去。林璇也沉默在原地，他自然知道如今自己体内真元所剩无几，不然的话他就可以直接通过真元排毒，但现在他绞尽脑汁，只剩下针灸这一条路了。可自己不出手，童远就真的只能等死了。所以他想要拼一下。10分钟后，赵健拿来3套不同的针灸针，长度不一，材质不一。房间内只剩下4人，保镖们守在门外，严禁任何人打扰。林璇洗过手，消过毒，站在床边，他深吸了一口气，拿起一根3寸的细针，凝神静气。童远此刻依旧昏迷，呼吸微弱，监护仪器上的数字跳动缓慢。需要我帮忙吗？赵健开口：帮我把童叔叔侧过身。林璇开口，赵健点头，直接上手帮忙。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第一根针精准的刺进百会穴，针入3分。林璇指尖微颤，一丝极少的针源顺着针渡入第2针风池穴，第3针大椎穴。林璇下针极快，但手法却稳如泰山，一根根针刺入童远的头顶、脖颈、背部，要学很快就不成一片。赵健一边扶着童远，一边心里暗暗吃惊，这小子手法确实老道，看来前面所说不似作假，只是这大部分穴位怎么都是禁穴，别说寻常针灸师不敢碰，就连很多老中医怕是也都会犹豫一番。可偏偏林璇下针毫不犹豫，每一针的深浅角度都精准的可怕。赵健慢慢收起了心中的那股轻视，开始认真学习起来。慢慢的，林璇额头上渗出细汗，每下一针他都要渡入一丝真元，不是为了以真元驱除毒素，而是为了守住这些关键的穴位，防止毒素侵入。而针灸则是为了刺激童远体内最后的生机，以他自身的潜能排出毒素。但童远的身体实在是太过虚弱，这么多针下去他竟毫无感觉。林璇没有犹豫，继续下针。第10针心俞穴，这一针刺下之时，监护仪器突然滴滴击响。赵医生脸色一变，心跳突然加快，血压在降低。身后的童瑶和赵雪莉捂住嘴，感觉心跳加速的是自己一般。林璇脸色不变，手指在针尾轻捻，他分出一丝更精纯的真元涌入，
强行稳住童远的心脉，监护仪器的警报渐渐平息，赵健松了一口气，但看向林璇的眼神却更加震惊。刚才那种情况，换成任何医生都得开始抢救，可这年轻人竟然只凭一根针就能稳住。林璇继续下针，第12针，肝俞穴第13针，肾俞穴。这2针落下的时候，林璇的脸色明显白了。童远这2个器官已然衰竭，他只能注入更多的针源，但他没有停第14针关元穴。人体元气之根针入的瞬间，林璇没有任何的犹豫，将体内剩余的所有针源全部注入瓮。那一瞬间，所有的银针开始同时震颤起来，针尾轻轻晃动。赵健瞪大眼睛，这是气感。中医针灸中有得气的说法，但通常只是患者有酸麻肿胀感觉，像这样所有针同时震颤的景象，他几10年来从未见到。让他更加震惊的是，童远的身上每一处针灸穴位开始渗出丝丝黑色的液体，这是毒素。他抬头一看，童远的脸色都似乎好转了一些，虽然依旧苍白，但那如同死灰般的气息却淡了很多，就连监护仪器上的数字都开始缓慢回升。林璇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身体晃了晃，险些站不稳。赵雪莉赶紧跑过来扶住了他，小林，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累。林璇的声音有些虚弱，他看向那些银针，虽然配合着针源已经开始排出毒素，而且滋养5脏6腑，但这还不够。施展针灸的过程中，他就觉察到他体内的针源已经深入骨髓，光靠这点针源至少还需要3天，可他的身体哪里能撑住这么久？他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雪莉姐，你帮忙扶住童叔叔。好，童瑶，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说。童瑶连忙点头。赵健松开手，也激动地说道，我呢？我干什么？赵医生，你先出去。赵健，不是，怎么到我这就是出去了？我出去？赵健一是不敢相信，二是还想借这个机会多看一下林璇的手段。他如今已经彻底被林璇征服了。对，你先出去，我接下来的手段你不方便看。杨健张了张嘴，最后老脸也拉不下，只好点头走了出去。等房间内只剩下3人之后，林璇看向童瑶，我需要用特殊的手法加速排毒，但这需要阴阳调和之力，怎么帮？童瑶愣住，林璇沉默片刻，看向了赵雪莉，她脸一红，但还是点头，我来吧。不，赵姐，你的体质如今已经偏温，不太合适，需要。说着，他的目光落在了童瑶身上。童瑶怔了怔，随即反应了过来，你是说要我和你那样？林璇里面摇头，不是，只需要肌肤接触，我用特殊地功法引导你体内的阴气，但是过程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太舒服。童瑶瞬间想起了上次在万隆酒店的事情，他咬了咬嘴唇，点头，我可以。说着，他走到林璇的身边，林璇没有犹豫，直接脱掉了自己的上身衣服，露出来精壮的上身。你也需要脱衣服？当然，只是上半身就好。林璇开口，需要脱多少？童瑶不是矫情的人，可毕竟赵雪莉在自己面前，她破天荒的害羞起来，脱掉外套，露出小腹即可。然后你抱住我，让腹部紧贴我的身上。听到林璇的话，童瑶松了一口气，至少不需要他快速按照林璇的意思脱掉外套，低着头，然后紧紧抱住了林璇。因为和林璇有点身高差，他还特意翘了一下脚。林璇没有犹豫，闭上眼睛，开始运转功法。虽然他体内的真元耗尽，但本源还在此刻与童瑶肌肤相贴，本源自然的躁动起来。林璇没有压制他，反而引导着他开始在2人之间循环运转周天。童瑶轻哼一声，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之前感受到一次，但依旧忍不住阴阳2气在2个人身体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随着一个又一个周天的循环，林璇感受到体内几乎枯竭的真元慢慢恢复，如同久旱逢甘霖。他深呼了一口气，然后伸出手，将指尖放在童远的腹部那里，正是关元穴所在的位置，抱紧我，不要松开。说着，林璇渡出一丝真元，随着经过本源滋润过后真出现的真元渡入。正在昏迷中的童远突然身体一震，爸！童瑶惊呼，别放开手！林璇沉声道，童瑶点头，死死地抱住林璇。2个人都没有心思去管自己此刻有多暧昧，注意力全都在童远身上。只见童远腹部那根银针尾部泛起淡淡的黑气，紧接着以这里为中心，其余的银针也相继震颤，一缕缕黑色的雾气从里面渗出，在空气中凝聚不散毒素。林璇眼睛一亮，果然管用。他加大引导，让循环更快了几分，但童瑶可就有些难受起来。他咬紧嘴唇，不敢开口一丝，不然他真怕自己下意识低呼出声。10几分钟后，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但童远的脸色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门外赵健急得来回踱步，他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是能听到一阵阵奇怪的声音传出，这是什么中医手法？哎呀，急死我了，怎么还把门帘给关了呢？如果不是有这么多彪形大汉在这里挡着，他真可能忍不住闯进去。这种闻所未闻的医疗手段，对他这个老医生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诱惑力。终于半小时后，房门被打开了，赵健急速的开门冲了进去。走进去一看，他整个人都傻眼了，童远竟然睁开眼睛了。赵健冲进病房，几步跑到童远病床前，老童你醒了。赵健的声音发颤，急忙查看监护仪上的各项数据。童远依旧虚弱，但至少睁开了眼睛。他看着多年的老友，勉强眨了眨眼睛，嘴唇微动，但还发不出声音。别说话，先休息。赵健的眼眶瞬间红了，他
他快速检查童远的瞳孔、呼吸和心跳，来回查看了3遍。虽然各项指标距离健康值还有很大差距，但比昨晚可是好了太多。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他忽然转头，想要寻找创造奇迹的人林璇，但可惜的是，只见林璇躺在一旁的陪护病床上，已经沉沉睡去，他的脸色也不好看，有些发白。赵雪莉坐在一旁，细心地为他盖上被子。此刻的赵健像是感觉有无数蚂蚁在自己心里爬一样，非常着急，又无可奈何。瑶瑶，明天这位小伙子醒过来，一定要和我说。一定。童瑶点了点头，说道：没问题，赵叔。不过还有一件事情需要麻烦您一下。丫头，你说只要我能帮上忙。赵健连忙点头，我想请您对外宣称，我爸已经去世了。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爹不是？赵健愣了一下，看向一旁的童远，有些不理解。我爸是活下来了，但下毒的人还没找到，我要借这件事情把人找出来。童瑶眼神锐利，握紧拳头。10分钟前差不多了，毒素已经排除，生机也已经激活，剩下的你让赵医生照顾就行。林璇拍了拍抱着自己一脸红润的童瑶，但他此刻已经没有了任何心思，只有极致的疲惫。真的没事了。童瑶放开手，松了一口气，短时间内没事了。太好了，谢谢你，林璇，我这就去叫赵叔叔。别急，童瑶。林璇拉住了他。童瑶愣了一下，这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趁机找一下谁对你爸爸下毒。童瑶本就聪明无比，只是如今心思全都在童远安危上，现在林璇一点，他瞬间反应过来，你是说假死？林璇见他明白自己的意思，点了点头，然后径直走向一旁的陪护床上，直接倒头就睡。童瑶此刻心里五味杂陈，若是以前陈闯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恐怕只会催促他尽快接手家族产业，趁机捞取好处，根本不会在乎他父亲的死活吧。幸好已经和他彻底结束，离婚不说，他涉嫌多项犯罪，最少要在监狱待上10几年。童瑶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逐渐坚定。他走到病房外，对保镖队长吩咐了几句，队长点头，迅速带着几人离开。整整一夜，童瑶没睡。他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握着他的手，脑海里却在飞速的运转。他能够在童家年轻一代中脱颖而出，不是靠着父亲童远的偏爱，而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如今的场面，他要做的不是慌乱，而是反击。凌晨5点，童瑶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6点，他和赵雪莉一同离开了病房。6点半，林璇缓缓睁开了眼睛。他刚想动，浑身就传来酸痛的抗议，好像每一块骨头都要散架了，体内真元几乎枯竭，甚至丹田里的小剑都安静了下来，废了。林璇叹了口气，没想到过了4、5天，自己不仅一点没恢复，整个人还更加虚弱。他暗暗下决心，在彻底恢复之前，不能再浪费一丝一毫的真元。他勉强坐起身，发现病房内只剩了自己和童远2位女士，不知道跑哪去了。他也没在意，刚一抬头，发现童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静静地看着自己。2人对视片刻，童远缓缓抬起了手，艰难地取下氧气面罩，声音虚弱：小伙子，谢谢你。林璇愣了愣，随即起身走到病床边：童叔叔，您客气，我是童瑶的朋友，自然不能见死不救。说着，他帮忙把病床的角度调整得更舒服一些。童远深深地看着他，眼中有感激，也有打量。其实童远很早就已经恢复了意识，他从鬼门关走了一圈之后，又被林璇拉了回来。昨夜在林璇给自己针灸的时候，他就已经感受到了外面的谈论声音，他也是能够听到的。这年轻人的医术，小伙子，你也是古武传人吗？童远缓了一口气，问到。林璇摇了摇头，我不是。他说的是实话，自己到现在都不知道古武传人到底是什么玩意。但童远显然误会了，他以为林璇只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多问。沉默片刻后，他继续开口：小伙子，你与我童远，于童家有救命之恩，若我此番不死，日后定会好好报答你。只是如今童家……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忧虑。瑶瑶一个人，我怕他应付不来。林璇明白他的意思，点头道：童叔叔放心，我会帮助童瑶的。不过您这毒中的蹊跷，心里有怀疑的人吗？童远叹了口气，我原以为是最近和陈家斗得太狠，他们暗中下手，但你说这是长期毒素，那只能是童家出了内奸。有怀疑对象吗？林璇问。他相信一个执掌童家这么长时间的人，肯定早就察觉了很多，或许只是自己不愿意相信罢了。童远沉默良久，缓缓吐出3个名字。第一个，我的夫人刘美娟，她的可能性最大，不怕你笑话，我这身子就是她掏空的。说到这的时候，童远苦笑了一下，似乎在嘲笑自己。第二个，我的弟弟童金。童远，童金，你哥俩倒是会取名字。林璇心中吐槽了一句。第三个，我的贴身管家安全。安全，这名字倒是挺让人放心的。林璇记下了这3个名字。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推开，杨健这急忙慌地走了进来。一见到林璇醒过来，他直接快步走上来：林先生，请收我为徒。赵健说的情真意切，而且整个人就要直接给林璇跪下。林璇被吓了一跳，赶忙上前一步扶住他：赵医生，您这是干什么？赵健也顾不上被老友看笑话，十分认真地开口：林先生，我为昨天对你的轻视道歉，但我是真的想和你学习医术，特别是那神乎其技的针灸手法。赵医生，您别这么说，我也只是班门弄斧，其实不懂什么医术的。林璇一阵头大，这赵健怎么也得50、60岁吧？
这如果真要拜自己为师，简直离谱啊！而且自己医术都是半路接收传承得到的，实践经验少得可怜。不，林先生，您今天不答应，我就不走了。赵建直摇头，他昨夜一宿没睡，脑海里全是林玄针灸的手法。童远在病床上看着这一幕，开心的笑了出来。这赵建也有今天。刚好童瑶和赵雪莉拎着几份早餐走了进来，然后就看到赵建要给林玄一个劲的下跪，林玄一个劲的阻拦。这一幕两个人全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戏份？赵医生，我答应您以后常和你切磋医术吗？怎么样，拜我为师？绝对不行！林玄实在受不了，最后松口退让了一步。赵建想了一下，突然开口：林先生，你结婚了吗？没有啊。林玄下意识回答：刚好我有个孙女，今年刚18，江州大学的大2学生，我介绍给你认识。林玄，赵雪莉，不是，怎么突然转到这里了？18？呸，不是，赵医生，赵叔叔，您先回去，现在童叔叔需要休息，咱回头再谈。最后林玄一步一步地将杨健送出来病房，然后反锁了房门，这才松了一口气。刚一回来，就看到赵雪莉和童瑶看着自己，眼神怪异。怎么了？林先生，介绍给你认识啊，刚满18岁。赵雪莉和童瑶一唱一和，盯着林玄开口。可也不是不行。林玄脸皮很厚，笑着开口：小林，死渣男，行了，别闹了，童叔叔都醒了，你快去聊聊天吧。林玄拿过早餐，然后就开始疯狂炫饭。另一边，瑶瑶、童远开口：爸，你能说话了。童瑶惊喜地跑到病床前，双手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童远看着女儿，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瑶瑶，爸。童瑶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但这次是喜极而泣。父女俩相顾无言，只是紧紧握着手。童远用一只手轻拍着女儿的手背，眼神里满是慈爱和愧疚。一旁的赵雪莉偷偷转身，她也忍不住的流泪。她看不得这种场面，就来到林玄的身边，轻声问道：你好点了吗？好多了。林玄一边吃一边咧嘴笑：是不是伤势？哟，小事。赵雪莉摸了摸他的头，心里也满是关切，要不是因为自己，林玄也不至于来这一趟。但不来，他心里满是纠结。童瑶哭了一会儿，抹掉眼泪，开始细心的给父亲喝粥。童远虽然虚弱，但食欲还不错，慢慢喝了小半碗。吃完早餐，童远的精神好了许多。他看着女儿，突然郑重开口：瑶瑶，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爸您说。童瑶连忙道：以后一定要听林先生的话。童远认真道：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家族哪怕不要也要活下来。这话说得像遗言。童瑶脸色一变，使劲摇头：爸，您说这些做什么？您会好起来的，等您好了，我们一起报答林玄的恩。童远叹了口气，没再坚持。他又看向林玄：小林，瑶瑶就拜托你了。林玄嘴里塞满了饭，不忘点了点头：童叔叔放心。几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童远毕竟身体还虚，很快又睡过去，但这次是正常的睡眠，呼吸平稳。童瑶给父亲盖好被子，转身看向林玄，眼神复杂：林玄，谢谢你，我童瑶欠你一条命。他说的十分认真：小事罢了。林玄摆了摆手：不，我是认真的，从今天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而且这次事情结束，童家永远会站在你的身后。大哥他怎么样了？童金急忙上前询问。童军没说话，只是缓缓闭上眼睛，两行老泪从眼角滑落。家主真的没了？怎么会这么快？完了，童家这下乱了，刚得罪陈家，这下有人震惊，有人悲切，还有人眼中闪过窃喜和激动。家主没了，代表新的家主要出现了。刘美元第一个站出来，声音带着哭腔：全管家，不会错了吧？我昨晚去看，老童还在呢。安全低着头，声音沙哑：夫人，赵医生亲自确认，家主他凌晨走了。得到两个人的确认，院子里彻底炸开了锅。刘美元身后，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站了出来：二爷，如今家主去世，外面陈家虎视眈眈，我们需要尽快选出新任家主主持大局。我认为刘夫人跟随家主多年，最了解公司，理应接任。放屁！童金那边瞬间有人反驳：哪有把童家交给外人的道理？童金是家主的亲弟弟，能力出众，才是最佳人选。刘夫人是外人，她为童家操劳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童金才是正统。两拨人吵成一团，声音越来越大。刘美元和童金站在各自阵营前方，都没有亲自开口，但二人目光对上针尖对麦芒，谁都不会退让。童军缓缓睁开眼睛，看着下面吵得面红耳赤的晚辈，眼中满是失望。童家真的后继无人了。他看向安全：温度呀，安全，你说谁合适？安全摇头：二爷，我不知道，家主生前没交代过。唉，童军长叹一声，感觉有些无力。不管是谁，你都要好好辅佐童家，不能乱。是。安全低头回应。院子里争吵还在继续，就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院门外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各位有点着急了吧？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院子。所有人一愣，齐齐转头看去，只见童瑶一身黑色西装，面色冰冷地走进院子。他的身后跟着林璇和赵雪莉，在后面是两排黑衣保镖，气势逼人。童军看到童瑶，浑浊的眼睛猛地一亮。对了，童瑶走到院子中央，目光扫视一圈，最后落到童军身上。他微微躬身：二爷爷，瑶瑶，你爸他。童军声音发颤：我爸。但他最后说：
要让我来主持大局。童瑶直起身，声音平静的可怕，你主持大局？你一个小辈！刘美元那边有人刚开口嘲笑，只见童瑶举起手中的手机，里面传出童远虚弱的话：童家日后交给童瑶。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童家之所以能够在江州混上家族的名头，全靠童远，他以数十年的努力比肩江州那些老牌家族，所以他的话在童家那就是圣旨。如今他留下了遗诏。童瑶眼神冷冷地扫向刚刚说话之人：李叔，你在我爸手下干了10几年，做了什么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要不是我爸念旧情。哼！那人瞬间脸色发白，张着嘴却不敢说一句话。童瑶又看向另一边，眼神丝毫不惧每个人。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爸走了，童家要乱了，你们可以趁机捞好处，站队伍。他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冷，但我告诉你们，童家乱不了。从今天起，我童瑶暂代家主之位，你们谁赞成谁反对？童瑶的话音落下，院子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刘美元和童晶。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小姐会在这个时候以如此强势的姿态站出来，宣布接管童家。她只是一个晚辈啊。短暂的安静之后，上面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开口：瑶瑶，你还年轻，这么大的担子。三叔公，我从小跟在我爸身边，22岁进公司，23岁独立负责项目，25岁负责公司，去年拿下城南开发区。论能力，我比在座的谁差？论身份，我是童远的亲生女儿，童家嫡系，还有我爸的遗嘱。你们谁敢有异议？我刘美元终于忍不住了，她上前一步，脸上虽然还挂着泪痕，但声音却尖利起来：瑶瑶，我知道你难过，但童家不是儿戏。你爸刚走，你就这么着急夺权吗？夺权？刘美元，我还没问你，我爸昨夜出事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哪个酒局？在和哪个男人一起？童瑶冷笑：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只是出去应酬，为了公司应酬到凌晨2、3点。你说我爸体内的毒是不是你下的？这话一出，全场哗然。毒？什么毒？家主是中毒死的，不是胃出血吗？刘美元下毒？一时间议论纷纷。刘美元脸色煞白，指着童瑶：你血口喷人，我跟你爸夫妻好几年，我怎么可能？是啊，好几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你海外账户的钱越来越多，需要我仔细查查吗？刘美元浑身一颤，说不出话来。另一边，童晶眼看形势不对，也站出来打圆场：瑶瑶，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的事情，当务之急是选出新家主。你还年轻，未来是你的，现在不如先让二叔我。二叔，上个月你挪用公司2000万去澳门赌场，这是我爸帮你压下来了，但现在需要算了。童晶脸色铁青：你胡说什么？是不是胡说？需要我联系下澳门的何先生？童晶额头冒出冷汗，不敢再说话。童瑶重新看向全场，目光所及之处，无人敢和他对视。刚才那些还吵着选新家主的人，此刻都低下了头，生怕被盯上。童瑶身后的林璇看到如此霸气的童瑶，心中暗暗点头，这丫头虽然虎，但也是真霸气啊。童瑶冷笑一声，重新开口：现在我再问一遍，你们谁赞成谁反对？童军坐在太师椅上，看着这一幕，眼中既有震惊又有欣慰。他缓缓开口：瑶瑶，你真能担起这个担子。二爷爷，我爸走了，但童家不能乱，我有能力也有决心守住童家，请二爷爷支持我。童军沉默良久，最终点了点头。他拄着拐杖站起来，对全场说道：我支持他暂代家主之位，谁还有意见？院子里鸦雀无声，刘美元咬牙切齿，童晶脸色阴沉，但都不敢再说话。刚才童瑶那一手已经镇住了所有人，他手里显然握着不少人的把柄，这时候谁再跳出来就是鱼死网破，结果怎么不好说，但肯定会失去最终争夺家主的优势。童瑶直起身，既然没人反对，那从现在起我暂代家主之位，公司所有事务照常运转。周一上午9点，总部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董事长职位。说着，他带着自己的人径直离去，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院子里才重新响起议论声。这丫头，她手里到底有多少人的把柄？童家真的要落在她的手里？刘美元和童晶对视一眼，眼神中都闪过一丝阴狠。他们没有说话，带着各自的人离开，但谁都知道这事没完。家主不代表着结束，童氏集团的董事长才是最终的结局。走出童家祖宅，童瑶才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他并不像表面那么无所畏惧，刚才的强势至少有一半是装出来的。赵雪莉握住他的手：瑶瑶，你真厉害。童瑶苦笑：雪莉姐，我……林璇走了上来，提醒道：打草惊蛇的效果应该已经达到，剩下的事我们要做好配合了。林璇站起身，略微活动了一下，这里很安静，安静到整个下午，除了有人来送过一次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人，而童瑶更是没出现过一次。林璇自然知道他正在按照计划到处游说，靠着父亲的关系网，靠着自己的人脉，也靠着手里的证据，他在争分夺秒。同样的，刘美元和童晶也在做着这种事情，打草惊蛇，这就是林璇和童瑶商量出的战术。那也小心点。赵雪莉仍旧有些不放心。放心，我有绝招。晚上8点，天色完全昏暗了下来，老宅这一片亮起了零星的灯光。林璇换上了一身深色的衣服，推门走了出去。院子里静悄悄的，他站在阴影处，体内真元流转，
一股奇特的波动从他身上散发出来。逆身术这是个很低级的术法，让自己能够融入周围的环境。白天的效果一般，但在夜里，特别是这种光线昏暗的老宅里，效果极佳。他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最后几乎和墙角的阴影融为一体。他试了试，走动了几步，脚步轻盈，落地无声，哪怕是近距离经过都无法发现他的存在。够用。林璇辨认了一下方向，悄无声息地朝着老宅深处走去。童瑶给过他老宅的地图，上面有几个重要人物的住所位置，他先后去了李美媛和童晶的住处，都是没人。林璇没有停留，直接朝着安全的位置赶去。安全的位置是靠在中心的位置，看得出来他在这里的地位不低。越往中心走，巡逻的保镖就越多。林璇很轻松地越过了他们。7-8分钟后，他来到了中心区域。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这里居然很热闹。院门口数个黑衣保镖守在院子不同位置。童晶刚刚走进院落，林璇找了一个空档，无声翻墙而入，并没有引起保镖的注意。院落内灯光亮着，林璇在窗边停下，注意力集中。里面传来2个人的对话：全哥，咱哥俩这么多年，不多说了，您在童家这么多年，我大哥给了您10%的股权，那是您应得的。现在大哥走了，按照之前遗嘱分配，我占15%，我希望您能支持我。短暂的沉默，然后是一个略显悲伤的声音响起：阿金，你是知道我的，我只希望童家好。本来我觉得你是不错的继承人，但……他顿了顿，童晶立刻接话：但是今天童瑶他是有20%股权，不错，但他今天几乎把所有人都惹了，没有人希望他上去。安全叹了口气：是啊，瑶瑶那孩子太直了。阿金，我也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但毕竟家主有遗嘱，童晶压了压声音：全哥，如果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阿金，你可别做傻事。安全一听，声音都提高了一些：不会，我的意思是，我会让他周一参加不了董事会，只要他来不了，董事会结束，一切就定下了。童晶连忙解释：都是一家人，虽然他想夺权，可做不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毕竟是自己亲大哥的唯一孩子。安全没说话，童晶又开始补充：全哥，你想想，他一个小丫头片子，有什么资格当家主？不过是仗着大哥的宠爱罢了，真交到他手里，你放心吗？又是短暂的沉默，然后安全缓缓开口：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周一董事会我会支持你。多谢全哥。童晶的声音里透着兴奋：你放心，事成之后该属于你的一点不会少，童家给你养老。2人又聊了几句，童晶起身告辞。几秒后，童晶一脸笑意地走了出来。林璇没有动，继续站在窗边，眼睛盯着厅堂内。安全坐在那，自顾自地倒着茶，似乎还在等着谁。这一等就是20多分钟。院门再次被打开，这次走进来的是童瑶，她只带着一个女助理。2人快步走进厅堂。全叔，这么晚还在打扰您，不好意思。童瑶的声音响起：瑶瑶来了呀，坐，喝茶。安全笑着起身，但脸上并无意外。安全安慰了童瑶几句，然后谈起了正事。童瑶也是那一套，希望安全周一能支持他。瑶瑶，你是远哥的女儿，我当然是支持你的，而且你这几年来的表现我也看到了，很有魄力。但是什么？但是你母夫人和你二叔那边都来找过我了，如今的情况太复杂了。安全一脸纠结。童瑶的声音很坚定：全叔，我向您保证，如果我当上家主，一定让家族重现辉煌。安全似乎非常欣慰，他想了一会，点头：好，我自然是希望家族好的，周一我支持你。谢谢全叔。童瑶语气中带着喜悦。2人聊得很快，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可只有一旁的林轩皱起了眉头：这个安全怎么对谁都这么一套说辞，全都支持。林璇看着童瑶离开，然后院里的灯被关上，一切恢复了平静。关灯了。林璇愣了一下：刘美媛呢？按照童瑶的说法，3方势力如今各掌握近30%的股权，谁能拿下安全手中的10%，就能掌握绝对的优势。如今童晶来了，童瑶来了，刘美媛没理由不来。但时间1分1秒过去，9点、9点半，一直到10点，林璇又等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等来刘美媛的到来。难道她不来了？就在林璇都觉得自己是不是该离开的时候，突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安全的卧室内传来。林璇屏住呼吸，没一会，一道身影慢慢打开了门，正是安全。他离开自己的房间，警惕地看了看四周，那一瞬间2人只差不到半米，但安全丝毫没有注意到林璇的存在。确定没人之后，安全贴着墙根从后门离开了这里。林璇眼睛一眯，果然有问题。他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安全很谨慎，走路几乎没声不说，而且还专门挑偏僻的小路，7拐8拐的，在复杂的巷道里绕来绕去。林璇紧紧跟着，不敢落下。有好几次，安全突然停下，回头查看。好在林璇的逆身术效果极佳，没被发现。可越是这样，林璇越心里警惕，这人果然有问题。就这样绕了10几分钟，安全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停了下来。这里是老宅的边缘，周围都是废弃的旧屋。安全走到其中一扇门前，又来回看了几眼，确定没人，他才推门走了进去。林璇等了10几秒钟后，然后如同灵巧的猫，一个起落就翻身而入落的无声院子里，杂草丛生，显然很久没人打理。唯一完好的就是一间侧屋，此刻窗户紧闭，里面隐约有灯光透出。林璇来到窗边，屏息凝神，不忘拿出手机，打开录音。里面的动静传了出来，首先是衣服摩擦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带着一股柔媚。怎么才来？安全嘿嘿一笑，刚送走他们俩，不得装样子。女人哼了一声：童晶和童瑶。
他们想要我手里的股份，那你怎么说的？安全没有立刻回答。外面，林璇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是两个人在拉扯，然后安全有些粗重的声音响起：“给不给他们，还不是看你的表现。”夫人，死样！女人笑骂了一句。林璇本来还想这声音有点熟悉，听到后面，彻底反应过来，刘美元居然是她。房间内传来更明显的动静，衣服撕扯，床板轻晃，还有两个人越来越粗重的喘息。他不需要看也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能想到，童远身边的两个人，一个多年的老管家，一个夫人，居然搞在了一起，居然有奸情。林璇为童远暗暗捏了把汗，你能活到今天，还真是运气不错。10分钟后，动静渐渐平息，刘美元的声音带着些许不满：“怎么这么快？可，太晚了，状态不好。”安全有些尴尬，哼，好了，说正事，周一的事你可得支持我，别忘了，这一切都是你教我的。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童瑶今天怎么回事？他怎么知道下毒的事？”嘘！安全突然紧张起来，小点声。屋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安全用极低的声音说：“以后这个事不许再提，医院那边我都安排好了，绝对没暴露毒的事。童瑶应该就是诈我们的，以后这个事打死不准说，听到没有？好吧？”刘美元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你放心，周一我肯定支持你，毕竟咱俩什么关系？”哼，算你有良心。窗外林璇的心彻底冷了下来，原来如此。童远的怀疑没错，下毒的事情居然是安全和刘美元联合搞出来的。10几分钟后，房间里又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声。安全率先出门，他观察了一下四周，然后悄然离去。几分钟后，刘美元也走了出来，林璇跟了上去，确定他走回到自己的住处休息之后，这才离开。夜晚10点半，林璇才返回之前的住所，回到房间内，赵雪莉和童瑶正坐在沙发上讨论着什么。看到林璇回来，二人立刻站了起来。没事吧？赵雪莉关心地迎上来，不忘打量一番。没事，不过童瑶，事情可能超出了预想。说着，他将手机拿了出来，直接播放起了录音。几分钟后，童瑶脸色难看，指着手机：“他竟然和安全！”童瑶被气的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自己老爸最信任的两个人，竟然都背叛了他，还勾搭在了一起。赵雪莉和林璇也都没开口这种事情，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许久之后，童瑶点头：“我知道了，林璇，谢谢你。后面的事情我亲自来。”真的。童瑶摆了摆手，拒绝了林璇的帮忙。若之前他还会接受帮助，但如今整个童家的肮脏之事全都暴露了出来，他不想再让别人帮忙他。童瑶丢不起这个脸，他老爸童远更丢不起。林璇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最后他打开手机，将王大力的联系方式发给了童瑶：“王大力，上次你们见过的，我让他来帮你。”童瑶刚想拒绝，林璇摆了摆手：“如果你不让他来帮你，那就我来。总之你的身边必须有一个股高手。”林璇的声音斩钉截铁，赵雪莉也连忙开口：“瑶瑶，你就听小林的吧。”“好，大恩不言谢，这事过去，童家有你一份。”说完，童瑶抱了抱赵雪莉，然后直接离开了房间。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林璇和赵雪莉就离开了老宅。童瑶只是找人来2人，他并没有出面。回去的车上，赵雪莉一直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瑶瑶一个人真的没事吗？他忍不住地开口。安全他们连下毒的事都能做出来，万一狗急跳墙。林璇握着他的手稍微紧了紧：“放心，王大力已经答应会保护童瑶，有他在，普通人伤不了他的。可是，而且童远还活着，这是他们最大的后手。放心吧，一切事情都在预料内。”林璇看着赵雪莉那紧张的样子，伸出手按在她的额头，轻轻揉了揉，在担心，皱纹都出来了。赵雪莉想了想，叹了口气，她十分理解现在的童瑶心里该有多么难受。自己父亲身边除了女儿最信任的2个人，居然联合背叛，这种事情林璇似乎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轻轻说了一句：“相信他，这是他自己的骄傲和尊严，也是作为童家继承人必须承担的责任。”车窗外，城市渐渐苏醒，早高峰车流涌动，街边的早餐摊都在冒着热气。10几分钟后，司机大哥不去滨江华府，改道去中央广场。林璇忽然开口，司机应了一声，改变了行驶路线。赵雪莉疑惑地转过头：“去中央广场干嘛？逛街？逛街？放松一下。你这几天神经绷得太紧了。”赵雪莉沉默了一会许久，她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半小时后，车子在中央广场地下停车场停下。林璇让童家的司机直接回去，然后拉着赵雪莉坐电梯上了1层。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喧嚣的人声和明亮的灯光扑面而来。中央广场是江州最大的城市综合体，9层高的购物中心贯通上下，中庭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无数的店铺琳琅满目。虽然是上午，但已经有不少人在逛街。林璇拉起赵雪莉的手：“走吧，今天什么都不想，就好好逛。”赵雪莉看到他认真的侧脸，心里一暖，她点了点头，终于露出了这2天来第一个真心的笑容。好，2个人从1楼开始逛起，一路上林璇感受到了许多男性投来的羡慕目光。赵姐的颜值轻松秒杀全场。很快，赵雪莉就被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了注意力。她拉着林璇进了一家男装店，指着橱窗内的一套深灰色西装：“这套好看，你去试试，我衣服够多了。”林璇想起别墅内还有10几套没拆掉牌的高定，那不一样，今天我要亲自给你挑。
赵雪莉不由分说地将她推进了试衣间，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5分钟后，林璇换好西装走出来，剪裁合体的西装搭配她如今匀称挺拔的身材，看得一旁销售员眼前一亮。小姐，这套西装真的非常配您的男朋友，也太帅了。赵雪莉也眼前一亮，她围着林璇转了一圈，满意的点头，就这套了，包起来。等等，我看看价格。不准看，直接包好，送到这个地址。赵雪莉直接掏出银行卡，递给销售。好的，先生，您真幸福。林璇哭笑不得，赵姐，我真成被包养的小白脸了。怎么不愿意？赵雪莉挑眉看着他，眼角里带着难得的俏皮。愿意，当然愿意，能被富婆包养是我的福气。林璇笑着揽着他的腰，丝毫不在意一旁销售员诧异的目光，油嘴滑舌。赵雪莉脸一红，轻轻捶了他一下。买完西装，赵雪莉又带着他逛了鞋店、手表店、运动装店，甚至是男士的护肤品专柜。他似乎打定主意要把林璇从头到脚改造一遍，只要是顺眼的一律买，直接让店家送到家里。林璇十分震惊，自己如今跑上10几公里，连大气都不喘，在这跟着赵雪莉逛了2小时的街，已经感觉到腰酸背疼了。而且最神奇的是，他看起来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依旧活力满满。果然，逛街购物是治愈女生心情的良药。赵姐，我们先休息一会吧。二人刚上到3楼，林璇缴械投降。好，那我们去那个咖啡馆坐一会。说着，二人走到咖啡馆门口。林璇瞥了一眼里面，脚步一停，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苏玉柔。她今天穿了一件宽松的外套，将自己包裹的结结实实长发慵懒地披在肩上，可依旧掩盖不住她那绝佳的颜值，要不然林璇也不能一眼就发现她。而她的对面坐着一个30岁上下的男人，身着黑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脸上堆满了笑容，正说着什么这是相亲。林璇突然想起王浩周五和自己说的事情，看苏玉柔那单手托腮、生无可恋的样子，显然根本没在听。看到这，他差点笑出了声。玉柔。赵雪莉也看到了，惊讶地开口：咖啡馆那小苏啊，不瞒你说，我对你特别满意。你看我有车有房，工作稳定，在公司里也是中层领导，年薪10多万，以后咱们结婚了，你就在家相夫教子，什么都不用操心，多好。中年男人说到兴头上，身体都往前靠了靠。苏玉柔心里叹了一口气，终于转过头：你姓什么来着？田有才，这名字吉利吧，绝对以后能赚大钱的。男人忙开口：不好意思，田先生，我对这场相亲真的没什么兴趣，我只是例行应付公事，咱们到此为止，行吗？苏玉柔说完，抬起杯子抿了一口。田有才脸上的笑容僵了僵，但很快调整：小苏啊，话不能这么说，你都30岁了，女人这个年纪也该考虑成家了，像我这么好的条件真的很难找，嫁给我以后就不用。苏玉柔实在受不了，深吸了一口气，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而她的心里早已经把介绍人，也就是自己的亲妈，吐槽了100遍。这都是什么奇葩？周5介绍的，上来就问自己能生儿子吗？周6介绍的，说自己必须听他妈妈的，今天这个又让自己在家相夫教子，都很经典。他正琢磨着怎么开溜，目光随意往窗外一扫，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林璇和赵雪莉站在咖啡馆外，一副吃瓜的样子。最可恨的是，林璇居然还冲自己挑了挑眉毛，脸上那笑容分明说的是被我抓到了。这一幕隔着玻璃一清二楚，哪怕是苏玉柔瞬间都感觉尴尬无比，脚趾扣地。被谁看到不好，偏偏被这个小子看到，以后在公司还不被他笑死。他脑海里飞快转了几个念头，突然眼前一亮，有了，田先生是吧？苏玉柔忽然坐直身体，脸上露出一个礼貌性的笑容：我就直说了，其实我有男朋友了，今天的相亲只是应付家里，咱就到这吧。田有才愣了一下，随即摆手笑道：小苏，你就别来这一套了，你妈都和我说了，你一直单身，哪来的男朋友？我们还是来聊聊婚后。他话还没说完，就见苏玉柔抬起手，冲着窗外挥了挥，那动作十分热情，和刚才对自己的冷漠判若两人。田有才下意识扭头看去，咖啡馆外一男一女。男虽然只穿着简单的白 T 恤和休闲裤，但给人一种帅气俊朗的感觉，而那个女的田有才眼睛都直了，一身白色连衣裙，长发柔顺的披在肩头，气质温婉出众，给人一种邻家小姐姐的感觉，和苏玉柔那种妩媚张扬的美不同，但都是极品。小苏，这是你朋友？田有才愣了好一会，才开口问道：我男朋友。苏玉柔站起身，拎起包就往外跑去。朋友好啊，可以一起。男朋友。田有才愣了一下，他猛地反应过来，眼睛瞪大，可见苏玉柔都快到门口了。他赶忙追了出去：小苏，等等我呀！外面林璇和赵雪莉看着苏玉柔跑过来，脸上都是一副笑容。苏经理，好巧啊，里面那位。林璇还没说完，苏玉柔已经一步跨到林璇的身边，极其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胳膊：闭嘴，借你一用。不远处田有才追了出来，然后就看到让他匪夷所思的一幕，只见苏玉柔仰着头看向林璇，一脸开心：亲爱的，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好久了。而林璇另一只手还搂在赵雪莉的腰上，一时间田有才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死机时，什么意思？反应了一会，他走了过来：二位，你们好，我叫田有才，是小苏的朋友。他说话时眼睛不自觉地往赵雪莉身上瞟，
同时伸出手想和赵雪莉握手，但赵雪莉往林璇的怀里靠了靠，只是礼貌性的点了点头。田有才的手僵在半空，倒是林璇腾出一只手和他握了握。田先生，幸会。田先生，你怎么还没走？苏玉柔亲昵的靠了靠林璇，但是面对他有些冷淡。你们这是？田有才看着奇怪的三人，第一反应就是苏玉柔故意找脱。苏玉柔晃了晃林璇的胳膊，林璇笑了笑，开口：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柔柔平时见到我就会比较粘人。说着，他抬手轻轻点了一下苏玉柔的额头。苏玉柔冲林璇吐了吐舌头，看到这样子，田有才心里泛起一阵醋意。你开玩笑的吧？你说小苏是你女朋友，那这位是？田有才十分不甘心哦。这位啊，也是我女朋友啊。林璇说着，双手伸出，将二位绝美的姑娘同时搂在了怀中，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就是招姐姐们喜欢，哎，没办法，可能是太优秀了吧。说着，他还贱兮兮的冲田有才挑了挑眉。也是。田有才的声音都在抖，他不理解，不相信，也不甘心，凭什么这两种风格的极品都是你的？你们这是违反道德的。田有才憋了好久才说出一句话，他脸色都有点涨红。小苏，你怎么能这样？你妈妈知道吗？关你屁事啊！苏玉柔懒得和他多说，直接开口。田有才直接打翻了醋瓶子，凭什么你面对他就能那样，面对我就？林璇站了出来，笑了笑。田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准备去吃顿饭，然后中午找个酒店好好休息一下，就不方便带着你了，你请便吧。酒店？田有才一听，差点喷出一口老血。不是，你批什么啊？他还想说什么，但林璇已经左拥右抱的带着赵雪莉和苏玉柔转身离开。行，你们厉害，小苏，你迟早会后悔，我会和你妈妈说你有这种不三不四的关系。田有才气的在原地直跺脚，可他心里想的却是，这种好事为什么不是我啊？和这两位一起去酒店，妈的，越想越气，傻逼。而已经走出去的苏玉柔只是回应了他一句，甚至头都没有回。田有才站在原地彻底崩溃。三人走远，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全都以一种诧异且羡慕的目光看着林璇。不是，哥们，凭什么？确定田有才没有跟上来，苏玉柔这才松开了林璇的胳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总算摆脱了。累死我了。林璇忍不住大笑。苏经理，利用完就扔啊？少来，要不是你们站在外面看戏，我能找你当挡箭牌。苏玉柔白了他一眼。赵雪莉这时候才开口，语气里满是好奇。玉柔，你怎么会来相亲？还是这种人？别提了，雪莉姐。苏玉柔一脸生无可恋，她推开林璇，自己搂住了赵雪莉的胳膊，然后往前走去。我爸妈简直疯了，专门从外地跑过来，说是这次不看我脱单就回去了，还说我30岁了，再不嫁人就没人要了。哎，折磨啊！林璇跟在后面憋着笑，伯母也是为你好。好个屁！不过话说回来，我都饿了，走，雪莉姐，先去吃饭，我知道这有家菜馆不错。说着，苏玉柔就拉着赵雪莉直奔顶层的一家菜馆。三人选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苏玉柔点完餐，将菜单递给服务员之后，笑着打量起来身边的赵雪莉。雪莉姐，我记得最早的时候要给你介绍小林，你还死活不同意，现在嘛，啧，还是年轻人好。他眼神玩味，故意拉长声音。赵雪莉一听，想起当初在会所的事情，也就是那晚发生了荒唐的事情，谁能想到？玉柔，你别乱说。赵雪莉小脸红润，轻轻拍了他一下，我哪乱说了？不过说真的，看你现在这样，真和当时判若两人，我真的替你开心。苏玉柔笑得像是一只小狐狸，还忍不住捏了捏赵雪莉的脸颊，气色真好，皮肤也紧致透亮。怎么说呢？说20出头的小姑娘，没人不信。赵雪莉被他说的都不好意思，低下头赶紧喝茶。林璇坐在对面没说话，他打量会左边又看看右边，真养眼啊。菜陆续上齐，林璇最近消耗太大，只顾得埋头炫饭，而两个女生坐在一起根本没怎么吃，反而是一直小声说话，声音还压得很低，正常人根本听不清。但架不住林璇不是正常人，他五感远超常人，能清晰地捕捉到那些细碎的对话。年轻人是不是身体特别好？看你这皮肤状态，没少被滋润。啧，看得我都羡慕了。其实主要还是苏玉柔小声说着荤话，赵雪莉则是全程红脸，时不时轻轻拍打苏玉柔的手臂，加上苏玉柔笑得花枝乱颤，时不时还看向林璇挑衅。林璇感觉不能让他继续说下去，自己要反击。苏经理，对了，我听说办公室同事都在传你最近相亲的事，你可要注意下影响啊。苏玉柔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她眼睛眯起来，谁传的？大家都这么说的呀，我都知道的话，大概率大家都知道了。应该吧。苏玉柔深深吸了一口气，以最好别让我知道是你在搞鬼。那不会，我应该是最后知道的。不过刚才你相亲的时候，我确实拍了2张照片，要不要看下？林璇，怎么了苏经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你信不信我明天让全公司都知道你脚踏2条船？苏玉柔咬牙切齿，那也得有人信啊。再说了，我刚帮你一个大忙，苏经理就这么对我？赵雪莉看着两个人斗嘴，忍不住笑了出来。你们两个能不能消停点吃饭？雪莉姐，她欺负我。好了，小林，你少说2句，先吃饭。
三个人倒是吃的气氛十分热烈。饭后林璇起身去结账，苏玉柔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凑到赵雪莉耳边，压低声音：“雪莉姐，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晚上借她一用。”赵雪莉愣住了，她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借林璇晚上用一下？”苏玉柔重复了一遍，语气自然的，仿佛在说借我一支笔。但赵雪莉脑海里不知道想起什么，脸刷的一下就红了。“玉柔，你这是……哎呀，你想哪去了？”苏玉柔失笑，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赵雪莉听完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当然没问题。不过你家里真的催得这么急啊？哎，别说了，我妈不知道去哪算的命，说是我今年必须脱单，不然会不顺。她现在可是铁了心，最近这不是和疯了一样。苏玉柔叹了一口气，依旧生无可恋。好，那小林就借你了。赵雪莉点了点头，十分大度。谢谢雪莉姐，我会好好用她的。你这妮子，每次都说这些荤话，嘿嘿。几分钟后，林璇走了回来，他看到座位上只剩下了苏玉柔，赵雪莉不见了。赵姐呢？他一脸疑惑。赵姐，就知道你的赵姐，她走了，不要你了。苏玉柔靠在椅背上，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今晚上你是我的人了。林璇警惕的看着他，你又是什么坏了？什么叫使坏？我说真的，今晚你跟我走吧，只有我们两个人哦。苏玉柔挑眉少来，你不说实话我就走了。林璇才不吃这一套，转身就要走。别，不闹了，有事求你。苏玉柔连忙起身拉住他，但又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赶忙放开手。什么事？那个就是让你帮我回去扮演一下男朋友。林璇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有些无奈，不是苏大经理，你没开玩笑吧？你也来这套？苏玉柔有些疑惑，你还给谁扮演过？那就不告诉你了。哎呀，你告诉我妈小玲，告诉我呗。苏玉柔追了上来，拽住他的胳膊，声音软的能滴水一样。路过旁边几桌客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我靠，极品，还会撒娇，谁能顶住？林璇抽回胳膊，无奈的看着他，你先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苏玉柔叹了口气，压低声音，今天相亲失败，我妈肯定还要继续找，我要是再不找个男朋友挡一挡，这日子真没法过了。你也说了，公司都知道了，再这么下去，估计安总都要找我谈话了，所以你就找上我了。林璇挑眉，不然呢？苏玉柔理直气壮，我认识的男人里，就你长得最帅，而且雪莉姐都同意了，这倒是实话。林璇自恋的点了点头，觉得这事也不算麻烦，就是装个样子。他点点头，行吧，不过说好就这一次就够了。苏玉柔眼睛一亮，等我爸妈走了，我就说分手了，完美。事情就这么定了。接下来整个下午，林璇被迫陪着苏玉柔继续逛街。我爸有点高血压，买点降压的；我妈关节不好，买个按摩仪，再来点好茶叶，酒也来点。苏玉柔直接开始了大采买，林璇跟在她的后面，手里提的袋子是越来越多，从保健品到水果，从茶叶到烟酒。苏玉柔买东西的速度快得吓人，而且从不看价格，这一点倒是和赵雪莉一样得，都是富婆。林璇自问，现在自己手里哪怕有几百万的存款，也做不到这一点。下午5点多，两人终于买齐了礼物。苏玉柔的车停在地下停车场，是一辆红色的轿跑。她把大包小包勉强塞进后备箱，林璇坐进副驾，清香扑鼻，车子启动驶出停车场。苏玉柔开车的风格和她本人一样，干净利落，甚至有些张扬。来到一个路口，在等红灯的时候，林璇突然注意到她双手一直紧握方向盘。林璇侧头看向她，你在紧张？以她的技术，应该不至于一直如此紧绷的开车，有点。苏玉柔点头，脸上露出了自嘲的笑容，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在公司雷厉风行，谈几千万过亿的项目都不眨眼，结果现在理解，越是亲近的人越在乎他们的看法。林璇耸了耸肩，苏玉柔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你倒是懂。不过你不知道的是，我爸妈，他们这次是真急了。他顿了顿，忽然转头冲林璇眨了眨眼睛，所以你今晚可得好好表现，表现得好的话怎么样？林璇笑问。苏玉柔嘴角勾起一抹妩媚的弧度，声音压低，还带着几分撩人的韵味，表现好，姐姐给你奖励哦。林璇喉咙动了动，这女人真是个妖精，只说2句话就能让自己腹部本源有些压制不住，那就奖励我，给你按摩一下吧。那你是在做梦？半小时后，车子驶入一个高档小区，停好车，苏玉柔深吸了一口气，才推门下车。林璇拎着礼物跟在他的后面，看着他如此紧张，心里有些疑惑，这父母到底的什么样，才能让他这么2人来到12层？苏玉柔站在家门口，掏出钥匙，手有点发抖，至于吗？林璇失笑，等会你就知道了。苏玉柔白了他一眼，转动钥匙门刚打开一条缝，里面就传来一个热情的中年女声，是柔柔回来了吗？小田也在吧？林璇一愣，小田，田有才。苏玉柔表情一僵，她推开门，声音有点虚，妈，是我，不过不是田有才。客厅里，一个50多岁，身材有些微胖的中年女人从沙发山站起来，脸上满是期待的笑容。她的身旁，一个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也站了起来。中年女人看到苏玉柔身后的零食，笑容瞬间凝固空气，安静了2秒。苏母先反应了过来，上下打量了林璇几眼，眉头微微皱起。柔柔，这位是？苏玉柔一咬牙，伸手挽住林璇的胳膊，笑道：爸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林璇。林璇这才适时的开口：伯父伯母，你们好，
我听玉柔说您二老来江州了，特意前来拜访。他说着，把手里的大包小包放到门口，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苏母看了一眼苏玉柔，表情有些微妙，还是苏父推了推眼镜，笑道：“你好，你好，小林是吧？来，快进来坐。”二人进了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房子装修得很温馨，看出花了不少心思。苏父坐在对面，开始泡茶，一旁苏母拿出来一个小本子，然后也坐了下来，看向林璇：“小林是吧？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生辰八字？”说着，他还从桌上把一副老花镜带了起来。可生辰八字，林璇做梦都没想到，这位上来居然问的是这个。妈，您这是干嘛啊？哪有一上来就……苏玉柔刚想开口，就被苏母打断：“小林啊，今年要孩子，能接受吗？”客厅里安静的有些诡异。苏母推了推老花镜，手里拿着小本子，眼睛盯着林璇：“小林啊，生辰八字就是出生年月日时，农历的。”林璇愣了一下，看向苏玉柔，苏玉柔一副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无奈的对他点了点头，意思很明显。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吧？伯母，我是1996年农历7月初7晚上7点多出生的。林璇回忆了一下，如实说到。苏母立刻在小本子上刷刷的写起来。林璇这才看清，那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记着各种八字，卦象本子边角都磨破了，显然是经常翻看7月初7，七夕呀，倒是好日子。苏母边写边念叨着，她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然后又低头在本子上写画着。柔柔是1991年农历3月初3卯时出生。他一脸认真地计算着。林璇悄悄地观察了一下苏父，他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给林璇续茶。但他注意到苏父在倒茶的时候手很稳，眼神也很清明，很有阅历的样子。他不像是在家里没地位的样子，更像是不争。几分钟之后，苏母的眉头渐渐皱起来。孩子他妈，先别算了，人家小林刚来。苏父声音温和地开口：“你懂什么？周大师说了，柔柔今年必须脱单，不然会不顺的。我得先看看他俩到底配不配。”苏母头也不抬，继续测算着。苏玉柔在旁边扶额：“啊，那个什么周大师就是个江湖骗子。”闭嘴！周大师算得多准啊！上次他说你二姨家要破财，结果没2天你二姨夫就投资失败，还有你表姐的婚事。苏母一连说出3、4件事情，每一件听起来都有鼻子有眼的，那就是蒙的罢了。苏玉柔哭笑不得。林璇在一旁听的倒是觉得有趣，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发现是上好的龙井，泡的也很讲究，看来苏父是个懂茶的人。苏母又算了7、8分钟，眉头越来越紧。他抬起头看向林璇，脸色有些不太好：“小林啊，你这八字和柔柔不太配。”“不配？怎么个不配？”林璇一脸疑惑：“你命里火旺，柔柔命里水旺，水火相克，这是大忌啊。”苏母指着本子上的推算：“反正就是不太好。”他说的一本正经，但林璇扫了一眼他本子上的推算，差点笑出来。那上面写的虽然多，但都是一些江湖术士糊弄外行的说辞，真正的八字合婚要复杂的多，什么五行生克、食神配合、大运流年，绝不是这么简单。妈，你别胡说了。苏玉柔脸色沉了沉，有点不开心了。我怎么胡说了？我这都是跟周大师学的。周大师说了。苏母还没说完，林璇忽然开口，脸色温和：“伯母，能看下您的本子吗？你看这个干嘛？你又不懂。”苏母一愣，略懂一点，家父生前也喜欢研究这些，我跟着学过几天。苏母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本子递了过去。林璇翻开一看，里面果然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推算，有的倒是有几分道理，但整体还是滥竽充数，只能算是勉强入门。他拿起桌子上的一支笔，翻到新的一页，开始写了起来。丙子年，天干丙火，地支子水，乙未月。他写得很快，字迹工整，不仅列了2人的八字，还标出了五行强弱、食神定位，甚至简单推了推大运。苏父仔细地看了看，有些诧异。苏母更是眼睛瞪大。他虽然学得半吊子，但也能看出林璇比他专业的多，只是更加复杂了。你这是？苏母迟疑地问道。简单的八字排盘。林璇头也不抬。伯母，您刚才说的水火相克，其实不对，我的八字是丙子。他边说边写，很快就在纸上画出一个简单的合婚图表。您看，从五行来说，我的土能治愈柔的水，这是好事。水太旺，反而需要土来制约。从食神来说，我的正财是癸水，对应玉柔的日主，玉柔的正官是戊土，对应我的日主，这是正配。他放下笔，把本子退回去。所以伯母，我和玉柔的八字不但不冲，反而是上等良缘。您刚才算错了。客厅里一片安静。苏母盯着本子上密密麻麻的符号，半天说不出话。苏父眼睛一亮，看向林璇：“小林，你还懂周易，略懂皮毛。”林璇谦虚道：“这可不是皮毛，你这排盘手法很专业啊，我以前也看过一些书，但像你这么清楚的少见。”苏父指着本子上的推算，不住点头。苏母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喃喃道：“可是周大师说。”伯母，林璇温和地说：“算命这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但就算信，也得找对方法。您那位周大师水平可能不太够。”苏母张了张嘴，想反驳，但看着本子上那些他完全看不懂的推算，又说不出来话。苏父道：“是来了兴致，孩子他妈，你先去做饭吧，我跟小林好好聊聊。”苏母犹豫了一下，看看林璇，又看了看女儿，最后叹了口气：“行吧，那你们聊。柔柔，来帮我打下手吧。”“妈，我想让你来就来。”苏母不由分说的将苏玉柔拉走。客厅里只剩下林璇和苏父。苏父给林璇续了杯茶，
眼睛发亮。小林，你刚才那些是从哪里学的？家里传下的玩意儿，不值一提。林璇笑了笑，他总不能说自己是突然就会的吧？苏父也没多纠结，二人聊了一会，他突然站起身，笑着开口：“小林啊，我有个东西，你帮我长长眼，看看是什么。年轻时候意外得到的，本打算来江州也是找个懂行的看看，刚好你就来了。”说着，他转身就往卧室走，客厅就剩林璇一个人。他端起茶杯，细品了一口，确实不错。正想着，苏玉柔偷偷从厨房溜出来，一脸吃惊地凑到他身边：“不是，你还真懂这些？”厨房里传来洗菜、切菜的声音，还有苏母低声的自言自语。林璇嘿嘿一笑：“瞎说的，瞎说。”苏玉柔瞪大眼睛，一脸不信：“怎么可能？你刚才写的一套一套的，把我妈都唬住了。你跟我说是瞎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傻？”苏玉柔拍了林璇一下：“真是瞎说，照着书上那些步骤套公式罢了。这玩意本来就是玄学，怎么说都行。”林璇耸了耸肩，苏玉柔盯着他看了好几秒，最后翻了个白眼：“我信你才怪。”正说着，苏长远从卧室走出来，脸上带着疑惑，冲厨房内喊道：“孩子他妈，我带来那个小匣子你放哪了？”厨房里传来苏母没好气的声音：“谁动你东西了？自己找，整天丢三落四的。”苏长远挠挠头，又回卧室找了一圈，然后有些着急：“坏了，家里是不是进贼了？”苏玉柔开口：“不会啊，进贼不可能不拿贵重的东西，就拿您拿破匣子吧。”林璇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忽然开口：“叔叔，您别急，要不您随便告诉我一个字。”苏长远一愣：“字？对，随便什么都行，我帮您测测东西在哪。”苏长远将信将疑，但还是随口说了个柔，柔柔的柔。林璇点点头，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掐算，柔字上毛下木上金下木。几秒钟之后，他睁开眼睛：“叔叔，东西没丢，在东北方向，离地不高，可能在书架或者柜子，应该被什么东西盖住了。”苏长远半信半疑：“东北方向，书房。”他快步走向书房，苏玉柔也跟了进去。林璇坐在客厅，听到书房里传来翻找的声音。过了一会，苏长远惊喜的声音传出：“找到了，还真在这，神了！”苏玉柔也惊讶道：“哎，爸，这个包是我昨天收拾东西给你拿过来的。”两个人回到客厅，苏长远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小木匣，外表看起来古风古色，他看向林璇的眼神彻底变了。“小林，你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林璇笑了笑：“随便猜的，碰巧蒙对了。”“这可不是碰巧，我以前也研究过梅花艺术，但从来没这么准过。你这随便一个字就能测出方位，水平不一般，厉害！”苏长远坐下，把木匣子放在茶几上，一脸佩服。苏玉柔也震惊地看着林璇，他本以为林璇就是会按摩、会点医术之类，现在没想到居然连算命玄学也会。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本事？但为什么他之前还能被一个沉床给看不懂？苏长远把小匣子推到林璇面前，表情认真：“小林，不瞒你说，这东西是我年轻时候意外得到，几十年来我问过不少专家，但都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玩意，你给看看。”林璇点点头：“我也不懂，但只是随便看看的话。”他话还没说完，手刚碰到木匣子，脸色就变了，一股阴冷的煞气透过木匣子传来，让他的后背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煞气很淡，普通人根本感受不到，但对他这种修炼过的人来说却十分明显。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震惊，轻轻打开匣子，里面躺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龟甲，龟甲呈深褐色，表面布满裂缝，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让林璇真正心惊的是，龟甲正中有一道暗红色的痕迹，像是什么液体干涸后留下的，即便过了几十年，这道痕迹依旧散发着淡淡的煞气。这是林璇皱起眉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当时我在一个岛上考察，在一个山洞里见到的，觉得挺特别，就带回来了。后来找人看过，有说这龟甲年岁很老，有说就是工艺品，但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林璇没说话，手指在龟甲上轻轻拂过，看了一会。林璇暗暗心惊，这龟甲不简单，上面暗红色的痕迹很有可能是血，而且不是普通的血，是带着怨气或者煞气的血。可人的血真的能持续几十年，煞气不散，难道也是所谓的古武传人？林璇的内心闪过无数的念头，他闭上眼睛，手指开始掐算，想要推演一下这个龟甲的来历，但只是刚一开始就感觉心口一堵，就好像是被人狠狠地捶了一拳。林璇猛地睁开眼，脸色煞白，一口鲜血直接翻涌上来，他直接起身就往卫生间走去。小林，苏玉柔被吓了一跳，赶紧跟了上去。他刚到卫生间，就看到林璇直接喷出一口血，吐在了洗手池内，鲜红的血在白色的洗手池内，触目惊心。关下门。林璇怕吓到苏母苏父苏玉柔，赶紧关门，然后有些发抖的开口：“林璇，你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怎么会？没事。”林璇打开水龙头，开始冲洗血迹。“你这不行，我还是叫救护车吧。”说着，苏玉柔就要拿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真没事。”林璇拉住了他，缓了一会之后开口：“老毛病了。”“老毛病？什么老毛病会吐血？”苏玉柔不信：“就是胃不好。”“对，胃不好，医生说我只能吃软饭。”林璇笑着开口，他亲了亲嘴，深呼吸了一口气，还好，只是那一瞬间有问题，吐出血之后并没有其余的感觉。可这到底难道真和小说里说的那般天机不可泄露？强行推演，遭受反噬，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开玩笑？你真的没事？苏玉柔这时候哪有心情开玩笑，满脸关心真没事。苏玉柔盯了他半天，眼神里依旧满是怀疑，但他没再追问，递过来毛巾擦擦。林璇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和嘴角镜子里的他脸色还有些苍白，但已经比刚才好多了。那个龟甲，你爸说是从岛上捡回来的。林璇随意开口问道呢，好像是年轻的时候跟着考察队去荒岛，意外捡的，那东西有问题。苏玉柔有些担心，今夜看到这么多事情，她也有些疑神疑鬼起来。没什么，只是觉得有些特别。林璇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他不能说实话，而且就算说了，别人也不会信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二人回到客厅，苏长远已经把小匣子关上，他一脸担忧地看向林璇，小林，你没事吧？真没事，叔叔，就是突然有点反胃，可能是中午吃的东西不太好。苏长远将信将疑，但也没多问他，看着茶几上的木匣子，迟疑道，这东西。林璇刚刚虽然遭受反噬，但那一瞬间还是推演出了一点东西。他想了一下，开口道，叔叔，这个东西是在东方的位置得到的吧？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龟甲，但我建议这个东西别经常打开，也别放在卧室。哎，是在东海的一个荒岛上捡到的，那我扔了。苏长远现在非常相信林璇的判断，那倒不需要，直接找个地方放起来就好，小玩意留着也不错。行，听你的。正说着，苏母从厨房走出来，饭好了，先吃饭吧。苏父起身，走，小林，先吃点饭。你学阿姨做饭那是一绝，菜都是早晨我们去买的，绝对纯天然，无公害。看到他对林璇如此的态度，薛红有些诧异，他这淡然的性子也能这么热情。餐厅里一桌菜摆得满满当当，薛红的手艺确实不错，6菜1汤，色香味俱全。吃饭时他的态度明显好了很多，虽然还是时不时问林璇一些问题。小林啊，你父母在老家？薛红给他夹了块排骨，林璇接了过来，我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我一人。饭桌上一静，苏玉柔惊讶地看着他从来没听过林璇提家里的事。原来薛红也愣了一下，随即有些歉意，哎呀，不好意思啊，小林，阿姨不知道。没事的伯母，很多年了，我都习惯了。苏长远看气氛有点不对，笑着开口，小林，能喝不？来陪叔叔喝一杯。你又要喝酒？林璇还没说话，一旁的薛红先喊了起来，这不是小林难得来一趟，高兴吗？就喝一点。行，就一点，多了你看我。说着，薛红起身去给二人拿酒，剩下餐桌上的3人同时笑了。酒过3巡，气氛更加热络起来。苏母又忍不住开口，小林啊，你刚才说的那些，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那个周大师，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其实我也觉得他有时候不太准。上次他说我今年财运亨通，结果上个月买菜还丢了100块。苏玉柔在旁边直翻白眼，妈，100块也叫财运吗？薛红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这是征兆。他转头又看向林璇，小林，要不你给柔柔算算，他最近运势怎么样？工作顺不顺利？身边有没有小人？可。林璇差点被酒呛到，苏玉柔赶紧打断，啊，你怎么又来？别老信这些。薛红却不以为然，我问问怎么了？小林又不是外人。林璇放下酒杯，想了想，开口道，伯母，其实算命这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而且人的运势是不断变化的，现在算得准，过段时间可能就不准了。他停了停，看向苏玉柔，不过柔柔最近的运势应该不错，她能力出众，工作上的事都能处理得很好。至于小人吗？有我在，小人不敢近身。这话说的半真半假，但苏母却听得很开心。对，有你护着柔柔，我就放心了。一旁的苏玉柔一愣，看向林璇的眼睛有些呆住，但薛红却更加热情，来，吃块鱼。对了，小林，周大师之前说柔柔今年要孩子，肯定聪明健康，有大出息，这个准不准？妈，苏玉柔的脸瞬间红透，怎么突然说到这上面了？苏长远也咳嗽一声，孩子他妈吃饭呢。吃饭怎么了？我又没说错，柔柔都30了，现在要孩子正合适。小林，你说是不是？薛红却理直气壮。林璇看了一眼苏玉柔通红的脸，心生一计，周大师这个确实说的没错，从命理上看，柔柔今年适合要孩子，如果真有了孩子，以后的成就绝对不会低。林璇，苏玉柔在桌子下狠狠地踩了他一脚，他居然找这个机会报复自己。林璇面不改色，继续吃饭。苏母却高兴坏了，冲着苏玉柔开口，你看小林都这么说了，柔柔定下结婚时间吧，实在不行先要上孩子也行啊。这话一出，餐桌上的其余3人都沉默了。不是，你还真信了？妈，我们刚在一起。苏玉柔简直想找一个地缝直接钻进去。刚在一起怎么了？你们年轻人不就讲究一个效率？我跟你说，女人过了年纪，身体素质就断崖式下降，孩子缺失的早要，你说是吧？小林，薛红感觉现在家里只有林璇一个人理解自己，他是越看越觉得小林符合自己要求，这个女婿好。他彻底忘了林璇刚进门的时候自己对他的警惕和打量。伯母说的对，早点要孩子是好事。林璇一本正经的附和，妈，我们吃完了。苏玉柔实在受不了餐桌上的压迫，直接起身拉着林璇跑进自己屋子。哎，怎么就跑了？你这孩子，小林吃饱没啊？饱了，伯母您做饭真好吃。
林璇被拽进卧室之前，还不忘夸赞一下二人关上门。小林这孩子，我觉得不错，你说呢？薛红点了点头，看向一旁的苏长远，我说的也不算啊。苏长远微微一笑，又喝了一口酒趴，刚喝到一半，薛红就给了他一巴掌，还喝？没完了是吧？不喝了不喝了，孩子他妈，我觉得你说的对，小林这孩子好，最适合咱家闺女，最好今年就要孩子，我一会就劝他们快点结婚。苏长远立马开口认错，干脆利落。关上卧室的门，苏玉柔气呼呼地看向林璇，这小子则是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观察起了卧室。他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是苏玉柔的卧室，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本以为这种女强人房间也会十分的成熟，可眼前的这个房间墙壁是淡淡的粉色，窗帘是奶白色，还带着蕾丝边，床上堆着许多毛绒玩具，一只半人高的泰迪熊，长长的白色兔子，还有一堆卡通抱枕，甚至连地毯都是粉色的，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少女心。没看出来啊，苏经理，你还有这么天真的一面。他说着，回头就看到苏玉柔一脸冷笑，可这是怎么了？林璇，你是不是故意的？还孩子？什么？哪有？我没听懂。林璇赶紧转移话题，走到一旁，拿起一个兔子玩偶开始把玩。这么多可爱玩具，苏大经理最喜欢哪一个？是这个小兔子，还是那个大熊？林璇，你给我等着！苏玉柔感觉自己的领导威严在今日荡然无存，她压低声音警告：“你别得寸进尺！”说着，她气呼呼地走过来，一把抢过林璇手里的玩偶，又抓起旁边的几个，转身就往衣柜那边走，不准动。衣柜很大，苏玉柔拉开一扇门，想把玩偶塞进去，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衣服，按照颜色分类的整整齐齐。苏玉柔使劲往里塞，不小心碰掉了一些挂在一旁的衣服，苏玉柔下意识弯腰去捡。林璇看她这么费劲，也走过来帮忙：“我来吧。”他蹲下身帮忙捡起衣服给苏玉柔递过去。苏玉柔冷哼一声：“别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了。”行，领导你说什么都对。林璇笑着开口，刚捡完几件，他的动作忽然停住了，因为几件衣服的里面还压着一件小小的粉色的布料，布料上印着卡通小猫的图案，两只耳朵立着，眼睛圆溜溜的，十分可爱。林璇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这是小猫内裤，他下意识捡起，但眼睛却没挪开过，脑子有点转不过弯。苏玉柔也看到了，空气凝固了3秒。苏玉柔尖叫了一声，一把抢过林璇手里的所有东西，然后胡乱的塞进衣柜里。你转过去。林璇下意识点头，转身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好一会之后他才开口：“好了。”林璇转过身，看到苏玉柔此刻脸烧得像是熟透的苹果，那个没看出来苏经理还真有童真。林璇想缓解一下尴尬，下意识开口：“林璇，闭嘴！”苏玉柔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圆圆的。林璇下意识就想起了刚才小猫似乎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下意识的笑了。你还笑？苏玉柔看着他脸上那猥琐的笑容，羞愤交加，一股火气直冲脑门。他直接一把把林璇推到床上，然后整个人扑了上去。他捡起枕头玩偶就开始疯狂的砸下来。让你笑，让你看，让你在外面胡乱说话。孩子是吧？看我不把你打成孩子！林璇，气死我了！枕头一下下的砸下来，不疼，但很是有气势。林璇一边挡一边笑：“苏经理，你这是谋杀亲父啊，把我打死了，孩子今年还要不要了？亲父是吧？孩子是吧？别打了，我错了还不行吗？错哪了？错在不该说实话。”林璇，苏玉柔一听，气得直接把枕头扔掉，改用拳头捶他的胸口，但他那点力气对林璇来说和挠痒痒也差不多。林璇躺在床上，看着骑在自己身上，气得脸颊鼓鼓的苏玉柔忽然觉得她这个样子还挺可爱，像是个闹脾气的小姑娘，这就是反差感。好一会之后，她都打累了，你看什么看？苏玉柔坐在林璇身上，喘着粗气，身体起起伏伏，她的头发有些凌乱，就连衣服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得有些乱。林璇也才反应过来，看着眼前凌乱风的苏玉柔，身体下意识的什么玩意这么硬？你手机硌着我了。苏玉柔低头刚想挪一个位置，突然反应过来，好像不是手机，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骑在林璇的身上，这样的动作好像是有些太暧昧了。她刚想起身，门忽然开了：“小林啊，来吃点水果吧。”薛红突然推门走了进来，手里端着许多水果，但刚走到一半，他就发现眼前这一幕，卧室安静了下来。好一会之后，薛红转身：“人呢？人怎么不见了？”他转身疑惑的自言自语。砰！门被狠狠地关上。关上前1秒，林璇和苏玉柔听到外面传来薛红的声音：“孩子他爸，好消息啊！”林璇、苏玉柔两个人转过头，四目相对。林璇：“同归于尽吧。”说着，苏玉柔狠狠地掐了上来。林璇只能被迫的防守。几分钟后，二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床单凌乱，二人衣衫不整，不知道的还以为刚才的战斗有多激烈呢。林璇几乎是逃出苏玉柔家里的。“小林啊，再坐一会吗？阿姨给你切了水果。”不了，伯母，时间不早了，我明天还得上班。那让柔柔送你啊。”“不用，我自己走就行。”林璇一边说一边逃命一般的往门外走。苏玉柔站在客厅里，双手环抱，冷冷地看着他，脸上还带着未消的红晕。薛红却异常热情，硬是塞给了林璇一大袋水果，带回去吃，都是今早刚买的。“谢谢伯母。伯父，
我先走了，以后常来啊。一定一定。门终于关上，林璇站在楼道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真刺激啊。晚上回到滨江华府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别墅里很安静。林璇轻手轻脚的上了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没吵醒赵雪莉，自己洗漱完就睡下了。第二天清晨，林璇准时6点醒来，常规晨练归来，发现赵雪莉已经在厨房内忙活了。赵姐起这么早？林璇有些意外。赵雪莉抬头看他，眼里带着担忧，我睡不着，今天是童氏集团的董事大会。林璇走进厨房，抱住了他，担心童谣。赵雪莉点了点头，虽然他说自己可以搞定，但我总觉得就连童叔叔都……林璇想了想，也是，我今天没什么事，陪你去看看，可以吗？你不上班？赵雪莉眼前一亮，我跟苏经理说一下，就说对接业主。林璇拿出手机给苏玉柔发了消息，过去几秒后，苏玉柔回复：业主又是哪个富婆？准了，不过昨晚的事咱俩没完。后面还跟着一个微笑的表情。林璇嘴角抽了抽，收起了手机，搞定了。玉柔同意了，非常痛快，那就好。二人简单吃了早饭，然后就开车前往童氏集团。童氏集团总部位于江州 CBD 核心区域，是一栋50多层高的大厦。林璇把车停在附近停车场，然后走了过去，刚靠近，二人就察觉到不对劲。1楼大厅内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太多了，分散在各个位置，警惕地扫视着来往的人。今天氛围不太对啊，瑶瑶不会出什么事吧？赵雪莉小声地说道。不会，有王大力在，放心就好。林璇摇头，正说着，一辆黑色的宾利行驶到大厦门前，车门打开，下来的正是一身黑色西装的童瑶。今日的他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锋利的气场，让林璇有些意外的是，只有他一个人摇摇。赵雪莉快步走过去，你怎么一个人？童瑶看到他们，眼里闪过一丝意外，但很快就笑了。雪莉姐，你们怎么来了？担心你啊。赵雪莉上下打量着他。王大力呢？林璇也开口问道。童瑶摆了摆手，路上遇上点麻烦，他继续处理，我先过来。他说的轻松，但林璇能猜到让王大力殿后处理，看来麻烦不小。也是，能让童大小姐不参加今日的股东大会，阵仗必然不小。说着，童瑶看了一眼大厦里面，嘴角有一抹冷笑，来吧，来都来了，一起上去看看，让你们见识一下童家的丑陋。三人走进大厦前台，本想拦下林璇和赵雪莉，但童瑶只是一个眼神扫过去，立马畅通5组电梯，直达顶层电梯门，走在最前面，高跟鞋敲击着地面，发出清脆的声音。他目不斜视，仿佛两侧的保镖都不存在一样。一时间，霸气无两。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门，童瑶停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推门，而入门被推开。会议室安静了下来，目光全都转移过去。长条形的会议桌旁坐了20几个人，有男有女，年纪大多在40岁以上，这些都是公司的股权拥有者。一大半人看到童瑶的那一刻，表情都变了，惊讶、诧异，甚至有些慌乱。童瑶环视一圈，面无表情地走到会议桌左侧的空位前面，是他的名牌。林璇和赵雪莉在角落里坐下，还挺刺激的。林璇小声嘀咕，赵雪莉点了点头，他也替童瑶紧张了起来。会议室的气氛越来越微妙。童晶坐在童瑶的对面，看到他的一瞬间，他就脸色十分难看，怎么回事？而童瑶的右侧坐着刘美媛，她今天穿着一身紫色的套装，妆容精致。看到童瑶出现，爱你，他下意识握紧了手里的笔。童晶怎么回事？不是说会让他今天不出现吗？唯有主位上的老人童军闭目养神，时间1分1秒的过去，会议室没人说话，只有空调微弱的运转声。童晶和刘美媛都在低着头，手指飞快的打字，显然都在各自确定消息。10几分钟后，9点整，童军睁开了眼睛，他清了清嗓子，人都到齐了吧？没人说话，他扫视一圈，那今天的股东大会正式开始。今天召集各位来，是为了选出童氏集团的下一任董事长。童军的声音虽然年迈，但十分清晰，在会议室里回荡起来，有一种沉重的仪式感。按照公司章程以及童原董事长的遗嘱，公司实行股权选举制，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投票。他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剑拔弩张。童晶第一个举手，我投我自己。刘美媛紧跟着，我也投我自己。然后是其他股东，我选童晶。刘美媛、童晶。投票进行得很快，绝大部分股东显然都早有决定。坐在一旁的林璇默默数了一笔，那23个有投票权的股东，只有零星03个投给了童瑶，其余都给了童晶或者刘美媛。而童瑶自始至终安静地坐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这场投票与他无关。15分钟后，投票结束，童军的助理开始公布结果。童晶获得股权票数比例33%，刘美媛获得股权票数比例31.5%，童瑶获得股权票数比例22%。结果出来之后，会议室里面响起一阵低语，童晶的脸上露出笑容。虽然还没最终宣布结果，但33%的支持率已经是最高。刘美媛的脸色有点难看，但并不慌张，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投票。安全，安特助呢？他怎么没来？有人开口，对啊，按照遗嘱，安全手里理应有10%的股权，他不投票，这个结果不算数吧？给他打电话。几个刘美媛阵营的股东开口，刘美媛早就打起了电话，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关机了，没有人能打通电话。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童晶却笑了，安哥可能临时有事，不过咱这么多人总不能一直等着他吧，要不就按照现在的票数来吧。二伯您说呢？他看向童军，
眼里带着催促。童军还没开口，刘美元猛地站起来：“你做梦！会议室一进，安全没来，这投票就不算。童金，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安全是不是被你？大嫂，话可不能乱说。”童金打断他：“安全是自己不来的，关我什么事？再说了，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总不能一直耗下去吧？二伯，您做个决定。”所有人目光都投向童军。童军沉默了许久，点了点头：“小金说的不错，那我们就今天投出来吧。”童金咧开了嘴，挑衅地看向刘美元：“你！”刘美元气得直跺脚，他指着童金的脸，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不过，我们这些老家伙手里还有4.5%的股权。会议室一进，那些老家伙都是童家已经养老的长辈们，他们虽有股权，但几十年来从未行使过投票权。我们决定将股权投给刘美元。什么？二伯，你？童金猛地站起来，他刚都准备好了迎接自己的人生巅峰，没成想居然被长辈阴了一手，哪怕是刘美元自己都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一出，一脸震惊，不知所措。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这肯定是安全安排的。虽然他人没到，但想办法搞定了童军，结果都是一样的。他脸上露出笑容，看向童金：“童金，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结果是应该在今天选出。现在我的支持率反超你，那就宣布结果。”不行！童金狠狠地一拍桌子，力气大的震得桌上的水杯都晃了晃。这不合规矩，你们这些老家伙的股权早就不用了，不算。哈哈哈哈！作废！童金，你以为在这陪你郭家家呢？刘美元大笑你。童金被气得说不出话，他转头看向童军：“童军，你要把童家拱手让给外人，你对得起我大哥吗？”童军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会议室里一片混乱，双方的人互相叫说了起来，场面乱成一团。林悬在角落里摇了摇头，这就是所谓的家族企业，平日里可能一团和气，可一旦涉及到核心利益，什么亲情规矩全都是狗屁，只有利益才是真的。他看向童瑶，童瑶依旧安静地坐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似乎对这场面已经彻底失望。争吵持续了10几分钟，两拨人几乎要打起来。几个年轻点的股东已经站起来，指着鼻子互相骂。忽然童金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看向童瑶，开口：“瑶瑶，瑶瑶，你还没投票？你把票都投给我，我们不能看着童家被外人抢走啊！”会议室安静了下来。“对啊，童瑶还没投票呢，虽然他当不了董事长，但依旧可以投票。”所有人都看向了童瑶。刘美元愣了一下，很快反应了过来，忙开口：“童金，你不用蛊惑瑶瑶，我是瑶瑶的妈妈，她不会支持你的，你才是外人。”童瑶一笑，摇了摇头。这个刘美元为了拿到公司，可真是什么话都能说出来，还妈妈，呵呵。童瑶看向童金，开口：“二叔。”童金紧张的点头：“瑶瑶，你说，不如你把票改投给我，把股权给我，我答应你之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他在给童金台阶下。童瑶调查过，童金虽然想要争权，但确实没害过童远，反而兄弟二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他就是一个单纯被宠坏的败家子罢了，能力不够，但野心不小，所以童瑶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他肯低头，以后童家还会养着他。童金站在原地，双手握拳，浑身发抖。他在挣扎，一边是董事长的位置，是掌控整个童氏集团的权利，一边是妥协，是放弃这一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终于，童金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不可能，童氏集团是我的，是我大哥的，凭什么交给你们？”他指着童军，声音嘶哑：“还有你，童军，吃里8万，帮我外人抢我们童家的产业，你对得起童家的列祖列宗吗？我弄死你！”说着，他直接冲了出去，但还没近身，就被几个保镖按了下来。你们都是叛徒！你们拿着童家的工资，居然对童家下手，都是叛徒！你们不得好死！童金在地上疯狂的挣扎，但架不住他的身板实在太弱。童瑶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说什么。童军也闭上了眼睛。整个现场几乎成了一场闹剧，只有刘美元松了口气。他看向童军，催促道：“二伯，既然童金疯了，那就宣布结果吧，别浪费时间了。”童军缓缓睁开眼，他的眼神很疲惫，像是更加苍老。他颤抖着起身，深吸一口气：“如果没有别的意义，那我现在宣布，童氏集团新任董事长就是刘美。”等等！童瑶站了起来，被压在地上的童金眼前一亮：“瑶瑶，你想通了，要投给我？”刘美元脸色一沉：“瑶瑶，你要干什么？”童瑶笑了笑，声音清晰而坚定：“二爷爷，我有异议。”他顿了顿，一字一顿地说：“我的意思是，这一次的选举大会，我不同意，我爹也不同意。”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愣住了。你爹不是早就死了吗？他现在不同意。一时间，众人觉得有些凉飕飕的。角落里，林璇笑了出来：“真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看着一个个，哪个不害怕？”赵雪莉点了点头，她现在只庆幸自己没有这么大的烂摊子，不然的话，自己做不到童瑶这样。就在所有人疑惑不解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了，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门口。难道是安全？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许久没出现的安管家，但先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剃着平头，身着一套宽松运动服。奇怪的是，他的身上沾染了许多灰尘，甚至是血迹。正是王大力。让所有人震惊的是，他手里推着一个轮椅，
轮椅上坐着一个人，50多岁的年纪，脸色还有些苍白，穿着病号服，他的外面披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虽然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虚弱，但眼睛却很亮亮的，像是能看透人心。童远会议室陷入了诡异的安静，然后瞬间的炸锅。童董，大哥，老童，各种惊呼声此起彼伏。童金整个人都呆住了，他张着嘴，眼睛瞪得滚圆，像是见了鬼一样。但反应过来之后，脸上激动的流出了眼泪。大哥，你没事？他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挣脱的身后的2个保镖，冲到了大哥面前。童金直接跪倒在大哥面前，脑袋都扑到了他的怀里，身体不断的颤抖。童远叹了口气，摸了摸他的头。小金，我知道，大哥，我让你失望了，但你没事就好。那亲人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他痛哭流涕。好了，你的事先缓一缓，先回老宅祠堂跪着吧，现在有别的事要处理。童远拍了拍他，然后抬起头看向在场的所有人。刘美元他手里的笔直接掉在了地上，他脸色惨白，嘴角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整个人盯着童远，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仿佛看到了最可怕的噩梦。怎么可能？王大力推着童远来到会议桌的主位。童军，让吧。童远淡淡的开口，声音听不出任何的情绪。童军手里的文件滑落，整个人瘫坐在了椅子上，喃喃自语：远儿，你的好孙子我已经救出来了，你这辈子就在老宅养老吧。童远说完也不再想听童军的任何话，摆了摆手，2个保镖走了上来，架走了童军。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童军是因为孙子，他那个孙子劣迹斑斑，若不是因为是童家的孩子，或许早就出事了。童瑶站起身，走到父亲的身后，父子2人目光扫过全场，凡是被他们看到的人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不敢对视诸位。童远开口了，他的声音还有些沙哑，但气势不减丝毫。好热闹啊！简单的4个字，却让会议室里的温度骤降，没有人敢说话。童远的目光最后停在了刘美元身上，刘美元浑身一颤，猛地站起来，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老童，你没事，真的太好了。他结结巴巴的，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童远摆了摆手，神情淡然。美元，我出事这几天辛苦你了。他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温和，但刘美元的脸却更白了。他最了解童远的脾气，只有这种时候他才是真正生气的样子。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今天的股东大会到此为止，从今天起，童氏集团的董事长位置由我的女儿童瑶接管。他扫视一圈，然后继续说话：没问题的可以走了，有问题的也可以走了。说完他摆了摆手，一切明明很平静，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再开口。谁敢提？既然都没问题，那就散会。童远等了几秒，见没人开口，点了点头，开口。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快速离开。今日的一切都像是一场笑话。当然有人没有离开，会议室的门被重新关上，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下了寥寥数人：童家父女林璇、赵雪莉，还有王大力。当然主角依旧是刘美元。在所有人离开的那一瞬间，刘美元动了，她颤颤巍巍地离开椅子，绕过长桌，来到童远面前。她像是溺水的人，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老童，你没事太好了，我们回家，我担心死你了。说着他的眼泪不断的流出，声泪俱下，身体向前扑去，想要去找童远。然而他还没碰到童远的衣角，一只粗壮的手臂就横在了他的面前。他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堵墙，踉跄的后退2步，差点摔倒。童远开口，安全逃走了。听到这话的那一刻，刘美元整个人傻站在原地，他强撑着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逃走了？难道是他给你下毒？角落里林璇无奈的笑了笑。赵姐，她的心理素质还挺强，这都能装下去。赵雪莉破天荒的生气，开口，这种人罪有应得。确实，林璇点了点头。童远看着刘美元，看着这个自己同床共枕数年，以为能相伴余生的女人，他沉默了许久，最后只是叹了一口气，声音里满是疲惫和失望。美元，是我看错人了，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刘美元浑身一颤，脸上的血色尽数褪去，她疯狂的摇头，泪水甩落，声音都尖利了起来。不是我做的，老童，真的不是我，是安全，他威胁的我。他语无伦次，想要再次上前，但却过不了。王大力一不同，远闭上了眼睛，似乎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累。童瑶上前一步，脸色冰冷，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指尖轻点，然后举了起来。刘美元，好好听着。他按下了播放键，一阵安静，然后就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夹杂着一阵粗重的喘息和女人的低吟。过了一会才出现声音，怎么才来？刚送走他们俩，不得装样子。童金和童瑶，他们想要我手里的股份，那你怎么说的？给不给他们，还不是看你的表现。夫人，死样。录音的后面就只剩下了单纯的少儿不宜。刘美元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整个人僵在原地，他的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脸上精致的妆容彻底哭花，夹杂着惊恐和绝望，看起来狼狈又可笑可悲。不可能这么会。他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然后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上。童远目光移到窗外，声音平静的可怕，移交警局吧。停了许久，他笑了，他这些年做的事够他待下半辈子了。只是那个笑容
有些牵强。不，刘美元像是被这句话彻底刺激，她猛地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形象，大吼：“童远，你不能针对我！我伺候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就这么狠心？”她指着童远，手指颤抖：“我是你老婆，你把我送进去，童家的脸往哪搁？”童远没说话，甚至都懒得再看他一眼。童瑶忍不住一步上前踏出他狠狠地拍下一个响亮的耳光，刘美元再次跌倒在地。童瑶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曾经想让她称呼为妈的女人，声音里满是抑制不住的愤怒：“刘美元，你也好意思提脸面？你来童家这么多年，花了多少钱？你和我爸的贴身管家苟且，你还有脸？你给我爸下慢性毒药，这一桩桩，一件件，你跟我提要脸？”他几乎是将这段时间的所有压抑全都喊了出来：“下半辈子，你就在监狱里好好反省吧。”说完，他不给刘美元任何狡辩的机会，直接伸手拽起她。不，刘美元眼神有些涣散，嘴里喃喃自语。几秒钟后，她被送到2个保镖手中，直接送入警局，所有证据一起移交。是，大小姐。很快，她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会议室重新恢复了安静。童远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扭动轮椅，面向角落的林璇和赵雪莉，脸上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小林、雪莉，让你们看笑话了。”林璇站起身，摇了摇头：“童叔叔言重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赵雪莉也轻轻点头：“童叔叔没事就好。”童远看着林璇，眼神复杂，有感激，有欣赏，也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慨。这么好的小伙子，若是自己的女婿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说的再多也抵不过你救我一命，救我童家于水火。童远语气郑重，甚至想要起身。林璇赶忙小跑过去，让他注意身体。童家的协力，这2日会送到府上，不是客气，这只是我童远以及整个童家必须要表达的态度。林璇摇了摇头，刚想开口推辞，童远却抓住了他的手，语气坚决：“客套的话不必多说，从今以后，童家就是你的家，是你永远的后盾。”林璇犹豫了一下，笑着点了点头：“那就谢谢童叔叔了。”童远看了看林璇，又看了看童瑶，忽然开玩笑道：“要不是瑶瑶和我一样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我现在非让她追你不可。”哈哈，开玩笑，开玩笑。雪莉不要生气。一旁正沉浸在愤怒心情中的童瑶听到这话，这才回过神：“爸，你说什么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童远哈哈笑了2下，众人也都跟着笑了，氛围缓和了不少，又闲谈了10几分钟。林璇和赵雪莉先行离开，可以预料童氏集团将迎来一场大的清洗和整顿，这是童家妇女接下来要面对的漫长工作，加上外面和陈家一直持续的对抗，这段时间对2人来说有的没的。2人刚坐电梯下楼，身后就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林兄弟，稍等。”林璇回头，只见王大力大步流星地追了出来，他那沾染着血迹和灰尘的运动服在一众都市白领中显得十分显眼，但他丝毫不在意。“王哥，还有事？”林璇停下脚步，王大力走到近前，咧嘴一笑：“林兄弟，我这事算是办完了吧？”林璇一拍额头，立马反应过来，他歉意地开口：“王哥，你看我这脑子，这次多亏了你，你放心，童家那边的报酬，我一定让他给你准备一份大的。”王大力却摆了摆手，直爽说道：“报酬什么的，我没兴趣。上次酒吧我弟闹事，我就说欠你一个人情，这次就算还了。”他停了停，眼光灼灼地看向林璇：“人情还了，但交情还在，你这人对我胃口。”林璇也笑了：“王哥这个朋友，我求之不得，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还真有一件。王大力立刻接话：“你们闲聊，我先回去。”赵雪莉看他们准备要聊的样子，适时的开口：“林璇点了点头，那你先去忙，赵姐。”等赵雪莉离开，林璇这才继续：“什么事？王哥？”他本以为这个大块头需要摆平什么麻烦，或者和他那个弟弟有关，但没想到他一开口就让自己傻住了。“我要跟你干，林兄弟！”林璇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跟我干？干什么？他指了指自己，有些哭笑不得：“王哥，你别逗我了，我只是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你跟我干什么啊？干架呀！”王大力激动地开口。林璇见林璇理解错了，他赶忙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跟你上班，也不是要和你切磋，当然切磋也想，我是说以后你干的事，特别是需要动手打架或者那些特别的事，算我一个。”他看着林璇，眼神里有一种野兽般的直觉：“我有预感，跟着你有架打，还是那种痛快的。”林璇听完彻底人傻了，这是什么脑回路？跟着别人不为钱，不为吃喝，只是为了打架。但看了看他这恐怖的肌肉块头，他很快也就释然了，好像没什么毛病。林璇下意识的想要拒绝，可转念一想，自己这一身麻烦已经够多了，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他跟着自己难道是当保镖吗？好像也不是不行。以王大力那恐怖的身手，一般人好像真不是个。如果当时在安澜车库那晚能有他的帮忙，自己或许也就不需要强行使用禁术才能脱困。这么想着，林璇抬起眼睛，目光认真了起来：“王哥，跟我可能会很危险。”“有多危险？”王大力一听，激动的双手拍了拍林璇，这不是害怕的，而是激动，那种发自骨子里的激动和期待的，纯粹的好战分子。这就是一个天生的战士，追求的果然和普通人截然不同。
碰到的对手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也是古武传人，或许吧。太好了，可以怎么打，不死不休那种，爽！说着，王大力直接将林玄高举了起来，他激动的差点就要大喊下山。这么多天，他除了和林玄在酒吧那一场打得尽兴，剩下的都是陪着王小丽瞎胡闹，没打爽不说，还差点好几次进去。林玄有些无语，看着四周人看向这边怪异的目光，他赶忙让王大力放自己下来，真有危险的，王哥，你可要考虑好。你真不害怕？林兄弟，我这辈子就不知道害怕两个字怎么写，你就说什么时候有架打，别再是童家这种小打小闹就行，不够紧。若是童瑶和童远在这里听到这话，一定会不知道说什么40多个专业的打手，其中不乏1、2个练家子，在他的嘴里居然成了小打小闹。林玄无奈的笑了笑，最终点了点头。好，既然王哥不怕，那我也不矫情了，以后就是兄弟，痛快！王大力大喜，蒲扇般的大手用力的拍了拍林玄的肩膀，拍得林玄龇牙咧嘴，体内伤势又是一阵翻腾。那我现在干啥？跟你去公司？王大力跃跃欲试不及，这2天应该没什么事情，走，我们先去喝点咖啡，我请你。嗨，咖啡有什么好喝的？苦唧唧的，都市白领都喝这个的。白领是啥？咖啡馆角落，光线柔和。王大力喝了一口面前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咂了咂嘴，这玩意美酒得劲。林玄笑了笑，搅动着自己面前的拿铁，想了许久，开口：王哥，有件事想要请教一下。说。王大力十分干脆，关于古武传人，你了解多少？能和我说说吗？林玄抬眼，目光平静地看着他，这个问题让王大力愣了一下，他放下杯子，脸上有些诧异：林兄弟，你不是古武传人？他的惊讶很真切，不像是作假。林玄心里微微一紧，但脸上不动声色。不是，怎么可能？王大力眉头拧起，重新打量了一下林玄，怪不得酒吧那晚和你切磋，你的路子很怪，确实就像是，说不上来，可你那股感觉，那股气，又绝对不是普通人。他一边说，一边自己纠结起来，最后依旧有些不相信。林玄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借这个动作掩饰了一下内心的波动。果然，自己体内的真元在真正懂行人的眼里都是会被感应出来的。想了一下，林玄还是打算说真话。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很难解释，但我确实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人，也不是什么古武传人，所以我对你们的规矩一无所知，才想问问你。王大力盯着林玄看了好几秒，那双眼睛炯炯有神。他点了点头，没有追问，而是选择了相信。行，林兄弟，既然你问了，那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他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口说道：我是从小被师傅挑选中带回山里去的，我师傅就是古武传人一脉，具体是哪一脉我不能说，这有规矩。林玄点头，这是自然，他老人家告诉我，古武传承源远流长，但传到现代已经式微，至少在咱们国内明确还有完整传承的只剩下8支。8支？林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王大力点了点头，对，8支，但具体是哪8支我不知道，因为说到底我也只是半路子出家，甚至除了我师傅再没见过我那一支的人。他停了停，看向林玄，我师傅说了，除了这8支正统，如今理论上应该再无其他成气候的古武势力了。林玄心头一跳，再无其他，拿自己这算是什么？像是邪修一般的传承，野路子，还是说不被所谓正统承认的异类，甚至是敌人？他压下心中的无数疑问，继续问道：那非正统的呢？难道就没有一些像是那种散人或者别的路子的？王大力想了想，散人肯定有，师傅说早些年还不少，都是一些残缺的传承，难有大成就不说。而且说着，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看了看四桌，确定旁边都没什么人，才继续：大概30年前发生过一件大事，具体是什么，师傅一直没和我说，他只说那次几乎把国内所有的古武者都卷进去了，就连国外一些势力也都冒了头。30年前？林玄点了点头，并没什么概念，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没出生。对，就是因为那件事之后，国内古武界元气大伤，散人越来越少，最后要么都加入了8支，要不加入了古武联盟。30年前大事断了很多传承。林玄越听越觉得玄乎，这怎么听都像是小说内的情节，怎么现代社会里还隐藏着这种超出常理的事情？但一想自己的传承，也就释然了。所以30年前的事，林玄试探性的开口。王大力摇摇头，十分感慨，我问了无数次，他都没说，只是一次在酒后自言自语瞎说，让我听到了几句。什么？这个世道断了？断了？是的，断了。我追问他，他也没说，最后直接喝得躺在了地上。林玄点了点头，那现在的情况？现在有8支正统，他们还推出一些代言人，成立了古武联盟，也算是如今的官方组织吧。王大力说完，再次看向林玄，眼神有些热。林兄弟，你说不知道这些，我真的很意外。你这一身的本事，总得有个来路吧？林玄沉默许久，最后他还是开口：我的来路很难说清。王大力忽然咧嘴笑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我看人很准，这算是我的一点特殊本事吧，所以我相信你。你放心，我既然认你当兄弟，就不会把你的事往外传。多谢，哈哈，我说跟你干，那就认你。至于你什么来历，什么路数，我不在乎，只要有痛苦的架打，我就满足了。
看着王大力真诚的笑容，林璇举起了手中的咖啡，郑重的点了点头，明白，兄弟。二人哈哈一笑，碰了碰杯子，放下，二人的关系明显更近了一些，之前那种若有若无的隔阂也消失不见。林兄弟，你受伤了吧？说着，王大力往前凑了凑，鼻子还抽动了2下，而且伤得不轻，气血虚浮不说，体内的那股气也弱了很多。林璇这次是真的震惊了，他这眼力厉害。他坦然承认，是之前遇到点麻烦，为了保护别人动了点手段，伤了元气。太好了！王大力激动的一拍桌子，林璇有些不解的看着他，我受伤了？你这么激动干嘛？可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激动能把你打成这样的，一定也是强者，这才有意思，不然整天和那群普通人过家家真没意思。王大力挠了挠头，笑着解释，林璇哥真是一个疯子。快了，等我伤势恢复一些，就要去找他们算账了。好，那可一定要叫上我，最近我可是憋坏了。行。二人又聊了一会，中午他们简单吃了顿饭，王大力便先行离去。林璇送走他之后，打车赶往安氏集团。既然童家的事告一段落，自己也该回去工作。下午1点半，午休刚结束，办公室里还弥漫着慵懒的气息。林璇走进办公室，先给苏玉柔报备了一下，然后便回到座位，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工作。童家的那个生态园项目虽然拿下，但还有一些收尾的事情需要跟进对接，报告一样都不能少。他正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数据，一阵淡淡的香水味飘了过来。冯依然端着一杯刚冲好的咖啡走了过来，他今天穿着工装，领口开得恰到好处。林哥，喝点咖啡醒醒神吧。他的声音依旧软软的说着，他将咖啡轻轻放到林璇手边，手还不经意地接触到他，林璇头也没抬，目光依旧在屏幕上，只是淡淡的开口，谢谢。冯依然脸上的笑容一僵，但很快恢复，他没有离开，反而俯下身，手臂撑在林璇的桌边，这个角度让他的领口风光若隐若现。林哥，生态园那个项目的后续数据我这边整理完了，你要不先看看，有些地方我拿不准，想要请教你一下。他凑近了些，几乎都要靠到林璇耳边。林璇终于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扫过他，瞥了一眼就回收了目光，发我邮箱就行，我现在手头有事，晚点再看。哦，好吧。冯依然讪讪地起身，转身离开，只是脸上依旧带着几分不甘。整个下午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2、3次，看得出来凭依然的攻势很猛烈，只可惜林璇一心扑在工作上，并不在乎4点多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林璇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眉心，对了，他忽然想起安澜自从前2天车库遇袭，已经过去1周多了，他那边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麻烦。想到这，林璇站起身，决定上顶层问问。走进电梯，缓缓上行。林璇心里盘算着，或许应该问问安澜需不需要王大力这样的保镖。他虽然说会加强安保力量，但如今知道了这些8支势力鼓舞联盟的存在，感觉普通人的力量还是有些弱小。正想着，电梯门打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男人约莫27、8岁，身材挺拔，穿着一身极为合身的西装，面料一看就十分昂贵。他面容英俊，带着一股久居上位的从容，目视着前方，步伐稳定。二人擦肩而过，都没有看林璇一眼，似乎没有注意到一般。这是谁？林璇下意识的侧身，让开能在这出现的人大概率不是普通员工。电梯门缓缓合上，林璇挑了挑眉，林哥，你来了。安澜的秘书周宇声音响起，带着十分的热情。他刚才正恭敬地站在秘书台后，目送那男人离开，直到电梯下行，他才似乎松了一口气。忙着呢。小雨，对了，安总在吗？周宇摇了摇头，不在。安总这几天都没来公司。都没来。林璇皱了皱眉头，不会是出事了吧？他立刻调动体内剩余不多的真元，感应留在安澜体内的那道追魂术印记还在，十分清晰，位置在西方，距离很远，而且跳动的十分正常，生命气息十分平稳。他稍稍安心，这才继续追问，多久了？有说去哪了吗？若是普通员工，根本不敢询问，周宇更不会回答。但架不住眼前的是林璇，他没有丝毫不耐烦，而是轻声解释，自从上周2开始就一直没有来，不过我每天都会向安总电话汇报情况。他也说了，最近因为一些私人原因居家办公。林璇一听，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如此。居家？对面员工小区呢？不是，林哥，安总说是在安家的庄园那边，西边郊区。安家庄园？林璇恍然，西边，这就都对起来了。既然追魂术显示他并没什么问题，而且也确实在居家办公，林璇也就彻底放下心来，至少没有出什么问题。原来如此，多谢。林璇笑了笑，周宇赶忙摆摆手，林哥客气了，需要我向安总汇报你来找过他吗？林璇想了想，摇头开口，不用了，我一会自己打电话就行。周宇连忙点头，心里忍不住佩服，巧巧，直接电话联系。离开顶层，林璇回到18层卫生间，刚用冷水洗了把脸，他就听到有人走了进来。林璇本没注意，但却听到，你听说了吗？安总最近好像被家主责问了。听到这，林璇的动作停住，他悄无声息靠在角落。另一个同事惊讶的声音传出，被责任？安总，嘘，小点声，我也只是意外听到的，不一定对，但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到底怎么回事？安总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最近还拿回了好几个大项目啊。另一个人的疑惑依旧，好什么好？爆料的同事摇了摇头，你想想看，最近公司出了多少事？先是和王家闹上，后来和童家的合作差点黄了，
最后又是和陈家私，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这一连串操作下来，集团股价波动不说，就连人心也都开始浮躁起来。安家家族里的那些人能没意见？有道理，那看来还真是安总管理上出问题了，对吧？而且听说这一顿都是安总私人的操作，这不已经回家办公了，这不就是变相的那啥吗？原来是这样，哎，安总也不容易啊，谁说不是呢？二人又低声嘀咕了几句，随后传来冲水声和脚步声，林璇从角落里走了出来，他眉头紧锁，谣言还是确有其事。刚见过童家的乱世，他现在对这些所谓的家族没有一丝好感，总感觉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想了一会，林璇觉得还是要亲口问问。他找了一个没人的会议室，关上门，然后掏出手机给安兰打过去，电话响了7、8声，就在林璇都准备挂断的时候，终于通了。喂，安兰的声音传来，声音很平淡，甚至有些冷淡。安总，林璇试探着开口，这个态度让他有些琢磨不准，难道是因为前2天的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您那边方便说话吗？林璇感觉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你说。安兰的回答依旧简短，是这样，我今天来公司，工作上本想汇报一下，发现您没在，听说您最近都在居家办公，是有什么事吗？林璇斟酌了一下措辞，没有直接说听到的谣言。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最近在家里处理一些事情，过段时间再回去。安兰的声音依旧冷淡，听不出任何的情绪，有点怪。林璇皱了皱眉头，这回答也太官方了吧？难道是旁边还有人？好吧，也不是什么特别着急的事，那等您再说。好一会之后，安兰应了一声，然后挂断了电话。林璇拿着手机，有些愕然，不对劲啊，这态度太奇怪了。就算是因为浴室那晚的荒唐事，但以安兰的性格，对待工作也绝不会如此的敷衍。难道真的如谣言所说，他在家族内部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林璇犹豫了一会，再次查看起来自己追魂术的印记并无异常，安全上并无问题。想了好一会，他也没想明白，但自己总不能直接冲到安家的地盘上询问奇了怪了。最后林璇也只能嘟囔一句，转身离开。与此同时，城西安家庄园深处一间布置典雅的书房内，安兰握着已经按下去的手机屏幕，一滴晶莹的泪水毫无预兆的滴落手机屏幕上，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眼圈泛红，明显这一段时间并未休息好。而且若是公司的人看到，就会发现他往日那股冰山般的锐利气场此刻消散了大半。蓝蓝角落里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别怪我们，这不对劲。他抹了抹额头的汗，心跳依旧很快。梦境里安兰无助绝望的眼神像是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他打开手机，下意识点开和安兰的聊天界面，最后一条消息还是几天前，他询问他的身体是不是还好，他只回了一个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越看林璇心里那股不安就越发强烈。公司的谣言，电话内的反常，突如其来的噩梦。他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闭上眼，集中精神，再次感应追魂术的印记，代表安兰的那个光点依旧稳定的停留在城西的方向。安家庄园内光芒虽然不算特别亮眼，但十分平稳，这代表他的生命状态没有大碍。林璇稍微松了一口气，下意识的他看向另外2个印记，地下车库内那2个黑袍人的，心神沉入，仔细感应，这一看让他瞬间头皮发麻，后背窜起一股凉气。下午在公司时，这2个光点还在城南的方向，几乎没有动过，可现在这2个光点正在移动，还以一种稳定的速度朝着西北方向移动，轨迹的方向赫然指向安家庄园。这目标是安兰，他们又要动手了。林璇瞳孔骤然收缩，睡意全无。想到上次他们的诡异手段，林璇就一阵后怕。安家真的能保护好安兰吗？很悬，不能再等了。林璇没有任何犹豫，掀开被子跳下床，以最快的速度开始穿衣服。同时他拿起手机给王大力拨了过去，电话响了5、6声才被接通，那边传来王大力带着睡意的迷糊声，林兄弟，这大半夜的来活了。林璇打断了他的声音，急促说到。电话那边沉默了1秒，随即王大力的睡意瞬间消失，声音陡然提高，充满了兴奋，有架打？对，而且很危险，是上次把我打伤的那群人，而且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手，很危险。林璇重复了2遍危险，如果王大力不去，他不会强求干。但王大力回应他的只有干脆利落的一个字，兴奋的声音几乎要透过电话传来，现在在啊，我马上开车去接你，发个定位给我。说着林璇抓起车钥匙和外套好。电话被挂断前，传来对面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林璇一边穿上外套，一边安静地走下楼。离开期间，他看了一眼赵雪莉已经睡下了清源酒吧附近的一处居民楼内。王大力3、2下穿好他那身便于活动的运动服，将一双厚重耐磨的作战靴牢牢系紧。他活动了一下脖颈，发出咔吧咔吧的轻响。他的眼中睡意全无，只有激动的火焰。打开房门走出去，客厅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王小丽正和几个黄毛围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的打着游戏，茶几上堆满了啤酒罐和零食袋。看到王大力全副武装的走了出来，王小丽愣了一下，哥，这么晚了你起来干嘛？还穿成这样，不会是出去打架吧？大力哥，你要去干谁？我们和你一起，就是干他们。几个黄毛一听全都开口道。王大力摇了摇头，他沉声道，我出去办点事，还有你们几个
最近都给我安分点，听到没有？知道了，哥，你都说多少遍了，早点回来啊。王小丽点了点头，挥了挥手。王大力没有多说，他知道说的再多，这个小子也听不进去。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身离开房门，大步走了出去。厚重的防盗门关上，隔绝了里面吵闹的声音。十几分钟后，黑色的跑车来到楼下，夜色浓重，路灯昏黄。王大力那壮硕的身影早已站在路边，看到林轩开来的车灯，他眼睛一亮，搓着大手就冲了过来。林轩刚停稳，副驾车门就被拉开，林轩感觉到车身一阵摇晃，然后他一屁股坐了进来。林兄弟，走！他兴奋地系上安全带。林轩没废话，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窜了出去。凌晨的街道空旷，林轩上了高架之后，车速飙升。王大力靠在座椅上，眼睛却亮得吓人。说说对付谁有什么厉害的？林轩握着方向盘，目光盯着前方，详细地描述了一下地下车库的那一战。刀枪不入般的身体，惊人的力量速度，还有阴冷的气息，以及自己动用禁术才勉强击退他们时，林轩语气都沉了几分。那人挨了我一拳，胸口绝对塌了，但还能跑。王大力听完沉默了几秒，这手段。他搓了搓下巴，似乎想起来什么，像是南方某一脉的风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对付的不是人。不是人？林轩一愣，转头看了他一眼。不是人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还是鬼不成？王大力点头，表情认真。我听师傅提起过，有些邪门秘法，专门炼制人形奴仆，材料形形色色，山川草木，飞禽走兽，用特殊秘法炼制，炼成之后受主人心神操纵，力大无穷，不知疼痛。他顿了顿，看着林玄，一字一顿。所以你遇到的那2个8成是这种鬼奴，所以背后肯定还有一个真正的操纵者，那才是正主。林玄听完，后背一阵发凉。当时对付那2个鬼奴，自己都要拼着动用禁术，差点经脉尽毁。如果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操纵者，那今晚凶多吉少。王大力却没有丝毫畏惧之色，反而兴奋地握紧拳头，骨界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放心吧，林兄弟，咱俩联手，天下无敌！笑声在封闭的车厢内回荡，震得车窗都嗡嗡作响。林玄没笑，沉默了几秒，语气低沉：我伤势还没恢复，今晚优先救人，不硬拼。王大力笑声戛然而止，他咂了咂嘴，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很快点点头：行吧行吧，那就先救人，等你伤好了，咱再找他们大闹一场。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和那一脉的人打，咱确实得小心点，他们的手段稀奇古怪，防不胜防。我师父说过，南方那支极为阴险，很少正面战斗，都是玩手段的。林玄点头，把这话记在心里。车子继续向西疾驰，夜色在车窗外快速倒退。过了一会，王大力忽然又开口：林兄弟，我忽然想起一事。你说，既然对方如此在意你的那个安澜，他的身上肯定藏着什么大秘密。林玄听闻，皱起眉头：秘密？安澜身上能有什么秘密？他不过是一个安氏集团总裁，再有钱，但只是一个普通人。林玄下意识觉得不可能，可回想起之前的种种，办公室内的诡异木雕，车库的遇袭，加上这一次，如果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对方何必要如此大费周章？普通人不值得一个古武传人如此大费周章。王大力继续提醒。林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但我们如今来不及打探了。车子继续向西，等到了城西时，已经接近凌晨4点。林玄将车停在一处荒凉的废旧停车场里，周围杂草丛生，半人高的野草在夜风下沙沙作响，远处隐约可见一片庄园的轮廓，占地很广，有零星的灯光闪烁。林玄熄了火，闭上眼睛，再次感应追魂术，真元刚一运转，一旁的王大力眼睛瞬间亮了，那股气又出现了，虽然微弱了不少，但确实存在，而且比上次切磋时候更加凝练精纯。林兄弟果然不简单，要不是时机不对，他真想再来切磋一次。他没有出声打扰，林玄专注感应3个光点接连出现在脑海中，代表安澜的那一个依旧稳定在不远处的安家庄园内，另外2道依旧在平缓的移动，距离安家老宅已经不远，照着这个速度再有半小时就能到这里。林玄猛然睁开眼，眼中寒光闪过，果然是冲着安澜来的，半小时后就会到这里，我们要尽快了，走。王大力推开车门，跃跃欲试，2人下车，然后快速融入黑暗中。夜色下的安家老宅十分静谧安静，这是一片中式庄园，其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处处透着园林的精巧。庄园深处，一间卧室内，安澜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他没有睡着，就这么睁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这几日他几乎都没有合眼，太多的信息冲击让他整个人仿佛被抽空，只剩下了一个躯壳，他的长发披散，有些凌乱，脸色苍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绝望、认命还是解脱，他自己都不知道。门外忽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很轻，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咚咚咚，一阵低沉的敲门声响起。安澜没有动，甚至没有转头，一旁沙发上的白冰身体猛然一颤，他看了一眼床上那道单薄的背影，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他的手扶在门把手上，停顿了几秒，最终还是咬牙拉开门，打开一条缝，借着走廊里的壁灯，白冰看清了来人27、8岁的年纪，身材挺拔，面容英俊，眉宇间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此刻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安永昌，白冰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他嘴唇颤抖，
声音都有些发颤。要来了吗？安永昌站在门外，目光越过他，瞥了一眼里面那抹身影，然后收回视线，看向眼前这个婶婶，你后悔了。白冰摇头，但眼泪却止不住的往下流。他抬手捂住嘴，怕自己哭出声。好一会之后，他才有些缓解，哽咽的开口：不是后悔，只是这么多年，总归是有感情了。兰她是个好孩子，够了。安永昌抬手打断他，语气平淡：他终究只是个外人，只是一个载体，你自己清楚。这些年安家给他的一切，本就在弥补，现在是该收回来了。好了，我亲爱的婶婶，让开吧。白冰身体晃了晃，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勇气阻拦。他缓缓侧身，让开了。就在安永昌抬脚准备走进去的时候，安澜从床上坐了起来。他走了出来，我跟你走，安永昌。不过走之前能否和白冰女士单独聊2句？他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听到白冰女士4个字，白冰身体晃了晃。安永昌挑了挑眉毛，目光在2人身上流转，最后点了点头，可以，5分钟。说完，他转身走出去。白冰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只是流泪，不停的流泪。安澜看着他，看着这个自己叫了20多年妈妈的女人，眼里没有恨，没有怨，只有死寂的平静。白女士，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兰，他想解释，想道歉，可却知道自己不管说什么都没用了。安澜摇了摇头，打断了他，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还是要谢谢你。当然呐，还有安先生。他嘴角扯出一个很淡的笑容。说完，他没有再看白冰，转身朝着安永昌离开的方向走去，脚步坚定，没有回头。白冰站在原地，看着身影渐渐远去，他终于再也忍不住，靠在门框上，浑身颤抖。我一直以为这些年好好对你就能补偿你，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能好受些，可我还是受不了。走廊尽头，安澜的脚步顿了一下，但也只是顿了一下。该小说通过星鱼开发的开源免费新鲜下载器下载，如果您通过代下载获取该小说文件，且商家未提供软件源代码或开源地址，请立即退款并举报商家。作者邮箱 sin_yv@outlook.com， 作者 QQ 2017593710，官方 QQ 交流群1490500832，官方 TG 交流群。是的，安澜，安氏集团高高在上的女总裁，安家年轻一代中最耀眼的存在，居然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傀儡。这几日，白冰已经亲口告诉了他是孤儿，刚出生就被抛弃，是安家收养了他。而收养他，并不是因为好心，只是因为某个人的一句话，他是100年难得一遇的阴神体魄。当时他并不懂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还以为白冰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可直到从他的嘴里得知，自己对于什么修炼古武功法的人来说，是最好的补品，最好的容器，而且在他体内培养了他们所需的姻缘，等到一定时候，姻缘积累到巅峰，就可以被抽取出来，转移给他人，让一个普通人彻底脱胎换骨，甚至可以修炼阴神法术。而那个他人，便是安永昌，安家嫡系一脉唯一的男丁。他从小拜在一位高人门下，极少出门，甚至外界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但奈何天赋不足，需要外力辅助，最终就找到了安澜这个外力。从他被收养的那一天起，一切就已经注定，什么事业，什么家族的荣耀，什么父母的疼爱，都是一场被精心编织的骗局。他从小到大都活在监控之中，安澜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安永昌站在院子里，背着手看着安澜走过来，脸上露出笑容。说完了。从小就学养气功夫的他，此刻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从今日之后，自己就要超脱于普通人之上。安澜没有回答，只是淡淡走到近前。安永昌笑了笑，放心，我师父说过，你不一定会死，只要你好好配合，到时候我……话没说完，安澜已经越过他，没有任何停留。他的脸上笑容僵了僵，随即冷笑一声，不再多说什么堂妹，什么亲情，在自己成为古武传人的面前都是工具。他脚步加快，跟了上去。我的好妹妹，放心，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带着你的意志，带领安家走向辉煌。笑声刺耳，在空旷的院落里回荡许久。等2人走远，白冰终于脱力般的跌坐在地上，一道身影从暗处缓缓走出，来到他的面前。那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深色的家居服，面容儒雅，可他的脸上挂满了疲惫和愧疚。白冰抬起头，看着那张脸，嘴唇颤抖。孩子，他爹。男人没有应声，只是弯腰轻轻扶起他。我们错了吗？白冰喃喃地问。男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3个字：没办法。安永昌带着安澜穿过重重院落，来到最偏僻的角落。这里远离住宅，杂草丛生，和庄园别处的精致典雅截然不同。往日里没人敢来这里，除了安永昌，这里只有一座旧屋，孤零零地立在空地上，门窗紧闭，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森。天边已经开始泛白，东方的天际线隐隐透出微弱的白边。安永昌走到门前，深吸一口气，恭敬地敲门。师傅。屋内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应。安永昌等了几秒，又敲了敲，声音压低了些：师傅，人来带了。片刻后，屋内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进来。只是日子为何提前了几天？您不是还在闭关？
黑袍人缓缓动了他的动作，极为僵硬，仿佛多年未曾活动过关节处发出清晰的咔咔声，像是一台老旧的机器重新运转。他慢慢抬起头，漆黑之下，黑袍的脸无法被看清，只能注意到一双眼睛散发着诡异的暗红色光芒。他的声音沙哑且断断续续，推算道：晚几日会有意外。所以刚说到一半，他的目光落在安澜身上，瞬间顶住，那双暗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然后那目光忽然变得尖锐起来，气氛骤然凝固。几秒钟后，黑袍人猛地抬手，顾不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指着安澜，他的声音变得尖利刺耳，夹杂着难以置信的愤怒。你的姻缘呢？安澜眉头紧皱，看着眼前这荒谬诡异的一幕，不明所以他不是没想过逃跑，但在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他就明白了，整个安家都是求饶他，插翅难飞。安永昌愣在原地，看着震惊的师傅，又看看安澜，小心翼翼地开口：师傅，他怎么了？下一秒，屋内所有的蜡烛同时熄灭，不是风吹的，而是齐刷刷的熄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同时掐灭。他们黑暗中只有那双暗红色的眼睛亮着，死死盯着安永昌。阴冷的声音在寂静中炸开，带着滔天的怒意：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是谁取走了他的姻缘？难道是你？安永昌浑身一颤，下意识拼命摇头：不是我，师傅，不是我。他的声音因恐惧而发颤，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按照您的吩咐，将他身边所有异性都隔离得干干净净。他从小到大的同学、同事、合作伙伴，每一个接触过的男人，我都查过，没有人有机会接近他。黑袍人沉默了几秒，暗红的目光依旧死死盯着他，像毒蛇盯着猎物。沉默那边，他的声音更冷了。安永昌连连摇头，额头冷汗直冒。不可能，沉默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他接触安澜那几次，我都有人盯着，绝对没有单独相处过。他一直只是我的一个棋子，他做的一切都只是我的操纵，假意让他和安澜结亲，也只是为了安排人渗入陈家罢了，就像是安插安全在童家一样。听着二人的对话，安澜只觉得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心底升起，瞬间蔓延到全身。自己的这个堂哥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将手伸到了整个江州的势力之中，原来如此。而且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从小到大自己身边几乎没有异性朋友，为什么父母总是有意无意地引导他远离男生，让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业和事业上，为什么自己会变成那般冰冷孤僻的性格，让所有人都觉得他高不可攀。一切的一切都是被人安排操纵，只是为了让他保持纯净，为了给安永昌做嫁衣。他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笑话，一个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笑话。贱人！安永昌突然起身，转头指着安澜，脸上满是愤怒：你到底跟谁睡了？啪！说着，他一个巴掌重重地抽在了安澜的脸上，声音清脆。安澜捂着自己的脸，转过头来，冷冷地看着他，看着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看着他因为计划失败而彻底崩溃的表情，他忽然笑了，很轻很淡，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解脱。他坏了他们的计划，那真是太好了。黑袍人没有理会安永昌的咆哮，他枯瘦的手指飞快地掐动，嘴里还在念念有词。那些地上的符号开始泛起微弱的光，像活过来一样扭曲跳动。他开始在地上用这些诡异的东西摆放起来，推演着什么，一边推演一边摇头，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会这样？20多年的谋划，20多年，是谁打乱了我的计划？是谁夺走了我的果实？是谁？安永昌从未见过师傅这副模样，心中开始慌了。师傅！他转身凑上前，声音颤抖：我还能吸收他体内的阴元吗？我还能成为古武传人吗？他不是阴神体魄吗？不是可以？闭嘴！黑袍人猛地抬起头，暗红的眼眸冷冷盯着安永昌。那一刻，安永昌如坠冰窖，张着嘴，一个字都不敢再说。屋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黑袍人沉默了几秒，忽然眼睛一亮：血！对，血！他喃喃自语，声音变得亢奋起来。他的阴元虽然没了，但血还在，血里同样蕴含阴神之力，虽然效果大减，但有用。说着，他整个人如鬼魅般飘了起来似的，是飘动，他的脚甚至都没有贴到地面，速度之快让安澜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他只感觉眼前一晃，有一只枯瘦冰凉的手已经抓住了他的手腕，刺骨的冷冰。安澜刚要挣扎，就感觉手腕处一阵刺疼。黑袍人指甲轻轻一划，他白皙的手腕上立马出现一道血痕，嫣红的鲜血在月光下格外刺目，鲜血从伤口不住地涌出。黑袍人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个小碗，全部接住一滴不落他枯瘦的手指，轻轻一使劲，鲜血流出的速度陡然加快。待小碗内的鲜血攒到一些，他直接抬起喝了下去。他甚至觉得不满足，还舔了舔碗的边缘。师傅！一旁的安永昌整个人都傻了，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师傅，那个被安家奉为做上宾几10年的存在，那个自己磕头拜师日夜伺候的世外高人，此刻正像一只饥渴的野兽，贪婪着喝着血。他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动作，挤压安澜的鲜血流入碗中，然后一口吞下。晨光从门口透进来，恰好照在黑袍人抬起的脸上，那是一张枯瘦惨白的近乎骷髅的脸，
皮肤皱得像干枯的树皮，紧紧贴在骨头上，眼眶深陷，眼珠突出，布满血丝。此刻正泛着诡异的红光，嘴角沾满嫣红的鲜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滴在他黑色的袍子上。地上安永昌浑身冰凉，下意识后退了一步。不是说让自己成为古武传人吗？不是说要抽取他的姻缘转移到自己身上吗？可为什么师父自己在喝安澜的血？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但他不敢开口，只能站在原地，浑身发抖。安澜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能感觉到体内的血液在不断流失，就连力气也随之消散。最无力的是，他什么都做不了，就像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手腕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疼，但更疼的是心视线开始模糊，耳边嗡嗡作响，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他挣扎着想要推开那只枯瘦的手，却根本使不上力，那手像铁钳一样箍着他的手腕，纹丝不动。好晕，身体越来越轻，仿佛随时都会飘起来。就在他即将倒下的瞬间，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一道人影，那道身影冲破破旧的木门，砰的一声巨响，木屑纷飞，他如一头暴怒的野兽朝他冲来。林璇，安澜恍惚之下，嘴角微微勾起一丝笑意，没想到临死前最后想到的人居然是他。然后他再也撑住，身体软软的向后倒去，就在落地之前，一双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接住了他。安澜，安澜！林璇抱着怀中脸色苍白的女人，连叫几声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他双眸紧闭，呼吸微弱的好像随时都能断掉，甚至手腕上伤口的血都流得慢了许多，触目惊心，怒火瞬间燃遍全身。他双指重重地点在安澜的几道穴位之上，手腕处的鲜血慢慢止住。做完这一切，他猛地抬头，目光扫过屋内那个嘴角带血、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头，正用那双暗红的眼睛盯着他。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站在一旁，满脸震惊，居然是他昨天下午在公司顶层电梯内看到的那个男人，他居然是安家的人。是你！黑袍人也认出来林璇，上次在车库内破坏了自己抓捕安澜的计划，还重创了自己的2个庶奴，今晚他居然又闯到这里，这股气息是你夺了他的姻缘。下一秒，黑袍人鼻子一吸，从林璇体内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安澜的姻缘。安永昌愣了一下，随即反应了过来，他看着林璇，又看着林璇怀中昏迷的安澜，脸上瞬间涌起滔天的愤怒和扭曲。是你睡了安澜！他指着林璇，声音暴怒的吼道，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一拳朝林璇面门轰来，拳头带着风声，又快又狠。他毕竟跟着老头练了20年的武术，即便始终没有寻得那一股气，但终究是远超普通人。砰！然后安永昌就感觉到自己像是撞到了大运卡车一般倒飞了出去。他飞出去的过程中，时间仿佛都变慢了。安永昌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离林璇越来越远，那个男人怀中还抱着昏迷的安澜，看着他，甚至没有正眼看自己一下，只一拳。为什么自己明明练了这么久，明明有师傅指点，明明马上就能成为古武传人了，怎么会连他一拳都接不住？不对！安永昌忽然想到什么，瞳孔骤然收缩，是因为是他抢走了自己的姻缘，那是属于自己的机缘，本该属于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他，安澜的姻缘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自己现在就不会这么弱，都是因为他。安永昌心中涌起滔天的愤怒和不甘，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他重摔在几米外的地上，翻滚2圈，然后眼前一黑，彻底昏了过去。林璇甚至都没有多看他，哪怕一眼，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黑袍老头。林璇深吸一口气，冷声开口，你到底是谁？喂！话还没说完，黑袍老头猛地抬手，枯瘦的手指朝他狠狠一指。林璇瞬间感觉像是被一条毒蛇盯上，浑身汗毛倒竖，身后一只大手猛地抓住他的后领，快速将他往后一拽。是王大力！林璇整个人被拽出木屋，踉跄着后退几步才站稳。他抬眼看去，刚才站立的地方，一缕黑烟凭空出现，在空中扭曲翻腾，然后缓缓消散。如果晚1秒，那黑烟就会缠上自己。王大力松开手，站在他身边，眉头紧皱，盯着屋内的老头，小心，这老东西实力不低，刚才那一下是蛊。林璇心跳如鼓鼓，这种小说中的东西真的存在。他将怀里的安澜交到王大力手中，沉声道，你先带他走，我来拖住他。想走？屋内传来沙哑的冷笑声。老头缓步走出木屋，暗红的眸子在黑夜中格外渗人。他看着林璇，眼中满是贪婪和兴奋，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没想到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老头舔了舔嘴唇，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笑容，杀了你也能夺回我的姻缘，哈哈哈！天助我也呀！他大手一挥，2道黑影从木屋2侧的阴影中急速冲出，正是那2个庶奴。他们依旧是那副模样，青灰色的皮肤布满裂纹，双眼血红，动作僵硬却快得惊人。一个堵住去路，一个从侧面包抄，配合默契。林璇和王大力背靠背站定，四目扫视着逼近的敌人。王大力将安澜轻轻放到墙边靠好，然后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脖颈和手腕，骨节噼啪作响，像爆豆子一样，看来走不了了。他咧嘴一笑，眼中燃起兴奋的战意。林兄弟，你选哪一边？林璇盯着黑袍老头，一字一顿，我对付他。你确定？那老东西最难缠，手段阴得很，试试吧。林璇点了点头。王大力看了他一眼，然后哈哈大笑，好，那老子就陪这2个东西玩玩吧。话音未落，他已经朝2个庶奴冲了上去，砰！双方瞬间撞在一起，
发出沉闷的碰撞声，掀起一阵尘土飞扬。林玄深吸一口气，脚下发力，也朝老头冲去。然而老头根本没打算和他正面交锋，他身形一闪，整个人像没有重量一样飘然后退，那速度诡异至极，明明看着不快，却总能在林玄即将近身的瞬间拉开距离，像一片随风飘荡的枯叶。林玄连扑3次，3次落空，而老头一边后退一边抬手连点，每一次抬手都有一缕若有若无的黑烟从指尖飘出，悄无声息的朝林玄袭来。那些黑烟在黑夜中几乎看不见，只有接近时才能感觉到那股阴冷。林玄依靠本能的危险感知，连续躲开4、5次，每次都堪堪擦过，但那些黑烟太诡异了，他们不是直线攻击，而是如活物一样在空中行动，追踪着他的移动轨迹。这么下去真元根本不够。林玄一咬牙，将体内的部分真元转移至脚下，速度陡然提升，打了老头一个措手不及，二人之间的距离被飞速拉近。老头轻咦一声，虽有些意外，但并不害怕。只见他一边后退，一边体内同时散出数道黑烟，数量之多，在他的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林玄速度太快，来不及躲闪，直接一头钻入到了黑烟之中。黑烟缠身的瞬间，林玄浑身一僵，瞬间像是无数根细针同时刺入皮肤，又像千万只蚂蚁钻进血管，顺着血液往心脏爬去，又痛又痒，差点让他整个人跪倒在地。林玄咬紧牙关，体内真元疯狂运转，那股温热的气流顺着经脉奔腾，所过之处侵入体内的蛊毒像是遇到天敌，迅速溃散。几秒钟后，那种钻心的刺痛感减弱了大半。林玄大口喘气，额头冷汗直冒，后背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如果不是真元，自己恐怕此刻已经远处。黑袍老头愣了一下，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他盯着林玄上下打量，声音沙哑刺耳：“你是哪一脉的传人？8脉之中能破我阴骨的不超过3家，你是来自哪家？”林玄没理他，稳住身形，目光死死锁定老头。王大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几分凝重：“林兄弟，小心，这老东西的骨沾上就麻烦，阴得很。”林玄刚刚感受过，自然知道棘手，但短时间内他根本找不到克制的办法。真没想到有人能操纵这种诡异的东西，和自己相比，他好像更像是邪修。老头嘴角勾起诡异的笑容：“不错，小子，不过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长时间。”继续，他双手连挥，这一次7、8道黑烟同时涌出，从4面8方朝林玄包抄，加上之前释放的蛊毒，像一张4面8方的黑色大网，封死了林玄的所有退路。林玄瞳孔一缩，躲不开了，他咬牙不退反进，拼尽全力朝老头冲去。黑烟缠身，剧痛如潮水般涌来，但他不管不顾，一边急速运转真元护体，一边凝聚力量到右拳之上，轰，一拳砸出，带着破空之声。然而就在拳头即将触及老头的瞬间，老头身形一晃，如鬼魅般侧移半米，堪堪避过林玄的拳头，擦着他的黑袍而过，只带起一阵劲风，连衣角都没碰到。老头反手一掌拍在林玄后心，砰！那一掌看似轻飘飘，力道却重如千斤。林玄整个人飞了出去，重重摔在3米外的地上，翻滚2圈才停下。他的喉咙一甜，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身前的碎石，实力差距太过悬殊，加上他如今实力也只有巅峰时期3成，根本打不过。另一边，王大力也陷入了苦战，2个庶奴一左一右夹击，出手毫无章法，血快如闪电，他们的拳头砸在王大力身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王大力的身体虽然强悍，但毕竟是肉做的反观庶奴，没有痛觉，根本不在乎。王大力每一拳砸回去，都能在魁奴身上留下深深的拳印，甚至打得他们骨头凹陷，但他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被打退就立刻扑上来，像2只不知疲倦的野兽，似乎拼着自己消散也要干掉王大力。妈的，真烦！王大力吐出一口血沫，又被一拳砸中脸颊，脑袋猛地一偏塌，侧身一脚踹倒一个，那庶奴砸在地上，出现一个坑，但另一个立刻从背后抱住他，双臂像铁箍一样收紧。王大力怒吼一声，双臂发力，肌肉奔张，想要挣开束缚，甚至猛地反身一拳砸在魁奴脸上，庶奴半边脸都塌了，眼眶凹陷，但仍死死抓着他的胳膊不放，另一只手还在往他脖子上掐。另一只庶奴站起来，用尽全力砸了过来，砰！王大力也被砸飞了出去。刚巧2个人都落在了同一个位置，他们背靠背撞在一起，温热的鲜血溅在地上，混着灰尘。你还好吧？林玄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喘着粗气问他，能感觉到王大力的后背在剧烈起伏。王大力抹了把脸上的血，眼睛亮得吓人，爽！这样的战斗才是我想要的，比那些小打小闹强多了。林兄弟，跟你干真没错。林玄嘴角也扯出一丝苦涩的笑意，2人相视一眼，同时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次冲了出去。不远处，老头心里泛起了嘀咕，这2个小子什么来头？一个身上古怪无比，夺了自己姻缘，还能破了自己阴骨；另一个肉身强的吓人，和庶奴有的一拼。这2人背景绝对都不一般。不行，不能拖下去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必须死。老头眼神一凛，双手开始结印，冷笑道：“你们上路吧。”他动作极快，10根枯瘦的手指翻飞，在空中留下道道残影，嘴里念念有词，声音沙哑低沉，像古老的咒语。很快，整个院落的温度降低，不是普通的降温，而是那种侵入骨髓的阴寒，
仿佛从盛夏瞬间跌入深冬地面，甚至结出一层薄薄的白霜，一股浓烈的黑雾从老头身上涌出，如潮水般朝四周蔓延。黑雾所过之处，地面的杂草瞬间枯萎，连地上的碎石都发出细微的咔咔声，表面浮现细密的裂纹，像被什么东西腐蚀过。林璇心头狂跳，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涌上来，那种感觉就像被一头远古凶兽盯上，浑身汗毛倒竖。他拼命运转体内仅剩的真元，准备再次施展禁术，此刻别无他法。然而糟糕的状态让他浑身一滞，就这一瞬间，黑雾已然急速席卷而来。林璇咬牙，一拳轰出，拳锋撕裂黑雾，露出一条短暂的通道，但效果只持续了一瞬，黑雾立刻重新聚拢，如活物般将他整个人吞没。那一瞬间，林璇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冰窖，又像是被投入了火炉，冰火两重天。这感觉和禁术的反噬有的一拼。无数细小的蛊毒再次疯狂钻进毛孔，顺着血管往心脏爬。他想挣扎，想反抗，可身体动弹不得，体内真元勉强抵住一波蛊毒的攻势，但下一波又紧接着冲来。他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大口吐血，吐出来的血都是黑色的，带着刺鼻的腥臭。另一边，王大力同样如此。黑雾中，老头的身影缓缓走来，能撑到现在确实不错。老头的声音沙哑而冷漠，带着几分赞许，但更多的是嘲讽。两个2阶的毛头小子，能和我这个4阶的打这么久，说出去足够你吹一辈子了，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抬手一指，2道身影从黑雾中冲出，一左一右控制住林璇和王大力，是那2个树奴，其中一个甚至头都要没有了，但依旧不影响动作。2人想要挣脱，但浑身使不上力，连手指都抬不起来，蛊毒的效果越来越深。林璇这边，树奴的手像铁钳一样将他死死按住，指甲嵌进肉里，血顺着胳膊往下流。老头走到林璇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银元该还给我了。说着，他伸出枯瘦的手，指甲在林璇手腕上轻轻一划，那指甲不知是什么东西，比刀片还锋利，轻轻一下，皮肤就裂开一道口子，鲜血涌出。老头俯下身，甚至不再用任何东西，直接张嘴凑了上去。咕咚咕咚，吞咽声在寂静的院落里格外清晰而瘆人。王大力挣扎着抬头，看到这一幕愣了愣。林兄弟，你不干净了，被个老妖怪吸了。林璇无力地垂着头，看着老头贪婪地吸着自己的血，心中满是苦涩。他能感觉到体内的血液在快速流失，力气也在一点点消散，可却没有任何办法。他艰难地转头看向王大力，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王哥，是我害了你，你不该和我一起来的。王大力却努力摇头，说什么傻话，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兄弟，咱们一同上路，我死而无憾，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只是可惜出师未捷，没能帮上你什么忙，下辈子我们再一同战斗。林璇眼眶一热，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老头吸血的速度越来越快，他的脸色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淡，原本干枯皱褶的皮肤像枯树皮一样贴在骨头上，此刻竟然渐渐变得饱满起来，那层皮像被充了气一样慢慢撑开，皱纹被抚平，凹陷的脸颊也鼓了起来。更诡异的是，皮肤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条条一缕缕像无数细小的虫子在爬行，从脖子到脸颊再到额头，密密麻麻，恶心至极。没一会儿的功夫，老头的脸从干枯的骷髅恢复成了一个正常老人的模样，皮肤虽然仍有皱纹，但已经不再是那种可怕的干尸状，返老还童。林璇心中大震，不知道这是什么神奇的能力。老头抬起头，嘴角还挂着林璇的血，脸上满是享受的神情，像刚饱餐一顿的野兽。但下一秒，他似乎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表情僵住了。他死死盯着林璇，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瞳孔剧烈收缩。你不是8脉传人？林璇一愣，虚弱地看着他，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老头松开他的手腕，后退2步，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他喃喃自语，声音颤抖，很快眼神中满是狂喜。不可能，你不是8脉的人，怎么会？这不可能！他猛地转头，手一挥，数奴立刻架起林璇，朝那间黑屋拖去。王大力挣扎着想要阻止，却被另一个傀奴死死按住，动弹不得。他怒吼着林兄弟，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林璇被拖进黑暗，消失在破旧的门后。黑屋内光线依旧昏暗，树奴将林璇扔在地上，然后退到一旁。老头走进来，盘膝坐在林璇对面，他从怀里掏出几样东西，一小袋暗红色的粉末，几根黑漆漆的骨头，骨头上面刻满细密的符文，还有一把生锈的匕首。他开始在地上刻画，动作极快，匕首在地砖上画出深深的痕迹，石屑纷飞，粉末撒在沟壑里，立刻冒出缕缕青烟，发出滋滋的声响，像什么东西在燃烧。那些痕迹渐渐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图案，比之前的战法更加繁复，像某种古老的祭祀图腾。老头一边刻画，一边激动地自言自语：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居然让我碰到了，练了你，不仅能夺回姻缘，还能得到你的本源。你不是8脉传人，你居然不是8脉传人！他的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回荡，像疯了一样。林璇虚弱地躺在地上，听着他的话，心中涌起无数疑问。他艰难地开口，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你知道我的情况？老头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抬起头，警惕地打量着他。你不知道？林璇无力地摇了摇头，他是真的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的传承来得莫名其妙，
具体是什么，从哪来，他一无所知。老头眯起眼，目光在林璇身上来回扫视，像在审视一件稀世珍宝。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语气里满是怀疑：“小子，别想拖延时间，你夺走我姻缘，还成功凝气，你说不知道，我先把你炼了再说。”说完，他不再开口，专心致志地刻画起来。林璇躺在地上，意识越来越模糊，体内真元早已枯竭，本源也陷入了沉寂，浑身上下已经疼得失去知觉。十几分钟后，老头喘着粗气停了下来。他兴奋地咬破自己手指，将鲜血滴入阵法中。诡异的一幕出现，他的鲜血如同活物，在阵法沟壑内自行流动，整个阵法开始微微震颤。没一会，阵成。一瞬间，林璇感觉像是被扔进了炼丹炉，他的衣服开始冒烟。老头盘膝坐在他的对面，依旧念念有词，像是在催动什么。林璇体内剩下的血液开始逆流，仅剩的生机似乎在被强行抽离。他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离开自己的身体，可这种情况下，他什么都做不了，真的要死了。意识越来越弱，就在即将昏迷的一瞬间，他忽然感觉到腹部丹田处有什么东西好像跳动了一下，很轻很微弱，但真实存在。林璇精神一振，像是落水的人抓住最后的希望，他拼尽最后的力气，集中意念，感受腹部丹田处咚咚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跳动。林璇猛然意识到是那柄红色的小剑，他活了。之前他一直安静地待在丹田里，像一件死物，无论他怎么试探都没有反应，但此刻他活了，他在跳动，在呼唤。林璇尝试着用意念去触碰他，下一秒，一股奇妙的联系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来，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仿佛那柄小剑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手臂的延伸。他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的情绪，他的力量，那种斩断一切的力量。老头还在念咒，阵法还在运转，但林璇已经听不见了他，只有一个念头剑出，嗖一声尖锐的剑鸣划破黑暗，红色的光芒从林璇腹部炸开，如一道闪电撕裂夜空。那柄小剑化作流光，从丹田冲出，穿过血肉，穿过衣服，直直射向对面的老头。老头瞳孔骤缩，来不及反应，来不及躲闪扑，小剑贯穿他的胸口，从前胸进，从后背出，带出一捧血雾。老头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口的血洞，鲜血如泉涌，瞬间染红了黑袍。他张了张嘴，吐出大口大口的血沫。喂，什么？但可惜林璇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屋外王大力还在玩命的和树奴角力，他穿着粗气，眼睛通红。忽然他感觉到按照自己的树奴松了力气，体内的蛊毒也开始不再动弹了。他没有任何犹豫，翻身抱起，一拳砸向树奴的脑袋。砰！这一拳结结实实，直接将其脑袋砸得凹陷进去。他晃了晃身子，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王大力不再去管他，直接朝着黑屋内冲去。昏暗的光线中，一个血色的阵法还在微微发光，像是一张诡异的笑脸。阵法中央，一个人倒在地上，是林璇。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只有另一个树奴倒在地上，还有安永昌在角落昏迷，除此之外再无他人。黑袍老头呢？王大力不明所以，但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冲到林璇面前。林兄弟！林璇感觉自己从鬼门关走了一圈，黑暗无尽的黑暗，他飘在里面，没有方向，没有重量，像一个游魂。他不知道自己飘了多久，模糊中他好像听到了很多人的声音，有王大力粗犷的大嗓门：林兄弟，林兄弟，你醒醒！有赵雪莉温柔的低语，带着哭腔：小林，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有童谣焦急的呼喊，又急又气：林璇，你混蛋，你给我醒过来！有苏玉柔带着哭腔的骂声：你不是挺能的吗？躺床上算什么本事？他们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声音忽远忽近。他想回应，想睁开眼睛，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动不了任何部位。好几次，他拼尽全力想睁开眼，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怎么也撑不开。就这么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次，终于林璇感觉到了一丝光亮，那光亮很刺眼，像阳光穿透黑暗。他循着光亮的方向拼命游去。他缓缓睁开眼睛，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扑面而来，眼前是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还有滴滴作响的仪器。医院。林璇眨了眨眼，适应了一下光线，然后微微侧头，一张老脸凑在眼前，离他不到20厘米。赵健，童远之前的主治医生。他正瞪大眼睛看着自己，满脸激动，眼眶甚至都红了。师傅，你醒了！他的声音都在颤抖。林璇，他想了无数种可能，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人，但绝对没猜到是赵健。不是，大爷，你这么激动干嘛呢？我和你什么关系啊？还有，师傅是什么鬼？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醒。医学奇迹，简直医学奇迹，堪比死而复生。你昏迷3天了，整整3天啊！赵健像是疯子一样，一边激动的自言自语，一边还不断老泪纵横。林璇都怀疑下一刻他要带自己直接去切片研究。他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发不出任何声音，喉咙干得像是枯木，嘴唇也裂开口子。别说话，别说话，我去喊人，你别动啊！赵健连忙让林璇别动，然后一溜烟跑了出去。这速度不像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没一会，门外传来几道急促的脚步声，几道身影冲了进来。林璇的眼睛瞬间亮了。赵雪莉、童谣、苏玉柔，每一个都眼眶通红，明显哭过。不过这才对啊，和赵健那个老头子相比，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3个美女围在床边，你一嘴我一嘴的问个不停。小林，你感觉怎么样？野男人，你不会死吧？
林璇，你不准出事！林璇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猴子被围观，但他的心里却暖暖的。他嘴角扯出一个虚弱的笑容，然后就是剧烈的疼痛。过了一会，他闭上眼睛，感受体内糟糕，十分彻底的糟糕，一丝真元都没有。本源也哑火了，红色小剑也彻底失去了感应。无论他怎么呼唤，意念接触都没任何回应，自己好像变回了一个普通人。至少暂时是这样。1天后，林璇恢复了一些，虽然真元依旧没有，但身体的恢复能力还是异于常人。影的召见几乎每隔2个小时就来一次，每一次盯的林璇是浑身不自在。慢慢的，他可以缓慢的说几句话，也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坐轮椅离开病床，浑身依旧虚弱，每动一下都感觉骨头在抗议。但比起刚醒来时那种濒死的感觉，已经好多了。几个姑娘轮番照顾他，也是让林璇体验了一把皇帝的感觉。爽。苏玉柔在这里的时候，林璇开口问道：“安澜怎么样了？”苏玉柔坐在床边，听到这话，表情复杂的看了他一眼。安总和你一样，也进了 ICU， 抢救了好几次，不过幸好你们2个福大命大，现在都没事了。他摇了摇头，叹气道：“安总身体比较虚弱，现在还在昏迷中，不过赵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了，中间偶尔会醒一下，但很快又睡过去，失血太多，需要时间恢复。”林璇松了口气，人活着就好，至于其他的可以慢慢来。苏玉柔看了看病房门口，确认没人，然后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林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会伤成这样？还有……”他犹豫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安氏集团现在乱成一锅粥了，你们那天晚上到底经历了什么？”林璇眉头一皱：“安氏集团？这和安氏集团有什么关系？就算安澜暂时出事，那不是背后还有一个大家族吗？”这么想着，他突然反应过来，之前那个黑袍老头说过什么姻缘之类，难道这就是安澜身上的秘密？那晚他昏迷后发生了什么？安家后续如何处理？那2个庶奴和老头最后怎样了？他一无所知，他同样满心疑惑。苏玉柔点了点头：“安家变天了，安总被董事会免除总裁职务，公告都发出来了，昨天下午的事。”林璇愣住，原因没说，但越是这样，谣言越多。苏玉柔声音里带着满满的气愤，有人说他涉嫌经济犯罪，有人说他得罪了家族长辈，还有人说他精神出了问题，更离谱的说他私生活不检点。林璇眉头越皱越紧，怎么会这样？如此多的谣言，安家视而不见，还是说这一切反而就是安家搞的鬼？想到这，林璇觉得好像事情都顺了一些。那一晚，除了安永昌，自己甚至没有见过一个安家的人，这本身就不对劲。安澜这些年把安氏集团带到现在的高度，功劳苦劳都有，就算安家内部有争斗，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绝吧。苏玉柔接下来的话让他更是震惊。最可怕的是，你知道如今暂代总裁的是谁吗？他盯着林璇，一字一顿：沉默。什么？林璇以为自己听错了，沉默。苏玉柔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堂堂安氏集团居然让陈家人暂代总裁，虽然公告说是暂时如此，但鬼知道这个暂时是多久。而且沉默那德性你也知道，花花公子一个，他懂个屁的管理。林璇沉默了沉默。那个被陈家禁足的纨绔子弟，那个追求安澜不成又对童谣下药，想要童家的家伙，他凭什么？安家那边没人反对？林璇问。苏玉柔苦笑着摇头，恰恰相反，就在安总被免职的同时，陈家宣布和安家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消息一出，安氏集团的股价不但没跌，反而拉了一波涨停。他满心是为安澜感到不值，那些股东才不管谁当总裁，只要股价涨，让他们叫沉默跌都行。他叹了口气，现在公司的形势我都看不懂了，乱成一锅粥还算说得好听，偏偏股价还涨，你说可笑不可笑？苏玉柔怎么说也是在公司干了许多年的老人，但如今的局面也是他从未想象过的离谱。我今天来医院都是偷偷溜出来的，公司里全是新面孔，沉默带来的人一个个趾高气扬的。林璇沉默了好一会儿，消化着这些信息。安家抛弃了安澜，陈家趁机上位，沉默成了赢家，而安澜这个为安氏集团付出一切的女主人，现在躺在病床上，虚弱的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到最后甚至没有一个安家的人来看他。什么父母兄弟姐妹家族长辈全都没有出现可笑。林璇替安澜都感觉到不值，他醒来后知道了这些会是什么反应。先带我去看看他吧。林璇叹了一口气，开口说道。苏玉柔点点头，起身推着他的轮椅出了病房，来到隔壁门上的牌子写着安澜。林璇自嘲地笑了笑，还是邻居。苏玉柔推开门，两人走进病房。病床上，安澜安静地躺着，他脸色依旧惨白，没有半分血色，嘴唇干裂，眼睛紧闭，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那是被黑袍人割开的地方。自己也有，2个人还真是同病相怜，各种仪器在他身边滴滴作响，显示着他的生命体征平稳，但虚弱。林璇让苏玉柔把自己推到床边，然后伸出手轻轻搭在安澜的手腕上。片刻后，林璇睁开眼，眉头微皱，他转头看向苏玉柔，让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吧。苏玉柔愣了一下，看看他，又看看昏迷的安澜，点点头，好，我就在外面，有事叫我。他转身离开，轻轻带上门。病房内安静下来，只剩下仪器规律的滴滴声。林璇看着安澜苍白的脸，沉默了几秒，忽然开口：你在逃避什么？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安澜没有反应，依旧闭着眼睛。林璇继续：你可以醒过来，
你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你只是不想醒，对不对？安澜，你居然害怕醒过来？一连几句话在空荡的病房内回荡一片寂静诊脉的结果，告诉林璇，安澜的身体已经平稳，她虽然失血过多，需要时间恢复，但绝不至于一直昏迷，除非是她自己不想醒。她的潜意识告诉自己不能醒过来，她在逃避那个安家，逃避那个抛弃她的家族，逃避那个她奋斗了10几年，最后却把她一脚踢开的安氏集团。她在害怕醒来后要面对的一切，面对残酷的现实。不行，不能这么下去，要叫醒她。林璇沉默了一会儿，再次开口，语气平静，却带着某种决绝。安澜，如果你不醒过来，那我以后都会看不起你。他看着她的脸，我认识的那个安澜是安氏集团高高在上的女总裁，是哪怕面对再大压力也能撑住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个躺在病床上逃避现实的懦夫。如果你不醒过来，那我走了，以后也不会再见你。说着，他双手转动轮椅的轮子，准备离开。就在这一瞬间，林璇注意到安澜紧闭的眼睛，睫毛轻轻颤抖了一下，他停下动作，下一秒安澜的手指也缓缓勾动了一下，他听到了。林璇盯着他的手，那根手指又动了动，然后是整个手掌。小臂安澜的眉头微微蹙起，像是在挣扎，他的眼睑颤动得更厉害了，仿佛在和什么东西对抗。安澜，安澜，你能听到是不是？醒过来吧，一切都有我呢。林璇见管用，赶紧继续开口，刺激他果然有效。好一会后，他缓缓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有些失神，没有焦距，但确实是睁开了。就在林璇松了一口气，刚想继续开口的时候，病房的门被推开，赵健急匆匆地走进来，身后还跟着苏玉柔，外面也传来2个熟悉的脚步声。赵雪莉和童瑶也都赶了过来，赵健手里拿着病历本，嘴里念叨着，我刚注意到安澜的身体情况出现了波动，会不会是……话说到一半，他愣住了，他看到安澜睁着眼睛，正茫然地看着天花板，然后他转头看到林璇坐在轮椅上，手还放在安澜手腕上。赵健的眼睛瞬间瞪大，然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放出绿光来了。林璇又出手了，师傅！他几步冲到林璇面前，激动的脸都红了。师傅，是你把他唤醒的，对不对？我就知道你醒了肯定会来看他，肯定有办法。不过你这次是用的什么？没有用针灸，还有别的手段？再让我见识一下好不好？林璇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炸了。赵医生，别叫我师傅，折煞我了。我没做什么，是刚好安澜醒过来的。他无力的辩解，但赵健根本听不进去。他看了看安澜，又看了看林璇，又看看安澜，目光来回切换，眼神越来越亮，越来越狂热。不可能，我在这看了他3天，用了各种办法，他就是不醒。你刚进来多久？10分钟、15分钟，他就醒了。赵健激动的搓着手，这不是你出手了，我做梦都不信。林璇张了张嘴，想解释，但不知道从何解释，说什么。我说了2句话，他就醒了，说出去自己都不信，可偏偏这就是事实啊。赵健根本没给他机会，他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看了一眼病房内的几位美女，然后咬紧牙关，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他掏出手机，快步走到角落，拨出一个号码，电话接通。他压低声音，但依旧能让人听见。喂，孙女啊，你现在忙不忙？来一趟医院？对，市中心医院。干什么？给你介绍对象。这话一出，病房内陷入了诡异的寂静。病床上，刚刚醒来的安澜，那双还有些失神的眼睛，此刻竟然有了些许焦距，缓缓看了过来。林璇身后，他没回头，但能感受到数道目光。苏玉柔，还有刚进来看到这一幕的赵雪莉和童瑶，全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可林璇干咳2声，感觉嗓子眼儿都在发烫。他转头看向赵健，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赵医生，赵爷爷，您是我亲爷爷，您可别在这儿添乱了，快忙您的去吧。赵健电话那头似乎传来了什么回应，他急得直跺脚，又对着电话说了几句，这才挂断。他叹了口气，回过头看向林璇，一脸你怎么就不懂我苦心的表情。行吧，师傅，你放心，这次机会不合适，下次再给你介绍。他拍了拍林璇的肩膀，然后又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安澜，点点头。病人醒了，这是好事，我再去调整一下用药。说完，他也不顾几个姑娘的目光，背着手释然走出了病房，走到门口，他还不忘回头看林璇一眼，那眼神分明在说等着，下次一定。他才懒得管自己刚才几句话的杀伤力，在他看来，自己能学习到林璇的医术才是最重要的。病房内重新安静下来，但那种安静带着几分微妙。林璇干咳一声，挺直腰板，一脸正气凛然。哎，这老头瞎说什么呢？我才不关心他什么孙女，完全没有的事。什么女大校花18岁，我完全不关心，不在乎。只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弱，到最后几乎听不见。他赶紧转移话题，看向病床上的安澜，脸上堆起关切的笑容。安总，你醒了，可急坏我们了。苏玉柔也快步走到床边，握住安澜的手，眼眶有些发红。兰，你还好吗？吓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昏迷这几天，我天天做噩梦。安澜看着2人，苍白的脸上微微动了动嘴角，他张了张嘴，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我没事。他的目光转向林璇，那双曾经清冷淡然的眸子，此刻有些复杂。林璇，谢谢你。林璇摇摇头，笑了笑，说这些干什么？你没事就好。病房外，走廊里，童瑶拉着赵雪莉走了出来，轻轻带上门。走廊里很安静，
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脚步声，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片光斑。童瑶靠在墙上看着赵雪莉，忽然开口：“雪莉姐，林璇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赵雪莉一愣：“什么情况？”童瑶朝病房的方向努嘴，和他纠缠不清的女人，一个两个三个，每一个都是美女。安澜、苏玉柔，还不算刚才那个老头的孙女，你就不怕吗？赵雪莉沉默了一下，怕。她轻轻重复这个字。童瑶点头。你看啊，安澜就不说了，林璇为了救她，差点把命搭进去。那个苏玉柔也明显也对她有意思，这几天和我们一直守在旁边，这几个纠缠不清的，以后这种事肯定越来越多。她看着赵雪莉，语气认真。雪莉姐，你就没想过以后吗？你就不怕林璇被抢走吗？赵雪莉静静地听着，然后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却透着一种通透遥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是什么情况。她轻声说，目光看向窗外的天空，那里有几朵白云慢慢地飘着。她年轻有本事，还一身奇异的能力，而我只是一个离过婚的大龄女人。雪莉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童瑶一听，激动地开口。赵雪莉笑了笑，我知道，但我真觉得能陪在她身边，哪怕只有一部分时间也足够了。她想了想，我没想过要占有她全部，那样太贪心了。能在她需要的时候陪着她，在她累了的时候给她一个家，我就很满足了。童瑶愣住，看着赵雪莉的侧脸，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赵雪莉转过头看向她，忽然笑了。怎么？你是不是也喜欢他？什么？童瑶脸疼得红了。雪莉姐，你瞎说什么？赵雪莉笑得更开心了。看你急的，开个玩笑而已。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这么容易脸红过？童瑶跺了跺脚，我才没有，我就是觉得他这人还行，但也就还行，比他好的多了去了。赵雪莉笑着摇头，没再说话。童瑶安静下来，看着病房的方向，眼神有些复杂。林璇这个人确实挺特别的，能打，能治病，能救人，关键时刻从不掉链子。父亲的事，如果没有他对他的感谢，自己从不会忘。可若是别的，他甩头，把这个念头甩出脑海。雪莉姐，你就真的不介意？他又问。赵雪莉想了想，认真的说完全不介意是假的，但我更在意的是他对我好不好。我如今确定他心里有我，其他的我能接受。他看着童瑶轻声说，瑶瑶，感情这种事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珍惜当下，不贪心。童瑶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和陈闯那段失败的婚姻，当初他也是全心全意，以为找到了真爱，结果呢？也许赵雪莉的选择才是对的。病房内，苏玉柔将公司的事情又说了一遍，但安澜十分平静的，甚至有些异常。安澜看着林璇绑着厚厚绷带的胳膊，沉默了几秒，忽然轻声问，你的伤？林璇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没事，死不了，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比你强点，起码我还能坐轮椅到处跑，你只能躺着。安澜嘴角微微扬起，算是回应了这个玩笑。两人对视，一时间谁都没说话。好一会之后，安澜才开口，公司的事。他似乎在纠结要不要将自己的事情说出来。林璇忽然打断他，安澜，那破公司不带也罢。安澜转头看向他，林璇继续说，不就是被开了吗？咱也不稀罕，那公司说白了就是安家的提款机，他们愿意折腾就让他们折腾去，等你好了咱自己干。安澜愣住，咱？林璇语气坚定，等我好了，等你好了，我投资开个新公司让你干，比安氏集团强100倍那种，到时候让他们后悔去。安澜沉默了许久，他看着林璇那真诚的脸，忽然笑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笑容，极少从安澜脸上出现的。你开公司？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几分调侃，你有钱吗？林璇挺起胸膛，一脸得意，怎么看不起我？我有500多万呢，够不够？500多万都是公司之前给他发的奖金，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安澜看着他这副样子，忍不住笑了一声，但很快又咳嗽起来，牵扯到伤口，疼的眉头紧皱。林璇赶紧说，你先别笑，我说真的，等你好了咱就干，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临安集团，怎么样？安澜缓过气来，看着他，眼神柔和了许多。好，我等着。行，等我恢复过来就辞职。林璇点头。一旁的苏玉柔看着两个人，心中莫名的出现了一丝奇怪的情绪，说不清道不明，但他很快笑着开口，那可要加我一个，现在这边我可干够了。三人相视一笑，安澜心中的难过被逐渐抹除，他缓缓开口，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十几分钟后，他们怎么能这样？苏玉柔气的大喊，虽然有些离奇的剧情被安澜隐藏，但安家的所作所为让苏玉柔义愤填膺。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林璇皱了皱眉，转头看去，透过门上的小窗，他看到走廊里赵雪莉和童瑶正拦着几个人为首的，一个是沉默，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脸上挂着志得意满的笑容，另一个是苏秦。林璇的眼神微微一凝，他们来做什么？苏玉柔脸色难看，快步走过去，拉开门，门刚打开，外面的争吵声就清晰地传进来。不是，我来看一下我的上一任总裁也不行吗？沉默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谑，脸上的笑容压都压不住。这段时间可把他憋坏了，被陈家禁足，关在家里哪儿都不能去，每天只能对着手机发呆，他恨得牙痒痒，天天诅咒林璇和童瑶不得好死。可没想到禁足刚解除，
天上就掉下来一个天大的馅饼，他成安氏集团代理总裁了。本来陈家只是安氏集团的一个大股东，他陈默虽然挂着董事的名头，但根本插不上手，更别说染指管理权。但现在安家主动送上门来，把安澜一脚踢开，让他上位，这如何让他不高兴？唯一有些失望的是，安澜居然就这么被开除了他本，还想亲眼看看这个女人落魄的样子。而且安家对安澜的态度很奇怪，一概不提，仿佛没有这个人一样。他也试图联系那个神秘的黑袍人，联系不上，联系安永昌也联系不上，最后只能先按照家族安排走马上任。这不，刚适应了一下集团环境，就迫不及待地打听安澜的位置。一听说重病住院，他赶紧赶过来探望，听说林璇也在，那更好，他还特意叫上了苏晴。陈总，安总在休息，请不要打扰。苏玉柔挡在门口，语气冷淡。陈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笑着就往里面靠，直接走进病房。嗨，来都来了，我就来看看安总。苏晴跟在他身后也走了进来。一进门，陈默就看到病床上脸色苍白的安澜，还有旁边坐在轮椅上同样状态不佳的林璇，他的笑容更深了。怎么好事都赶在一起了？哎呦，安总怎么搞成这样了？他夸张地叫了一声，转头对苏晴说：“小苏，来，把东西拿进来吧。”苏晴点点头，把手里拎着的水果篮和鲜花放到桌子上，动作优雅从容，俨然一副女强人的模样。放下东西后，他的目光扫过病房，第一眼就看到了林璇，他的眼神微微一凝，在那一瞬间，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东西，很快就被一丝不屑取代。他收回目光，仿佛什么都没看到，转过头去看向别处。林璇也看到了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内心没有任何波澜。看他如今过得还不错，沉默上位，他更如鱼得水了。沉默走到病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安澜，脸上的笑容怎么看怎么欠揍。安总，听说你身体不适，我特意代表安氏集团来看看你。他特意加重了安氏集团几个字，意图明显，你放心养病，集团的事有我呢，不用操心。哦，你现在好像也没资格操心了。安澜靠在床头，脸色苍白，但目光清冷如旧。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沉默，像在看一个小丑。沉默被这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但很快调整过来。他转头看向林璇，笑容更深幽。林璇也在啊，听说你也住院了。哎呀，你们两个还真是有缘分啊。他语气里满是阴阳怪气。林璇坐在轮椅上，同样没有回话，看着二人这同样淡然的样子，沉默内心没由得一股火气上来。妈的，你们两个都成这样了，还装什么笑？我看你们以后还笑得出来吗？林璇看着沉默的样子，忽然笑了。陈总，听说你现在是安氏集团代理总裁了，恭喜啊！沉默一愣，没想到林璇会这么说，他狐疑地看着林璇，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但林璇只是笑着，目光平静。那是。沉默挺了挺胸，努力摆出上位者的姿态。集团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吗？安总这些年辛苦了，也该好好休息了。林璇点点头，忽然话锋一转，对了，陈总，被关禁闭的滋味好受吗？沉默的笑容僵在脸上。林璇，安澜，事到如今你们还嘴硬。他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看着两人，我看你们离开安氏还能算什么？他越说越来劲，声音也大了几分，在病房里回荡。信不信我让整个江州都封杀你们，让你们在江州混不下去？病房里安静了几秒，安澜依旧目光平静如水，像看跳梁小丑一样看着他。林璇坐在轮椅上，甚至懒得多看他一眼，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沉默被这二人的反应激怒了，又来又不说话，哑巴吗？他转头看向安澜，冷笑道：安澜，这就是你选择的男人，一个跳梁小丑。你知道你错过的是什么吗？他一把拉过身边的苏晴，用力搂住她的腰，得意洋洋地说：苏晴，来，告诉大家你现在的职位。苏晴笑了笑，走上前一步，看着安澜，她的笑容很优雅，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曾经她只是个普通的市场部员工，因为陈闯的事被人诟病，被指指点点，走到哪儿都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现在终于可以挺直腰杆了。他清楚地见到那群之前嘲笑自己的员工，在知道自己成为公司副总的时候，脸上的诧异和震惊；见到他们碰到自己的时候，脸上的那副恭维和谄媚，一切都变了。安总，承蒙陈总青睐，我如今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他特意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分管所有市场部。说着，他不忘看了看一旁的苏玉柔，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你苏玉柔在第一市场部干了那么久，到头来呢，还不是被自己管着了？那一瞬间，他感觉浑身通畅。沉默将他搂得更紧，笑着看向安澜。安澜，这才是当我女人的好处，跟着我有地位，有前途，有资源，而不是像你一样选个废物。现在两个人都躺在病床上，而你，林璇，怪不得苏晴离开你，瞧你现在这个样子，也配？他越说越得意，声音在病房里回荡，脸上的笑容压都压不住。苏晴靠在他怀里，脸上带着同样的笑容，但可惜的是，他们费了这么多的口舌，安澜和林璇依旧淡然。二人对视了一眼，忽然前后开口，安澜淡淡的说：说完了吗？林璇接上：说完就请回吧。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沉默愣在原地，他感觉自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使不出。他准备了那么多话，想好了怎么羞辱他们，结果人家根本不接招，甚至懒得正眼看他。他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
脸色涨红半分钟后，他冷笑一声，转头看向林璇：“你，林璇，之后不需要再来上班了。”他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你被辞退了。”林璇笑了，点点头：“刚好，省得我再去说一遍了。”沉默一愣，没想到他这么痛快。一旁的苏玉柔适时开口，声音清脆：“我也辞职。”沉默看向他，呵呵一笑，阴阳怪气地说：“当然好，你们这些安澜的狗腿子，走了正好，公司正闲，你们碍事呢。”他顿了顿，指着林璇、安澜、苏玉柔三人，用指头点了一圈：“我把话撂在这里，你们几个还能在江州混下去，算我沉默输。”说完，他转身拉着苏晴离开，高跟鞋的声音渐渐远去，病房门关上，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苏玉柔看着门口，终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傻逼！”行，我在市场部待了这么久，倒要看看他沉默能撑得住几个客户流失。老娘这些年的人脉不是白给的。苏玉柔气的胸口不断起伏，林璇倒是看得一饱眼福。话音刚落，病房门又被推开，童瑶和赵雪莉走了进来。童瑶一脸气愤，显然是听到了刚才的对话。他走到林璇身边，叉着腰说：“野男人，你放心，安氏既然辞退你，以后童家就不会和他们再合作，之前的项目也一律暂停。我回去就让人发公告。”他早就愁着没机会报答林璇父亲的事，童家的事林璇帮了那么大忙，他一直记在心里，却不知道怎么还这个天大的人情。这倒好，机会直接送上门了。他甚至在想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把林璇拉到自己公司来。这个念头越想越觉得合理，对，太合理了。反正他现在也没工作了，正好。赵雪莉也点点头，轻声说：“我虽然不像瑶瑶那么家大业大，但之后和安氏的合作也会切断，应该也能帮上一点。他的公司虽然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在美容行业也是有名号的，少他一个客户，安氏也能感觉到。”滕安澜靠在床头，看着眼前这几个女生，苏玉柔、童瑶、赵雪莉三个人，三个不同的风格，三种不同的美，此刻都站在林璇身边。他心里忽然生出一丝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他说不清楚是什么，不是嫉妒，不是不满，而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有点酸，有点涩，还有点慌乱。他说不清。林璇笑着转过头看向他：“安澜，你听到了吗？咱们得好好给安氏集团一个下马威，更何况总裁都在我们这儿了，还怕他们不成？”几个人都笑了出来。苏玉柔笑着点头：“对，咱们自己干，让沉默那傻逼后悔去。”童瑶眼珠一转，趁机开口：“林璇，要不你来童家吧，我给你个副总当当。”林璇一愣，摆摆手：“别闹，我去了能干什么？”童瑶认真地说：“你去了什么也不用干，就坐着，需要的时候露个面就行，我给你开高薪，年薪100万，怎么样？”赵雪莉在一旁笑出了声：“瑶瑶，你这是司马昭之心啊！”童瑶脸一红，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这是求贤若渴，懂不懂？”病房里的气氛终于轻松了起来。2天后，周一上午，安氏集团顶层会议室，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江州繁华的城市天际线，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照在会议桌上。沉默坐在首位，看着面前坐着的10个中高层管理人员，心中无比激动。安氏集团，江州数得着的大企业，旗下业务横跨多个领域，现在在自己的带领下即将走向辉煌。他清了清嗓子，会议室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他。好，人都到的差不多了，我简单说2句。沉默摆出领导的架子，声音洪亮：“今天不开大会，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主要是梳理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第一项，各部门汇报一下近期负责情况。”说着，他看向市场部所在的方向：“第一市场部先来。”这是先例，市场部是公司的大动脉，是新鲜血液的流入，而第一市场部则是市场部中的王牌，从来都是啃嘴硬的骨头，拿最大的项目。话音落下，会议室一片寂静，没人回话。沉默皱了皱眉，提高声音：“第一市场部。”依旧无人回话。会议室里的人面面相觑，有的低头看桌面，有的装作在看文件，有的互相交换眼神，没人敢出声。最后还是苏晴轻咳了一声，小声说道：“陈总，要不从第二市场部开始汇报？他如今是分管市场营销的公司副总，这种场合需要替领导解围，不能让场面太难看。”但沉默不干了，他皱着眉问：“第一市场部人呢？都不来开会的？王牌部门不出现，自己的面子往哪搁？第一天主持大会，最重要的部门就缺席，这传出去像什么话？”苏晴给他递了个眼神，但沉默根本没注意，依旧盯着市场部的方向，等着回答。苏晴叹了口气，只能硬着头皮回答：“陈总，第一市场部人都走了。”沉默一愣，什么叫人都走了？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窃窃私语声响起：“这个陈总居然连人走了都不知道，那可是王牌部门啊！第一市场部的人一个不剩，他们手里的资源可怎么办？安氏集团这一次可是出问题了，听说是昨天集体辞职的，20多个人全走了，一个都没留。啧啧，刚上任就出这种事，有好戏看了。”众人讨论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断断续续飘进沉默耳朵里，他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那种羞耻感从心底涌上来，让他的脸瞬间涨红。苏晴赶紧解围，提高声音说：“陈总，这点小事我们会后再说，我这边先汇报一下市场部的整体情况。”他翻开面前的文件，语速很快，试图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今年市场部的指标完成率还是不错的，距离年底还有3个月，总体完成率89%。
我们有信心今年更上一层楼，超额完成目标。陈默听完，脸色这才好看了些，他点点头，努力端出领导的样子。不错，苏总，市场部是公司的大动脉，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今年公司的指标必须超额完成。是，陈总。苏晴声音提高了几分，笑着点头。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忽然有人发出一声低呼啊！那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陈默正一肚子气没处撒，听到这声音，立刻抓住机会，他猛地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巨响，吓得所有人一哆嗦，几个员工甚至惊叫出声：“谁？”他冷声开口，目光如电扫过全场，把会议纪律当成儿戏。给我站起来！一个中年男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是第3市场部的部门经理，姓刘，40多岁，在公司干了10几年，头发都有些白了。陈总，对不起，我刚……刘经理脸都白了，说话结结巴巴，额头冷汗直冒。陈默根本不给他说完的机会，冷笑着打断：“来，你刚才说什么？重复3遍，以后都长记性。开会再开小差，都给我这样，我看你们丢不丢人？”刘经理张了张嘴，看向苏晴，眼神里满是求助。苏晴瞪了他一眼，无声的用口型：“说吧。”刘经理咬了咬牙，只能硬着头皮开口，声音发颤：“丽家连锁美容医院宣布暂停和安氏集团合作。”会议室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愣住了。丽家，江州排名第1的美容机构，刚刚和安氏签了7000万的大单子，听说后续还有好几个项目要落地，总金额轻松破亿，这怎么突然就……陈默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一瞬间，他脑海中只反应：你傻逼是不是？让你说你还真说。他刚要开口骂人，只见刘经理继续开口，声音比刚才更陡了：“同氏集团宣布暂停和安氏集团的合作。”如果刚刚丽家的消息只是让人吃惊，那同事的消息可真是一枚重磅炸弹了。会议室里瞬间炸开了锅，大家全都翻看自己的手机，开始确认相关的消息。同事？开什么玩笑？同事和咱们合作多少年了？至少5年了吧？这要是真的，公司至少损失几个亿啊！不止，同事涉猎那么广，合作项目太多了，而且最近他们的势头很猛啊！完了，这下完了！之前不是重新恢复合作了？陈默坐在首位，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这明显是来打自己的脸。辞职暂停合作，谁不知道这背后的意思？就是冲他陈默来的。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嗓子眼像被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刘经理站在原地，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甚至到了耳根。一个大男人当着几10号人的面都快哭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继续开口：“没办法，领导让重复3遍的。丽家连锁美容医院宣布暂停和安氏集团合作。”他声音发颤，但还是坚持着。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空调嗡嗡的声音。同氏集团宣布暂停和安氏集团的合作。第2遍，陈默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太阳穴突突直跳，手指紧紧攥着椅子扶手。丽家连锁美容医院宣布暂停和安氏集团合作。第3遍，同氏集团宣布暂停和安氏集团合作。终于说完了，刘经理低着头，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此时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累了，毁灭吧！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偷偷瞥向陈默，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嘲讽，有幸灾乐祸，也有看好戏的兴奋。陈默的脸已经黑成了锅底，刚才自己还说市场部是公司的大动脉，还说什么超额完成目标，结果呢？第1市场部全部辞职，几个大客户也直接宣布暂停合作。这脸打的啪啪想回旋镖，直接狠狠地砸中了自己。他感觉胸口一阵发闷，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呼，他深吸一口气，再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陈默摆了摆手，让那个汇报3遍的勇士坐了下来。公司出现一些小意外，在所难免，这样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尽快回到工作中。说完，他直接拿出手机，低头开始翻看这堆消息。接下来的会议，苏晴硬着头皮主持市场部汇报了几个市场数字，财务部说了一些报表指标，运营部简单提了一下现状，大家都小心翼翼，生怕再触眉头。汇报都压低了声音。半小时后，会议结束，陈默第一个站起来，快步走出会议室，谁都不敢跟在他的后面，害怕出这个时候的眉头。他大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转头对秘书台开口：“小周，帮我拿一下今早的材料。”话说到一半，他愣住了。秘书台空空如也，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周雨人不在岗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电脑也关了，连杯子都收走了，桌上只剩下一盆多肉植物，孤零零地放着。陈默愣了一下，随即一股无名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他，狠狠踹了一脚办公室的门，砰一声巨响，整个走廊都能听见上班时间无故旷工。好，他转过身，正好看到那边刚走出来的几个中层领导，他扫了一眼，找到人力资源部的王经理，冷声开口：“老王，周宇无故迟到，扣半个月工资，让他写检讨，亲自来给我解释。”王经理刚走到一半，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冲我来了。他赶紧小跑着上前，凑到陈默身边，压低声音说：“陈总，秘书刚也辞职了。”陈默一愣，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另一边，一群人快步逃离，不想被波及，但嘀嘀咕咕的声音还是若有若无。辞职了，他声音都变了调，尖锐刺耳：“什么时候的事？
王经理擦了擦额头的汗，小声说：“就今天早上，周宇递交了辞职信，说是个人原因，不想干了。我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不想干了。”陈默气急反笑：“他不想干了，他是安澜的秘书，安澜都走了，他有什么资格不想干？他算什么东西？滚得好！”王经理张了张嘴，没敢接话。陈默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他摆了摆手：“行，走了就走了，再招一个。江州最不缺的就是人。”“是，陈总，我尽快安排。”说完，他推门进了办公室，砰的一声，门关上了。王经理站在原地，看着紧闭的门，松了一口气。这一天，陈慧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市中心医院，安澜的病房内，安澜已经恢复了不少，可以正常自己活动。林璇更是恢复的惊人，一点看不出来是前几天刚住过 ICU 的人，完全不需要轮椅，和正常人无异。两个人决定现在就出院。苏玉柔坐在床边，一边帮着安澜收拾东西，一边笑着开口：“你们看，安氏集团股价跌了5个点。”他感觉十分解气，而且我刚刷朋友圈，好多人都在转发，大家的关注度很高。林璇啧摇头，这也跌得不多呀，才5个点，我以为能跌停呢。等着看吧，这只是刚开始。第一市场部铁桶一块，现在一起辞职，他们之后才会知道这到底失去多少资源。一旁的童瑶也笑着开口：“和我们童家密切合作的一些公司，这几天也都会陆续宣布暂停和安氏合作。”他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我们同氏集团虽然比不上安氏，但也能让他们掉几块肉，伤筋动骨的那种。赵雪莉也点头附和道：“我也有几个同行，不准备和陈默合作，他的人品很多人都看不上的。”林璇看着他们3个同仇敌忾的样子，心里暖暖的。曾几何时，自己只是一个小职员，现在居然能让安氏股价下跌，这简直和做梦一样。只有安澜坐在床边，他看着这一幕，心里那奇怪的感觉又涌了上来。空落落的他没有开口，似乎和这一切格格不入。今天出院，可自己该去哪？安氏集团对面的职工公寓，可自己如今已经不是安氏的总裁，重新租一个房子，可他不准备再用安家的一分一毫，自己该去哪？林璇觉察到他的沉默，转头看向他：“你怎么了？还是不舒服吗？”安澜摇了摇头，笑了笑说：“没事。”半小时后，一行几人收拾好，来到了医院楼下。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有拿着病历匆匆走过的病人，有几个小护士在门口笑着聊天。赵健站在医院门口，一脸恋恋不舍：“师傅常来呀。”他拉着林璇的手，眼眶都有些发红：“我随时都在，有什么头疼脑热的，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他可不在意医院员工对自己诧异的目光，反倒是林璇满脸黑线，偏偏还不能说什么。这几天他和安澜住院，赵健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每天查房好几次不说，还亲自盯着，连护士换药他都要在旁边看着。这份情，他领班师傅这个称呼，他是真受不了。赵叔，您快回去吧。林璇硬着头皮开口，努力挤出笑容：“有时间我一定来找您探讨医术。”赵健这才一脸笑意的松开手，拍拍林璇的肩膀：“好，下次直接去我家吧。我跟你说，我孙女学钢琴的，长得可漂亮了，1.7米的个子，长得还和我一样好。等你。”林璇赶紧推着他往回走：“行，下次跟你一样好，那能好到哪里去？你当我是傻子？而且外面这么多人看着，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诈骗老头呢。”赵健被推着走了几步，还不忘回头喊：“师傅一定来啊，我让他给你弹琴。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好，拉，下次拉。”林璇加快脚步，逃也似的回到车边送走瘟神。林璇这才松了口气。医院外已经有许多辆车等待着，清一色的黑色商务车，整整齐齐排成一排，引得路人纷纷侧目。都是童家安排的，上车吧。童瑶说着，走上其中一辆车，赵雪莉紧随其后。冲3人笑着摆摆手，然后上了和童瑶在的车。苏玉柔没有上车，她还有一大堆琐事要处理，新公司的地址，跟随自己离职的员工，注册公司，她把这些事情全揽了过去。没办法，谁让如今公司的2位大老板全都身体不好，只能自己这个唯一的员工鞍前马后。林璇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递给苏玉柔，随便刷。苏玉柔接过卡，呵呵一笑，转身离开。你说的呀？他晃了晃手中的卡，头也没回。当然，刷爆了算我的。他摆摆手，上了自己的红色小跑车，一脚油门踩下去，消失在马路尽头。很快，这里只剩林璇和安澜2人。安澜站在原地，看着那些车，又看看林璇，有些茫然。他的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蜷缩。林璇笑着开口：“走吧，回家。”安澜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你们先走吧，我一会。”但林璇却直接打断他，拉起安澜的手就往一辆车里拽去。他的手很暖，别忘了，我现在可还是你的契约男友呢。林璇头也不回地说，语气里带着点无赖的味道：“我说跟我走，就跟我走就行，回家。”安澜哪有林璇的力气大，直接就被林璇拉着坐上了一辆车，车门关上，司机启动车辆。这辆车上只有2人，宽敞的后排2个人坐着，中间隔着一小段距离。司机是个中年人，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然后默默升起隔板，这就是专业。安澜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林璇握着自己的手，没有松开的意思。车队启动，向着滨江华府驶去。窗外的街景飞速后退路上，看着有些沉默的安澜，林璇抬起他的手，笑着摸了摸：“安总，你这手真软。”他凑近了些，贱兮兮的开口：“能一直握着吗？”
安澜破天荒的脸红了一下，那抹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在阳光下格外明显。他想抽回自己的手，但哪有林璇的力气大挣了2下，没挣开，反而被握得更紧了。林璇看着他的样子，心里叹了口气。往日里那个在安氏集团说一不二的冰山女总裁，那个让无数人敬畏的安总，现在哪还有之前的样子？他虽然在极力掩饰，但依旧逃不过林璇的眼睛。从医院里他就注意到安澜时常自己一个人发愣，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这种样子根本就不是以前的安澜，所以这几天他经常和他开玩笑，想要让他开心一下，但效果并不是很好。他总是礼貌地笑笑，然后继续沉默。这一次他故意拉安澜一起回家，让他一个人待着，指不定会出什么事。20多年的人生都是骗局，这换谁都受不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林璇举起安澜的手，凑到嘴边，这小手亲一下，不过分吧？安澜这才开口，声音有些慌乱，别闹。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林璇，谢谢你，不过我自己真的可以，不需要。刚说到一半，林璇就打断他的话，那不行。他的语气难得认真起来，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我这个人比较霸道，我说要你在我身边，那你就跑不了，这辈子你都跑不了。说着，他凑到安澜的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安澜感觉自己的耳朵痒痒的，那股温热的气息吹在耳垂上，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有点痒。下一秒，他脸颊疼得红了起来。他猛地转头，瞪了林璇一眼，冷声拒绝，不可能。这一瞬间，他似乎恢复了一些之前的样子。林璇嘿嘿一笑，也不多说，但手却一直握得紧紧的，没有松开的意思。安澜扭过头，看向窗外，街景还在倒退，高楼大厦渐渐变成低矮的住宅区，然后又变成绿化很好的别墅区。但他心里却一直想着刚才林璇说的那句话，晚上我去找你，给我留门。流氓！半个多小时后，车队驶入滨江华府别墅门口，赵雪莉已经等在门口，看到车停下，笑着迎了上来。安总，以后就在这里住下吧。他热情地拉过安澜，人多热闹，瑶瑶没事的时候也住这儿，大家住一起挺好。安澜看了看林璇，又看了看赵雪莉，最后还是犹豫着点头。那谢谢赵姐了，我暂时在这里打扰一段时间，等我找到房子。没事，住多久都行。赵雪莉打断他，笑着拉住安澜的胳膊，走，我带你看看房间。2楼有好几间空房，你看喜欢哪间？两个人说着走进屋子。林璇刚要跟进去，一旁的童瑶却拦住了他。林璇一愣，怎么了，童大小姐？童瑶双手环抱，勾勒出傲人的曲线。他冷声开口，野男人，你敢对雪莉姐始乱终弃，我肯定饶不了你。林璇的目光却下意识被他那傲人之处吸引。童瑶注意到他的眼神，赶紧放下手，瞪着他。林璇咳咳2声，赶紧表态，一脸正气，哪能呢，我对赵姐那是真心的，天地可见。童瑶这才哼哼2声，准备走进去。林璇跟在后面，突然反应过来，不是，童大小姐，你怎么也进来了？他看看别墅，又看看童瑶，一脸疑惑，你不会还要住进来吧？最近童家这么忙，你还不好好的在公司帮你吧？有这个虎了吧唧的家伙在这，谁知道能出什么事？童瑶转头拍了他一巴掌，力道不轻不重，动作流畅至极。我乐意，我就在这住，你管我？他叉着腰，一脸理所当然，下巴扬得高高的，我就在这盯着你，如果你欺负雪莉姐，我就揍你，不拿刀砍你。林璇无奈举起手做投降状，你厉害，我认输。童瑶这才一脸胜利的样子，嘴角扬起得意的笑，走到门口。他突然想到什么，回头开口，一会来一下我的房间。林璇一听，下意识护住自己的胸口，一脸警惕的后退一步，这样不好吧？大白天的。童瑶看他那副样子，马上反应过来，这个流氓又想歪了他。下意识回想起之前和他那荒唐的一夜，那晚在万隆酒店的画面瞬间涌进脑海，那些画面，那些声音，那些你是我爹给你的感谢礼物，你想哪去了？他跺了跺脚，声音都变了调，死流氓，呸！说完，他赶紧逃跑似的冲进别墅，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出一连串急促的声音。林璇嘿嘿一笑，让你嘚瑟。听着别墅内几位美女的声音，林璇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啊！哈哈哈一笑，大步走进别墅，来到2楼。赵雪莉刚好带安澜逛完一圈，也巧，安澜的房间就在林璇房间对面，门对门见林璇上来，赵雪莉笑了笑，你们先聊，我去做饭，今天人多，多做几个菜。感谢赵姐。林璇笑着开口。二人错过的时候，林璇手贱地拍了拍他的屁股。赵雪莉站在原地愣了一下，然后快步离开，不敢回头。这流氓还当着别人呢。林璇刚要和安澜开口，只见安澜瞪他一眼，然后快步跟上赵雪莉。赵姐，我和你一起吧。然后就留林璇一个人站在原地，他耸耸肩的，都不和自己玩。林璇回房间换了一身宽松的家居服，刚走出来准备去厨房看看，就见到童瑶从另一侧房间探出脑袋，他冲自己招了招手，哎，那个野男人刚好来看看我爹给你的感谢礼物，放了好几天了。得嘞。林璇笑着搓了搓手，小跑着来到童瑶的房间。得幸。童瑶笑了笑，也走进了房间，关上了门。房间内，林璇一屁股坐到童瑶的床上，还晃了晃，十分不客气。床垫软硬适中，带着淡淡的香气，好像是比我房间里的软一些。童瑶懒得理他，从角落拉出来一个大大的行李箱，行李箱很大，
黑色的，看起来不轻的样子。他拖着走过来，轮子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来到林璇面前。童瑶把行李箱放倒，蹲下来开始打开，丝毫没注意他有些宽松的上衣领口垂下来，露出一丝白皙。本就笨波儿罢的他，这一弯腰更是简直奇观。林璇一低头，刚好看见不是，这行李箱真白，不对，这箱子真大。他干咳了一声，赶忙移开目光，看向行李箱内，生怕自己把持不住。这什么玩意，还得放这么大行李箱内？不会全是现金吧？很快，童瑶打开行李箱，首先看到的就是3块大石头。石头？林璇有些疑惑，那3块石头每一块都有西瓜大小，形状不规则，颜色深浅不一。童瑶并不急，他先从行李箱的侧面抽出一张银行卡，黑色的，金属材质，上面印着简单的图案，看起来就很高级的那种。他看都不看，直接扔给林璇。那这是1个亿。林璇下意识接过，点了点头，随手放到一旁的床上，放到一半，他身体停住了，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他缓慢地转过头，看向童瑶，声音有些发干：“你说这里面是1个亿？”童瑶头都没抬，继续在行李箱里翻找，点了点头。哎呀，他把1块石头搬出来，随口说：“本来我还说给钱干什么，多没意思，现在一看，你要开公司，应该能用得上。还好，密码我一会发你。”林璇咽了一口唾沫，没意思。他心中一阵疯狂，吐槽狗大户，有钱人1个亿还说没意思，妈的，1个亿都够要我的命了，你还说没意思？童瑶抬起头，看着林璇一脸愤慨的样子，有些不理解。他歪着头，眨眨眼睛，一脸天真。1个亿很多吗？林璇深吸一口气，努力挤出微笑，嘴角都在抽抽。您继续，请展示。童瑶耸了耸肩，胸前又是一阵晃动，他继续往外翻东西。这是市中心的一栋楼。他又掏出一个文件袋，随手扔到床上，刚好你可以把公司开在这里。凑巧的是，和安氏集团就隔了一条马路，隔着窗户就能看到对面。一共66层，地下还有2层车库。林璇拿起文件袋，打开一看，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各种文件一应俱全，厚厚一沓，上面已经全都更改成了林璇的名字。他默默放下，不知该说些什么。童瑶继续：“这是城南的一座庄园，刚建好，还没装修，占地20亩，有1栋主楼，还有4个副楼。你回头看看，想要装成什么风格？我找人给你装。”又一个文件袋扔过来，林璇接住，打开看了一眼，占地20亩，他数了树林，没数清，默默放下。童瑶还在翻，还有，这是一架私人飞机，以后公司业务多了，出行也方便一些。湾流 G650，去年刚提的，还没怎么用过。又一个文件袋，林璇接过来，已经麻木了。湾流 G650，他看过新闻，这玩意儿好像要几个亿。听着童瑶随口说出来的话，看着那些随手扔过来的文件袋，林璇缓缓失去了力气，他往后一倒，倒在柔软的床上，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很干净。他喃喃开口：“原来你们是这么有钱的呀，怪不得当时在医院里自己说拿出500万的时候，苏玉柔在旁边抿着嘴偷笑，原来自己是真小丑啊。”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和这群有钱人之间的差距，那是普通人一辈子都难以逾越的鸿沟。童瑶还在翻，听到他的话，头也不抬地说：“这算什么？这只是零花钱，真正的大头都在家族产业里。要我爸说，这些根本还不上童家欠你的人情。他说最好是……”说到一半，童瑶忽然住了嘴，像是想起了什么，小脸有些泛红。瑶瑶啊，这些钱不算什么，最好是你能把林璇搞回家，这才算你厉害。这是老爸的原话。林璇感觉自己受到了1万点、数亿点的暴击，他叹了口气，有气无力的开口：“姐姐，你包养我吧，我不想努力了。”林璇随口一说，蹲着的童瑶却愣了一下，他手一顿，抬起头看林璇躺在床上，一脸生无可恋，一看只是开玩笑，他这才继续翻东西，但心中莫名有些失望，那种失望很淡，他自己都没察觉。好了，这些俗的都说完了。童瑶拍拍手，站起身，这里还有一些。话没说完，林璇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他差点嗓子都劈了。俗？一点都不俗，太雅了，简直！他凑过来，眼睛放光，像饿了3天的人看到满汉全席。还有什么？从今天起，我势必为童家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看到林璇被震碎3观的样子，童瑶笑了笑，指向那3块大石头：“那给你了。”说着，他拍了拍其中一块，发出沉闷的声响。林璇一愣，石头？难道是传说中的赌石？可再好的石头，能顶得上市中心的一栋楼、一架私人飞机？童瑶看了看四周，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我爹说了，这3块石头你一定喜欢。他说是年轻时候高价拍下来的，一直没舍得拿出来，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送人，现在给你了。”林璇一听是童远刻意交代，马上反应过来，这石头一定不简单。他还记得在医院内，童远曾经询问自己鼓舞传人的事情，难道他赶忙也蹲下来凑近那几块石头？难道是和之前自己开出红色小剑一样的石头？心想着，他伸出手摸了摸，入手冰凉，表面光滑，纹理细腻，带着自然的纹路，但可惜的是什么感应都没有。他不死心，又摸了摸第2块、第3块，还是什么都没有，冰凉光滑，仅此而已。要不要切开看看？不好吧，万一切坏了怎么办？你真看不出来？我爸说你肯定会知道它们价值的。
可能是我刚受伤。两个人就这么蹲着研究了将近半个小时，翻来覆去的看，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最后林璇只能叹了口气，决定先想办法恢复一丝真元再说。就像当时对付包裹着小剑的那块石头。瑶瑶，小林，下来吃饭吧。外面传来赵雪莉的叫声，声音里带着笑意。来了。童瑶赶忙回应说着，她站起身，谁知道因为蹲的时间太久，一时间脑供血不足，整个人直接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惊心乱冒。哎，她身体一晃，直接就要倒下去。林璇刚站起来一看，赶紧伸手拉住她，而林璇腿也麻了，这么一拽，失去平衡，二人顺势倒在了床上。砰的一声，床垫都颤了颤，发出沉闷的声响。林璇感觉自己的手好像搭在什么软软的位置，大大的门被推开，赵雪莉走进来，先吃饭吧。瑶瑶，饭已。然后他就看到了两个人躺在床上，林璇在上，童瑶在下，姿势怎么看怎么暧昧。林璇的手还赵雪莉愣了一下，然后下意识瞪了林璇一眼，他赶紧关上门，害怕安澜看到，然后快步走上前来，压低声音，你怎么欺负瑶瑶了？大白天的。林璇愣了一下，赶紧起身解释，双手举起以示清白。赵姐，是他刚才低血糖了，差点摔倒，我拉了他一把，不过我腿也麻了，这才真的，你看他脸还白着呢。赵雪莉半信半疑的看着他，但不相信居多，毕竟他的手可是明明白白的放在人家身上，明显是在占便宜。下一刻童瑶才缓过来，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他晕乎乎的开口，声音软绵绵的，雪莉姐你来了。然后才发现自己居然躺在床上，而林璇正站在床边。赵雪莉一脸怀疑的看着他们，他眨眨眼又眨眨眼，然后下意识捂住自己胸口，指着林璇，声音都变了调，你做什么了？林璇茫然的指了指自己，一脸无辜，我安是私人医院最核心的一间病房内，窗帘紧闭，光线昏暗，只有监护仪器的显示屏发出幽幽的光，照亮床边一小片区域，各种仪器在床边滴滴作响，显示屏上的数字缓慢跳动，心跳、血压、血氧，一切正常。床上安永昌缓缓睁开了眼睛，那一瞬间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红色光芒，像两团微小的火苗，很快又消失不见。他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意识渐渐回归，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睡梦中他见到了师傅，那个黑袍老头站在一片迷雾中，浑身是血，胸口有一个巨大的血洞，鲜血不断往外淌，他的脸色惨白的像纸，眼神充满了愤恨，我要死了。老头的声音沙哑，带着不甘，但临死之前我将自己的本命骨留给了你。安永昌震惊地看着他，他想说话想动，但身体完全不听使唤。老头抬起手，一只拇指大小的血色虫子从他掌心钻出，那虫子蠕动着，身上泛着诡异的光，慢慢爬向安永昌。这一次你可以成为古武传人了。安永昌浑身颤抖，想躲却动不了，那虫子爬到他手边，钻进了皮肤里，留下一道淡淡的红痕。师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老头摇摇头，我的时间不多了，3个月后去南方找到我的师兄，告诉他我被林璇所杀，本命骨会指引你。他顿了顿，眼神变得很厉，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当然如果你不去，本命骨会将你全部吞噬。说完，老头缓缓消散，回忆起睡梦中的事情。安永昌感觉一阵恍惚，他抬了抬手，看着自己的手掌，和以前好像不一样了。他能感觉到体内有一股奇异的气在流动，温热又有些躁动。他抬起手，对着窗外的光看，窗帘缝隙透进来一丝光线，照在他手上皮肤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在昏暗的病房里有些瘆人。滨江华府夜晚，4个人吃完饭，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赵雪莉温柔地照顾着每个人，端茶倒水，切水果。童瑶叽叽喳喳地说着童家最近的趣事，说童远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处理一些简单的工作了。林璇则是时不时反驳他几句，作为他刚才无赖自己的惩罚。安澜则是充当了倾听者的身份，气氛还算融洽。聊到9点多，几人各自回屋。林璇给苏玉柔打了个电话，说自己会加1个亿的投入，还买到了 CBD 的一栋楼。你吹牛逼呢？电话那头，苏玉柔听到林璇的话之后，第一反应十分真实，你看你还不信，明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你抢银行了？苏玉柔依旧不信林璇，呵呵一笑，傍上富婆了。苏玉柔沉默了几秒，然后悠悠地说，你认真的？赵姐应该没这么有钱，不会是童谣吧？林璇没解释，又聊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半小时后，他走出房间，别墅里很安静，只有走廊的壁灯亮着，散发着昏黄的光。他蹑手蹑脚地来到赵雪莉的房间外，暖黄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他轻轻推开门，溜了进来。屋内只开着一盏壁灯，光线柔和。赵雪莉穿着一身丝质睡衣，靠在床边，手里捧着一本书，睡衣是浅紫色的吊带款式，衬得她皮肤白皙如雪，长发披散在肩头，带着沐浴后的湿气呢，紫色确实很有韵味。他看到林璇偷偷溜了进来，像是做贼一样，忍不住笑了。晚上不睡觉，来这里干嘛？林璇没说话，3步并作2步冲到床上，他一把抱住赵雪莉，引来一阵惊呼。他身上的香气扑面而来，混着沐浴露的味道，清新好闻。赵姐，想死我了！林璇埋在他肩头，嗅着他发间的香气。赵雪莉被他的热情弄得有些慌乱，她红着脸小声说，别闹，家里好多人呢。林璇抬起头，看着他壁灯的光映在他脸上，温柔而美好，那双眼睛含着笑意，带着点嗔怪，
带着点纵容赵姐，你真好。林璇说着，直接吻了下来香香软软的嘴唇。你别，赵雪莉被吓了一跳，刚想出声，但又怕外面有人听到，赶紧压低自己的声音。林璇则是不管那么多，手熟练地伸到了睡衣里，指尖触碰到温热的皮肤，滑腻柔软。没一会，赵雪莉就传起了粗气。1个小时后，二人气喘吁吁地躺在床上，赵雪莉浑身发软，连手指都不想动，她靠在林璇胸口，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一下薄被盖在身上，遮住一片好风景，只露出光滑白皙的肩头。林璇长地呼出一口气，看着天花板，眼神里闪过一丝惊喜。他感觉自己的状态恢复了不少，虽说体内还是没有真元，经脉里空荡荡的，但照这个情况下去，用不了几天，真元就会重新出现。那种熟悉的温热感已经开始在丹田处隐隐涌动，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还得是双修啊。这算是个意外之喜。赵雪莉躺在他胸膛上，脸色绯红，闭着眼睛缓了好一会，才缓缓睁开眼睛。他的声音软软的，带着事后的慵懒，还有几分沙哑。小林，以后不要这么冒险了，好吗？医院里看到你在 ICU 里面，我真的……说到一半，他有些说不下去，眼眶又有些发红。那几天的记忆太过清晰，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他守在病房外，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一遍遍祈祷，他实在不想再经历一次生离死别。林璇心里一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动作轻柔。我知道了，赵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他想了想，语气里带上一丝愧疚。还有安兰那边，他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人，但对赵雪莉这几天，赵雪莉忙前忙后，照顾自己，照顾安兰，一句怨言都没有。可越是如此，他心里越是愧疚。赵雪莉却轻轻伸出手指捂住他的嘴，他温柔地笑了。我说过，你在我的身边，我就很开心了。只要你好好的活着，比什么都好。林璇看着他，心里涌起一阵暖流。这个女人总是这么善解人意。他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吻了下去。这个吻很轻很柔，带着怜惜和感激。好一会后，两人才分开。林璇的手又开始不老实起来，往他腰间摸去，指尖沿着光滑的皮肤游走，带着几分挑逗。赵姐，再来一次吧。不行。赵雪莉感觉到他的手，赶紧推开。我明天还要早起呢，你去找安兰。他可不想明天又没法下床，上次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走路都腿软，被童谣笑话了好几天。林璇一愣，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赵雪莉推着他，语气急促，快去，别磨蹭。几分钟后，林璇被赶出了房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还传来锁门的声音，咔嗒一声，清脆响亮。林璇站在走廊里，看着紧闭的门，无奈地叹了口气。什么时候那方面太厉害也成了坏处了？小林子，你的英勇无用武之地啊。他摇摇头，转身上楼。2楼走廊很安静，只有壁灯发出昏黄的光。刚走到自己房间门口，他忽然愣住了。对面安兰的房间门居然虚掩着留了一条缝，里面没有灯光，黑漆漆的，但门确实开着。那条缝不大不小，刚好能让人看到里面的一片黑暗。林璇心里一惊，难道又出事了？他脸色一变，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放轻脚步，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房间内漆黑一片，只有窗户外朦胧的月光照进来，窗帘扮演着夜风吹过，轻轻晃动，像水波一样。林璇十分谨慎，如今他没有真元在身，五感虽说比普通人灵敏不少，但和那些古武者相比，还是差了很多。万一房间里藏着什么人，自己未必能第一时间发现。他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地探查衣柜，没人。他轻轻打开一条缝，里面只有整齐挂着的衣服。窗边没人，窗帘后面空空荡荡。卫生间里面也没人，借着微光能看到洁白的洗手台和浴缸。房间并不大，林璇小心地查看完一圈，都没有发现有外人的踪迹，唯有床上一道身影背对着自己，呼吸匀称。那是安兰，她侧躺着，长发散在枕头上，肩线勾勒出柔美的弧度，薄被盖在身上，随着呼吸轻轻起伏。林璇松了口气，难道只是忘了关门，还是说真给自己留门了？他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角落，确认没有别人的踪迹，这才彻底放下心来。看来是自己多虑了他，悄悄来到床边，想确认一下他的状态，走到床的另一侧，低下头。安兰呼吸匀称，脸颊在月光下十分动人。林璇心中不禁感慨，好漂亮啊。忽然安兰缓缓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一片寂静，那双清冷的眸子在月光下格外明亮，静静地看着他。林璇眨了眨眼，大脑瞬间短路，他张了张嘴，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那个我说走错了，你信吗？安兰看着他，清冷的眸子里没有愤怒，没有惊讶，只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林璇心里一紧，这姑娘该不会要大喊吧？大半夜的自己出现在他房间里，这要是被童瑶知道，那丫头非得拿着刀追自己3条街。他连忙伸出手，轻轻捂住安兰的嘴，快速解释，我看你房门没关，怕出事才进来看一眼，真的不是故意。话还没说完，安兰动了，他抬起手推开林璇捂着自己嘴的手，然后他双手抱住林璇的脑袋，用力往前一拉，林璇整个人往前一倾。月光下，林璇瞪大双眼，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亲上了什么，凉凉的，软软的，这是安兰的嘴唇。他整个人都傻了，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眼前的难道不是安兰？是别人假扮的？可这分明就是安兰的脸，安兰的眼睛，安兰的气息，那张清冷的脸近在咫尺，
睫毛微微颤动，安澜的嘴唇有些凉凉的，或许是因为她身体还很虚弱的缘故，但却十分柔软，带着一种让人沉醉的触感，像果冻一样。这然后让她更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她清晰地感受到安澜居然开始闭上眼睛，然后主动起来，她的嘴巴十分生疏，磕磕绊绊的吻得毫无章法，甚至有些笨拙，但她的态度却十分热烈，像是要把所有的情绪都倾注在这个吻里。她在做什么？林璇哪见过这种样子的安澜？即便是上次浴室内，那只是意外情况，他只是为了救自己，至于上次自己更是直接没了印象，喝的直接断片，醒来一切都记不住了，心里无数想法瞬间闪过，但抵不过现实的情况，本能他直接反应了回去。10几分钟后，林璇趴在了床上，不应该说两个人躺在了床上，他压在安澜身上，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他脸上投下光影，美得不像话。安澜的脸很红，连耳朵都是粉色的，他的呼吸还有些乱，胸口起伏着，眼神躲闪，不敢看他。林璇盯着他看了好几秒，忽然笑了：“安总，你这不会是以身相许吧？”安澜一听，他咬了咬牙，突然抬起头，重重地在林璇肩膀上咬了一口，很用力，一点都不留情，牙齿陷进皮肤，留下一个深深的牙印。林璇心里叹了一口气，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泄。林璇没有躲，也没有阻止他，他只是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以后有我。短短4个字，安澜身体猛地一怔，他愣在那里，看着林璇，眼眶突然就红了，然后他整个人埋进林璇的胸口，脸贴着他的皮肤，再也不肯抬起来，双手紧紧抓着他的手臂。没一会，林璇感觉到胸口一阵温热，他开始身体轻轻颤抖起来。他哭了，没有声音，只有颤抖的肩膀和温热的泪水，泪水顺着他的胸口滑落，一滴一滴打湿了床单。林璇没有劝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他只是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下一下，像在哄一个受伤的孩子，哭吧，哭出来反而会好一些。这些天他承受了太多，现在终于可以歇下来了。几分钟后，安澜终于恢复了一些，他深吸一口气，从他胸口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但表情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冷。他扭过头不看他，淡淡的开口：“好了，你走吧。”声音还是那么冷，听起来十分无情，但林璇却微微一笑，这才是他认识的安澜，那可不行，请神容易送神难。林璇嘿嘿一笑，用被子将两个人捂住：“你别，我的安大总裁，请原谅我的不敬了，慢点。”晚上，童瑶刚远程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自从接手童家的董事长后，他比以前忙多了，每天都要看各种文件，开各种视频会议，忙得脚不沾地。今天哪怕不在公司，也是一堆报表要审，一堆合同要看，累得眼睛都快瞎了。好不容易忙完，他洗漱完毕，来到客厅倒了杯水，本想直接回房间睡觉，忽然听到有动静了，他放轻脚步，悄悄走了过去，声音是从雪莉姐卧室里传出来的。他进步走过去，贴着墙听了几秒，然后立刻后悔了，得，两个人又开始了。那若有若无的声音，压低了的说话声，还有童瑶脸疼得红了，赶紧转身就走。流氓又欺负雪莉姐。他冷哼一声，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些声音像魔咒一样在脑海里回荡，挥之不去。他使劲摇头，想把那些画面甩出去，但越是这样越清晰。好不容易过了1个多小时，他终于有了一点睡意，迷迷糊糊正要睡着，就听到隔壁门打开的声音，是林璇的房间方向。哼，野男人居然还知道回屋睡。他冷哼一声，但这一声冷哼反而让他更清醒了。10几分钟后，他彻底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想法。最后实在有些受不了的他坐起身，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穿上睡衣，准备去雪莉姐房间抱着雪莉姐更容易睡着。刚一出门，他就愣住了，斜对面安澜的房间门是半开的门，这什么情况？安澜的房间门怎么会开着？童瑶皱了皱眉，放轻脚步走了过去，刚准备帮忙关上门，他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童瑶整个人傻在了原地，这是林璇和安澜，他们两个。虽然两个人都极力压制自己的声音，但那压抑的喘息，那偶尔泄露出来的细微声响，还是清清楚楚地传进他的耳朵。童瑶站在那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他们果然，虽然早就有预感，从林璇舍命救他从医院里，林璇对安澜的态度，从安澜看林璇的眼神，他就隐约感觉到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可亲耳听到，他还是有些接受不了，难过。那一瞬间，他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是为雪莉姐感到难过，还是自己本身的不舒服。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听了10几分钟，那声音断断续续，像是永远都不会停。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转身直接走向林璇的房间，推开门走了进去。与此同时，隔壁房间林璇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并不是男女之事本身的欢愉，而是一种契合，那是难以言喻的感觉，仿佛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东西在流动，在循环，在交融，像两条干涸的河流突然汇合，激荡起汹涌的水流，真远，不知为何重新出现了。虽然只有一丝细细的一丝在经脉里缓慢游走，但却实实在在出现了。与安澜双修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沉寂许久的本源似乎重新活了过来，那团本来已经熄灭的火焰开始微微跳动。林璇不明所以，不知道和安澜的效果为什么比赵雪莉明显太多，但他也不会傻到去问安澜的秘密，至少不是现在。他只知道照这种进展，2日之内自己就能重新修炼。
1小时后，战斗结束，林璇刚想直接躺下休息，安澜一脚踹在他腰上，滚吧。声音清冷，听起来十分冷血无情，但林璇却微微一笑，这才是他认识的安澜，有点太无情了吧？真不需要我陪你睡觉？不需要，那我真走了。走，真不再来一次？滚！得嘞，臣退下了。林璇屁颠屁颠的下床，上衣都没来得及穿，套上裤衩就开始往外走，背后传来安澜冷哼的一声。林璇抱着衣服，心情大好，真元恢复了一丝，整个人都轻快了许多，脚步都变得轻盈无比。他一步迈到自己房间前，推开门走进去，反身关门开灯，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正当他哼着歌准备回床上的时候，整个人傻住了。床上坐着一个人，一个他怎么也没想到的人。童瑶，他就那么坐在自己床上，穿着一套小熊睡衣，只是某个位置鼓鼓的，不像是小熊，更像是大熊。他一脸冷笑的看着自己，手里还有一把水果刀，手边是一个几乎被削成核的苹果，那苹果被削得干干净净，一点果肉都不剩，只剩下一个可怜的核，孤零零的有些惨。林璇满脸不解，眨了眨眼，不是，童大小姐，您这是？童瑶没有说话，只是掂了掂手中的水果刀，刀身在灯光下闪着寒光，晃得人眼晕。林璇一阵心惊肉跳，这姐姐不会真给自己来一刀吧？如果是她的话，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林璇，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目光在她光着的上身停留了几秒，在那还带着牙印的肩膀上多看了2眼，然后冷笑开口：“林先生真是日理万机呢。”他在某个字上故意加重了语气，拖长了音调，那鸡字咬得格外重。林璇干咳2声，下意识双手武当：“童大小姐，别开玩笑了，你看这么晚了，男女授受不亲，要不您先回去。”童瑶沉默不语，只是晃了晃手里的刀。林璇咽了口唾沫，继续开口：“得，您要喜欢这，就在这睡，我先走了。”他转身就要开门，站住！童瑶冷声开口。林璇身体一僵，定在原地。他慢慢转过身，苦笑着开口：“姐，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至少说明白一点啊！”童瑶声音依旧冰冷，指了指床：“过来，上床。”林璇刚想开口拒绝，但见他晃了晃手中的水果刀，一副要扔过来的意思，他只能作罢，扭捏的走过来，从侧边爬上床，离他远远的缩在床角，抱着被子挡住自己。不是，怎么感觉自己像是被调戏的小姑娘？童瑶看着他这副样子，冷哼一声：“我有没有和你说不准对不起雪莉姐？”林璇立刻举手发誓：“我没有啊，我对雪莉姐是真心的，天地可证，日月可见。你再说。”童瑶瞪着他，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那你刚才去哪了？”林璇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童瑶直接把水果刀插在苹果核上，刀身插进河里，立在那里晃了晃，摇摇欲坠。林璇看着他，目光往下移了几分，瞬间冷汗直流，赶紧投降，双手高举安澜的房间。他老老实实交代。童瑶盯着他，眼神复杂，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做什么了？是什么意思？林璇就是一个人字。童瑶很快反应过来，他气得直接冲上床上，举着水果刀指着林璇：“你！”刀光闪烁，看得林璇眼皮直跳。童瑶闭上眼睛，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晃得林璇也是一阵眼晕，也太躺下。童瑶深吸了一口气，睁开眼，眼中闪过某种坚决。啊！林璇更怕了，这丫头不会是要给自己给物理去根吧？啊！什么？我让你躺就躺下！说着，他高高站起来，举着刀对着林璇。林璇有种强烈的预感，自己不照着做，下一秒这刀就能到自己身上。他无奈又小心的躺下，身上捂紧被子，这是他最后的防护。童瑶却一脚将被子踹开，高高站着，居高临下。林璇被他给看得心里发毛。姐，别闹，闭嘴！童瑶一脚踏在林璇的小肚上，温温热热，如此角度，如此动作，林璇又有些不争气的出现了某些不该出现的反应。童瑶整个人下蹲，小刀指着林璇：“林璇，你真是混蛋！”“是，我混蛋。童姐，您就放过我。”林璇赶紧开口，想要保自己一命。可下一刻，林璇又呆住了。童瑶忽然扔掉了手中的刀，然后双手死死地控制住林璇的两臂，然后他直接靠近了自己，2个人的脸颊紧贴，四目相对。“林璇，你混蛋！”然后他重重地亲了下来。“林璇，不是这什么情况啊？我混蛋？你在干嘛？还有，你能不能不要控制住我的身体？这让我感觉有点强制的感觉，虽然还有点爽。”“童姐，闭嘴！别咬我嘴唇啊！闭嘴！”1小时后，林璇看了下时间，将近1点。“童姐，可以休息了吧？闭嘴，躺好。”唉，2点多，2人终于停了下来。林璇躺在床上，大口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浸湿了枕头。虽说恢复了一些真元，但毕竟大伤初愈，连番作战下来，他也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先是赵雪莉，然后是安澜，现在又是童瑶。这一晚上，他真是一刻没闲着，像在打一场硬仗。不，3场，不对，最后1场仗还2次进攻。童瑶躺在一旁，都没力气开口说话，他双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白皙的皮肤上泛起一层细密的汗珠，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微微的光。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侧过头看向林璇，眼神复杂。林璇满是无奈的开口：“童大小姐，你这对我……”童瑶无力地拍了拍他的胳膊，哼哼2声：“略施惩罚罢了，以后
你再对不起雪莉姐，我还饶不了你。他说着，脸上却带着笑容，那笑容里有得意，有释然，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情绪。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惩罚到底是对林璇的，还是对自己的。林璇叹了口气，造孽啊！童瑶瞪了他一眼，但实在没力气吵架，只是哼了一声，然后翻了个身，背对着他甚至都没打算离开。没几秒，他的呼吸就变得均匀起来，沉沉睡去。林璇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这丫头嘴上说的凶，其实心里想什么，他大概能猜到几分。他哪里是为了赵雪莉，分明是他伸手替他掖了掖背角，动作很轻，怕吵醒他，然后也闭上眼睛。这一觉，他破天荒的睡到8点多。林璇是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的摸过手机，眯着眼一看，是苏玉柔，还有他的3、4个未接来电。他一个机灵，坐起身，揉了揉眼睛，接通电话：喂，玉柔姐，怎么了？电话那边，苏玉柔的声音带着几分气愤，明显憋了一肚子火。林璇，陈默那小子开始反击了。我之前找了个租赁办公楼的地方，位置挺好的，价格也谈得差不多，结果不知道怎么，房东今天早上直接打电话拒绝出租，肯定是他搞的鬼。林璇倒是十分平静，正常，陈默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他在江州混了这么多年，人脉肯定有的。况且安家和陈家现在联手，在江州商圈确实能呼风唤雨。慢慢来吧，不着急，反正办公场所已经有了。苏玉柔叹了口气，继续说，这只是小事，关键是之前有几个公司本来准备不和安氏合作，跟着咱们走，结果今天早上又改口了，说是继续和他们合作。有个熟悉的人和我说了实话，就是得罪不起他们2家。你说的对，在江州陈家和安家合作起来，势力太过吓人。林璇点点头，没事，等我过去再说，一点点来吧，咱们在 CBD 集合，到时候再商量一下。好。苏玉柔应了一声，挂断电话。林璇放下手机，正要起身，就感觉身边有动静，童瑶也醒了过来。她伸了个懒腰，薄被滑落，露出白皙的长腿和光滑的肩膀，晨光洒在她身上，勾勒出完美的曲线，那慵懒的姿态惹得林璇一阵眼花。这身材确实绝。林璇嘿嘿一笑，摸了摸她修长的腿，滑腿完年。童瑶瞪了他一眼，扯过被子盖住自己，动什么动？再动给你手切了。他没好气地说，但语气里没有真的怒意，反而带着几分娇嗔和羞涩。林璇干咳一声，收回手，开始穿衣服。这丫头怎么动不动就喜欢动刀动枪的吓人？童瑶也坐起来，拿被子捂住自己，靠在床头。需要帮忙吗？刚才听你说什么陈默反击了？林璇摇摇头，系着扣子。不用，你好好休息吧，我先去处理。今天主要是看场地，定下来之后还有很多事。行，有事给我打电话。林璇点了点头，快速收拾好自己，穿上外套，离开房间。下楼时，餐厅里飘来食物的香气。赵雪莉和安澜正坐在餐桌旁吃早饭。赵雪莉穿着居家的睡衣，温柔娴静，正在给面包涂果酱。安澜则是一身简单的白衣，清冷依旧，慢慢喝着牛奶。两人坐在一起，画面意外的和谐，两个人的美各有千秋。林璇看的心里不禁一动，自己这是上辈子拯救地球了呀。看到林璇匆匆下楼，赵雪莉关心地问，怎么了？这么着急？吃点东西再走啊。林璇拿了一片面包，咬了一口，含糊地说，没事，去和苏玉柔办一下新公司的事情，场地定下来了，今天去看。说着他就注意到安澜要起身。林璇连忙摆手示意他坐下，先不用你出马，等我们搞定前期你再来公司坐镇。你现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多休息几天。再说了，你一去那排场太大，我怕吓着人。安澜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重新坐下。赵雪莉叮嘱道，路上小心，有什么事打电话。晚上回来吃饭吗？不一定，你们先吃，别等我。林璇应了一声，又抓了一片面包，快步离开。半小时后，林璇来到 CBD 童家给他的大楼，就矗立在眼前。整栋楼设计简约大气，一看就价值不菲。最妙的是，他就坐落在安氏大厦的正对面，隔着一条宽阔的马路，遥遥相对。过2天就把公司的牌子装上，加粗加大。陈默那小子要是每天上班抬头就能看到这边，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想想就有趣。他笑了笑，推门走进大楼。楼内已经聚了一大群人，第一市场部的原班人马都到了，20多个人正聚在大堂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他们脸上带着兴奋和期待，眼睛里闪着光，有的还在拍照发朋友圈。看到林璇进来，王浩第一个小跑上来，他满脸激动，一把拉住林璇的胳膊，那力道差点把林璇拽个趔趄。卧槽，林哥你发达了！他们刚才已经从苏玉柔那里听说，新公司的大老板居然是林璇，据说他投了一个多亿开公司，简直豪横。原来他是隐藏的富二代。一群人刚才在这已经讨论了好久，全都是关于对林璇的猜测。林璇笑了笑，还没开口，其他人也围了上来。林哥，这楼真的是咱们公司的？整栋楼？天哪，对面就是安氏，这也太帅了吧！以后上班天天看着他们。林哥你太牛了，我跟你混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脸上满是震惊和崇拜。原本他们跟随苏玉柔辞职离开，心里还有些忐忑，毕竟在安氏待了那么多年，福利待遇都是顶尖的，说走就走，说不担心是假的。万一新公司不行，万一老板不靠谱，万一……可现在那点不安被彻底打散。看看这栋楼，同样在 CBD 核心区，对面就是安氏大厦，
这就是自己新公司的总部。人群中，凭依然的目光格外炽热，他站在人群外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璇，那眼神亮得吓人。若不是有别人在，他恐怕要一口把林璇吃下去。林璇感受到他那毫不掩饰的目光，干咳一声，移开视线。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大家愿意跟着我干，我林璇记在心里。大家放心，在这里福利待遇比之前只高不低。”众人一阵欢呼：“林哥万岁！太棒了，我这就发朋友圈。”就在这时，几个穿着职业装的人走上前来，为首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干练利落，身后还跟着几个人，手里拿着文件夹和测量工具。他走到林璇面前，微微躬身，态度恭敬：“林总好，我们是童总安排过来的，负责协助您处理楼内事宜。童总说了，有任何需要改建的地方，您尽管说，我们会尽快安排。装修队随时待命，材料也都准备好了。”一句林总好让林璇愣了2秒，以前他听的都是小林客气点的充其量一句林经理，现在直接晋升总，他还真有些不太适应，总觉得像在叫别人。他点点头：“麻烦了，那就先参观一下吧，边走边看。”说着，一群人开始参观大楼，从1楼大堂开始，到2楼、3楼，每一层都宽敞明亮，装修精致。林璇边走边看，时不时开口：“这一层改成健身馆吧，跑步机、力量器械都配上，再弄个瑜伽室，职工随时可以免费健身，身体是工作的本钱。”负责记录的女人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旁边的人立刻开始测量面积。这一层全改成茶歇区，咖啡机、饮料、零食，什么吃喝的都整上几10个按摩椅，大家休息用。对了，弄个落地窗，可以看到对面安室。又是一阵欢呼：“林总太好了，这待遇比安室强多了，我誓死效忠林总。”林璇一路走一路安排，每一句话都引来员工们的欢呼和掌声。他越说越来劲，脑子里各种想法往外冒，当然大部分都是他当牛马时候幻想的。这一层弄个游戏室、台球桌、游戏机什么的，定期更新。这一层整个图书馆，大家没事充实一下自己。大家听得眼睛越来越亮，这不是在做梦吧？这种公司难道是真的存在的吗？林总也太好了吧，这也太好了！我在安氏干了5年，连个乒乓球桌都没有。我宣布，我要在这里干到退休，谁也别拦我！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气氛热烈极了，像过年一样。1个多小时后，大家才参观完一半，林璇掏出手机给苏玉柔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他皱了皱眉，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苏玉柔一向靠谱，从不会无故失联，更不会在这么重要的时候迟到。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又打了一遍，还是没接。不对劲，林璇停下来脚步，他对众人说：“你们继续参观，王哥，你带大家看一下，有任何意见直接提就行，我这边有点事，先处理一下。”王浩一听，赶忙点头：“没问题，林总你先去忙，这里交给我。”冯依然紧跟着开口，声音娇软，带着几分期待：“林哥，需要我和你一起吗？我开车技术挺好的，可以给你当司机。”开车？开什么车？林璇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他摇了摇头，转身就走。冯依然嘟了嘟嘴，有些失望的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里。下楼路上，林璇不停地给苏玉柔打电话，1遍、2遍、3遍，从无人接听变成了关机。不对，林璇心里一沉，他第一反应是陈默搞的鬼，那家伙刚反击，苏玉柔就失联，哪有这么巧的事？没有任何犹豫，他直接冲出大楼。这里本就离安氏大厦只隔着一条马路，他快步跑了过去。几分钟后，他来到安氏大厦楼下电梯前，他试了试人脸识别系统，叮的一声，面容识别居然还没被删除。门打开了，林璇走进去，按下最顶层的按钮，电梯上行数字一格一格跳动，门在中途打开，一个人走了进来。苏晴，她穿着一身干练的灰色套装，妆容精致，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手里拿着文件夹，整个人十分有精神。看到林璇的瞬间，他明显愣了一下，脚步顿了顿：“你来做什么？”他下意识地问，语气里带着警惕和戒备。林璇懒得搭理他，直接按了关门键。苏晴被他这副态度激怒了，他盯着林璇，突然开口：“林璇，你要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回安氏集团？我告诉你，不可能。”林璇没有说话，只是盯着电梯门上跳动的数字。他的心思全在苏玉柔身上，根本没心情和他纠缠。但这样子在苏晴看来，完全是他心虚的表现。他更来劲了：“这里现在不欢迎你，还有，请你不要来打扰我现在的生活，好不好？”林璇实在是被他弄烦了，他冷声开口：“滚，没你的事。”苏晴一愣，他敢骂我？他声音提高了几分，尖利刺耳：“林璇，你敢这么对我说话？”他抬起手指着林璇，气得浑身发抖，那精心保养的手指都在颤抖。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林璇从来不敢这么和他说话，那时候的他对他百依百顺，他说一他不敢说二，他皱个眉，他都紧张半天，现在呢，居然敢让他滚。林璇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淡，没有任何情绪，就像看一个陌生人。然后他收回目光，继续盯着电梯门。苏晴被那一眼看得心里发寒，他咬了咬牙，掏出手机直接拨电话：“好，林璇，你逼我的。”他对着电话说，声音放大：“喂，保卫处吗？我是苏晴，派人到顶层，有人在这里闹事。尽快多带几个人。”挂断电话，他一脸冷笑地看着林璇：“这是你逼我的。林璇，等一会儿我看你还……”话还没说完，叮的一声，
电梯门开了，林璇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走了出去。苏晴看着他的背影，气得直跺脚，高跟鞋敲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林璇，你给我站住！林璇快步穿过走廊，来到总裁办公室门前，没有敲门，他直接一脚踹开门，砰一声巨响，宽大的办公室大门被应声撞开，里面的场景让他愣了一下。办公室里不只是陈默一个人，还有一个女人。林璇有印象，是安氏的一个职员，长得不错，见过几面。此刻她正坐在陈默身上，裙子撩到大腿根，露出雪白的大腿。陈默则是一脸猥琐的笑容，手放在她的衣服里，正在兴头上。你放心，只要你陪好我，升职。门被踹开，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那女人尖叫一声，她快速从陈默身上跳下来，转过身，慌乱地整理自己的衣服。陈默则是看到林璇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大怒，脸长得通红。林璇，你做什么？谁让你进来的？林璇没有犹豫，直接走上前。陈默看他这架势，气势直接弱了下来，他声音小了很多。你做什么？我警告你，这可是在……林璇没管那么多，直接一把揪住陈默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陈默比他矮半个头，被揪着衣领，角度快离地了。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陈默彻底怂了，他是知道林璇很能打的。苏玉柔呢？林璇盯着他的眼睛，冷声开口。陈默愣了一下，脸上闪过茫然。苏玉柔？看他那副诧异的样子，不像装的。林璇有些疑惑，难道不是他？但他为了确保，直接调动体内为数不多的真元，施展或心术。这是他恢复后第一次使用能力，真元顺着指尖流入陈默体内。陈默的眼神瞬间变得茫然，瞳孔散开，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是不是你或者你找人绑架了苏玉柔？林璇盯着他的眼睛问，声音低沉。陈默机械的摇头，像木偶一样。不是我不知道，我没做，真不是他。就在这时，苏晴冲了进来，他看到眼前的一幕，整个人愣住了。办公室里，陈默被林璇揪着衣领，有些茫然地靠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嘴里还嘀咕着不是我。另一边，那个女职员衣衫不整，正慌乱地扣着扣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苏晴的目光落在那女职员身上，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你在这做什么？那女职员吓得一哆嗦，声音发颤。苏总，陈总叫我来的。苏晴深吸一口气，不再追问。她转头看向林璇，但林璇已经松开了陈默，转身往外走。陈默像被抽掉线的木偶，瘫在椅子上，还在喃喃自语。林璇。苏晴喊他林璇，头也不回，消失在门外，走出安氏大厦。林璇的心更揪了起来，不是陈默，那怎么回事？他原以为苏玉柔失联肯定是陈默搞的鬼，报复也好，威胁也罢，总归是他。但现在这下，他真的感觉可能出事了。他的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掏出手机，先给安兰打去电话。喂，安兰，苏玉柔有没有联系过你？安兰的声音有些疑惑。没有。怎么了？他不是去和你碰头了吗？林璇沉声道。他失联了，电话打不通，现在已经关机了。电话那边，安兰一听也着急起来，声音都变了调。失联，要不要报警？报警。听到这两个字，林璇忽然反应过来，自己怎么忘了这一茬。你说的对。他挂断电话，快速翻动通讯录，很快他找到一个名字叶景，他拨了过去。没一会儿，电话接通。林璇。电话那边传来叶景的声音，带着几分疑惑，也带着几分惊喜。是有时间切磋了吗？我随时有空。叶警官，我有个朋友失踪了，想麻烦你帮忙查一下。林璇语速很快，一边说一边往停车的地方跑。话还没说完，叶景直接打断他，语气瞬间变得严肃而专业。名字、电话、住址，最后出现的地点，给我一张近照，车牌号有没有？林璇赶紧把信息都报了一遍。我知道了，等我消息。叶景说完，直接挂断电话。林璇也没干等着他，跑回童家大厦楼下，开上车，一脚油门踩到底，往苏玉柔的小区赶去。一路上，他脑子里飞速转动，自己最近还得罪谁了？难道是安家的人做的？可他们不应该对付安兰或者自己吗？为什么要动苏玉柔？可除了安家，10几分钟后，林璇还没到苏玉柔的小区，电话就响了，是叶景打来的。喂，林璇，人锁定了。叶景的声音依旧干脆利落，不带半点废话，是被一个叫田有才的人劫持了。有监控拍到他早上在苏玉柔小区停车场蹲点，等他出来的时候跟上去说了几句话，然后迷晕了他。林璇心里一紧，现在在哪？他正开着车往市外跑，上了江云高速，往南边去了。我们的人正在赶去，沿途的警方我会联系帮忙拦下他，你先不要担心。位置方便发我吗？林璇直接开口。叶景没有犹豫，定位我发你手机了。他刚想提醒林璇注意安全，但一想该注意安全的好像是对方吧。多谢叶警官。林璇认真的道谢，然后挂断了电话。田有才。林璇愣了一下，总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很快他想了起来，这不是之前苏玉柔相亲见到的那个男人吗？那个在咖啡馆里的田有才，他居然劫持，这什么意思？就算相亲失败也没必要劫持人吧。他没多想，快速调转车头，一脚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发出轰鸣声。江云高速上，一辆红色的跑车正飞速行驶，主驾驶位上田有才满头是汗，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衣服上。他的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眼睛瞪得老大，眼神里满是疯狂和偏执。副驾驶位上，苏玉柔歪着头昏迷不醒，他的头靠在车窗上，
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晃动，田有才时不时看他一眼，嘴里喃喃自语，声音又低又急促，让你们看不起我。说好的和我相亲，说好的，你妈都同意了，凭什么反悔？他的声音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疯狂，不管，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谁也不可能抢走。他用力踩下油门，车子咆哮着向前冲去，超过一辆又一辆车。高速上林璇的车速很快，他死死盯着前方，双手紧握方向盘，仪表盘上的速度指针已经飙到了160，发动机在轰鸣，车身都在微微颤抖，窗外的一切都在急速的后退，看着手机上的定位，以自己目前的速度追上去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太长了。他咬了咬牙，心里想着之后一定要长教训，等恢复一些，一定要把身边的几个人全都打上追魂术印记，要不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赵雪莉、童瑶、苏玉柔一个都不能少。正想着，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林璇没犹豫，直接接了起来。蓝牙耳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林璇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年轻，带着几分慵懒和调侃，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林璇眉头一皱，你是？对面的人笑了笑，那笑声里透着一丝兴奋。我是谁你现在还不必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想和你玩个游戏。游戏？林璇心里一沉，苏玉柔的事。10分钟后，田有才快下高速，带着你的女人躲进山里。那人的语气轻松随意，他会带着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来比一下，看谁先找到他们，如何？林璇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握着方向盘的手又紧了几分。果然，这事本就透着古怪，一个普通的相亲男怎么可能做出劫持这种事？事情果然没这么简单，这事居然是冲着自己来的。你放心。那人又笑了，1小时内田有才不会动你的女人，他的任务只是带她进山，然后躲起来。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一丝玩味，故意拖长了语调，但1小时后就不好说了，哈哈哈。喂，你到底是？林璇还没说完，对面直接挂断了电话。他下意识拍了一下方向盘，踩着油门的脚不自觉又加大了几分力气，鼓舞传人。一定是那些鼓舞传人，不然也不会说什么所谓的游戏，他们根本没有把普通人放在眼中。他没有犹豫，一边加快了车速，车速表直接飙到180，一边重新拿起手机给叶景打了过去电话。很快接通，林璇，有进展了。叶景的声音传来，背景音有些嘈杂，像是在车上。有，刚才。林璇语速飞快，把刚才接到电话的事说了一遍。叶景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开口，语气有些复杂，这种疯子一样的手段，大概率是他了。谁？林璇的声音冷得像冰，眼神里闪过一丝杀意。夏雨。叶景吐出2个字，北方某一脉的传人，年纪不大，玩心极重，但他实力不弱，如今是3阶的实力，最喜欢和鼓舞者比试。叶景想了一下，声音越来越严肃，之前他和王大力打了一架，他赢了。夏雨。林璇默默记下这个名字，你先别急，我和他说一下，让他收敛点。这人虽然疯，但我们家中长辈比较相熟，我找。不必了。林璇直接打断他，声音平静的可怕。叶警官，既然他要比试，那我就和他比，后续的事情劳烦你收一下尾巴。叶景愣了一下，然后说，好，小心，我马上带人过去。挂断电话，林璇深吸了一口气，自己只想好好过2天安稳的日子，开个小公司，安安稳稳的生活。那些打打杀杀，那些阴谋诡计，自己并不想沾染，可是这群人为什么就是不放过自己？行，要玩是吧？那就跟你们玩。林璇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咆哮着飞驰出去，在高速上像一道黑色的闪电。20分钟后，林璇下了高速，他根据叶景发来的定位，来到一片大山，前山很大，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头。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山脚下有一条土路，弯弯曲曲的延伸进山里，两边是荒芜的杂草林。璇一眼就看到了苏玉柔的那辆红色跑车，它就停在土路边上，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林璇快步跑过去，俯身查看车内，空无一人。苏玉柔的手机放在副驾驶上，屏幕还亮着，显示着几个未接来电铃。璇一把打碎了车玻璃，拿出苏玉柔的手机看了一眼，几10个未接电话，其中最多的就是自己和安澜的他。深吸一口气，握紧手机，抬头看向面前的大山，茂密的树林，复杂的地形，深山里面找人太难了。而那个夏雨既然敢玩，就肯定有自己的把握，但他没得选。没有犹豫，林璇直接冲了进去。与此同时，大山的另一个方向，一道身影站在一棵大树上，足有7、8米高。他就那么站在细细的树枝上，稳得像站在平地上。年轻男人，25、6岁的样子，染着一头红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服，嘴角噙着一抹微笑，五官棱角分明，长相属于痞帅的那种类型。夏雨他看着面前茂密的深山，林璇，看在你受伤的份上，我才费心开了这么一局。他喃喃自语，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我可是期待了很久。输了，你可再也见不到你的女人了。说着，他纵身一跃，从数米高的树上直接跳了下来。落地时轻飘飘的，像一片羽毛，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脚底的落叶甚至没有凹陷。他活动了一下脖颈，发出咔咔的声响，然后身形一闪，冲进了深山内林。玄刚开始还能顺着田有才的痕迹追踪被踩断的树枝，被拨开的草丛，深浅不一的脚印，但越往里走，视线越差。茂密的树冠遮住了阳光，林子里昏暗的像傍晚，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荆棘密布，脚下的地形也越来越复杂。
时不时就会出现陡坡和沟壑。追了10几分钟后，痕迹消失了，就像那个人凭空蒸发了一样。他停下来，皱着眉头四处打量，四周全是相似的树木，相似的地形，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不对劲，林玄越想越觉得有问题。这个田有才只是一个普通人，就算提前了10几分钟进山，背着一个人跑，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怎么可能后面一点痕迹都不留？难道是那个夏雨在搞鬼？他站在原地，看着四周的方向，缓缓抬起手，单手掐诀他，闭上眼睛，内心想着苏玉柔的名字，开始利用术数推演。幸好之前在他家里那次，他记下了苏玉柔的生辰八字，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真元在体内流转，虽然只有一丝，但也足够用了那一丝真元顺着经脉流动，汇聚到指尖，化作无形的波动。几秒后，他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东南方向。他认准了一个方向，深吸一口气，再次冲了过去。山脚下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停在苏玉柔的红色跑车旁边。叶警从车上跳下来，一身警服干净利落，他身后跟着10几个警员，还有几条警犬，正在车上嗷嗷叫着，兴奋地摇着尾巴。叶警看了看面前这片大山，一阵头大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边。在这种地方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夏雨，你简直是个疯子！他咬着牙骂了一句，然后他转身对警员们吩咐：警犬先上，人分成3组，从左中右3个方向搜，保持联系，注意安全。有任何发现，第一时间汇报。是。警员们迅速行动起来，带着警犬冲进了山里。叶警也没有犹豫，自己先一步冲了进去。深山中一道身影在飞速奔跑，他的背上还背着一个人，正是苏玉柔。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震惊，因为这个人和当时在咖啡馆里见到的田有才完全是2个样子。只见他衣服隆起，浑身的肌肉像是充了气一样，眼睛通红，像野兽一样泛着诡异的光。最奇特的是，他双手撑着地面跑起来，四肢着地，速度快得惊人。在崎岖的山林里如履平地，这倒不像是一个人，而像是一头野兽。他时不时嘴里还发出沙哑的声音：是我的，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抢走。他就这样背着苏玉柔在山林里狂奔了着，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身体似乎终于撑不住如此高强度的运动。在一个长长的跳跃之后，他猛地摔倒在地，整个人重地摔在铺满落叶的地上，背上的苏玉柔也被甩了出去，滚了2圈，撞在一棵树上才停下，发出一声闷响。田有才趴在地上，浑身开始剧烈颤抖，他的手脚身体全都在抽搐，像触电一样，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嘴角开始流出白沫，浑着血丝，最后甚至五官都开始流出了鲜血。过了一会，他彻底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苏玉柔慢慢睁开了眼睛，好晕，他感觉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浑身无力，头疼欲裂，眼前的一切都在晃，天旋地转，胃里一阵翻涌，差点吐出来。他缓了好久，才勉强有了一丝神智。然后他撑着身子坐起来，靠在树边，看了看四周。这一看，他整个人被吓得差点再次晕过去。这是给自己干哪来了？周围全是树，密密麻麻的树，不见天日，地上是厚厚的落叶，散发着潮湿的霉味，还有虫子爬来爬去，光线昏暗，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傍晚，偶尔有鸟叫，诡异又瘆人。深山老林里，他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他记得自己早上出门准备去和林璇碰头，刚上车，好像有什么人跟了上来，田有才。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的目光下意识搜寻，然后落在不远处的地上，一个人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田有才，对，就是他，那个奇葩相亲男。他怎么会在这里？他对自己做了什么？他的目光落在田有才的脸上，然后瞳孔猛地收缩。田有才的脸惨白的像纸，毫无血色，七窍都在流血，躺在地上，染红了落叶，那模样恐怖极了，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啊！苏玉柔被吓得直接尖叫了出来，声音在山林里回荡，惊起一群飞鸟。他下意识往后挪，手脚并用地往后爬，浑身无力的他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逃离，手掌被石子划破了都顾不上。但刚爬出几步，田有才忽然动了一下手，只动了动，然后头也动了动。苏玉柔的尖叫卡在喉咙里，整个人僵在原地。他瞪大眼睛，死死盯着田有才，大气都不敢出。苏玉柔感觉心跳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砰砰砰的，但幸好田有才只是动了一下，并没有起来。他依旧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又晕了过去。苏玉柔大口喘气，他开始疯狂地翻自己的口袋，手机在啊，但摸遍了全身，什么都没有，口袋空空如也，手机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他咬着牙，强撑着身体想要站起来逃跑，可刚撑到一半，双腿一软，整个人又跌坐在地上。迷药的功效还在持续，他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连站起来都做不到，手脚都在发软。他只能拖着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往后挪，离田有才越远越好，每挪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就在他努力挪动的时候，忽然远处传来沙沙的声响，不像是风吹动的声音，有些急促，越来越近。在这茂密的树林里，这昏暗的环境中，这沙沙的声音显得格外诡异，让他整个人都揪了起来。他眼眶通红，却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敢发出一丝声音。很快，他发现远处有一道身影在往这边跑，那身影速度很快，在树林间穿梭，时隐时现，像一道黑影，快到看不清轮廓。难道是同伙？苏玉柔第一反应就是如此，他不敢相信是来救自己的人，因为这里太偏僻了，怎么可能有人找到这里？就在他想要躲到一棵树后的时候，另一个方向同样一道身影
影影绰绰的跑来，居然不止一个。那一瞬间，苏玉柔感觉到了无比的绝望，两个方向都有人，她被堵在这里了，前有狼后有虎，无处可逃。她靠着树干，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为什么相个亲还有生命危险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两道身影越来越快，越来越近，苏玉柔甚至害怕地低下头，紧紧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就能不被发现。她双手抱住头，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几分钟后，一道声音从对面传来，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找到你了，游戏。”就在这声音发出的一瞬间，另一道身影急速而来，直接冲到了苏玉柔的身边，快得惊人。苏玉柔彻底放弃了幻想，她捂住眼睛，浑身颤抖，大声的开口：“放了我！你们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都行，我有钱。规矩我懂，我不睁眼，不会暴露你们。”他不敢睁眼，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看到坏人的脸，那就真的没有后路了。苏玉柔对面，刚刚那个开口的人轻咦了一声，然后站在原地，没有再动了。近前，苏玉柔感觉到有人就蹲在自己脚边，近在咫尺，近到她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粗重急促，她浑身颤抖得更厉害了，缩成一团，恨不得把自己埋进的里。下一刻，她感觉一只手放在了自己头上，很轻，带着温度啊！苏玉柔被吓得直接尖叫了起来，声音尖利刺耳，在山林里回荡。惊起，又一群飞鸟，救命啊！苏玉柔，是我！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喘着粗气，带着疲惫，但却如此有安全感。这声音是苏玉柔的尖叫戛然而止，她愣在那里，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她缓缓抬起头，睁开眼睛，她甚至不敢太快，生怕自己刚才听错了，生怕睁开眼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脸。但睁开眼之后，眼前的人确实是林璇，是他就蹲在自己面前，大口喘着粗气，衣服被树枝划破了几道口子，露出里面的皮肤，头发上还沾着树叶和枯草，狼狈不堪。但他的眼睛正看着自己，带着关切，带着如释重负。苏玉柔愣了一下，然后下意识开口，脱口而出：“林璇，是你绑架我！”林璇正喘着粗气，听到这话，直接给了他一个脑瓜崩，咚的一声，清脆响亮。他没好气的回应，又气又笑：“是我绑架的你，要把你绑回山里当压寨夫人。”苏玉柔捂着额头，愣愣地看着他，看到林璇那无语又无奈的样子，他这才慢慢反应了过来，他来救自己了。那一瞬间，苏玉柔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止都止不住，她捂住嘴，呜呜地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啪啪，鼓掌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二人看过去，是一个红毛年轻人，他靠在一棵树上，双手抱胸，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这边。他鼓着掌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意外和欣赏：“倒是小瞧你了，林璇，受伤了还能这么快，有点意思。”林璇站起身，往前一步，将苏玉柔护在身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呼吸，然后开口，声音很冷：“夏雨。”红毛小伙子挑了挑眉，笑了：“看来你问过叶景了，他居然会告诉你，有趣。”他站直身子，往前走了一步，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副轻松随意的样子。“我们同时找到，算平局，如何？”他笑了笑，那笑容看起来阳光开朗，给人一种邻家大哥哥的样子，人畜无害。但下一秒，他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像翻书一样快，眼神里闪过一丝戾气，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变了。可是他盯着林璇，声音里透着毫不掩饰的杀意和疯狂：“我最不喜欢平局了。”话音刚落，他整个人直接冲了过来，速度快得惊人，像一道红色的闪电，脚底踏过的地方，落叶都被震得飞起。林璇眼神一寒，没有任何犹豫，也冲了上去。砰！两人的拳头撞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声响，一股气浪从两人中间扩散开来，吹得周围的灌木都在晃动。然后两人同时后退一步，又同时冲了上去，直接打在一起，拳来脚往，快得让人眼花缭乱。这一幕直接给苏玉柔看傻眼了，她坐在那里，张着嘴，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你们刚才不还是认识的样子？这你们不要再打了！砰！一声巨响，二人各自后退3步，林璇脚下踩出深深的脚印，泥土翻起，他稳住身形，胸口微微起伏，目光死死盯着对面的夏雨，右臂隐隐发麻。刚才那一拳对撞，他几乎用了全力，而对方明显还有余力。夏雨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那笑容里带着几分欣赏。他甩了甩手，活动了一下手腕，骨节发出咔咔的轻响。不错，你居然学到了王大力的韵味，虽然还差得多，但确实有点意思。他顿了顿，目光在林璇身上扫了一圈，从肩膀到腰腹再到双腿，嘴角勾起：“可惜你受伤了，不然今天还能多玩一会儿。”林璇没有说话，他的脑海沉了沉，感应了一下追魂术的印记，已然种下。就在刚才那几招交手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将一丝真元打入了夏雨体内，很微弱。他也有些担心会被发现，毕竟之前成功的例子，要不就是安澜，要不就是2个傀奴一个普通人，2个不是人面对古武传人，他也不知道能不能被发现。但现在看来他并未发现，他又对这个小技能有了更深的了解。夏雨忽然侧头往远处看了一眼，他的耳朵动了动，像是听到了什么，然后他甩了甩手，一脸无趣的开口：“不打了，不打了，那个女人要来了。”被他抓到又是一堆事，烦得很。上次就被他抓住把柄，被家里念叨了半个小时，耳朵都起茧子了。他看向林璇，
眼神里带着几分期待。对了，等你恢复伤势，我会再找你的，到时候咱们好好打一场，不分出胜负不罢休。林璇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淡淡的开口：放心，我会先找你。夏雨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好，这个性子我喜欢，有脾气。他转身准备离开，刚走出2步，又停下来，回头看向林璇。对了，作为对你的奖励，告诉你一个消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脸随意。古武联盟应该最近会来招揽你了，你这种野生的小家伙，他们可感兴趣的很。不过，希望你能过关，做好准备吧，别到时候措手不及。说完，他纵身一跃，身形几个起落，消失在茂密的树林中，树叶沙沙作响，很快归于平静，仿佛他从未来过，这就走了。林璇有些疑惑，这家伙费了这么大劲，要和自己玩什么狗屁游戏？现在只打了几分钟就结束了，什么脑回路？他等了一会，确定夏雨离开之后，这才真的松了一口气。这一松气，整个人差点站不稳，浑身开始火辣辣的疼起来，肩膀、手臂、胸口到处都是刚才交手留下的暗伤，那种疼痛深入骨髓，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伤处。这小子果然够厉害，不愧是能够打败王大力的人。刚才那几下，每一招都带着暗劲，要不是自己昨晚意外恢复了一丝真元，怕不是早就躺下了。他扶着身旁的树干，大口喘着气。一旁苏玉柔也慢慢恢复过来，他扶着树干站起身，挪动着走上前来，腿还是软的，走一步晃3下，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夏雨消失的方向，确定那个红毛真的走了，才转头看向林璇，小声询问：你没事吧？林璇摇摇头，没事。苏玉柔松了口气，然后一连串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田有才成那个样子了？七窍流血，吓死我了！还有那个红毛，他为什么要和你打架？你们认识？还有，你怎么找到我的？这里这么偏僻，你怎么知道我在这？林璇被他问得头大，摆了摆手，具体的事情回头给你解释。不过他顿了顿，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带着几分愧疚。这次是因为我让你白受这一遭，对不起。苏玉柔愣了一下，她看着林璇，看着他眼神里的歉意和自责，心里的疑惑更多了。什么叫因为他？但看着林璇那认真的样子，他还是点了点头，没再追问。话音刚落，一道身影从树林中冲出，速度极快，带起一阵风声，落叶被卷起，又落下夜景。他一身警服已经沾满了树叶和泥土，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脸颊因为剧烈运动而微微泛红。到场之后，他迅速扫视一圈，目光在每个人身上停留不到1秒，那种职业的警觉性一览无余。当看到地上躺着的田有才时，他眉头一皱，快步走过去看了一眼，果然是这个疯子。他伸手探了探田有才的鼻息，又翻了翻他的眼皮，检查了一下他的瞳孔反应潜能被全部挖掘，虽然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下半辈子并不好过。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转头看向林璇：你没事吧？林璇摇了摇头，没事。他没动真格的，只是玩玩。真要打起来，我现在这状态撑不了多久。叶景这才点了点头，松了口气。他看向苏玉柔，上下打量了一下，目光在他身上的擦伤和淤青处停留了几秒，又看了看他衣服上的泥土和划痕。这位就是苏女士吧？你没事吧？需要叫救护车吗？苏玉柔摇了摇头，没事，就是有点晕，但已经好多了。他的目光同样在叶景身上转了一圈，又一个。林璇，你可真够厉害的，还是不同风格的美女，干练英气，身材高挑，五官精致，一身警服穿得笔挺，透着一种飒爽的帅气，特别是那双眼睛清澈锐利，一看就是练家子。他下意识看了看林璇，眼神复杂。林璇注意到他的目光，干咳一声，假装没看见。叶景没注意到两人的小动作，他打了个手势，示意林璇跟他过去。林璇会意，让苏玉柔在原地稍等，然后跟着叶景走到一旁。两人站在一棵大树后，离苏玉柔有10几米远。叶景低声开口，声音压得很低，确保只有两人能听见，有件事要告诉你。林璇看着他，不知为何，自从上次你出事之后，他们几个都知道你是古武传人的事了。叶景皱着眉头，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树干。古武联盟那边消息传得很快，我本想等你伤好一点再和你说，但没想到夏雨这么快就找上门了。林璇皱了皱眉头，他们几个叶景点头，上次和你说过，江州的古武传人很少，一共4个，当然不包括你和王大力。原本你的事只有我意外得知，可现在他们几个都知道了，所以我怀疑有人故意在针对你。林璇一点就透自己一个野生的古武者，不属于八脉任何一脉，没有师承，没有背景，没有靠山，这样的人实在是太稀有，也太惹眼。毕竟王大力说过，如今的世道几乎不存在自己这样的存在，这样一来，谁都会对自己这个异类产生兴趣，想招揽的，想试探的，想除掉的，想研究的，什么人都有。所以叶景郑重点头，你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一方势力，别让自己那么特殊。他顿了顿，补充道，八脉之中有几脉实力雄厚，口碑也不错，比如王大力那一脉，或者我背后的一脉，只要你加入其中一脉，有师承有名分，那些人就不敢轻易动你，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当然我这里十分欢迎你的加入，只要你愿意，我来想办法加入一方势力。林璇沉默了几秒，叶警官谢谢。
林璇没有接茬加入某一方势力，这事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简单。他不知道自己这身本事到底从哪来，不知道自己的传承算什么，更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正统会怎么看待自己这种异类。毕竟自己这身传承不像是什么正经路子，什么双修、火星、燃血，谁家正统练这些？贸然送上门去，是福是祸，谁也说不清。所以他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叶瑾看他的表情，知道他在犹豫，也不多劝他，点了点头。既然你和王大力关系不错，有他在那边照应，应该暂时没什么大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有需要帮忙的，下次再找我，切磋也好，查人也罢，都行。当然，如果要加入，我更是十分欢迎。林璇点了点头，好，多谢。两人回到苏玉柔身边，半小时后，林璇背着苏玉柔走出了深山。苏玉柔趴在他背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他虽然还有些虚弱，但状态比刚才好多了。他闭着眼睛，享受着这难得的专车服务，嘴角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见到阳光的那一刻，苏玉柔感觉恍如隔世深山里的昏暗阴冷，那些可怕的记忆在这一瞬间都被阳光驱散了。温暖的光线洒在身上，驱散了骨子里的寒意。他眼眶下意识地红了起来。自由，真好。两人来到他的车前，那辆红色跑车被一堆警车包围，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车门被砸开，车窗碎了一地，玻璃渣子洒得到处都是。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座椅上还有脚印，明显被人翻过。他愣了一下，然后直接炸了。哪个杀千刀的还打碎我的车啊？他从林璇背上跳下来，踉跄着走到车前，看着满地的碎玻璃，欲哭无泪。他蹲下身，捡起一块车玻璃，手都在发抖。神经病，变态，绑架就算了，还砸我车。他越说越气，眼泪都出来了。呜呜，我刚买的车，还没开几次，好几百万呢，我攒了2年才买的。林璇默默地闭上了嘴巴。他想起自己刚才为了找线索，好像是用力过猛了一点。门不能说，说了肯定被骂。没多久，叶瑾一群人出来，二人配合他走完程序之后，林璇被告知可以带着苏玉柔返回江州了。车子启动，驶上回程的路上，苏玉柔靠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忽然开口：林璇，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怎么回事？林璇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始给他解释，从古武传人说起，到八脉传承，到自己被盯上的事，到夏雨这个人在稻田有才被当成棋子，被人利用。林璇都没有隐瞒，因为他是因为自己遇到意外，他有权利得知真相。可苏玉柔越听越感觉离谱，这不都是小说里的东西吗？但想到之前他和安澜那件神秘的事情，两个人莫名的进入 ICU， 甚至都出现了生命危险，这才慢慢相信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事。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消化着这些信息。许久之后，他忽然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林璇，所以你能飞檐走壁吗？林璇愣了一下，不能，我只是比普通人能打一点。那你能穿墙透视吗？也不能，我又不是神仙。那你能预测到明天彩票号码吗？也不能，我要能预测，早就不上班了，天天买彩票不就好了？林璇一脸无语，这姐姐的脑回路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啊，刚经历了绑架，现在居然关心这些。苏玉柔一脸失望，那也不太行啊。她靠在座椅上，皱着眉头想了想，但过了一会儿，她又转过头来，眼睛更亮了。那我能和你一样吗？变成超人？林璇下意识想摇头，想说不能，但他突然想到赵雪莉最近的变化。她说最近精神焕发，不仅再也没有过偏头疼，就连皮肤都变好了，睡眠质量也高了，连带着工作效率都提升了不少，整个人像是年轻了好几岁，这似乎也是变化。他顿了顿，改口道：那也不是没有一丝可能。苏玉柔一听，瞪大了眼睛，真的可以？他整个人都凑了过来，一脸兴奋，差点从副驾驶扑到林璇身上。需要做什么？像小说里一样修炼什么绝世功法吗？林璇沉默，还是说要你渡什么真气给我？林璇继续沉默，可他越是不说话，苏玉柔越着急。他晃着林璇的胳膊，完全忘了他在开车。你快说啊，到底要做什么？林璇被他晃的方向盘都抖了抖，车子在路上扭了一下，赶紧稳住。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叠甲。首先，我没开玩笑。苏玉柔点头。其次，是真的可以，你参考一下赵姐。苏玉柔想了想赵雪莉最近的变化，上次见她简直像换了一个人，皮肤白里透红，气色好得不得了，整个人容光焕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至少5岁。他本来以为是最近美容院上了什么新技术，现在想想他呼吸开始急促起来。最后林璇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认真，哪怕我说了你也不会想的，所以你确定？苏玉柔愣住了，这么严肃。他开始认真思考赵雪莉的变化，再想到自己，他如今年纪也不小，马上就要30岁了，最新工作的他最近都有了几根白头发，照镜子的时候无意发现藏在黑发里，就连眼角都开始若有若无的出现细纹。他最近经常担心自己变老。再一对比赵雪莉，他心里更是泛起了心思。确定。他用力点头，眼睛里的期待都快溢出来了。你快说。林璇沉默了一会儿，目视前方，淡然开口：很简单。苏玉柔竖起耳朵，屏住呼吸，双修。苏玉柔点了点头，就像是小说中说的那样，对吧？一男一女双。说到一半，他反应了过来，双修。他瞪大眼睛看向林璇，你耍流氓呢？话音刚落，林璇就感觉到腰间一阵刺痛，他可是真狠啊，转着圈掐人。林璇疼得龇牙咧嘴，
差点就要叫出来，他赶忙干咳一声解释：“你看我说了，你又不相信，但我真没对你耍流氓啊！不信你问赵姐，她可以作证。而且，就算你求我，我也不会同意的。我还要我的名声呢，我可不想被人说成流氓。哎，别拧了，我错了，真的错了。”苏玉柔红着脸瞪着他，手还掐在他腰上不放，2根手指捏着一小块肉使劲转。要不是他在开车，他现在肯定上去给他来个狠的车内。沉默了许久，苏玉柔慢慢松开手，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他的脸还是红的，但心里却一直在想着林璇的话。林璇也不敢说话，专心开车，目不斜视。过了好一会儿，苏玉柔突然转过头开口：“林璇，你刚说的是真的？”他的声音很轻，带着几分犹豫，几分不确定，还有几分难以启齿的期待。林璇愣了一下，转头看他，苏玉柔的脸还是红的，但眼神却很认真，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林璇有些无奈，这姐姐认真了。他没有回答，只是转过头继续开车，但也等于默认了下来。苏玉柔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专注开车的样子，心里乱成一团。双休和男人，他活了快30年，连恋爱都没谈过，从毕业开始就醉心事业，相亲倒是相了不少，但都是应付差事，没一个成的。现如今他想着想着，脸更红了，一路无话。半个多小时后，林璇将苏玉柔送达了他的小区，车子停在楼下。林璇解开安全带：“我陪你上去吧，这事毕竟都惊动警察了，上去一起解释一下，免得你爸妈担心，他们肯定吓坏了。”苏玉柔点了点头：“好。”兰兰也在，刚好他听说我出事，直接过来了。林璇点了点头：“有他在，你爸妈应该能安心点。”2人一同下了车，上楼几分钟后，门打开，苏母薛红一见到苏玉柔，直接扑了上来，一把抱住她，眼泪哗哗的流，她的眼睛早就哭肿了，声音都哑了：“柔柔，你没事吧？警察刚才都来了，说你被绑架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苏玉柔原本已经缓和了几分，但被母亲这么一抱，情绪又上来了，母女俩抱在一起，2人全都哭了出来，眼泪止都止不住。“妈，我没事，别哭了，真的没事。”苏父苏长远在一旁也是松了一口气，眼眶发红。他走过来对林璇点了点头，用力握了握林璇的手：“小林，麻烦你了，谢谢你，大老远还去接回来柔柔。”林璇赶紧摇头：“叔叔别这么说，应该的，你们放心，柔柔已经没事，绑架的人也被警察带走了。”苏父苏母是不久前才知道苏玉柔居然被绑架了，警察上门调查她的情况，询问她的社会关系，最近的行踪，有没有得罪什么人。2个人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这可给他们吓了一跳。薛红更是差点当场晕过去，幸好没多久，苏玉柔就打电话回来说没事了，已经得救了。安澜也赶到了这里，一边安慰2人，一边共同等待，陪着他们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时间。10分钟后，几人坐了下来，林璇简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当然，事情已经经过艺术加工，在业警官的帮助下，寻人追踪，最终找到田有才，成功解救苏玉柔。至于夏雨、比试、鼓舞传人那些，一个字都没提。那些事情说出来，只会让老人家更担心。薛红听完，一脸愧疚，他拉着苏玉柔的手，眼泪又下来了：“柔柔，以后我都不给你找相亲对象了。那个田有才看着老实，谁知道是这种人，都是妈的错，妈以后再也不敢了。”他转过头看向林璇，眼神里满是感激和认可，那目光就像看亲儿子一样。“你就和小林好好过，以后我再也不催你了，你们想什么时候结婚都行，妈都支持。”苏玉柔听闻，尴尬的愣了一下，因为安澜可还在一旁呢。她连忙开口，声音都有些结巴：“妈，没事了，你别多想。对了，晚上让小林和兰兰在这吃饭吧，人家也帮了这么多忙，怎么也得表示一下。”薛红一听，连忙点头：“对，小林、小安，晚上就在家吃，阿姨给你们做好吃的，想吃什么尽管说。”安澜张了张嘴，想推辞，但薛红根本不给他机会：“老苏，走，咱俩先出去买菜，多买点好的，海鲜、排骨都买。对了，再买只鸡，炖汤给柔柔补补。”苏长远还想和林璇说话，想问问具体情况，转眼就被苏母揪着离开。他无奈地冲林璇笑了笑，跟着出了门关上房间里安静下来。苏玉柔赶紧看向安澜，一脸紧张的解释：“兰兰，你别多想，我是之前让林璇帮我扮演了一下男友，你也知道，前一阵我妈疯了一样的给我介绍相亲对象，什么歪瓜裂枣都往我面前推，我是没办法才找他帮忙的，真的。”安澜一听，脸上反而有些不自在，他移开目光，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柔柔，你向我解释什么？我们并没……”话还没说完，林璇直接一把搂过来。安澜他笑着开口，一脸理所当然：“确实，我们并没什么，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是吧，安总？”说着，林璇大咧咧的在安澜脸上亲了一口，啵的一声，清脆响亮。安澜整个人愣在了原地。苏玉柔咧嘴一笑，眼神里满是看好戏的兴奋：“啧，兰兰，你这还没关系呢，你看你都没拒绝。”他拖着下巴，故意拖长了语调，像在调侃：“可惜了，我们兰兰这么一朵鲜花被猪拱了。”安澜反应过来，脸疼的红了，那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朵根，连脖子都染上了一层粉色。他用力推开林璇，有些不自在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捋了捋头发，掩饰自己的慌乱。他从没谈过恋爱，更别说当着别人的面被亲，
还被调侃，他下意识冷起脸，恢复那副清冷的样子，开口：“林璇，你再这样，我怎么？你就……”林璇凑过来，一脸坏笑，眼睛都眯成了缝，亲回来。安澜噎住了他，瞪着林璇，半天说不出话。那张清冷的脸上难得出现一丝慌乱。苏玉揉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哎呀，你们别在这给我秀恩爱了。他站起身，拉着安澜的胳膊往里走。对了，兰兰，你进来帮我涂药吧，我身上感觉都淤青了，疼死了。安澜忙起身跟着他往卧室走去。林璇在后面喊：“需要我给你按摩一下吗？保证手到病除，祖传手艺，不收钱。”苏玉柔回头瞪了他一眼，一个字：滚。然后砰的一声，卧室门关上了。林璇耸耸肩，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开始看消息。卧室里，苏玉柔也不避讳，直接开始脱衣服，外套脱掉，随手扔在床上，衬衫脱掉，扣子一颗一颗解开，裤子脱掉，扔在椅子上。没一会儿，她完美的身材展露在安澜面前。安澜看着眼前这一幕，愣了一下，道：“不是被他那极品的身材惊到，而是看到他身上多处淤伤，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些地方还破了皮，结了薄薄的血痂，后背、手臂、大腿到处都有，在白皙的皮肤上格外触目惊心。安澜心里一阵心疼，柔柔，可真是苦了你了。”苏玉柔笑着摆了摆手，一脸无所谓：“这没什么，就是看着吓人，其实不疼。那个田有才倒是惨，七窍流血，比我还惨，你是没看见，吓死人了。”他转过身，背对着安澜：“帮我涂一下后背，我够不着。”药膏在桌上，安澜接过药膏，挤出一些在手上，轻轻涂在他背上的淤伤处，动作很轻，怕弄疼他。苏玉柔忽然开口：“兰兰，你肯定知道林璇不是正常人吧？”安澜的手顿了顿，苏玉柔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着好奇的光芒。就是那种小说里的超人，你知道吗？他今天太牛逼了，在山里和人打架，嗖的，快的我都看不清。说着，他还来回比划了2下，完全忘了自己除了关键位置，身上一片雪白。这如果林璇在这，早就流哈喇子了。安澜想了一下，点点头：“我猜到了，在安家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些事情，也遇到了一个你说的这种人，而林璇也就是从他的手里把我救出来的。”他停了停，眼神有些暗淡：“但那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已经昏迷过去了，醒来就在医院。”苏玉柔啧啧2声，一脸神奇：“可真是太神奇了，这个世界居然真的有这种人，我一直以为都是小说编的。”他挪了一下位置，忽然又想到什么：“而且你知道吗？我刚才打听出来，普通人也能变成他那样。”安澜一愣，苏玉柔继续说：“不过算了，感觉他是在瞎说的，肯定是逗我玩。”安澜皱了皱眉，主动问道：“他说什么？”苏玉柔脸一红，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开口：“他这个变态说，跟他双修可以变成这样。”他越想越气，声音都大了几分：“这种事怎么可能啊？他就是个死流氓，故意占我便宜。”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安澜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双修，他从今早醒来就感觉身体变得轻快了许多，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整个人脱胎换骨了一样，原本的疲惫虚弱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感。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上一次还是在替林璇治病那次。那天晚上之后，他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当时被各种事情冲昏了头，没来得及细想，但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异样。再回想起赵雪莉的样子，那种容光焕发、年轻好几岁的变化，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林璇不是在说谎。看着安澜发愣的样子，苏玉柔在他面前摆了摆手：“兰兰，你怎么了？发什么呆呢？”安澜反应过来，摇了摇头，他刚才脑子里闪过了太多念头，好多东西搅在一起，让他一时有些恍惚。“没事，我继续帮你涂一下。”苏玉柔重新站好，嘴里还在念叨着：“你说林璇那家伙是不是骗我的？肯定是为了占便宜编出来的吧？什么双修，听着就……”安澜没有接话，只是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他脑子里乱得很。如果林璇说的是真的，那自己昨晚的经历，还有之前那次替他疗伤，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那种身体被彻底唤醒的感觉，那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和充实，绝对不是错觉。可这种事怎么开口问？难道直接问林璇昨晚咱们那样是不是双修？他甚至都能想到林璇贱兮兮的反应：“对啊，是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再来双修几次？”光是想想就觉得脸发烫。好一会之后，好了。安澜涂完最后一片淤青，将药膏放了起来：“兰兰，你说林璇这人到底怎么样啊？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他了？又能打，又会算命，还会治病，现在又说什么双修，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苏玉柔稍稍活动了一下，但话题还是没离开林璇。安澜沉默了2秒，摇了摇头：“不知道。”苏玉柔有些担心，他身边女人那么多，赵雪莉是没跑的，那个童谣我看他眼神也不对劲。你现在我们没关系，还没关系呢，刚刚谁在外面亲的火热？柔柔。安澜一听，赶紧轻轻拍了他一下：“刚就是他耍流氓而已。好，懂，明白。你休息会，我先出去。”安澜不知道怎么开口，直接跑入客厅里。林璇正翘着2郎腿看手机，听到动静抬起头，冲安澜咧嘴一笑，那笑容笑得有些欠揍。安澜移开目光，坐到沙发另一端，离他远远的，拿起茶几上的杂志翻看起来。过了一会，换好衣服的苏玉柔走了出来，看到这距离，眼珠转了转，他直接坐到安澜的一旁，
硬生生把他挤到了林璇的身边。安澜，林璇笑了笑，给他比了一个大拇哥。苏玉柔冲他挑挑眉，一脸得意，还故意往安澜那边靠了靠，就差把两个人推在一起了。柔柔，别闹，谁闹了我是怕你们在想亲的时候距离太远。柔柔，林璇笑了笑，没搭茬，继续刷手机。屏幕上是他刚查的关于鼓舞联盟的资料，但有用的信息几乎没有，明显不是什么明面上的组织，也是这种超出常理的存在，也不可能让普通人知道。半小时后，门锁响了，苏父苏母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满满当当的全是食材，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就差把超市搬回家了。哎呀，买这么多！苏玉柔赶紧起来帮忙，接过几个最重的袋子。薛红摆摆手，别动别动，你坐着休息，今天受了那么大罪，好好歇着。老苏，快拿厨房去。苏长远应了一声，拎着东西进了厨房。你们歇会，不用起来。薛红看了一眼客厅，看林璇和安澜站了起来，他连忙摆了摆手，说完就来到餐厅，还不忘拉上门。孩子他爹，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刚一进来，薛红就压低声音，一脸凝重。苏长远正在整理食材，头也不抬，什么不对劲？薛红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你说小林是柔柔男朋友吗？苏长远愣了一下，停下动作，怎么突然问这个？你看啊。薛红掰着手指分析，一脸认真。刚才在客厅，小安坐中间，柔柔和小林坐两边，这要真是男女朋友，不应该是柔柔挨着小林坐吗？怎么中间还隔个人？而且你看小安那长相，那气质，我看着都觉得漂亮，小林能不动心？苏长远想了想，笑了，你想多了吧？上次你不还说小林和柔柔在卧室很亲密吗？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薛红回忆了一下，点点头，也对，那次两人在床上确实挺亲密的，我亲眼看见的，错不了，那不就结了？苏长远继续整理菜，把鱼放进水池。年轻人之间的事，你别瞎猜，小林这孩子我看着挺靠谱的。薛红还是不太放心。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不行，小林这么优秀，我晚上都催他们了，早点定下来，我心里踏实。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好姑娘多的是，万一被人抢走了，你就别操心了。苏长远无奈地说，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看着来吧，你越催越坏事。薛红白了他一眼，你懂个屁，我这是为女儿好，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苏长远张了张嘴，最后选择闭嘴，专心洗菜。晚上7点，饭菜上桌，满满一大桌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白灼虾，色香味俱全，摆满了整张桌子。薛红热情地招呼三人，然后转身回厨房，来来来，小林、小安，快来吃饭，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今天买了这么多，不吃浪费了。三人笑着落座，薛红端着最后一道汤出来，目光扫过餐桌，心里一紧，怎么还是安澜坐在中间？左边苏玉柔，右边林璇，安澜端端正正坐在两人中间，三个人坐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和谐得很，但就是太和谐了。薛红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挤出一个笑，把汤放在桌上，开饭开饭，好香啊！林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饭香勾动他的味蕾，别客气，快吃吧。薛红看未来女婿这么喜欢自己的饭菜，更是开心得不得了。好，我开动了。林璇也没客气，拿起筷子就开始快速干饭。今天体力消耗太大了，又是救人又是打架，他是真饿了，感觉能吃下一头牛。薛红热情地给他夹菜，一块红烧肉，一块排骨，又一块鱼，堆得碗里满满的。小林，多吃点，看你瘦的，年轻人要多吃肉。林璇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地点头，谢谢伯母，您手艺真好。薛红乐得合不拢嘴，他看向苏玉柔，柔柔，平时记得提醒小林吃饭，年轻人更得注意健康饮食，你们身体好，以后宝宝才能健康。噗！林璇差点一口饭喷出来，他硬生生咽下去，呛得直咳嗽。苏玉柔脸疼得红了，赶紧开口，妈，你怎么又说这些？今天好好吃饭不行吗？那不行。薛红理直气壮，筷子在空中挥舞，上次小林也都说了，今年你们要孩子比较好，我不听那个周大师的，总该听小林的吧，对吧？小林。林璇尴尬地点了点头，脸上挤出笑容，是伯母，您说的对。安澜低着头默默吃饭，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但睫毛轻轻颤了颤。苏玉柔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时苏长远突然想起什么，开口，孩子他妈，你昨天不是说那个什么周大师来江州了吗？薛红一拍大腿，对，今天柔柔出事，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小林啊，他有些尴尬地看了林璇一眼，也怪我之前跟周大师说以后不需要他算命了，我说找到高人了，谁成想他直接来江州了，还说要看看高人，跟你比试比试。安澜正低头吃着饭，听到高人2个字，下意识转头看了一眼林璇，他还会这些玄学？林璇察觉到他的目光，冲他眨了眨眼，一脸无辜。安澜收回视线，继续吃饭，但耳朵却不自觉地竖了起来。一旁的苏玉柔皱起眉头，妈，我们哪有时间啊？最近新公司一堆事要忙，选址、装修、注册、招人，什么事都得我们3个盯着。什么周大师、王大师的，别来捣乱了。薛红有些犹豫起来，欲言又止，筷子一下一下地戳着碗里的米饭。看到苏母这副表情，林璇猜到还有什么事没说，他笑着开口，语气温和，伯母，您是还有什么事吧？您说，如果能帮上忙，我肯定不推辞。薛红更尴尬了，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之前
不是一直信那个周大师吗？所以在他那存了20万块钱，办了个长期的 VIP 会员。什么？苏玉柔疼得站起来，椅子差点翻倒。20万？妈，你疯了！这不是充得多送的算命次数多吗？薛红的声音越来越低，苏玉柔气得牙痒痒，胸口剧烈起伏。20万就送给一个骗子了？我也没想到他是骗子啊！薛红一脸委屈，之前那些事他不是算得挺准的吗？但和小林确实没得比，那是蒙的。苏玉柔气得直跺脚，江湖骗子惯用套路，说点模棱两可的话，总能蒙对几个。林璇摆摆手，示意苏玉柔冷静。他想了想，点头答应。行，伯母，明天他有时间的话，就来我们新公司吧，正好让他看看风水，我试试这人是不是骗子。如果真是骗子，钱肯定想办法给您要回来。薛红一听，眼前一亮，立刻来了底气，腰杆都挺直了。看看，还得是小林，你们都不靠谱。他越看林璇越顺眼，心里盘算着要不要快点找个日子把婚定了，但一想到今天苏玉柔刚出事，要不就过2天再说。可一抬头看到安澜，他心里又有些担心。这个安澜长得漂亮，气质好，还事业有成，又是安氏集团的前总裁，以后跟林璇在一起工作，这时间一长，可还了得。他想了想，试探着开口：小林啊，你和柔柔准备什么时候住一起？苏玉柔刚要阻止，薛红瞪了他一眼，那眼神不容置疑。我可不想再发生今天这种事了，你们住在一起至少安全一些，有个照应。林璇听到这点了点头，他想了一下，开口：这样吧，伯母，我现在在滨江华府住，那边距离新公司也近一些，您看如果同意的话，让柔柔也住过去吧。滨江华府？薛红愣了一下，筷子差点掉了。他虽然不是本地人，但也知道这是江州顶级的别墅区，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一套别墅轻松几千万。林璇居然住那里，那边的安保也更好一些，24小时巡逻，出入都要刷卡，这样您也放心。林璇补充道。薛红想了想，重重地点头：行，你说的对。妈，苏玉柔急了，我还没同意呢，你们这就给我定了？滨江华府自己去算怎么回事？那里面住着赵雪莉、童瑶、安澜，自己去凑什么热闹？他们一个个可都是林璇这流氓，不会又把主意打到自己身上了吧？但薛红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忙过这2天就搬家，搬完我和你爸再回去，我得亲眼看着你搬进去才放心。他直接拍板敲定了这个事。苏玉柔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转头想瞪林璇，可中间还夹着一个安澜，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也不管你的男朋友。薛红解决完女儿的事，目光又转向安澜。对了，小安有男朋友了吗？安澜身体微微一怔，放下筷子摇了摇头，没有。伯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吗？薛红眼睛亮了，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我这手里可是有很多资源的，全都是个行业顶尖人才，金融、法律、医疗，什么行业都有，你要不要看看照片？安澜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怎么冲自己来了。苏玉柔赶紧打断：打住，妈，你还敢给人介绍呢？这次介绍的什么田有才，差点要了我的命，你那些资源还是自己留着吧。说着他站起身，拉起安澜和林璇：好了，我们吃的差不多了，下去溜达溜达消消食，你们慢慢吃。说完他拽着2人就往外跑，生怕慢一步又被抓住在这多待1分钟，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妈妈还能说出什么来。估计过一会连孩子名都能起好了，再过一会安澜都成孩子干妈了。薛红拦都拦不住，只能冲他们背影喊：那早点回来啊，别走太远。门砰的一声关上，薛红得意地看向苏长远，挑了挑眉，一脸邀功的表情：怎么样，还得是我吧？断了小安的念想。苏长远忙不迭地点头，然后端起酒杯大大地喝了一口。薛红又开始琢磨：不过你说小林怎么突然那么多钱，要开公司，还在滨江华府有房子，这他们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吧？苏长远偷着又喝了一杯酒，慢悠悠地说：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啊，喝还喝，就知道喝。薛红一把夺过他的酒杯：我跟你说正事呢，你就不能上点心？苏长远无奈地笑了笑：你就别瞎操心了，小林这孩子我看着不错，有本事有担当，对柔柔也好，至于钱的事，人家有本事赚，你管那么多干嘛？年轻人嘛，有点秘密正常。薛红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终究是点了点头。他吃了没2口，又记起周大师的事，站起身赶忙去找电话。苏长远见薛红走远，赶忙自己偷着又倒了一杯，然后美美的喝上一口，啧啧，好啊。楼下小区花园里，3人慢悠悠地走着，初晚风带着一丝凉意，吹散了饭后的燥热路灯，把3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苏玉柔挽着安澜的胳膊，却瞪着林璇：你打什么主意呢？还让我搬去滨江华府？林璇举起双手，一脸无辜，对天发誓，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今天这事你也看到了，有人盯上我了，我怕他们对你们下手。哼哼。苏玉柔冷哼一声，眼神狐疑：谁知道你什么想法？他转头看向安澜：兰兰，这就是一个流氓，你可小心点，别看他现在人模人样的，心里指不定打什么坏主意。林璇挑了挑眉，慢悠悠的开口，语气欠揍：我流氓？确实，我在流氓也不会晚上把门。我觉得他说的对。安澜身体一停，突然开口打断他。苏玉柔一愣：什么？安澜看向他，语气平静：过来住吧，正好我们也可以做个伴。可是
以后上班也方便一些。安澜补充道，新公司就在那边，离得近，而且那边安保确实好，比你自己住安全。苏玉柔张了张嘴想反驳，但找不到理由，最后只能点头，行，好吧，那你过去可得看着他，别又给我打什么主意。他跟在两人身后，看着他们挽着手走在前面的背影，嘴角微微上扬。对了，林璇突然想起来，体内真元微微一动，追魂术的印记轻轻打入苏玉柔体内，一丝无形的波动没入他体内，没有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所以我才让苏玉柔来咱这里，真的是为了安全，不是占便宜。安澜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了一句，但他心里却莫名的涌起一股安全感。所以那天晚上，最后那个人犹豫了许久，他突然开口。林璇一怔，这是安澜第一次主动开口询问那晚的事情。他斟酌了一下，开口说道：“那人极有可能已经死了。”听到死字，安澜浑身颤抖了一下。林璇没有说，他也不能确定，因为王大力告诉自己，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没了那个老头的踪迹，这一点他也有些不明，所以他的记忆只停留在自己腹部的飞剑，将其直接捅了一个。对穿肠，按理说人应该没了，但人却不见，看来只能等自己恢复。体内飞剑苏醒了安澜。所以能告诉我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吗？林璇想了一下，还是开口询问。这虽然会让他难过，但多一个人知道，或许可以让他的压力没那么大。安澜沉默了，他一直没有转过来脸。就在林璇都准备放弃的时候，安澜轻轻开口：“从前有一个锅被安家收养。”很快，两人回到滨江华府别墅里，黑漆漆的，只有门口的灯亮着。赵雪莉和童瑶都不在家，林璇给二人打了个电话，两人都在加班。童家最近事务多，童瑶在忙公司和家族的事，赵雪莉的公司也在忙，据说准备开拓新的项目。而安澜下车之后就回到了自己房间，说完一切之后，他就没有再多说一句。林璇换了一身宽松的家居服，走出房间，他看向对面景观的房门，犹豫了一下，他走过去，轻轻敲了敲门：“睡了没？”里面没有回应，他又敲了敲，还是没动静。他试着拧了拧门，把手锁死了。安澜，要不要聊聊？里面传来安澜清冷的声音：“我睡了，你灯还亮着呢，我都看见门缝的光了。”好吧，林璇无奈地叹了口气：“那你早点休息，我房门不关，你随时，你懂。”他说了一句，转身离开房间里。安澜靠在门后，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久久沉默着无所事事的林璇回到卧室，突然想起童远送自己的那3块石头。对了，自己现在恢复了一丝真元，可以再次尝试一下。想着，他眼前一亮，赶紧从角落里拖出那个大行李箱，打开箱子，3块石头静静地躺在里面，普普通通，和寻常的观赏石没什么区别。林璇搬出第1块，放在床上，他伸出手轻轻摸了上去，体内那一丝真元缓缓运转，流向指尖。就在触碰到石头的瞬间，林璇浑身一震，像触电一样，果然不对劲，有反应了。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从石头内部传来，他的身体在感受到这股波动的瞬间，居然有些莫名的颤抖，不是害怕，而是兴奋，就好像干涸了许久的鱼突然间到了水。林璇深吸一口气，将更多的真元注入石头。下一秒，石头的表皮上出现了无数细密的裂纹，咔咔咔，裂纹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像蛛网一样蔓延开来。很快，整块石头表面都被裂纹覆盖，仿佛随时会碎裂。啪，一小块表皮脱落，露出里面的东西。林璇定睛一看，呼吸都停了。那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通体呈半透明的青白色，像玉又不像玉，像水晶又不像水晶，表面光滑细腻，泛着温润的光泽。最神奇的是，石头内部隐约有什么东西在流转，像是雾气，又像是光，缓缓流动，变幻莫测，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几乎是下意识的。林璇将其握在手中，温热不是普通的温热，而是一种直透灵魂的暖意，从掌心蔓延到手臂，再到全身。下一刻，林璇感觉到自己腹部的本源跳动了一下，咚，像心脏复苏的心跳，咚咚，跳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急促。很快，在本源的吸引下，手中石头内的雾气开始涌动，它们像被召唤的士兵，顺着林璇的手掌争先恐后的被吸收到了体内。那股气息顺着经脉一路狂奔，直奔丹田。啊！林璇忍不住舒服的呻吟出声，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他感觉整个身体似乎都在呼吸，每一个毛孔都在张开，贪婪地吸收着这股能量。丹田处沉寂已久的本源像饿极了的野兽，疯狂地吞噬着涌入的气息。来者不拒，一丝丝真元开始从本源中流出，顺着经脉流转，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林璇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盘膝坐在床上，紧闭双眼，开始修炼。体内真元自行运转，1个周天、2个周天、3个周天，可以重新修炼了。不仅如此，而且最神奇的是，这新出现的真元比之前的更加凝实，更加纯粹，仿佛经过了淬炼和提纯。如果说之前的真元是雾气，那现在的就是清水。林璇沉浸在修炼中，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时，林璇缓缓睁开了眼睛。就在他睁眼的瞬间，一股无形的气浪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嗡！窗帘被吹起，呼呼作响，床头的书页哗哗翻动，像被风吹过桌上的水杯里的水荡起涟漪，差点洒出来。就连床单都以他为中心被吹动的皱起，炼气3层。莫名突破了。
林璇感受到体内有着前所未有的充实感，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一夜之前燃血术的后遗症，严重的伤势，随着这一次的突破，全部消散一空，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每一根经脉都在雀跃。他活动了一下上身，骨节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像炒豆子一样，前所未有的舒畅，前所未有的有力量。与此同时，脑海中涌现出一段段新的信息，是传承中的新内容。林璇闭目消化，那些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在脑海中不断。很快，一个独特的法术映入脑海，吸运术。顾名思义，可以吸取他人的气运，可近距离对人或者搭配追魂术使用。气运是虚无缥缈的命术，机缘福泽修炼之人，除了真元修为，气运同样重要。气运旺者逢凶化吉，机缘不断；气运衰者喝水都塞牙，走路都摔跤。而这个法术居然可以直接吸取他人的气运，化为己用。林璇睁开眼睛，眼神复杂。这传承果然有点邪，前有追魂，后有吸运，那再突破几次，是不是还有更离谱的法术？但他很快释然，管他邪不邪，好用就行，正好。原本想着彻底恢复之后先去找夏雨的麻烦，这突然的晋升换来了一个诡异的术法，正好直接拿他试水。对付夏雨这种疯子，什么手段都不为过。你对我付，我还可以理解，但你若是对付我身边的人，那就别怪我和你不死不休了。这么想着，他直接闭上眼睛，双手掐诀，对脑海中属于夏雨的那个追魂术印记施展起了吸运术。很快，一股无形的波动从他身上散出，急速的锁定那印记所在。找到你了，吸，给我狠狠的吸。林璇睁开眼睛，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红色的光彩。下一刻，林璇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多了一股莫名的东西，虚无缥缈，但却真实存在。这便是气运。清晨，这是一间顶级总统套房，位于江州最豪华酒店的顶层，一晚的房费够普通人赚半年。落地窗外是江州最美的城市天际线，阳光照进来，在地毯上投下参差的光影。夏雨从一张大床上醒来，舒服的伸了个懒腰，他的身边两侧各躺着一个女生，相貌相似，五官精致，居然还是一对双胞胎。两人睡得正香，长发散在枕头上，肌肤白皙如玉，画面十分养眼，像画报里的场景。夏雨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昨晚的战况不错。他刚一动准备起床，就感觉腰部一阵酸疼，像被人打了一拳，又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拧了一把。夏雨愣了一下，怎么回事？自己难道昨夜消耗太多了？不能啊，也就2个多小时而已，以他的身体素质，这点运动量根本不算什么，以前3、4个小时都没事。他揉了揉腰，心里有些疑惑，刚要起身，一旁的双胞胎也醒了过来。他们睁开眼，看到夏雨，脸上立刻浮现甜甜的笑容，两人软软的扑了上来，温热的身体贴在他身上，手指在他胸口乱动，一路向下。少爷这么早就醒了，再陪陪我们嘛。一个撒娇，昨天人家还没尽兴呢。另一个嘟着嘴，那声音软糯娇媚，能酥到人骨子里。没一会，夏雨就来了一阵火气，本想好好休息的他又没忍住，他翻身将两人压在身下，笑着开口，你们2个看来还没投降，妖精讨打。双胞胎咯咯直笑，房间里顿时春意盎然，嬉笑声不断。半小时后，春风正浓之中，夏雨突然停了下来，动作僵住了，脸上的表情也凝固了。少爷怎么了？怎么停了？阿姨，小少爷累了。都，双胞胎疑惑的开口，怎么这才刚开始就停了？夏雨捂着腰，一脸尴尬，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不对劲，好像闪着腰了。他试着动了动腰部，传来一阵刺痛，像针扎一样，又像肌肉被撕裂。不能啊，自己可是古武传人，身体素质远超常人，怎么可能闪到腰？不应该啊。双胞胎愣了一下，然后贴心的安慰他，一个给他揉腰，动作轻柔，一个轻轻拍着他的背，像哄小孩一样。没事的，少爷，下次再来嘛。没事的，休息一下就好了，您别着急，实在不行您就别动，我们来。夏雨，你们还不如不安慰。他感觉自己的男性尊严受到了暴击，而且是当着2个美女的面。下次一定。几分钟后，夏雨穿好衣服，捂着腰下了床，动作小心翼翼。他刚想伸展一下身体，活动筋骨，缓解一下腰部的酸痛，没成想刚活动了2下，居然脚一软，直接趴在了地上，砰的一声，整个人摔得结结实实，脸先着地。2个双胞胎一看，吓了一跳，赶紧跳下床，光着脚跑过来扶起他，一脸的紧张和关切。少爷，你这是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是啊，脸色都不太好了，嘴唇都白了，难道是昨晚太久了？夏雨也是一脸疑惑，摆了摆手，努力维持风度，没事，可能就是累着了。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直犯嘀咕，不对劲，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这么虚过，昨晚才2个多小时，今天就又是闪腰又是腿软，这也太离谱了。难道真的是年纪大了？不可能啊，他才20多岁。算了，还是休息一会吧。他对双胞胎说，语气有些无奈，你们去帮我准备点早餐吧，来点健康的。好。双胞胎齐齐点头，开始穿衣服。2人动作麻利，一前一后离开了房间，留下夏雨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夏雨靠在沙发上，总感觉心里慌慌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没了一样，那种感觉很微妙，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让人不舒服。他疑惑了好一会，想不出个所以然，难道出事了？想着，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准备打电话问问情况，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手居然一滑，
手机脱手而出，在空中翻了个身，划过一道完美的抛物线，巧之又巧地跌落在床上，弹了2下，然后精准地掉到了床和床头柜之间那道狭窄的缝隙里。夏雨，他愣在那里，看着手机消失的地方，一时说不出话。他深吸一口气，趴下去够手机，手伸进缝隙，就差一点，好不容易就要摸到。夏雨一使劲砰，头撞在了床头柜上，撞得结结实实，眼冒金星靠。夏雨捂着额头，疼得龇牙咧嘴，眼泪都快出来了。他终于感觉有点不对劲了，虽然都是一些小事，可以太过反常，特别是对他来说，鼓舞传人，五感敏锐，身手矫健，怎么可能连续出这种低级失误？难道是有人在对付我？他喃喃自语，眉头紧锁，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这种隐秘的手段，难道是南方那一脉？他们最喜欢躲起来玩这些手段。可是我也没得罪他们。他越想越觉得可能，心里升起一股警惕，拿出手机，他没犹豫，直接给家里去了一个电话。喂，是我，夏雨，我感觉我有点不对劲，说不上来，可能有人对我下手。是在江州。好，我最近消停一下，等你过来。另一边，滨江华府别墅内，林玄施展完吸运术之后，感觉一阵神清气爽，虽然具体说不上来有什么变化，但总感觉自己非常的舒服，就像刚做完腹抱，又像泡了个热水澡，浑身轻松，挺好。他嘴角勾起一抹笑，心情大好，以后没事就吸一吸。他闭上眼睛，感应了一下脑海中的追魂术印记，夏雨那个光点还在，但似乎比之前暗淡了一点点，也可能是错觉，不过管他呢，反正自己又不亏，管他什么效果，先吸了再说。不再去管印记，林玄睁开了眼睛，低头一看，昨晚手中的那块灵石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普通的石头，灰扑扑的，表面粗糙，再没有一点特殊之处，看来是被全部吸收了。这倒是帮助修炼的绝佳玩意。林玄把玩了一下，确定没了作用之后，放到了床头柜内，想了一下，他并没有使用另外2块，而是重新收进行李箱，推到角落。好东西要留着慢慢用，说不定以后还能救自己2次，而且现在自己刚突破，根基还不稳，等彻底稳固了再研究也不迟。做完这一切，一看时间才6点半，林玄起身，穿上运动服就外出锻炼。突破到炼气3层后，身体素质全面提升，他感觉浑身都是劲，不跑鸡圈出汗都不舒服。刚一出门，发现隔壁屋子的童瑶也打着哈欠走了出来，他一身紧身瑜伽裤，完美的勾勒出修长笔直的腿部线条，上身是浅灰色的运动背心，露出纤细的腰肢和平坦的小腹，头发扎成高马尾，戴着发套，整个人都充满了运动气息。早啊！童瑶打了个招呼，睡眼惺忪的往外走，林玄跟在后面，笑着问道：“你昨晚几点回的？这么困？”童瑶摆了摆手，语气里满是疲惫，眼睛都还半眯着。别说了，1点多才到回来，童家那边一堆事，我爸现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很多事情都要我盯着。昨天开了3个会，看了20多份文件，脑子都快炸了。那你不多睡会，还运动？你别说，我只是困，但身体状态却感觉很好。自从童瑶说着，突然顿了一下，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瞪了林玄一眼，脸微微泛红，不再多说，加快脚步往前走。自从那夜之后，自己的精神就一直非常好，但他可不想提起这事。林玄嘿嘿一笑，没接话，心里明白他想说什么。双修的功劳。2人走出别墅，开始在小区里慢跑。清晨的空气很新鲜，带着草木的清香和露水的湿润，路边的草坪上还有细密的露珠，在晨光下闪着光。偶尔有几个晨练的人，都是小区的住户，有的遛狗，有的打太极。林玄没刻意等着童瑶，没一会就开始加速突破。之后他的身体素质也来到了恐怖的程度，每一步都轻盈有力，像装了弹簧，呼吸平稳的像在散步，脸上连汗都没有。童瑶有点不信邪，非常努力的追赶，可没多久他就大口喘着气，脚步沉重，可还是眼睁睁的看着林玄超过自己一次又一次。第1次套圈他还能接受，第2次套圈他开始怀疑人生，第3次套圈他彻底无语了。这还是人吗？童瑶回想起之前第1次遇见林玄，也是在小区内跑步，可那个时候他套自己1圈也是用了不短的时间，但这回短短半小时他居然套了自己3圈，而且看他的样子根本没用全力，脸上连汗都没出，呼吸都没乱，就像在遛弯一样，甚至还悠闲的东张西望。40多分钟后，童瑶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的喘气，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滴。被林玄这么一搞，他的跑步节奏全乱，整个人都累得厉害。林玄从后面赶过来，脸部红气不喘，笑着开口：“这就累了？”童瑶抬头瞪他，那眼神像要吃人，如果眼神能杀人，林玄已经死了800回。不是，你是吃了什么大力丸了吗？这么能跑，开挂了吧？林玄笑着拍了一下他的屁股，手感极好，浑圆紧致，十分贴弹，然后就继续往前跑去，留下一串笑声。你气得童瑶又往前跑了2步，但林玄早已跑远，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拐角处。死流氓！童瑶揉了揉自己的屁股，还挺舒服。7点多，2个人回到别墅内。林玄刚一进门，整个人愣住了，像被点了穴一样定在原地。只见安澜和赵雪莉居然都在客厅内做瑜伽，2人都穿着紧身瑜伽服，完美的勾勒出身材曲线。赵雪莉正做一个下犬式，腰背挺直，臀部高抬，
手臂和腿部形成完美的直线，那弧度让人挪不开眼，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女性完美的魅力。安澜则是做一个扭转式，身体侧转，手臂伸展，那清冷的气质配上这个动作，有一种极致的美感，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灯光从天花板洒落，照在两人身上，给他们的皮肤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晕。这画面是什么绝世画作啊！林璇的目光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来来回回扫了好几遍，从脚尖看到发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下一秒，他就感觉鼻子一阵翻涌，鼻血直接飙了出来，鲜红的血液滴在地板上，一滴两滴三滴，流了一地。一旁的童瑶吓了一跳，还以为林璇是伤势没好，惊呼了一声，赶紧跑过来扶住他，一脸紧张：“你没事吧？怎么流鼻血了？是不是内伤复发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另一边，安澜和赵雪莉听到声音，赶紧也都小跑过来，脸上满是关切：“林璇，你怎么了？小林，没事吧？”三个美女全都紧身瑜伽裤，齐刷刷地站在自己面前，那画面，那冲击力，那视觉盛宴。林璇感觉鼻血又是一阵喷涌，止都止不住，他一边捂着鼻子，一边赶紧摆手，声音都变了调，结结巴巴：“没事没事，天热，燥。”安澜一脸狐疑，眉头微皱：“天热？才7点多，热什么？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温度才15度。”赵雪莉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瑜伽服，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脸色微红，没多说话。童瑶也反应过来，瞪了他一眼：“流氓！”但三个人还是一阵关心，有的递纸巾，有的倒水，有的问要不要去医院。